楚公子，不是你自己的娘子，你是真不怜惜啊！小妖精更猛的还在后面呢。将军府昏迷了2天半时间的楚轩，身体猛地一哆嗦，双眼缓缓睁开，从梦中清醒了过来。我这是还没死？不是，我的修为怎么突破到了炼气境9重？楚轩猛地坐了起来，心中感到无比惊讶。他自幼天资平平，修炼10年，依旧止步于炼气境6重，重伤昏迷了几天，反倒因祸得福，突破了3个小境界。仔细感知过后，楚轩发现体内竟然多了一股狂暴的力量，这是血脉之力，好生霸道凶猛。在楚轩的注视下，那股力量幻化成一头凶兽，腋下生目，羊身人面，虎齿人爪，足足有山般大小。这是上古凶兽饕餮，号称能够吞天噬地，无物不吞。我觉醒了饕餮血脉，难道10年前我也得到了机缘？楚轩的思绪回到了9岁那年，当时的他和哥哥楚云飞生活在凡间福源村，兄弟2人乃是孤儿，靠着吃百家饭长大，在村长爷爷的关爱下，日子倒也无忧无虑。可是有一天，村里的老枯井突然生出天地异象，降下大机缘，楚云飞诞生了至尊谷，村里还有2人也得到了机缘。就是这场机缘给福源村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大势力纷纷涌入福源村，为了争夺机缘大打出手，手无寸铁的百姓们被无情屠杀，只有获得了机缘的3人以及楚轩得以幸存。黎阳王朝带走了楚云飞2兄弟，说来嘲讽，他们之所以要带走楚轩，是为了用楚轩来控制楚云飞。他们在楚轩体内种下了毒蛊，可以随意掌控楚轩的生死。楚云飞只能被迫听命于黎阳王朝。在至尊谷的加持下，楚云飞只用了10年便突破到了造化境。10年间，楚云飞率领大军攻城略地，开疆扩土，让黎阳王朝的国力迅速提升，疆域扩大数10倍。楚云飞被封为了大将军，威望甚至超过了皇上周志行。见此情形，皇室想要卸磨杀驴，处处打压将军府。就在3天前，楚轩前往福源村祭拜村长爷爷，回来的路上却被九皇子周平等人拦住。周平气焰嚣张，蛮横无理，声称楚轩挡了他的路，连同手下一起将楚轩痛揍一顿。楚轩陷入了昏迷，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突破了。这饕餮血脉应该就是我10年前所获得，只是需要外力才能激活。说起来，我还要感谢周平他们呢。楚轩内心激动，眼底深处闪烁着火热的精芒。饕餮血脉不仅让楚轩的天赋资质得到了提升，还能直接吞噬掠夺他人的修为，超越黎阳王朝只是时间问题。哥哥，这10年是我拖累了你，接下来我会与你并肩作战。村长爷爷，我和哥哥一定会为你们报仇，将那些屠杀村民的势力全部覆灭。楚轩的体内散发着无尽凶芒和凌厉杀机，他准备先拿周平开刀。竟然是饕餮血脉，这世间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突然，一道悦耳的声音在楚轩脑海中响起。谁在说话？楚轩眉头一皱，左右张望，房间内却只有他一个人。我在你丹田里。声音再次响起。闻言，楚轩感到后背发凉，在他丹田内竟然住着一个女人。楚轩内视丹田，只见一口青铜古棺悬浮，上面流动着无上神纹，散发出沧桑气息。咕噜，楚轩吞了吞口水，他能够肯定，在这之前丹田内绝对没有这口青铜古棺。轰隆隆，一声巨响发出，青铜古棺竟然开启，强大的吸力爆发，将楚轩吸入棺内。视线恢复之后，楚轩已经来到了一处独立的空间，这里辽阔无边，灵气浓郁，山川河流与外界无异。楚轩的目光很快被2柄血红色的魔剑所吸引，魔剑立于2座大山之间，被雷霆锁链缠绕。可即便如此，依旧难挡魔剑的灭世神威，随便一丝余威都足以将楚轩这个炼气境的菜鸟抹杀。在楚轩盯着魔剑看的时候，魔剑也在剧烈颤动，锁链震荡，连同2座大山都摇摇欲坠，仿佛要被魔剑挣脱。这2柄魔剑名为干将莫邪，他们可是你的老伙计，去把他们取回吧。一位红裙女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她赤着一双玉足，凌空而立，容颜绝美，倾国倾城，高贵清冷之中散发着极致的魅惑。上身穿着红色短衣，下半身穿着红色短裙，如同一朵火辣的红玫瑰。小腹处没有一丝赘肉，马甲线清晰可见，雪白的美腿纤细笔直，挑不出一丝瑕疵。楚轩从未见过如此美的女人。红裙女子，把2柄魔剑取回，再欣赏我的美貌也不迟。红裙女子嫣然一笑，美得不可方物。可可，楚轩脸色一红，赶紧收回了目光。见状，红裙女子俏皮地笑了笑，以前的你可没有这般害羞过。你确定我们之前认识？楚轩眉头紧锁，心里无比疑惑。快去取剑吧。红裙女子并未解释，而是催促道。取剑？你该不会在坑我吧？
那魔剑的余威都能将我轰成渣渣了。楚轩望而却步，他刚觉醒饕餮血脉，还没来得及报仇，可不想就这么死掉。少废话！红裙女子拂袖一挥，无形的力量直接将楚轩推向了魔剑。雾草，你不讲武德啊！楚轩当即运转饕餮血脉，周身涌现出一道道漩涡黑洞，欲要吞噬魔剑余威。可他此举有些多余，在楚轩靠近的时候，躁动的魔剑竟然安静了下来。难道那红裙女子没有骗我？楚轩犹豫了片刻之后，终于决定上前取剑。这两柄魔剑的威力绝对远超传说中的极品地器，若能为他所用，将会是天大的造化。楚轩伸出双手，握在了两个剑柄之上，轰隆隆，血红色的剑气顷刻间爆发，冲天而起，照亮整个空间。锁链开始崩断，两座大山随之塌陷。凶厉残暴的两柄魔剑在楚轩手中却十分温顺。楚轩将魔剑挥出，沿途的虚空皆被斩碎。成功了！楚轩面色大喜，虽然第一次动用魔剑，但却感到非常娴熟和默契。有饕餮血脉和两柄魔剑加持，楚轩足以越级对战助激进。楚轩双手握着魔剑的背影，让红裙女子目光迷离，陷入了回忆当中。这两把剑真的送给我了，不许反悔哦！楚轩转过身子，对着红裙女子试探地问道。红裙女子从回忆中缓过神来，淡淡一笑：“剑是你的，藏神棺同样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楚轩满脸问号，还以为红裙女子在拿他打趣。可是红裙女子那真诚温柔的眼神，不像是在开玩笑。既然你是我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对你为所欲为？楚轩的嘴角浮现一抹坏笑。红裙女子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都远超楚轩知道的那些女明星。其实楚轩是一名穿越者，这个秘密他谁都没有告诉我。他是胎川大军中的一员，直到6岁那年才觉醒前世记忆。小色胚，想得美！红裙女子瞪了楚轩一眼。那是我想的肯定美啊！楚轩故意舔了舔嘴唇，流氓的回道。楚轩这流氓无赖的姿态，成功把红裙女子给气笑了。但红裙女子眼神之中满是纵容，她拂袖一挥，4道光团浮现，被推向了楚轩。3个月内，你如果能把这4道功法武技领悟至入门的话，我就允许你。红裙女子神秘地笑了笑，眼神妩媚，勾人心魂。自光团之中散发出古朴厚重的气息，更有狂暴霸道的力量，让楚轩为之一震。他所接触到的功法武技哪里有这般恐怖的气息？太初吞天诀、太虚敛息术、魅影神宗、幽冥鬼杀斩，不是，这些功法武技都是什么等级？从名字就能看出，这些武技功法非常不俗。功法武技的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天、地、玄、黄，又细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但是红裙女子给的这些功法武技明显不在这4个等级之内。有人来找你了。红裙女子看向外界，对着楚轩提醒道。等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3个月内我把这些功法武技领悟至入门的话，你最大尺度能允许我做什么？楚轩一脸期待地问道。猴急什么？到时候不就知道了。声音落下之后，楚轩的神识已经被传送了出去。踏踏踏踏，房间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扑通，末将胡庆丰，末将毕瑞华，未能守护好公子，还请大将军定罪。哼，杀你们容易，本将军的弟弟能好过来吗？听到楚轩被重伤的消息后，大将军楚云飞带着10万大军，马不停蹄地赶回了皇城。咯吱，房门被推开，身穿黄金战甲的楚云飞着急地走了进来。他有着2米身高，生得英俊威武，兄弟2人有3分相似。弟弟，望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楚轩，楚云飞的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脸色无比凝重，体内散发出凌厉的杀机，笼罩了整座庭院。楚轩是他一手拉扯大，可以说又当哥又当爹。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弟弟。如果楚轩有什么意外的话，那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让皇室血债血偿。在你没有领悟太虚敛息术之前，我会替你隐匿好气息。红裙女子的声音落下之后，楚轩的修为气息便被完美的隐匿了起来，外人无法感知。他之所以这般做，也是充分在为楚轩考虑。饕餮血脉的诱惑力丝毫不比至尊骨弱，一旦传出去，肯定会给楚轩带来无妄之灾。楚轩体内还有皇室种下的毒蛊，生死都被皇室掌控着，身上的一切机缘都不能泄露出去，除非他将毒蛊解决，并且实力超过了皇室。哥哥，楚轩不忍心看着哥哥难过，于是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弟弟，你……楚云飞感到有些意外，3步并作2步来到了楚轩身旁，为其把脉。一番诊断下来，脉搏竟然十分平稳。然而奇怪的是，楚轩一身修为气息全部消失，已经和普通人无异。
虽然楚轩的修炼天赋很差，但之前好歹也拥有炼气境6重的修为啊，怎么现在体内没有一丝灵气了呢？好在楚轩人没事，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哥哥，让你担心了。望着眼眶红润的楚云飞，楚轩有些心疼。只要你人没事就好，修为什么的还能重新修炼回来。楚云飞松了一口气，对着楚轩安抚道。房门外，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感到有些意外。明明上午的时候公子还重伤昏迷，怎么这会就苏醒过来了呢？而且气色很好，已经跟个没事人一样了，真是上天保佑啊！两人心中的石头也总算落地。如果公子真出了事，那他们两人也就没脸活着了。哥哥，这件事也不怪胡叔叔他们，你就别责怪他们了。楚轩对着楚云飞说道。从福源村祭祀回来的路上，皇宫突然来了旨意，宣胡庆峰两人进宫。胡庆峰两人想着距离将军府已经没多远了，而且皇旨难违，于是就进宫了。谁知道路上楚轩就遇到了九皇子周平。皇室此举明显是在试探我的底线。10年前至尊谷还未完全发育，他们只能把我带回培养。如今我替他们开疆扩土，价值已被榨干，至尊谷也发育完全，他们想要卸磨杀驴，灭我将军府，夺我体内至尊谷。楚云飞一眼便看破了皇室的计谋，楚轩点了点头。哥哥楚云飞的威望已经快要超过周志行了，皇室要动哥哥，必须有个正当的理由，否则百姓们肯定会为将军府打抱不平。周平痛揍楚轩，就是为了惹怒楚云飞，一旦楚云飞做出应急行为，皇室就能给将军府扣上反叛的罪名。哼，真当本将军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胆敢动我弟弟，那就要付出代价。楚云飞目光一寒，明显不想善罢甘休。一旦他退让，那么皇室就会做出更加过分的行为，让孙涛和罗勇那两个废物滚过来见本将军。楚云飞脸色阴沉地命令道。是，大将军。胡庆峰起身离去。孙涛和罗勇乃是皇室赐给将军府的护卫，表面上负责守护将军府的安危，可实际上就是为了监视将军府。难道哥哥要？楚轩内心有所猜测。没错，我要趁机拔出皇室安插在我将军府的眼线，同时也告诉其他人，本将军的弟弟谁也动不得。楚云飞的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杀机。没过多久，孙涛和罗勇两人便赶了过来。作为皇室的人，他们有恃无恐，两人双手抱拳，面色平静的行礼，拜见大将军。楚云飞转过身子，杀机腾腾地看向两人。孙涛和罗勇意识到不对劲，还不等他们反抗，强大的威压便已经轰来。扑通，两人双腿一软，毫无反抗之力，当即跪倒在了地上。楚云飞拥有造化境5重修为，还身怀至尊谷，哪里是他们这两个元婴境能够抗衡的？大将军，你这是何意？孙涛脸色煞白，声音变得慌乱。孙涛、罗勇，你二人可知罪？闻言，孙涛和罗勇对视一眼，皆是摸不着头脑。大将军，我们二人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哼，陛下派你们来将军府是干嘛的？自然是守护将军府的安危。孙涛两人应对自如，回答的天衣无缝。很好，既是守护将军府的安危，那么在轩儿被他人围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楚云飞冷声质问道。我……孙涛和罗勇眉头紧锁，不知该如何回答。周平等人围殴楚轩的时候，孙涛和罗勇是知晓的，毕竟离将军府那么近。可是面对九皇子，他们哪里敢上前插手？再说了，他们是陛下派来监视将军府的，又不是真的来守护将军府的。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可即便我们有罪，也应当交由皇室处理。大将军没有权利对我们定罪吧？孙涛此话是想提醒楚云飞，他们是陛下的人，既然来到了将军府，那就归本将军管。你们二人护主不利，其罪当诛。话刚落下，楚云飞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银色长枪，当即洞穿了孙涛的心脏。孙涛瞪大了双眼，体内的生机流逝，尸体倒地，死不瞑目。嗡嗡，孙涛的元婴脱体而出，想要逃离此地，但楚云飞早就有所准备，长枪刺出，直接湮灭了孙涛的元婴。这一幕吓得罗勇面如土色，全身直冒冷汗。大将军饶命！罗勇匍匐在地，拼命的求饶。楚云飞疯了，完全不考虑后果。死！楚云飞再次出枪，洞穿了罗勇的脑袋，又毁掉他的元婴。2名元婴境7重的强者就这么被抹杀了。扛着他们的尸体，随本将军入朝。楚云飞收起长枪，对着胡庆峰两人命令道：是，大将军。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感到心潮澎湃。皇室安插在将军府的眼线就这么被拔除了。大将军这一招当真是高明啊！轩儿，你先在家好好休养，哥哥会帮你出这口恶气的。楚云飞嘱咐完便离开了。望着哥哥的背影，楚轩的心里淌过一阵暖流。我一定会好好修炼，
早日和哥哥并肩作战。楚轩盘膝而坐，神识来到了青铜古棺里面，开始领悟红裙女子给他的4道功法武技。太初吞天诀能够完美适配饕餮血脉，能让楚轩吸收天地灵气的效率提升数十倍，并且还能毫无顾虑地吞噬他人修为。太虚敛息术能够完美隐匿修为气息，哪怕是大地强者都无法感知到虚玄的境界。魅影神宗是一部身法武技，玄妙至极，修炼到圆满可以让身法无影无踪，杀人于无形之中。幽冥鬼杀斩则是一部剑道武技，以速度快、招式狠辣、威力霸道狂暴而著称。有了这4部功法武技，楚轩的修炼之路将会如同开挂一般。说来也奇怪，楚轩第一次接触这4道功法武技，却觉得莫名熟悉，仿佛之前修炼过一般。1天时间过去，楚轩仅仅把4部功法武技翻阅了一遍。朝廷那边传回来了消息，楚云飞抬着孙涛2人的尸体上朝，震惊了朝堂。在长达2个半时辰的争论中，楚云飞怒对文武百官，言语上有理有据，府上还有10万大军待命，就连皇上都拿楚云飞没有办法。这件事确实是孙涛和罗勇2人失职。周志行本想以此来试探楚云飞的底线，没想到楚云飞却趁机拔除了他留在将军府的眼线。楚云飞的城府已经比得上他们这些活了几百年的老不死了，但楚云飞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毕竟楚轩的性命还被皇室掌控着。众人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是在7天后，楚云飞却突然带人包围了京城第一风月场所鸿信阁。接到举报，有官员来到鸿信阁寻欢作乐，本将军依照王朝律法前来捉人。一声令下，胡庆峰2名副将便带人上楼搜查。众人面面相觑，老鸨吓得瘫软在地，因为九皇子周平正在楼上办事。虽然律法规定王侯贵族不能来风月场所，但人之常情，只要乔装打扮一番，悄悄的来并无大碍。不少官员都曾来过鸿信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楚云飞此举是在为楚轩出气。杀了2名皇室的眼线还不够，他还要让周平身败名裂。他娘的，你们不想活了吧？竟敢打扰本皇！你们是将军府的人？楼上传来了周平惊慌失措的声音。很快赤裸上身的周平就被士兵押送下来。楚云飞，完了！看到楚云飞的那一刻，周平吓得浑身颤抖。他带的护卫也已经被将军府的人拿下。你们跟踪本皇子！周平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阴了。哼，身为皇子，你却知法犯法，来这风云场所寻欢作乐，你对得起那些前线作战的士兵吗？他们保家卫国，上阵杀敌，抛头颅洒热血，你们身为官员，却在此处风花雪月，实在是寒了将士们的心。楚云飞直接给周平扣上了一顶帽子，来人，扒了他的衣服，游街示众。楚云飞再次命令道。闻言，周平眉头一皱，大声嚷嚷道：我看谁敢！他乃是堂堂皇子，若是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的话，那颜面何在？啪！楚云飞一巴掌将周平抽倒在地，要不是有所顾忌的话，他会直接杀了周平。2名士兵上前将周平的衣服扒光，随后绑在了架子上，由马车拉着游街示众。这一幕看得众人直冒冷汗，敢对皇子做出这般行为的也只有大将军了。仅仅过了7日，楚云飞便再次上朝。当看到浑身赤裸被五花大绑的周平时，文武百官又一次被震惊了。楚云飞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竟敢如此对待九皇子，这不仅仅是在打周平的脸，更是在打皇上的脸啊！一时间，文武百官开始声讨楚云飞。楚云飞面不改色，沉着冷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道了出来。皇宫内顿时鸦雀无声。皇位上，身穿龙袍的周志行面色阴沉，看向周平的目光有些恨铁不成钢。在这敏感时期，周平这蠢货竟然跑去了鸿信阁，宫内形形色色的女子都满足不了吗？你这逆子，皇室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周志行突然开口骂道，威严散发，众官员皆是低着头不敢言语。在周志行体内散发着淡淡的死气，他已经活了700多岁，如果10年内修为境界不能有所突破的话，那么寿元就将达到极限。这也是周志行频繁打压将军府，想要早日挖取至尊骨的原因。以周志行的天赋，想要再突破几乎不可能了。但是有至尊骨助力的话，他的天赋资质将会得到飞跃，修炼之路也将一片光明。父皇，孩儿知错了。周平面色绝望，肠子都快悔青了。宣朕旨意，皇子周平德薄才疏，不堪皇位者疾，褫夺宗籍，削其爵禄，3月期满，折戍永州，30载内不得返京。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王朝律法中所记载。周平被抓了个现行，身为一国皇子，周志行明面上不敢包庇，只好秉公处理。不要啊，父皇，您就宽恕孩儿这一次吧。闻言，周平疯了一般摇头，
对着周志行恳求道：“当初对楚宣动手，明明是父皇授意，如今出了事，却果断把他给抛弃了。那永州远在北疆，30载岁月，他该如何熬过去？拖下去！”周志行一眼都不想再看到周平，他17个儿子里面就没有一个争气的，否则他也不会放心不下了。此次倒是多亏了大将军的监督。周志行面无表情地看向楚云飞：“陛下过奖了，这都是在下分内之事。”楚云飞抬眸和周志行对视，无形的威压在空气中碰撞，气氛越发的诡异和可怕。有事请奏，无事退朝。最后，周志行收了威压，开口宣布道。楚云飞的眼中闪过一抹忌惮。周志行的修为境界已经达到了造化9重，哪怕他拥有至尊骨，凭借造化5重的修为，也不是周志行的对手。他要尽快提升修为实力，以防周志行狗急跳墙。楚云飞等人纷纷离去，只剩下景王周浩、瑞王周成、武王周弘，他们都是皇上的亲弟弟，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陛下，我们真的要如此纵容那楚云飞吗？那楚云飞羽翼还未彻底丰满，便不把我皇室放在眼中。若是让他，3位王爷纷纷开口，矛头直指楚云飞。够了，你们那点小心思，朕又岂会不知道？周志行冷哼一声，打断了3人的讲话。他受限将至，3位王爷早已野心勃勃，太子周振宇哪怕继位，也很有可能成为傀儡皇帝。3人巴不得皇室和将军府干起来，这样他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周志行早已看清其中利弊，除非有绝好的机会，否则他不会轻易出手。只要把楚宣这颗棋子握在手中，他就有退路。这7天时间，楚宣都在参悟功法和武技，他已经将太初吞天诀领悟到了入门。在饕餮血脉还有功法的加持下，楚宣吸收灵气的速度堪称变态，乃是常人的几10倍。丹田内已经充斥了1/4的灵气，只要灵气填满丹田，楚宣就能突破到筑基境了。洪信阁以及朝堂上的事情传回将军府后，楚宣内心也是感到无比解气。哥哥这一招当真是妙啊，既拔除了皇室的眼线，又教训了周平，那狗皇帝都要气炸了吧。楚宣暗暗笑道，但这还远远不够，周平等人围殴他这笔账，必须用性命来偿还。3个月后，周平就要被发往永州城，路上将是我动手的好机会。楚宣已经有了主意。根据律法规定，凡是被贬官员，最多只能携带500府兵，贴身侍卫的修为只能比己身高3个小境界。之所以会有这些规定，也是为了避免被贬官员到了当地去组建势力。那周平荒淫无度，乃是有名的大纨绔，即便有海量的修炼资源，26岁也才只有筑基境3重的修为实力。只要楚宣在这3个月内突破到筑基境，便有望截杀周平。轩儿还在休息吗？房门外传来了楚云飞的声音。哥哥，你进来吧。楚轩下了床，楚云飞则是推门而入。多谢哥哥为我出气。楚轩搬来凳子，让楚云飞坐下，并为楚云飞倒茶。看来你都听说了，只恨不能杀了那周平。话到最后，楚云飞的眼中闪过一抹杀机。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后，楚云飞收起杀机，话锋一转，关心地问道：轩儿，你体内的毒蛊怎么样了？最近可有再次发作？楚轩摇了摇头，哥哥放心，那毒蛊最近没有作妖。如此便好，哥哥会尽快为你寻找到解药的。楚云飞这些年一直在找寻逼出毒蛊的办法，但却迟迟无果。3日后，哥哥就要重返南疆了，你自己在家要格外小心，有什么事多询问你清风叔叔。这颗3品培元丹还有1株灵药，你趁早炼化掉，只要你坚持不懈，肯定能把一身修为恢复。楚云飞手中出现了1颗3文丹药，以及1株淡蓝色的灵草。3品丹药在黎阳王朝已经十分珍贵，可以说有价无市。至于灵药，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每1株灵药都需要1000年时间的孕育。见状，楚轩的眼中有些湿润。楚轩接过丹药和灵草，给楚云飞来了个拥抱。哥，谢谢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与你并肩而战，替你分担些压力。虽然知道不太可能，但是楚轩能有这份心，楚云飞就已经感到很欣慰了。我家轩儿长大了，知道为哥哥分担压力了。楚云飞笑得很开心，同时也在心中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楚轩，不再让弟弟受到伤害。当晚，楚轩进入了藏神关，将3品培元丹以及那株灵草炼化。有着饕餮血脉和太初吞天诀，丹药和灵草的药力被一丝不剩的全部吸收掉，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2个时辰。楚轩的修为气息迎来了暴涨，一跃来到了筑基境，丹田内的空间开始扩大，四肢百骸也再度增强。暴涨的气息并未停下，又连升3个小境界，最终稳定在了筑基境4重。3天过后，楚云飞带着10万大军离去。南疆战事频繁，楚云飞不能离开太久。经过这次的威慑，皇室那边再想对楚轩动歪心思，就要考虑下后果了。楚云飞已经摆明了底线，谁敢动楚轩，
他就不惜一切代价跟谁拼命。楚云飞离开后，楚轩也宣布闭关。藏神关内，楚轩盘膝而坐，聚精会神的领悟四道功法武技。2个月过去，楚轩已经将太虚练习术和魅影神宗领悟到了入门。第3个月的时候，楚轩又将幽冥鬼杀斩给领悟到了入门。楚轩的双眼缓缓睁开，血红色的金芒在眼底深处闪过，饕餮血脉流动，散发出狂暴的凶兽之威。因为饕餮血脉的缘故，楚轩的肉身力量格外强悍，虽然只有筑基境4重，但却足以跨越2个小境界碾压对手。唰！楚轩纵身一跃，施展魅影神宗，只见成百上千道残影浮现，本体已经来到了10里开外。干将和莫邪被楚轩召唤了出来，接着催动幽冥鬼杀斩，无数道血红剑芒笼罩天穹，2道血红剑斩肆虐而出，天地颤抖，瞬间便将前方的万米瀑布给斩断。轰隆隆，余威横扫，整个山崖都随之崩塌破碎。这一套连招下来，即便是筑基境7重，他都能斩杀。呼！楚轩大口喘着粗气，脸色略显苍白。筑基境修为所储存的灵气并不多，只够楚轩催动一次幽冥鬼杀斩。好在他拥有饕餮血脉和太初吞天诀，能够在短时间内吞噬天地灵气，快速恢复状态。藏神关内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楚轩体内，仅仅半个时辰便填补了消耗掉的灵气。还是要尽快提升修为境界。楚轩在心里想到，哪怕底牌手段再强大，也始终都是外物，修为境界才是根基。没有深厚的修为做支撑，连法宝的真正威力都发挥不出来。就像干将和莫邪，真正的威力绝对远超极品地气。不错，4道功法武技竟然都在3个月内领悟到了入门。红裙女子不知何时来到了楚轩身后，热气扑打在耳朵上，更有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楚轩感到一阵燥热，这女人当真是个妖精。楚轩转过身子，一眼便看到了2座挺拔的山峦。红色短衣本就修身，在山峦的充实下，不禁让人怀疑会被撑爆小色胚，往哪看呢？红裙女子白了楚轩一眼，那我换个位置看。楚轩咧嘴一笑，接着看向了红裙女子那双纤细的大白腿，真想摸一下。楚轩搓了搓手，你现在的脸皮可真厚。红裙女子摇了摇头，一个弹指落在了楚轩的脑袋上。哎呦，你弹我干嘛？你长得这么好看，还不许我看了？但凡是个正常男人，都经不住你这诱惑好吧？楚轩翻了个白眼，看似在抱怨，实则却是在夸红裙女子。油嘴滑舌，红裙女子嗔怪地说道，但嘴角却抑制不住的上扬。果然，女人都吃这一套。你答应我的，只要在3个月内把功法武技领悟之入门，就允许我。先说好，不能食言。楚轩发出一声坏笑，我像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来吧，允许你亲我一口。红裙女子把脸蛋凑了出来。不是，这么素。楚轩顿感无语，都是成年人了，就亲一口，未免也太没意思了吧？爱要不要？红裙女子准备抽身离开。谁说我不要了？你把眼睛闭上。楚轩对着红裙女子说道。为什么要闭上眼睛？红裙女子有些疑惑。亲亲肯定要闭眼睛啊，这是我们蓝星的规矩。楚轩一本正经地回道。蓝星？红裙女子愣了一下。诸天星域之中，她好像没听过有蓝星啊。虽然不理解，但红裙女子还是乖乖地闭上了眼睛。下一秒，嘴角便传来一抹温润。你！红裙女子猛地睁开双眼，但楚轩已经将她揽入怀中，双手在雪白的大腿上游走，嘴唇的温润很快就让红裙女子发软。她原本只是想让楚轩亲一下脸，谁知道这小色胚竟然亲嘴。1刻钟之后，红裙女子一把将楚轩推开，她脸色红润，心脏砰砰直跳。如果再让楚轩为所欲为下去，那他就要交代在这。你都说了是我的人，亲一下摸一下不过分吧？楚轩感到意犹未尽。不要脸！红裙女子瞪了一眼楚轩，说道，给你提个醒，那周平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了。闻言，楚轩脸上的笑容消散，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杀机。围殴之仇，是时候让周平以命偿还了。你身怀饕餮血脉，又修炼了太初吞天诀，若能吞噬他人修为，可千万别浪费了。说完之后，红裙女子便消失在了原地。她生怕楚轩再对自己动手动脚。她确实是楚轩的，上一世是，这一世依旧是，但现在还不能把自己给楚轩。楚轩离开了藏神关。到了深夜，楚轩换上一身黑色的斗篷，将全身都笼罩在斗篷内。有太虚敛息术，隐匿气息，楚轩能够完美的避开他人感知。再施展魅影神宗，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将军府。楚轩来到了京城外的破云山脉，这里是周平等人的必经之地，不仅隐蔽，而且还出了京城，在此地动手最为合适。楚轩一直等待着。到了第2天中午，
周平等人的队伍才赶到，总共500人，筑基境修为者不下30人，最强的10个人达到了筑基境6重，其余的筑基境大多都在3重和4重。至于那些府兵，修为都在炼气境，这样的实力在楚轩看来不足为惧。哥，皇子，你太粗鲁了！哎呀，皇子，我都吃不下了。哼，都给本皇子受着，本皇子奈何不得楚云飞，还收拾不了你们吗？由一级妖兽追风马拉着的轿子内传来了周平和女人们不堪入耳的声音。这周平本性难移，即便被贬永州，也要带着美女在路上作乐。在楚云飞那里吃瘪后，他选择在女人身上发泄出来。时机已到，山林中一道黑影掠出，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残影掠过，楚轩已经杀进了人群之中。噗噗噗，饕餮血脉运转，吞噬之力爆发，队伍最前方的上百人被笼罩，体内的修为被吞噬殆尽，血肉变得干枯，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声。楚轩的丹田内灵气在暴涨，这就是饕餮血脉和太初吞天诀的强大所在，能够吞噬他人修为，从而壮大自己。追风马受到惊吓，猛地停了下来，2只前蹄悬空，后方的轿子侧翻，周平以及3个穿着暴露的女子摔在了地面。护驾，快护驾！周平吓得脸色苍白，大声地喊道。10名护卫一跃而出，牢牢地挡在了周平身前，他们的修为都达到了筑基境6重，其余的府兵、护卫则是将楚轩包围了起来。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拦本皇子的去路！周平躲在10大护卫身后，探出个脑袋，对着楚轩怒喝道。要知道此处距离京城不过100里路，虽然他被削去皇籍，但毕竟还是皇上的亲儿子，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人敢在此地对他动手。黑袍下，楚轩面色凌厉，眼中闪烁着杀芒。给本皇子拿下他！周平一声令下，府兵们挥动着武器向着楚轩杀去。300多人同时出手，步伐有筑基境，声势浩大，地面都在震动。楚轩双手握拳，饕餮血脉在体内流动，一声声凶兽怒吼，如同来自远古时期。凶兽之威爆发，将众人笼罩在内，让他们寸步难行。众人感到无力和绝望，心中充斥着恐惧。楚轩的拳头轰出，每一拳落下都有数十人化为血雾，吞噬之力将众人的修为吸入体内。300多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纷纷倒地，化为了一具具干尸，死相极为凄惨。你到底是人还是妖兽？周平倒吸一口冷气，双眼圆睁，吓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从未见过如此凶残的手段。快护送皇子离开！其中5名护卫向着楚轩杀去，另外的5名护卫则是带着周平向京城逃去。轰！吞噬了300多人之后，楚轩的修为境界突破，来到了筑基境5重。什么？竟然突破了！5名护卫手握兵器，吓傻在了原地。你修炼了邪功？在玄天大陆有许多阴邪的功法，能够吞噬他人修为，被统称为邪功。修炼邪功者即为邪修，无不是凶残狂暴之辈。全力出手，一定要拦下他！5名护卫毫无保留，筑基境6重修为气息爆发，施展出5技神通，刀势袭来，锁定了楚轩。嗡嗡，干将莫邪被楚轩召唤了出来，魔剑之威横扫而出，轻易地湮灭众人攻势。楚轩施展魅影神踪，上百道残影浮现，让5名护卫根本分不清哪一尊才是本体。唰，2柄魔剑劈斩而来，洞穿了沿途虚空，轰扑。其中2名护卫化为了血雾，修为被楚轩吞噬掉。再次出剑，又有2名护卫被杀，仅剩的1名护卫被吓得瘫软在了地面。下辈子记得擦亮眼睛，找个靠谱的主子。楚轩的手掌落在对方天灵盖上，吞噬之力爆发，对方的修为被吞噬殆尽。接着，楚轩纵身一跃，向着逃跑的周平等人追杀而去。有着魅影神踪这部逆天身法，楚轩轻而易举地追赶上了周平。你们都得死！楚轩的身形宛如鬼魅般挡在了周平等人身前。怎么可能？你把他们都杀了！周平吓得接连后退，看向黑袍人的目光带着无尽恐惧。魔剑之威肆虐，5名护卫也被吓得浑身颤抖。死！楚轩再次出手，幽冥鬼杀斩施展而出，无数道血红剑芒爆发，猩红剑斩劈出，5名护卫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被攻势覆灭。再次吞噬了5名筑基境6重，楚轩丹田内的灵力充盈，非常顺利地突破到了筑基境6重。1刻钟不到的时间，楚轩便突破了2个小境界。邪修们修炼的邪功虽然也能吞噬他人修为，但效率远远不如楚轩，并且每一部邪功都有反噬，最明显的就是消耗寿元，所以邪修们往往都很短命。但是楚轩不同，饕餮血脉和太初吞天诀不会有任何的反噬。
不要杀我！你想要财还是想要女人？本皇子都能给你，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周平吓得瘫软在地，对着黑袍人恳求道。黑袍人能轻易击杀筑基境6重，那么杀他一个筑基境3重的菜鸟就更加不费吹灰之力了。我只要你的命！黑袍下，楚轩抬眸和周平对视。你是楚？周平一双瞳孔骤缩，话还没说完，人头便已落地。如果周平知道会有今天，那么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在3个月前带人围殴楚轩。将周平的修为吞噬后，楚轩看向了那3个穿着暴露的女人。楚轩并没有因为她们是女子便放下杀心，能跟在周平身边的女人又岂会普通？前辈，我们都是被逼的，还请前辈饶我们一命。若前辈能放过我们，那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终生伺候前辈。3个女人向着楚轩爬了过来，搔首弄姿，摆弄着她们妖娆的身段。距离不到2米的时候，3个女人面色变得凌厉，体内散发出筑基境6重修为气息，手中出现利刃，向着楚轩的要害刺来。果然，楚轩冷哼一声，他早就有所准备，在3人扑来的瞬间，魔剑已经劈出，咣，噗噗噗，3个女人直接被轰飞出去，接着修为被吞噬，体内生机消散。月光下，地面上躺着数百道冰冷的干尸。楚轩一把火将尸体焚烧，来了个毁尸灭迹。村长爷爷，你们在天上看着，雪儿会杀光皇室所有人，为你们报仇。做完这一切之后，楚轩化为一道极影，掠入到了破云山脉。他准备将消耗掉的灵气恢复之后，再返回京城。破云山脉一处隐蔽的山谷内，楚轩盘膝而坐，运转功法，吐纳天地灵气。就在这时，山谷外传来了一阵打斗声，恐怖的威压弥漫而来。楚轩猛地睁开双眼，警惕地向着山谷外望去。从气息威压来看，对方的修为远超于他，甚至远超他的哥哥楚云飞。楚轩退出修炼状态，隐匿好气息，向着身后退去，心里祈祷着对方不要进入山脉。咻！然而事与愿违，只见一道倩影快速掠入山谷。她穿着一袭淡青色素裙，身材极为苗条，比例很好，绝美的脸蛋上挂着一抹红晕，并且整个人香汗淋漓。李清瑶，男人。女子一眼便看到了楚轩，原本暗淡的眸子里浮现出一抹金光。哈哈，李清瑶，你已经无路可退了。你中了老夫的祸心相思伞，除了臣服于我，别无其他活路。又有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威压气息十分霸道，修为不在素裙女子之下。待本宗主解了魅毒，再来找你算账。素裙女子手中出现一把凌厉宝剑，从散发的气息来看，起码达到了尊气，甚至有可能达到了圣气。而圣气基本只存在于超级势力，如黎阳王朝仅仅是一流势力，在超级势力面前就是蝼蚁般的存在。超级势力，李清瑶，难道你是道宗的宗主？楚轩的大脑飞速运转，对于青州有名的势力大多都有了解。道宗宗主李清瑶竟然身中魅毒。嗡嗡，李清瑶将手中的宝剑掷出，剑气爆发，剑意衍生而出，化为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将山谷的入口给牢牢封死。做完这一切之后，李清瑶已经快要虚脱。这是传说中的剑意。楚轩心中大惊，剑道力量由最基础的剑气到剑势、剑罡、剑意、剑道法则，而剑意有金木水火土5种，又称5行剑意，只要领悟其中一股剑意，便被世人尊称为剑仙。李清瑶，你又何必负隅顽抗呢？一旦魅毒扩散全身，就算是大罗神仙都难救你，不如让老夫来滋润你，替你消除这欲火之毒，今后也好做一对让世人艳羡的神仙伴侣。解。阴翳猥琐的声音传来，李清瑶却丝毫不理会，他用尽全身力气向着楚轩走去。此时的楚轩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你想干嘛？我可不是那般随便的人。楚轩吞了吞口水，向着身后退了几步。这剑网最多支撑半个时辰，若是让那老狗闯进来，你我都得死。李清瑶直视着楚轩，散发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李清瑶的修为起码达到了生死境，楚轩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想要化解死局，就只能帮李清瑶解掉体内的魅毒。这件事怎么看楚轩都不吃亏，因为李清瑶的容貌和身姿都无可挑剔，已经多次蝉联青州胭脂榜第1，可以说李清瑶是青州天骄们的女神。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一清芳泽，就算是做鬼也风流了。但楚轩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完事后李清瑶会不会杀他灭口。帮你解毒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少废话，给我。不等楚轩说完，李清瑶已经扑了过来，将楚轩摁倒在地，衣物散乱一地。李清瑶早已没了理智，靠！这个时候还扭扭捏捏的话，可就不像个男人了。楚轩也不再压抑，直接释放了天性。在蓝星的时候，他的学习资料可是有着300多个 G， 满脑子的知识在此刻付诸于实践。
你……李清瑶好看的瞳孔中闪过一抹惊讶，他原本以为这少年是个新手小白，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他娴熟的操作来看，绝对是个老车夫。期间，一股股极寒之力涌入楚轩体内，化为精纯的灵力，充实着丹田。这是太阴寒气，而且还是处子之身状态下第一缕太阴寒气。楚轩感到有些惊喜，他没想到这李清瑶竟然拥有传说中的太阴神体，怪不得山谷外的老狗要给李清瑶下魅毒呢。太阴神体乃是绝佳的修炼炉鼎，若能一起双修，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处子之身的第一缕太阴寒气，带给男方的好处将会特别大。楚轩吸收了太阴寒气之后，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了灵力被压缩到丹田内，另外一部分对楚轩进行了洗髓伐骨，强化了肉身力量，提升了天赋资质，为以后的修行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轰！楚轩的修为境界顺利地突破到了筑基境7重。楚轩感到整个人体态轻盈，神清气爽，让他产生了一股羽化成仙的错觉。这对楚轩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时间匆匆，楚轩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饕餮血脉让楚轩的持久力远超正常水平。然而李清瑶体内的魅毒已经被化解，封印入口的剑网也越发稀薄，恐怕1刻钟之内就会被破开。停下！李清瑶恢复了一些力气，将楚轩给推开。呼！李清瑶大口喘着粗气，身上到处都是红印。李清瑶看向楚轩的目光如同在看一头禽兽。是你强迫我的哦，现在我救了你一命，你可不许恩将仇报。楚轩打量着李清瑶完美的身姿，有些意犹未尽。李清瑶赶紧穿上衣物，随后不再理会楚轩，而是吞服下10几颗丹药，接着盘膝而坐，开始吐纳恢复。楚轩也将衣服穿好，他躲到山谷最深处，不想被牵扯进去。1刻钟过后，剑网消散，只见一位灰袍老者踏入山谷，留着灰白色的羊角胡，笑的时候露出一嘴大黄牙，相当的猥琐。结，李清瑶，你现在没招了吧？灰袍老者得意地笑道。可是当他看到李清瑶脖颈上的红印时，嘴角的笑容陡然凝固，脸色变得阴沉。谁帮你解的毒？他费尽千辛万苦下的毒，竟然便宜了其他人。灰袍老者将精神力展开，可是并未发现山谷内有其他人。死来！刷！不等灰袍老者继续搜查，李清瑶已经杀了过去，剑气剑势爆发，五行剑意横扫，恐怖的剑道力量吞没了整个山谷。轰隆隆，几息之间，山谷便崩塌破碎。楚轩躲在废墟之中，直到两人越战越远，方才全力施展魅影神宗逃离。足足逃了上百里之后，楚轩才得以松口气。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危。没想到那李清瑶还是处子之身。楚轩回忆起在山谷里的香艳画面，内心依旧感到燥热。这一波当真是血赚不亏，不仅得到了李清瑶的第一次修为，还突破到了筑基境7重。这样的好事，希望每天都能发生。你很自豪？脑海中传来了红裙女子毫无感情的声音。坏了，忘记她了。楚轩眉头一皱，听声音，红裙女子肯定是吃醋了。嘿嘿，那个你也看到了，我是迫不得已，如果不从了她，那我就得死。楚轩故作可怜地说道。呵呵，本座看你一脸享受，不像是被强迫的样子啊。红裙女子发出一声冷笑。楚轩已经汗流浃背了，要是红裙女子发怒了，那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你相信我，自从见到你之后，我的眼里便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了，唯有你能让我永远迷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美的女人，一世、2世、生生世世，我都会重复爱上你。楚轩的话还没说完，便被红裙女子打断。够了，不用拍马屁。虽然红裙女子的声音依旧清冷，但能听出来缓和了不少。楚轩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那女人又来了。红裙女子突然说道。啊，快跑！楚轩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用尽全力施展魅影神宗。李清瑶这回找他，大概率是要杀人灭口啊！如果他要杀我的话，你可不能坐视不管啊！楚轩一边跑一边对着红裙女子求助，然而红裙女子却没有理会楚轩。靠！楚轩心里发凉，拼命的逃跑。山林中浮现出成百上千道残影，好玄妙的身法！李清瑶望着那一道道残影，美眸中闪过惊讶。他们道宗的地阶高级身法天风闪，在这少年的身法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若是同等修为境界的话，李清瑶连楚轩的影子都将看不到。唰！李清瑶莲步轻移，宛如一阵疾风掠过，来到了楚轩的身前。两人的实力相差悬殊，即便魅影神宗再强大，也难以将李清瑶甩开。咕噜！楚轩猛地停下脚步，吞了吞口水，尴尬地笑道：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你
很怕本宗主。李清瑶直视着楚轩，楚轩在心里发笑，能不怕吗？毕竟他把李清瑶最珍贵的东西拿走了。当时我可是极力反对，是你要强迫我，现在可不行杀人灭口哦。楚轩在暗中运转饕餮血脉，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闻言，李清瑶眼中闪过一抹凌厉，你少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楚轩当时的操作怎么可能是被迫？几百种姿势折腾的他都快要散架了。其实我是一个责任心特别重的男人，如果你不杀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负责。楚轩一脸郑重地保证道。李清瑶看着楚轩，突然觉得这个少年很有趣。本宗主不会杀你，李清瑶淡淡地说道。楚轩心中大喜，小命总算是保住了。但是李清瑶再次开口，楚轩汗毛竖起，生怕这女人再变卦。3年之内，你需要来道宗做我的道侣。李清瑶用命令的语气对楚轩说道。如今他的玉体被破，3年之内必须尽快修行那部功法，而那部功法需要男人的阳刚之气来缓和。这么简单？放心，3年之内，我一定去道宗寻你。楚轩神色认真，语气严肃地回道。你若食言，下次再见便是你的死期。话刚落下，李清瑶的身形便消失在了原地。终于走了，楚轩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下来。他穿上黑袍，将整个人都包裹起来，然后返回了京城。当天下午，九皇子周平被半路劫杀的事情就传回了京城。皇室得知后勃然大怒。周平毕竟是皇上的亲儿子，在京城外被劫杀，简直就是对皇室威严的践踏。周志行派出10万御林军在京城以及破云山脉展开搜查。京城内人心惶惶，都在猜测凶手是谁。其中最大的怀疑对象便是大将军楚云飞。可是众人并没有证据，仅仅是猜测怀疑，根本不可能对楚云飞造成影响。南疆山海关大厅内，楚云飞正在研究兵书。副将乔愿杰、白俊峰两人神色激动地走进了大厅，拜见将军。两人对着楚云飞行礼。楚云飞共有4名副将，乔愿杰两人与他征战前线，胡庆峰两人则是留守将军府。什么事情让你们这般高兴？楚云飞看向两人，疑惑地问道。回大将军，那周平被半路劫杀了。乔愿杰幸灾乐祸地说道。哦，楚云飞感到有些意外，什么人竟然敢劫杀周平？但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那周平他早就想杀了，看来皇室得罪了不少人啊。楚云飞咧嘴一笑。楚云飞转念一想，问到皇室那边是不是怀疑本将军杀的周平？确实有这个势头，但将军清者自清。白俊峰无奈一笑，这些天他们都陪伴在将军身旁，深知不可能是将军出的手。对了将军，还有一件事。乔愿杰有些欲言又止，但说无妨。楚云飞放下军书，示意道，武王那边有意和我们联手，承诺登基后会给公子寻来解药，并且依旧让您稳坐大将军之位。闻言，楚云飞却是发出一声冷笑，武王可真会空手套白狼啊，毒蛊的解药被周志行握着，他从哪寻来？再说了，一旦让他登基，第一个打压的肯定是我将军府，皇室那群人都是一个调样。周志行受限将至，3大王爷夺权之势愈演愈烈，其中武王掌控着20万烈焰铁骑大军，是3大王爷中实力最强的。景王拥有6万暗幽卫，神出鬼没，也是夺权的有力竞争者。至于瑞王，只有5万府兵，几乎没什么威胁。武王那边不必理会。楚云飞摆了摆手，吩咐道：弟弟的性命被周志行掌控着，没有十足的把握前，楚云飞是不会贸然行动的。而且这也可能是武王的奸计，故意引诱他合作，然后收集证据，搞他谋反的话，那罪名可就坐实了。似是想到了什么，楚云飞对着两人询问道：对了，本将军让你们找的宝药有下落了吗？自从楚轩的修为消失后，楚云飞就想着寻找一株能够弥补天资、洗髓伐骨的宝药，来为楚轩改善天赋。回将军，暂时还没有下落。乔愿杰两人皆是摇了摇头。楚云飞叹了口气，每株宝药都要经过万年时间才能孕育而成，自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到。但楚云飞不会放弃，会一直找下去。京城武王府，周红将手中的茶几放下，脸色阴沉地对着谋士问道：楚云飞那边拒绝了？一旁的谋士点了点头，没有回应我们，想来是拒绝了，不识抬举。既然不配合，那就休怪本王不仁不义了。周红冷哼一声，眼中闪烁着杀芒。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抢在周志行之前得到至尊骨。王爷要的2样东西，在下已经寻到了。那楚云飞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谋士阴险得意地笑了笑。好，那本王就拭目以待了。至尊骨是本王的，皇位也是本王的。周红放声大笑，心中充满了期待。时间匆匆，转眼过去了2个月。自从杀了周平之后，
楚轩便在将军府内闭关修炼，4道功法武技，楚轩全部都修炼到了小成。呼！修炼室内，楚轩睁开双眼，呼出了一口浊气。退出修炼状态后，楚轩起身离开了修炼室。2个月未进食，体内的饕餮血脉已经在蠢蠢欲动了。公子，您出关了。2名副将走上前来，好奇地打量着楚轩，想要看看楚轩的修为境界有没有提升，但是一番感知过后，依旧没在楚轩体内察觉到灵气。难道3品培元丹和灵药都没有丝毫效果吗？胡庆峰和毕瑞华眉头紧锁，心里都有些焦虑。他们跟随大将军征战10年，作为同生共死的战友，早已亲如兄弟。楚轩在他们眼中和自己的孩子无异。胡叔、毕叔，我闭关的这段时间，京城可有发生什么大事？楚轩对着2人询问道。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2个月前，周平在京城外被劫杀了，随同的500人也全部被杀。提起这件事，胡庆峰2人的嘴角就压不住，真是大快人心，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侠所为。毕瑞华满脸敬佩，没想到啊，周平竟然在京城外被杀了。楚轩故作惊讶的喃喃道：可不是魔，皇室那边勃然大怒，派出10万御林军搜查，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如今那些王侯贵族都不敢出京城了。面对皇室给的压力，御林军已经焦头烂额，据说都准备深入破云山脉进行搜查了。闻言，楚轩若有所思，在破云山脉的深处动起手来将会更加方便。有着各种强大的妖兽在，御林军一旦受到打击，支援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赶到。楚轩说干就干，当晚就换上斗篷，离开了将军府，向着破云山脉赶去。御林军派出3000人作为先锋深入破云山脉，3位千夫长都拥有结丹境1重的修为实力，并且配备了极品法器等级的大刀。都给我搜仔细点，谁要是能活捉那杀手，必将升官发财，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千夫长对着手下激励道。3000名士兵手握长枪，仔细地搜查着，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到了深夜，清冷的月光洒下，一道黑色身影穿过山林，从御林军的后方发起了进攻。有魅影神宗在，楚轩能够悄无声息地逼近大军。唰！干将莫邪被召唤了出来，魔剑之威横扫，卷起血红色的罡风，搅动天地大势。噗噗噗噗！啊啊！血雾弥漫，凄惨的叫声此起彼伏。饕餮血脉运转，吞噬着众人的修为，眨眼间便有不下500人丧命。敌袭在后方，快防御！有人慌忙地喊道。3位千夫长抽出腰间的大刀，率领士兵们将黑衣人团团包围。然而楚轩丝毫不惧，手中的魔剑快速挥出，魔剑之威和凶兽之威将数千人死死镇压，每一剑都能击杀上百人，鲜血流淌，枯尸遍布，宛如人间炼狱。咕噜，原来是杀人不眨眼的邪修，快跑！仅剩的1000名士兵早已被吓破了胆子，什么升官发财，什么锦衣玉食，此时都被他们丢到了九霄云外。保住小命才是当下最现实的。见状，千夫长一刀劈出，6名士兵直接被震杀，敢当叛军者株连9族。随本将杀过去。3名千夫长呈三角形向楚轩发起了进攻。他们拥有结丹境1重修为，所爆发的攻势力量远非筑基境和炼气境所能比。轰卡，声势浩大，破空声响彻云霄。然而他们锁定的黑衣人却只是一道残影。什么？3人全部傻眼了。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玄妙的身法？死！楚轩宛如鬼魅般出现，锁定了其中一位千夫长。饕餮血脉爆发，让楚轩的肉身力量暴涨，体内发出雷霆般的怒吼，足以跨越3个小境界对战结丹境。咣！剑光掠过，魔剑劈斩而下。那名千夫长将大刀挡在身前，但是在魔剑的威力下，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还不等他继续防御，大刀便被斩断，整个人也被一分为二。吞噬了1名结丹境之后，楚轩的修为境界开始暴涨，达到了筑基境8重。剩下的2名千夫长已经被吓傻了，这简直就是一尊杀人不眨眼的喋血修罗啊！楚轩快速转身，化为道道残影，向着2人杀去。2人屏气凝神，不敢犹豫，当即施展出5技神通，刀斩劈出，附近的花草树木都被碾碎。楚轩也将幽冥鬼杀斩施展了出来，无数道血红剑芒迸射而出，诡异的血红剑斩出现，势如破竹的破开刀斩，将2人吞没。啊啊！2人发出凄惨的叫声。黑衣人施展的5技神通威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皇室到底招惹了一尊什么妖孽啊？吃吃！楚轩又吞噬了2名结丹境，刚刚突破的修为境界再次有了松动，一跃来到了筑基境9重，距离结丹境仅有1步之遥了。大人，3位大人都死了！几百名士兵吓得双腿发软，全身都在颤抖。扑通！
士兵们纷纷跪倒在地，对着楚轩磕头求饶：“大侠饶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100岁老母常年卧病在床。”楚轩无视了众人的求饶，快速杀出，将所有士兵全部吞噬。既然出手，那就要给对方致命的打击。圣母心，万万要不得！皇室在他体内种下毒蛊，掌控他的性命，威胁他的哥哥，如今又卸磨杀驴，处处打压将军府。如果楚轩心软，那么只会被变本加厉的欺负。地面上躺着数千道尸骨，空气也被染成了血红色。楚轩将所有尸骨焚烧，并未离开，而是继续深入山脉。御林军的主要兵力很快就会深入山脉，楚轩还指望着吞噬他们，一举突破到结丹境呢。翌日，3000名御林军在一夜之间被血屠的消息在京城内火速传开。有人说皇室招惹到了一位绝世大能，很快就会杀进京城，还有人说是敌国的刺客在作乱，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为了稳住人心，皇上让3位王爷各自派出1万名士兵前往破云山脉驰援御林军。当然，对于皇上的命令，3位王爷都是表面答应，背地里做样子应付过去。他们巴不得皇城乱起来，这样更加有助于他们夺权。御书房内，周志行撑着额头，心情烦闷。他受限将至，精力本就不足，如今又遇到杀手作乱，皇朝上下人心不稳。若是大局掌控不住的话，他那3位弟弟恐怕就要趁机作妖了。永康，你说朕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朕没有在楚轩体内种下毒蛊，而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大将军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周志行对着太监总管魏永康问道。如果楚云飞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话，那3位王爷哪里敢这般肆无忌惮？陛下所作所为并无问题。从王朝军队进入福源村的那一刻，我们就站在了大将军的对立面。若是不能操纵大将军，就不会有王朝今日的繁荣昌盛。只要有楚轩这一枚棋子在，陛下就不会输。魏永康给周志行倒上茶水，轻声安抚道。闻言，周志行点了点头，心中的焦虑消散了许多。魏永康是他最信任之人，也是他的智多星。最多2年时间，若是还不能扳倒将军府，那朕就以楚轩性命作为筹码，逼楚云飞交出至尊骨。若能得到至尊骨，一切危机都能迎刃而解。若能再续1000年寿命，就算背负百姓骂名又如何？周志行老眼之中闪过一抹坚定与狠厉。破云山脉深处，一处不知名的山谷里，楚轩盘膝而坐，吐纳天地灵气。这5天时间，楚轩都在吐纳修炼。想要突破到结丹境，就必须在丹田内凝聚出元丹。自从觉醒了饕餮血脉，以及修炼了太初吞天诀之后，楚轩的天赋资质就得到了暴涨，凝聚元丹可以说轻而易举。丹田内已经有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金色光团，只要灵力盈满丹田，元丹也将水到渠成。楚轩睁开了双眼，退出修炼状态。已经过去了5天时间，想来御林军的主力也深入山脉了。楚轩化为一道极影，离开了山谷。果不其然，有一支2万人的队伍已经在山脉深处搜寻了，但是他们行为举止非常的小心，因为山脉深处有着强大的妖兽，若是惊扰到了他们，后果将会很严重。楚轩就完全没有这个担忧。修炼了太虚敛息术之后，楚轩的气息被完美的隐匿起来，哪怕是感知灵敏的妖兽也无法察觉。2位万夫长的修为都达到了结丹境5重，倒是有些棘手。暗中，楚轩观察着队伍，以他筑基境9重的修为，想要越级对战结丹境5重，难度还是很大的。除了2位万夫长之外，还跟随了20位千夫长，修为也全部都在结丹境1重。楚轩暂时退去，没有贸然出手。当楚轩路过一处妖兽洞穴的时候，心里顿时有了主意，那我就来一手祸水东移。楚轩咧嘴一笑，然后开始寻找适合的妖兽。等级修为太高的妖兽，楚轩自然不敢招惹，因为稍有不慎就容易把自己搭进去。花费了1天时间，楚轩才找到了一头合适的妖兽。对方是铁甲银角蜥，修为达到了3级6重，比肩筑基境6重。铁甲银角蜥以肉身防御强悍，银角力量狂暴而著称，即便是筑基境6重对战铁甲银角蜥，胜率也会特别小。不过御林军那边有2位结丹境5重，还有20位结丹境1重，外加2万名士兵，倒也能够和铁甲银角蜥碰一碰了。楚轩大摇大摆地向着铁甲银角蜥的地盘进发，刚来到洞穴入口，便听到一声怒吼。吼！在这怒吼声下，楚轩脚下的地面都在颤抖。哪里来的人类小子，竟敢闯入本王的地盘？见你细皮嫩肉的，想来味道会很鲜美。洞穴内走出一头庞然大物，足足有着10米高，那锋利的银角也有3米长，闪烁着寒芒，让人头皮发麻。妖兽修炼到3级，体内便会诞生妖丹，可以口吐人言，智力也不逊色于人类。倒霉蛋，收你来了！楚轩召唤出2柄魔剑，使出全力，幽冥鬼杀斩，劈出，剑芒肆虐，
猩红剑斩劈碎虚空，将铁甲银角蜥还有整个洞穴笼罩在内。实力竟然如此强悍，铁甲银角蜥震惊了。从这人类少年展露的修为来看，明明还不到结丹境，可是这2道剑斩却让他都嗅到了危险气息。无论是施展的神通武技，还是那2柄魔剑，都极为不俗。虽然楚轩的攻势已经很强大，但铁甲银角蜥却不惧，锋利的银角顶出，裹挟着狂暴兽威，硬生生接下了剑斩。轰隆隆，余威横扫，铁甲银角蜥被震退上100步，银角之上也留下了剑痕，威力十分恐怖。身后的洞穴轰然倒塌，化为了一片废墟。洞府被毁，铁甲银角蜥愤怒不已，卯足了力气向着楚轩奔去。所过之处，地面崩裂塌陷。这个人类少年身上有着很多机缘，尤其是散发着一股血脉兽威，既让铁甲银角蜥感到畏惧，又让铁甲银角蜥眼馋。若能吞了这个人类，那他的血脉很可能会迎来飞跃。见铁甲银角蜥被激怒，楚轩也不再和他纠缠，当即转身离去，全力施展魅影神宗。残影浮现，本体已然逃去。铁甲银角蜥轰碎残影，却没能伤害到楚轩本体，一时间气得仰天咆哮。人类，你逃不出本王手掌心的，本王一定要生吞了你！铁甲银角蜥灯笼大的双眼变得血红，不顾一切地向着楚轩追去。方圆10里的地面都在震动，仿佛地震了一般。与此同时，正在全力搜查杀手的御林军察觉到了不对劲，这是什么动静？莫非地震了？2位万夫长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所有士兵背靠背，做好了战斗准备。就在这时，一袭黑影朝着他们掠来，并且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气息，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快看，是那名杀手，竟然只有筑基境9重修为！太好了，活捉杀手，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了。感知到黑衣人的修为境界后，在场的千夫长以及士兵们都激动坏了。一群蠢货！那黑衣人身后明显有凶物，只怕那黑衣人想要借凶物之手来对付我们。快撤！其中一名万夫长反应了过来，当即下了命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兄弟们，那畜生我给你们引过来了，快出手吧！杀了这畜生，我们就能取走他的妖丹和银角了。黑袍下，楚轩阴险地笑了笑，然后大声喊道。听到楚轩的话后，2名万夫长脸色大变。不等他们解释，凶猛的兽威已经袭来。在兽威笼罩下，2万名士兵瑟瑟发抖，已经溃不成军。楚轩好似一阵风，冲入到人群之中，消失不见。整个过程太快了，御林军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然而铁甲银角蜥已经出现在了面前。是铁甲银角蜥，修为达到了3级6重。2名万夫长吞了吞口水，感到后背发凉，冷汗打湿了衣衫。怪不得那小子要引诱本王来到这里，原来是有元首啊！铁甲银角蜥恍然大悟，2颗宛如红灯笼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御林军们。不是，你别误会，我们和那黑衣人并非一伙的啊！其中一名万夫长着急地解释，以他们的实力，想要对付这头铁甲银角蜥会很吃力，搞不好就会落得一个2败俱伤的下场。呵呵，你觉得本王会相信你们吗？铁甲银角蜥快速冲出，众人脚下的大地颤抖，身形有些不稳。该死，我们被那杀手耍了！你这孽畜也是，长这么大的脑袋，里面装的都是屎吗？众人听令，给本将拦下这头孽畜。迫不得已之下，万夫长只能下令与铁甲银角蜥展开厮杀。你竟敢辱骂本王！别以为你们人多，本王便怕了你们！铁甲银角蜥仰天怒吼，纵身一跃扑到了人群之中。狂暴的兽威横扫，士兵们的修为基本都在炼气境，根本承受不住，被接连轰飞出去。御林军们或被兽爪拍成血雾，或被铁甲银角蜥吞入腹中，猩红的血水流淌，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短短几息时间，便有上千名士兵被杀。2名万夫长抽出长枪，施展玄阶高级武技雷霆贯日，凌厉的枪芒附着着雷霆，如同长虹一般刺向铁甲银角蜥。上万名士兵不断冲出，配合万夫长，暂时抵挡住了铁甲银角蜥的攻势。可即便如此，众人依旧大气不敢喘一口，因为他们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尤其是2名万夫长，战力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一旦拥有结丹境5重修为的万夫长落败，那么其他人就如同案板上的鱼肉，任由铁甲银角蜥宰割。人类，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下本王的真正实力了。僵持了片刻之后，铁甲银角蜥突然发威，所有力量都汇聚到了银角之上。轰卡！有着3米之长的银角散发着锋利的寒芒和杀气，轻易地洞穿了2名万夫长的攻势。踏！2名万夫长身形暴退，握着长枪的双手在剧烈颤抖，脸色也变得苍白，大口喘着粗气。这孽畜的力量好生强大。2名万夫长对视一眼，心中都生出了退意。他们的队伍太过于庞大，
想所有人全身而退根本不太现实。如果真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只能放弃大军独自逃跑，可那样的话，他们也就无法回京城复命了，只能被迫远走他乡，隐姓埋名的生活。嗷吼！没了2名万夫长的牵制后，铁甲银角溪又开始大杀特杀，成百上千名士兵成为了铁甲银角溪的口粮。趁现在，快撤！2名万夫长心照不宣的转身，可就在这时，黑衣人悄无声息的出现，挡在了他们身前。2位哥哥，那孽畜太难对付了，我们快逃吧！楚轩提高了嗓门，故意引起铁甲银角溪的注意。这大块头只顾着享受美食了，差点就让2条大鱼逃走。人类哪里跑！听到动静后，铁甲银角溪发疯似的扑来。轰动！2名万夫长瞬间便被卷入到了攻势。你他妈的，小畜生，你最好别落到我们手上！2名万夫长咬牙切齿，对着楚轩咒骂道：孽畜，你难道看不出来吗？那小子在故意引我们，就是想让我们两败俱伤，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啊！你要是还有点脑子的话，就立即停止进攻，然后和我们联手，共同对付那小畜生。其中一名万夫长声嘶力竭地吼道：哼，你们这些人类最为狡猾，肯定是一番交手过后，知道不是本王的对手，所以才想忽悠本王。真和你们联手的话，肯定会被你们背刺，这点小伎俩，本王又岂能看不破？铁甲银角溪非但没有停手，而且还加大了力道，2名万夫长节节败退，身上浮现出道道伤痕。噗噗，2名万夫长口吐鲜血，不知道是因为伤势，还是被铁甲银角溪给气得。卧槽，这孽畜也太聪明了吧！2位哥哥，我们的计谋被识破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楚轩生怕事情闹得不够大，一边假装出手，一边惊恐地问道：哈哈，人类，就你们这点小伎俩，本王用屁眼都能识破。铁甲银角溪得意的大笑。噗，2名万夫长再次口吐鲜血。这次楚轩能够肯定，他们2人是被气到吐血败势越来越明显。2名万夫长被死死碾压，不得已只能燃烧气血，极尽升华一战。铁甲银角溪也使出了全力，攻势爆发，附近的山丘、树木都被夷为平地。在双方交战最为火热的时候，楚轩掠入到人群中，开始肆无忌惮的吞噬。噗噗噗，一具具枯骨倒地，死相极为凄惨。接连吞噬了10名千夫长后，楚轩丹田内的灵力终于达到了饱和。结丹境，给我破！楚轩体内的灵力翻涌，拇指大小的光团逐渐凝实，化为一颗元丹。轰！楚轩的修为境界来到了结丹境一重。不仅如此，楚轩在剑道上的造诣也迎来突破，成功诞生了剑士。在楚轩收服干将莫邪的时候，便自动诞生了剑气。如今才过去不到半年时间，楚轩又领悟出了剑士。强大的剑道天赋足以让那些剑道鬼才汗颜。诞生剑士之后，楚轩能够调动天地大势，从而让自己的剑道力量成倍暴涨。这股气息，铁甲银角溪意识到了不对。当他看向楚轩的时候，发现他周身躺着密密麻麻的尸体，这是怎么回事？铁甲银角溪一双瞳孔骤缩，大脑有些宕机。是时候收割了。楚轩咧嘴一笑，剑气剑势汇聚，魔剑之威冲天起，血红煞气将所有人镇压在内。血脉运转，楚轩身后浮现出饕餮虚影，高有100丈，狰狞恐怖。仅仅是看上一眼，铁甲银角溪就感到如坠深渊，仿佛下一秒就要匍匐在地。楚轩此时出手再合适不过，2名万夫长燃烧气血，战力即将被耗尽。铁甲银角溪也被严重消耗，很难再对楚轩构成威胁。孽畜，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蠢了吧？2名万夫长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跑。一旦气血耗尽，他们会进入虚弱期，甚至会遭受反噬。已经晚了。楚轩施展出幽冥鬼杀斩，血红剑芒遮蔽了阳光，将天地映照成血红色，让众人仿佛身处血海之中。这般恐怖的异象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他们哪里见识过如此强大的神通？刷刷，光，血红剑斩诡异的出现，横扫过后覆灭了沿途所有的攻势和防御。咔嚓，2名万夫长手中的长枪被斩断。不好，2人的身体也被拦腰斩断，生机快速消散，瞪大了双眼，死不瞑目。楚轩快速上前，将2人的修为全部吞噬掉。2人都拥有结丹境5重的修为，吞噬后直接让楚轩突破到了结丹境2重。吼！铁甲银角溪同样被剑斩重伤，最引以为傲的银角也被斩断，鲜血流淌不止。此时的他心里只剩下恐惧，再也没了刚才的嚣张和霸道，转身拼命逃窜。楚轩哪里会让到嘴的肥肉逃走，施展身法武技追了上去。如果铁甲银角溪拼命反抗的话，楚轩兴许还会有些吃力，但铁甲银角溪被恐惧裹挟着，已经丧失了再战之力。死！楚轩抓住时机，狠狠地将2柄魔剑斩下，
剑气剑势爆发，虚空被硬生生劈碎。嗷吼！铁甲银角西发出一声惨叫，庞大的身形倒飞出去，拖出一条长达100米的血线，坚硬如铁甲的兽皮被魔剑劈开，白骨外露，肠子也流淌一地。可即便如此，铁甲银角西依旧坚强地爬了起来，继续向着远处逃窜。楚轩已经准备好了第2道攻势，唰！魔剑狠狠地刺出，深入到了铁甲银角西血肉之中。嗷！铁甲银角西发出痛苦的哀嚎，魔剑之威大作，铁甲银角西再也不堪重负，肉身化作一团血雾，染红了周遭的空气。嗡嗡，一枚银白色的妖丹飞出，被楚轩收了起来。3级6重妖丹足以拍卖出天价了，但是楚轩可不舍得卖出去，他要留着给自己吞噬炼化。毕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修为实力。楚轩手握2柄魔剑，向着落荒而逃的御林军们杀去。不到半个时辰，残军就被楚轩尽数吞噬。由于人数过于庞大，楚轩并不确定有没有士兵幸存，但楚轩全程都没有暴露身份，就算有幸存的士兵，也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楚轩点了一把火，将方圆10里都化为了火海，那些尸骨都被火海吞没。做完这些之后，楚轩才转身离去。一处茂密的山林中，楚轩盘膝而坐，开始炼化铁甲银角西的妖丹。嗷吼！妖丹之中发出愤怒的吼叫。楚轩眼中闪过一抹不屑，连本体都被他击杀，又何况是一枚妖丹呢？饕餮血脉爆发，镇压在了妖丹之上。太初吞天诀运转，源源不断地吸扯妖丹内的修为力量。楚轩的丹田很快就被灵力充斥，修为气息也在暴涨。2天半时间匆匆而过，楚轩的修为气息顺利地来到了结丹境3重。短短的几天时间，楚轩从筑基境9重突破到了结丹境3重，开挂般的修炼速度，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被黎阳王朝那些老不死得之后，恐怕会道心不稳。毕竟他们修炼了数百年，也才堪堪达到元婴境，好一点也就止步于造化境。哪怕是拥有至尊骨的楚云飞，也足足用了5年时间才突破到结丹境，而且还是皇室砸了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楚轩退出了修炼状态，整个人感到身轻如燕。以他现在的修为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凌空而行，但想要在空中自由穿梭飞行，起码需要修炼到元婴境。楚轩施展身法，快速消失在了山林之中。回去的路上，楚轩发现了一支100人队伍，为首的乃是御林军统领董玉堂。他深入山脉，正是为了调查2万御林军的死因。当来到焦黑一片的战场时，董玉堂等人全部愣住了。虽然尸骨都被焚烧殆尽，但众人知道2万人就惨死在了这里20多名结丹境，2万御林军全部被杀。究竟是谁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对我御林军痛下杀手？董玉堂面无表情，拳头紧握，关节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元婴境威压自董玉堂体内爆发，即便相距数万米，楚轩依旧感受到了压力。元婴境9重，楚轩眉头紧锁，董玉堂的修为境界远在他之上。想要击杀董玉堂，楚轩的修为最少也要达到元婴境6重。知道不是对手，楚轩也不再停留，转身离去，返回了京城。2名万夫长、20名千夫长、2万名士兵惨死破云山脉的事情，再次以爆炸般的速度传播开来。现在不仅仅是王侯贵族感到害怕，就连平民百姓们也都惶恐不安。这才过去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皇室便损失了23000名御林军，其中包括20多位结丹境。如此短的时间内却有这么大的损失，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也不可能出现。皇上周志行听到消息后，气得差点吐血。龙颜大怒之下，3位王爷手上所有的军队以及剩下的所有御林军将近30万大军，在王朝势力范围内开始了为期3个月时间的大清洗。凡是有嫌疑的人都被一律诛杀。消息传到南疆之后，楚云飞倒是不关心杀手是谁，也不关注皇室的表现，他只担心自己弟弟的安危。那杀手是敌是友，现在还不清楚。楚云飞写了一封书信回去，嘱咐楚轩不要离开将军府，同时让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加强警戒，务必保证楚轩的安全。看着哥哥寄回来的书信，楚轩在心里笑了笑。哥哥想破脑袋也不会猜到那杀手就是他的弟弟。皇室的人更不可能把杀手和楚轩联系起来，因为在众人的印象里，楚轩就是个只有炼气境6重修为的废物。狗皇帝，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村长爷爷，你们看好了，雪儿会将皇室那群狗东西全部杀光。王侯将相您有种乎？这黎阳王朝的江山是时候改姓楚了。自楚轩的眼中射出2道凌厉的杀芒。此时的楚轩哪里还有半分软弱，分明就是一尊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喋血修罗。在皇室军队铺天盖地寻找凶手的时候，楚轩却在专心闭关修炼。接下来的3个月，楚轩准备稳固下根基，然后再好好领悟4道功法武技。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楚轩修为增长迅速，如果不对根基进行稳固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的修炼。根基乃是修行之本，决定了修行者的上限。像周平那样的纨绔子弟，靠着海量的资源去堆砌修为，导致基本盘不稳。不仅实战所爆发的力量远远低于同境，就连修行的上限也被牢牢锁死。3个月时间匆匆而过，修炼室内，楚轩双目紧闭，宛如老僧入定般盘膝而坐在他体内，散发出血红煞气，弥漫着凶兽之威。肉身上流动着的狂暴力量，如同雷霆在翻涌咆哮，剑气剑势衍生而出，使得空气流速减缓，仿佛停止了流动。只要楚轩动一下念头，任意一道力量都能将修炼室轰得粉碎。呼！楚轩呼出一口浊气，双眼缓缓睁开。经过3个月时间的沉淀，他的根基已经十分牢固，并且4道功法武技也全部都领悟到了大成。出关，继续吞噬。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和杀机。皇室经过一番大清洗之后，应该消停下来了。但楚轩可不想让皇室清静，因为皇室乱起来，就没有精力再去算计和打压将军府了。出了修炼室之后，楚轩向胡庆峰2人打听了皇室这段时间的情况，和楚轩预料的大差不差。皇室折腾了3个月，终于消停了下来，将大军全部召回了京城。为了稳定士气和人心，皇室对外宣称凶手已经被诛杀。这一招果然有用，原本寂静的街道上、酒楼里、拍卖场再次有了人气。狗皇帝，你越是想稳坐皇位，我越是要让你担惊受怕。楚轩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对了，公子，还有一件事。胡庆峰有些欲言又止。胡叔叔，我们都不是外人，有话就直接说吧。楚轩对着胡庆峰说道。胡庆峰点了点头，最终决定说出来。5天前，在飞雪峰上有一宝现世，据说是宝药九阳龙血枝，吸引了无数修士前去争夺。大将军也孤身前往了飞雪峰。闻言，楚轩当即明白了哥哥的心意。那九阳龙血枝有着洗髓伐骨、提升天赋资质的功效，而且还达到了宝药品级，价值昂贵，千年难遇。楚云飞肯定想要把九阳龙血枝夺到手，然后让楚轩进行炼化。我这傻哥哥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楚轩不禁感叹道。如今南疆战事频繁，大军无法离境，否则大将军就能带着军队前往飞雪峰了。不过以大将军的实力，就算孤身一人前往，应该也十拿9稳。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分析道。楚轩还是有些担心，无论是九阳龙血枝出现的时间，还是药效，都非常贴合楚轩的需求，仿佛就是为了吸引楚云飞前往。楚轩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前往飞雪峰一趟。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楚轩再次宣布闭关。胡庆峰2人对此感到很诧异，以前公子也没这么热爱修炼啊。自从公子的修为莫名消失后，就开始对修炼特别刻苦和上心。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公子明明已经那么努力了，可是修为依旧没能恢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只能祈祷大将军顺利夺得那株九阳龙血枝，公子炼化后多多少少会有些效果吧。2人摇了摇头，转身消失在了黑夜中。到了丑时，楚轩穿上一袭黑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将军府。飞雪峰位于黎阳王朝的东南方，距离楚云飞镇守的南疆相对近一些。楚轩从京城赶过去，就算将身法催动到极致，也需要不下1天的时间。第2天黄昏时分，楚轩终于来到了山脚下。飞雪峰足足有着1万米高，直插云霄，中部以上常年被大雪所覆盖。刚来到山脚下，楚轩便感知到了那株宝药的气息。山路的入口躺着几具尸体，伤口处的鲜血还没有凝固，想必没有死多久。楚轩沿着山路向上攀登，一路上看到了数百具尸体，大多都是散修。到了中部之后，尸体的数量开始锐减，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几乎已经看不到尸体了。山顶上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楚轩从中感知到了哥哥的气息。轰动，强大的威压袭来，使得山体颤抖。几道惨叫声响彻云霄，随后从山顶上滚落下来10几人，肥肉竟然主动送到嘴边了。楚轩目光火热，这惊喜也来得太突然了。他出手拦下了13人，除了2名元婴强者之外，其余11人都已断气，元婴境5重，还有一个达到了元婴境8重。雾草赚大了啊！楚轩难掩心中的激动。救我！只要你愿意救我，我可以把身上所有资源都给你。2名元婴身受重伤，把楚轩当成了救命稻草。你们死后，身上的资源依旧归我。黑袍下，楚轩咧嘴一笑。你！2人吓得瞪大了双眼，来不及反抗，2人便被楚轩的拳头砸碎了脑袋，就连脱体而出的元婴也被楚轩轻易湮灭。修炼到元婴境之后，体内会诞生元婴，哪怕肉体被毁，元婴只要活着，也能重塑肉身，实现起死回生。趁着10几人体内的修为还没散去，楚轩赶紧催动饕餮血脉和功法，将他们的修为吞噬掉。
嗡嗡，海量的修为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楚轩体内。轰！楚轩丹田内的灵力翻涌，修为境界迎来了暴涨。结丹境4重，结丹境5重，结丹境6重，眨眼时间便突破了3个小境界。哈哈，爽！楚轩双手握拳，感受着体内暴涨的修为气息，心里激动不已。有时候运气来了，躺着都能突破。就在楚轩准备继续前行的时候，一道杀伐之气爆发，将整个山顶笼罩在内，飞雪峰也在颤抖不止。这是阵法的力量。楚轩眉头一皱，脸色变得凝重。在山顶上竟然有人提前布置了大杀阵，果然有人在背后操纵。楚轩狠狠一咬牙，体内杀气腾腾，他绝对不能让哥哥出现意外。位于山顶的楚云飞本来可以在杀阵启动的那一刻逃离，但是在最后关头，他却选择去拿宝药。因为杀阵降下之后，宝药将会被湮灭。轰隆隆，阵法快速运转，恐怖的杀伐之气横扫，从威力上看，起码达到了4级。阵法分为1到9级，3级以上的阵法在黎阳王朝就能被视作底蕴。暗无天日的阵法当中，楚云飞面色凌厉，眼中毫无畏惧。他小心翼翼地将宝药收了起来，接着召唤出银色长枪，准备殊死一战。此时的他也很清楚自己被算计了，对方以9阳龙血之引诱他过来，就是想通过杀阵将其拿下。在出发之前，楚云飞就已经有所怀疑，可是弟弟的修炼更加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一定要把9阳龙血之给轩儿带回去。楚云飞眼中闪过一抹坚定，手臂处的至尊骨威力大作，枪芒闪烁之间已经轰向大阵。楚轩快速赶到了山顶，杀阵将楚云飞笼罩在内，与外界隔绝开来。森冷的寒气从杀阵内散发出，让楚轩都打了个冷战。不敢想阵法里面的寒气会有多么恐怖。这是传说中的4级寒冰屠杀阵。楚轩很快就认出了这道杀阵。虽然他对阵法没什么了解，但寒冰屠杀阵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哪怕是外行人都认识。这寒冰屠杀阵以万年寒陨石所打造，搭配36颗冰属性妖丹，威力十分恐怖，足以困住造化境强者。不管你是什么等级的阵法，我都要将你破开。楚轩双手握拳，调动饕餮血脉，毫不犹豫地向着寒冰屠杀阵轰去。咣咣，刚出2拳，阵法上便凝聚出一头头妖兽虚影，大多都拥有4级修为。妖兽们张牙舞爪，向着楚轩扑去，寒气肆虐，冰封万里。楚轩感到全身僵硬，仿佛也要被冰封，行动变得笨拙迟缓。踏踏踏，楚轩的身形被不断逼退，他和这些妖兽的实力相差悬殊。好在饕餮血脉足够强大，将寒气给逼出了体内，这才得以脱身。楚轩没有退缩，而是召唤出2柄魔剑，再次杀进了妖兽群。饕餮血脉被催动到了极致，剑气剑势横扫，一步步地逼近阵法。此时的楚轩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破开杀阵，将哥哥救出来。没过多久，楚轩身上就浮现出密密麻麻的伤痕，白骨外露，让人触目惊心。身后的地面上有着一个个鲜血脚印，给我滚开！幽冥鬼杀斩！楚轩的眼中布满了血丝，体内不断地发出凶兽怒吼，手握2柄魔剑，硬生生用血肉之躯杀出一条路。轰扑！在楚轩玩命的攻击下，终于越过了妖兽群。此时的楚轩已经有些精疲力竭，为了不让自己昏迷，楚轩用牙齿咬着舌尖，强行要自己保持清醒。我要破开杀阵，救哥哥出来！楚轩用尽最后的力量劈向寒冰屠杀阵。轰动！魔剑之威肆虐，寒冰屠杀阵剧烈颤抖，阵纹消散了不少。一次没有破开，那就2次、3次、4次。楚轩脸色煞白，嘴角流淌出鲜血，但却不断地轰向杀阵阵法内。楚云飞一边对付冰属性妖兽，一边攻击大阵。他的头发上已经结满了冰晶，寒气不断地侵入体内，让他双手双脚变得僵硬沉重，如同灌了铅一般，行动力迟缓了很多。阵法内的妖兽和寒气比阵法外要强大了10几倍。楚云飞感知到了外界有人在帮他破阵，眼中闪过一抹希望。至尊骨熠熠生辉，楚云飞的力量陡然暴涨，暂时驱散了寒气。雷霆贯日！楚云飞施展出枪道武技，长枪如龙，裹挟着雷霆轰向了阵法。在2人的努力下，大阵摇摇欲坠，阵纹变得极为稀薄。咻咻咻！可就在这时，4道强大的气息向着山顶掠来。快藏起来！红裙女子的声音响起。楚轩面色不甘，想要继续攻击大阵。你可要想好了，对方全部都是元婴境修为，等他们赶到，你非但救不出哥哥，还会因此丢掉性命。红裙女子声音变得凌厉。楚轩狠狠一咬牙，当即运转太虚敛息术，藏到了一块巨石后面。4道身影快速赶到，为首的那个人拥有元婴境9重修为，其余3人都在元婴境8重。徐昂是武王的人。
楚轩认出了那名中年男子，他是武王府内10万烈焰铁骑军的统领，另外3人则是副统领。原来这一切都是武王在谋划。为了对付哥哥楚云飞，他们不惜拿出一株宝药，并且还将寒冰屠杀阵给借来，当真是下了血本。我刚才好像感知到了其他人的气息。徐昂目光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最终看向了楚轩藏身的那块巨石。就在徐昂准备上前查看的时候，寒冰屠杀阵颤抖得更加厉害，随时都有可能被破开。统领，大阵快要被破开了。另外3人慌张地说道。徐昂的脚步停下，快速转身，忌惮地看向阵法。至尊谷的力量果然强大，连4级寒冰屠杀阵都困不住。快，随本统领一起加固大阵。4人按照东西南北的站位，凝聚全身力量，稳固大阵的阵基。嗡嗡，阵纹不断衍生，颤抖的大阵也逐渐安静了下来。最多半个时辰，楚云飞就会被彻底冰封。到那时，就是我们夺取至尊谷的最佳时机。徐昂的脸上浮现出阴险笑容。5个月前，武王曾向楚云飞示好，想要拉楚云飞共同推翻周志行的统治，但却被楚云飞拒绝了。武王周弘这才设下计谋，想要夺取楚云飞体内的那块至尊谷。这样下去，哥哥会支撑不住的。楚轩擦掉嘴角的血迹，想要孤注一掷。以你现在的状态，冲出去跟送死无异。红裙女子提醒道。楚轩已经想到了后果，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哥哥被迫害。可惜我现在还无法离开藏神关，否则就能帮你杀了他们。红裙女子叹了口气，但她心中很快就有了主意。楚轩，你尝试着去沟通藏神关，看看能不能动用藏神关的力量，如果可以的话，杀这4个菜鸟就轻而易举了。藏神关乃是诸天万界第一至宝，他原本不想那么早让楚轩去动用藏神关，但是现在情况紧急，只能大胆的试一试了。好，我尝试下。楚轩不敢浪费时间，当即内视丹田，尝试着去跟藏神关建立联系。青铜古关上流动着高深莫测的神纹，散发出沧桑而又古老的气息。天地虽大，却好似被藏神关吞没。楚轩的意识化身来到了藏神关前，抚摸着关身，2股力量竟然十分的亲和。其他人别说抚摸藏神关了，就算是靠近藏神关都办不到。果然，能够驾驭藏神关的只有天庭之主。望着楚轩的身影，红裙女子美眸变得柔和，嘴角洋溢着笑容，脑海中自动浮现出昔日的画面。寒冰屠杀阵内，楚云飞面色虚弱，丹田里的灵气快要消耗殆尽，他的双腿已经被寒气冰封。然而这才刚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全身上下都有可能被寒气冰封。难道真的要被困死在这里吗？楚云飞眼中满是不甘，他最放不下的便是楚轩。一旦他死了，楚轩的价值也就没了。活着，我一定活下去。楚云飞咬着牙齿，手臂处的至尊骨熠熠生辉，抵挡着四周的寒气。巨石后面，楚轩盘膝而坐，双目紧闭，意识化身正在和藏神关进行沟通。不知过去了多久时间，青铜古关上流动的神纹顺着楚轩的手掌不断地涌入到体内。楚轩和藏神关之间多了一道无形的联系。轰隆隆，藏神关发出一声巨响，关门竟然缓缓开启。成功了！红裙女子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嫣然笑容，绝美的容颜，性感火辣的身姿，足以让任何女人都自惭形秽。你愿意跟随我吗？与我并肩一战。楚轩对着藏神关询问道。藏神关爆发出一股吸力，将楚轩再次吸扯到了内部。恭喜你成功让藏神关认主。红裙女子的身形出现，向着楚轩缓缓走来。那小巧玲珑的玉足，雪白的美腿，第一时间吸引了楚轩的目光。小色胚，上次看胸，这次看腿，你能不能正经一点？红裙女子察觉到楚轩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个毕竟不是我能控制的。楚轩尴尬地笑了笑。自苗功能是每个男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楚轩将多余的想法收起，一脸认真地问道：我现在还需要怎么做？藏神关乃是诸天万界第一至宝，号称能够藏天藏地藏众生，杀4个元婴境，简直不要太容易。待会你直接催动藏神关，将那4人吸进关内便可。红裙女子目光变得敬畏。这么简单？楚轩还以为步骤多么繁琐呢。闻言，红裙女子饶有趣味地笑了笑。简单？呵，以你现在的修为，即便动用藏神关的一丝力量，也足以让你这具身体透支了。咕噜，楚轩吞了吞口水。他没想到藏神关的威力会如此恐怖，说起来也真是奇怪。诸天万界第一至宝，怎么就在他的体内呢？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好，只要能救哥哥，我就愿意做。楚轩的意识回归本体，双眼缓缓睁开。徐昂等人正在全力加固阵法。都过去半个时辰了，那楚云飞应该已经被冰封了吧？其中一人开口询问道。长时间的消耗，他们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再等等。
至尊谷的力量不容小觑，为了万无一失，最好再等半个时辰。徐昂不加思考地回道。可就在这时，一袭黑色身影自巨石后走出。统领，有人。4人当即察觉到了楚轩，惊恐地说道：该死，竟然真的有人，看来本统领没有感应错。徐昂眉头紧锁，他使了个眼神，让3位副统领出手，自己则是继续加固大阵。咻咻咻，3人体内爆发出元阴境8重威压，虚空被震碎，周遭的巨石都被碾压成齑粉。黑袍下，楚轩面色冰冷，在他体内飞出一道青光，正是藏神关。嗡嗡，藏神关出现的刹那，强大的吸扯力便随之爆发，天地秩序都被暂时扰乱。3位副统领的攻势威压被直接吸入到藏神关内。什么？3人瞪大双眼，吓得愣在了原地。就在他们准备转身逃跑的时候，强大的吸扯力便将他们裹挟，接着消失在了原地。不好！见情势不对，徐昂毫不犹豫地向着远处遁去，但他使出全身力气，身形却依旧停留在原地，竟然影响了空间法则。你这是什么品级的宝物？徐昂倒吸一口冷气，心中已经只剩下绝望了。黑袍人祭出的宝物已经超出了他的所有认知。下一秒，徐昂也被吸入到了藏神关内部。噗！楚轩脸色煞白，口吐鲜血，意识变得模糊，倒在了地面上。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最后，藏神关将楚轩也吸入内部，然后遁入空间，消失不见。没了徐昂4人的加固，寒冰屠杀阵的威力大减。阵法内快要昏迷的楚云飞猛地清醒过来，寒气减弱了。楚云飞再次看到了希望，他怒咬牙齿，至尊骨威力大作，体内的寒气被不断逼出，双腿也得以解封。烈焰崩天拳，楚云飞将至尊骨的力量催动到极致，配合拳道武技，轰出了烈焰拳势，和阵法碰撞的瞬间，化为了一片火海。轰卡！寒冰屠杀阵不堪重负，变得支离破碎。楚云飞纵身一跃，来到了阵法外。他四下张望，在寻找着什么。他敢肯定，有人在外面助他破阵。可是山顶上除了他之外，便没有其他人了。到底是谁救了我？楚云飞想要报恩，但却找不到恩人。既然前辈不想现身，那在下就给您磕3个响头。前辈的恩情，在下没齿难忘，今后若有机会，定当好好报恩。楚云飞跪倒在地，磕了3个响头。那位前辈不仅救了他的命，也救了他弟弟的命，值得他磕头道谢。磕完头之后，楚云飞站了起来，他将寒冰屠杀阵的阵基收了起来，这可是一件难得的宝物。这背后是谁在暗算我？周志行还是周红？楚云飞眯着双眼，在脑海锁定着凶手。其中武王周红的概率最大，因为半年前楚云飞才拒绝了武王的联手请求。至于周志行，他手握楚轩这枚棋子，犯不着花费那么大的代价来暗算他。这笔账本将军记下了。楚云飞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杀机，来日他定当率领大军踏平武王府。楚云飞快速下了飞雪峰，他现在需要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恢复灵力。藏神关内部，徐昂4人无力地匍匐在地，他们的修为在这里面竟然被完全镇压，现在已经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废人。身穿黑袍的楚轩悬浮在半空，依旧处在昏迷的状态。红裙女子一脸心疼地看着楚轩，为他擦去嘴角的血迹。你们4个该怎么死好呢？红裙女子缓缓转身，那清冷的目光散发着无上威严。不足3米的距离，徐昂4人却无法看清红裙女子的容貌。被红裙女子盯着的4人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九幽地狱，一身汗毛倒竖，身体瑟瑟发抖。我们不想死，还请仙子饶我们一命。仙子宽松大量，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只要仙子愿意放过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4人被吓得面如土色，不断地对着红裙女子磕头求饶。放你们一条生路。红裙女子玩味地笑了笑，眼中突然闪过一抹杀机。轰噗！我的手，我的眼睛！4人发出凄惨的叫声，他们的双手、双脚、眼睛在一瞬间爆炸成了血雾，剧烈的疼痛感传遍全身，让他们痛不欲生。红裙女子拂袖一挥，4人体内的修为被源源不断的吸走，随后涌入楚轩的体内。不要啊！4人体内的生机快速消散，眨眼间便化为了一具巨枯骨。饕餮血脉吸收着4人的修为，从而反哺楚轩。达到极限的身体开始疯狂汲取养料，4肢百骸得到了增强，发出雷霆怒吼。每一次极限战斗都能激发楚轩的身体潜能，让这具身体的上限得到提高。轰！没过多久，楚轩的丹田便盈满灵力，修为境界开始攀升。结丹境7重，结丹境8重。1天时间过去之后，楚轩的修为境界才稳固在结丹境9重。
我这是在哪？楚轩睁开双眼，打量着四周，在藏神关内。见到楚轩苏醒过来，红裙女子的脸上才浮现出笑容。虽然她也知道这点伤势威胁不到楚轩，但却感到非常心疼。我大哥安全了吗？楚轩猛地坐了起来，下意识地问道：你们俩真不愧是亲兄弟，眼中只有对方的安危，自己的安危什么时候重视下？红裙女子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放心吧，你哥哥已经脱险了。那就好。楚轩松了一口气。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便察觉到体内暴涨的力量。我这突破到结丹境9重了，吞噬了4名元婴境，突破3个小境界倒也正常。不过修行之路越往后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你可要加油了。红裙女子对着楚轩勉励道：徐昂他们都被我吞噬了。楚轩的目光落在了那4具枯骨上，原来藏神关这妖牛逼。楚轩面色激动，有了这藏神关作为底牌，他的性命起码有了保障。别高兴太早，就算你突破到大地境，也很难轻松地动用藏神关。其次，藏神关牵扯大因果，不到生死时刻绝对不能动用，稍有不慎就会给你带来灾祸。红裙女子认真的嘱咐。楚轩郑重地点了点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如果被那些超级势力或者是圣地势力得知藏神关的存在，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夺。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楚轩体内的饕餮血脉却在疯狂涌动。奇怪，我的饕餮血脉怎么这般躁动？楚轩疑惑地喃喃道。红裙女子盯着看了片刻，随后笑着说道：你这小色胚的机缘到了。机缘？楚轩有些不明所以。经过这次极限战斗，你要觉醒血脉天赋了，好好静下心来领悟。红裙女子解释道。血脉天赋？楚轩面色变得激动。他听哥哥说过，至尊谷也有半生天赋，只不过哥哥还没有觉醒。楚轩不再耽误时间，盘膝而坐，开始领悟血脉天赋。2天时间匆匆而过，在楚轩的周身浮现出一道道漩涡黑洞，有着吞天噬地之威。我这道血脉天赋主要是用在防御上。楚轩欣喜地说道。你这天赋神通名为无尽吞噬，确实是用在防御上的。红裙女子一眼便看了出来。你全力施展血脉天赋。红裙女子并拢双指，凝聚出一道剑气，竟然轻松将虚空给切割开。咻！剑气掠出，轰向楚轩。轰卡！沿途的虚空直接被洞穿。雾草！你要谋杀亲夫啊！楚轩感到头皮发麻，赶紧运转漩涡黑洞吞噬剑气。嗡嗡！绝大多数剑气都被漩涡黑洞吞噬掉，但楚轩依旧被震退出去。听到谋杀亲夫这4个字后，红裙女子的目光变得柔和。放心，我有分寸。根据楚轩推测，无尽吞噬起码能够抵挡造化境强者一击。楚轩收了天赋，然后装出一副很痛苦的表情。胸口，我的胸口痛，太痛了。少庄，红裙女子嗔怪道。真的好疼，呼吸不上来了，你快帮我揉揉。楚轩继续卖弄着演技。红裙女子岂能看不出楚轩的小心思？她在心里无奈地笑了笑，最终还是走上前，伸出玉手轻揉楚轩的胸口。舒服了，再往下一点。红裙女子的纵容让楚轩胆子也变大了。贪心！红裙女子一个弹指落在楚轩头上。已经过去3天了，你那哥哥应该快到京城了吧？我靠，把这件事给忘记了。楚轩这才想了起来，哥哥拿到九阳龙血之后，肯定会在第一时间交给他。楚轩出了藏神关，然后全力向着京城赶去。京城武王府议事厅内气氛格外的压抑。咔嚓，周红手中的茶几被硬生生捏碎。4级寒冰屠杀阵，外加徐昂他们4个人，怎么可能会失败？周红气得老脸铁青。为了拿到寒冰屠杀阵，周红可是出了血本，然而结果却大失所望，不仅丢了宝药和寒冰屠杀阵，就连徐昂4人也被击杀。那可是烈焰铁骑军的4位统领啊！这次打击直接让武王府元气大伤。武王大人息怒，这其中必然有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在。谋士单膝跪地，声音颤抖地说道：废话，本王想知道那个因素是什么。你们这群废物！周红恨铁不成钢地骂道。消息传到皇宫后，周志行的心情可谓是悲喜交加。他知道这件事情肯定和自己的3位弟弟脱不了关系，具体是哪一位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是谁，这次的损失都会导致其元气大伤，这也是让周志行喜的地方。至于悲的地方，那就是他3位弟弟的狼子野心，竟然想要先他一步得到至尊谷。好在计划落空了。朕很好奇，大将军是如何脱困的？4级寒冰屠杀阵，外加4名元婴加固大阵，哪怕是朕也很难全身而退。周志行慵懒地靠在座椅上，感到疑惑和惊讶。难道有高人相助？
公公魏永康猜测道。闻言，周志行眉头一皱，但愿不要和那名杀手有关。一个将军府已经足够他头疼了，若是那名杀手再和将军府走到一起，那他的处境就更加堪忧了。突破到结丹境9重之后，楚轩的身法速度也得到了暴涨。同样的路程，楚轩只用了7个时辰便赶回了将军府。至于楚云飞，还在回来的路上。楚轩进入修炼室，等着哥哥回来。到了第2天中午，楚云飞才回到将军府。下了飞雪峰之后，他用了2天时间来恢复灵力，所以才有所耽搁。大将军回来了。听到消息后，2名副将赶紧上前迎接，末将拜见大将军。楚云飞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愈合，看得胡庆峰2人有些心疼。大将军，您这伤势？无碍。楚云飞摆了摆手，随后左右看了看，问道：怎么没见到轩儿？回将军，公子还在修炼室闭关呢。胡庆峰拱手回道。闭关？楚云飞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楚轩自幼天赋不佳，修行10年也才达到炼气境6重，所以很排斥修炼。8个月前，楚轩的修为又莫名消失，楚云飞还以为楚轩会从此一蹶不振，没想到楚轩反而更加的努力了。没错，自从将军离开后，公子便一直在闭关修炼，期间就出来过一次，但不到半天时间就再次宣布闭关了。胡庆峰也为上进努力的楚轩感到高兴。也许修为消失对轩儿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修行意图天赋固然重要，但一颗强大的道心也必不可少。楚云飞欣慰地笑了笑，他快步向着修炼室赶去，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九阳龙血枝交给楚轩。修炼室外，楚云飞静静地等待着。轰隆隆，石门开启，楚轩缓缓走出。哥哥，楚轩笑着喊道。看着哥哥身上的伤痕，楚轩感到于心不忍。轩儿，哥哥可是听说你这段时间修炼得很刻苦啊。楚云飞走上前来，手掌落到了楚轩的肩膀上，仔细感知过后，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在楚轩的体内依旧没有一丝灵气波动，但是心里的失望，楚云飞隐藏得很好，并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太笨了，不然就能跟哥哥并肩作战了。楚轩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放心，外面的事情哥哥能应付，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够了。楚云飞从怀中拿出了那株九阳龙血枝，9片叶子金黄，散发着璀璨光辉，根茎呈现赤红色，吸引着天地灵气。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楚云飞都死死地保护着九阳龙血枝。这株九阳龙血枝你拿去炼化，应该能改善你的天赋资质。楚云飞将宝药递到了楚轩手中，接过宝药，楚轩鼻尖有些发酸，他欠哥哥的太多太多了，这些年哥哥为了他简直操碎了心。还有这个，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楚云飞将寒冰屠杀阵的阵基拿了出来，同样送给了楚轩。虽然阵基有所损耗，但只要用灵力进行运养，是能够修复的。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投入灵石，便可让阵基运转。哥哥，这个你留着吧，我在家里面也用不到。楚轩将阵基推了回去，但楚云飞却认真的说道：哥给你的东西你就好好拿着，你哥我的实力你还不了解吗？要这阵基也没有什么用。楚云飞这番话完全是在安慰楚轩。4级阵法对造化境强者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时刻同样能保命。见哥哥这般执着，楚轩只好乖乖收下。晚上，兄弟2人备上好酒好菜，喝得酩酊大醉，就这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自从被带到黎阳王朝，他们还是第一次这般放松。翌日，楚云飞醒了过来，他将外套脱下披在了楚轩的身上。2名副将早已在外面等候着。将军，陛下宣您进宫。胡庆峰禀告道。楚云飞点了点头。他在飞雪峰的事情已经在京城传开，皇上那边就算装装样子，也要对他进行慰问。毕竟他坐镇南疆，抵挡着周边多个国家的侵略，可谓是劳苦功高。楚云飞换上五爪蟒袍，坐上专属轿椅前往了皇宫。早朝已经结束，皇上来到了御书房，3位王爷同样也在。房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楚云飞大步流星来到了御书房内。臣拜见陛下。楚云飞对着皇上行礼。楚云飞赶到之后，武王周弘的眼底深处闪过一抹灵力。爱卿快免礼。周志行亲自上前将楚云飞搀扶起来，关心地问道：爱卿伤势如何了？多谢陛下关心，臣的伤势已经无碍。楚云飞客套地回道：那就好，你可是朕的心腹啊，又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若是有什么闪失的话，让朕如何能够接受？那不下阵法，陷害你的人当真是可恶，朕一定会清查到底，为爱卿出口恶气。话到最后，周志行的余光看向了3位王爷。那臣就多谢陛下了，不过臣也没有吃亏，得到了一株宝药，还有一道4级阵基。楚云飞故意这么说，为的就是弃一弃幕后之人。果然，武王暗暗咬牙，心都在滴血。好，爱卿神勇无敌，王朝有爱卿坐镇，
1000年内都将稳定繁荣啊。周志行大笑着说道。随后，周志行和楚云飞又聊了几句。周志行想要从楚云飞嘴里套话，看看其中是不是有高人相助，但楚云飞的嘴很严，没有泄露半点风声。而且他也确实没有见到那位前辈的真容。对了，楚轩体内的那个毒蛊还老实吗？如果实在扛不住，艾青就带着他来见朕，那是艾青的亲弟弟，朕也不想看着他出事。周志行此话是在暗示楚云飞交出至尊蛊。3位王爷各怀鬼胎，心里也有了紧迫感，他们都想先一步得到至尊蛊。如果让周志行融合了至尊蛊，那么他们想要夺权就彻底无望了。楚云飞面无表情，体内翻涌着杀机。以他对周志行的了解，即便他交出至尊蛊，周志行也不会放过他们兄弟2人。臣会考虑的。楚云飞冷漠地回道。目的达到之后，周志行便让4人离去。望着门外，周志行的嘴角微微上扬。永康，你说大将军会带着楚轩来见朕吗？以大将军对楚轩的疼爱，肯定会来见陛下的，但时间就不好说了。魏永康躬身回道。那就给大将军上点压力。周志行的手中浮现出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装着一只千丝缚魂蛊。千丝缚魂蛊总共有2只，分为子母蛊。楚轩体内的为子蛊，只要操纵母蛊，便可决定楚轩的生死。庭院内，楚轩沐浴着阳光，这大半年时间，他不是在吞噬，就是在闭关修炼，难得能够清闲下来。那狗皇帝赵哥哥进宫，应该不只是慰问一下这么简单。楚轩在心里暗暗想到。噗！突然，楚轩毫无征兆地吐出一口鲜血，体内有着成百上千道丝网，将血肉骨骼串联在一起，然后慢慢收缩，让他的身体出现了扭曲变形。千丝缚魂蛊发作了，楚轩眉头紧锁，刚想动用饕餮血脉去压制，便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传来。轩儿！楚云飞刚回到庭院，便看见楚轩口吐鲜血，吓得浑身直冒冷汗。他纵身一跃，来到了楚轩身旁，拉着楚轩盘膝而坐，以自身灵力为楚轩压制千丝缚魂蛊。半个时辰过后，楚轩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楚云飞显得有些憔悴，看到楚轩好点之后，悬着的心才落下。肯定是周志行在给我施压。楚云飞面色冰冷，咬牙切齿地说道。轩儿，是哥哥没能保护好你。楚云飞有些自责，这10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想帮楚轩逼出毒蛊，但是千丝缚魂蛊早已深入楚轩的血肉骨髓，想要彻底驱除，只能用周志行手中的母蛊。哥哥，这些年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就别担心我了。楚轩对着楚云飞安慰道。同时，楚轩也在想驱除毒蛊的方法，这件事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周志行拿他来给哥哥施压，要是哥哥妥协的话，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抢夺周志行手中的母蛊目前还不现实，如此一来，只能前往苗疆古族碰碰运气了。楚轩心里已经有了计划，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楚云飞都片刻不离地守着楚轩，直到确定楚轩体内的毒蛊安稳后，才离开京城，返回了南疆。楚轩再次宣布闭关，他准备炼化九阳龙血汁，一举突破到元阴境。修炼室内，楚轩盘膝而坐，他调动饕餮血脉，运转功法，开始炼化九阳龙血汁。精纯的灵力和药力涌入到了楚轩体内。作为万年品质的宝药，九阳龙血汁不仅能够提升楚轩的修为境界，还能改善楚轩的天赋资质，骨骼血肉得到了增强，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楚轩全身毛孔舒展开来，不断地排出黑色污泥，散发出一股恶臭。短短2天时间，楚轩便感觉自己体态轻盈，吸收天地灵气的效率大大提高。嗡嗡，1个月之后，楚轩成功诞生了元婴，修为也来到了元婴境。修炼室内有着2个楚轩，一道是本体，一道是元婴，如果不仔细感知，根本看不出区别。突破到元婴境1重之后，楚轩的修为境界还在飙升。又过了半个月，楚轩的修为顺利的来到了元婴境2重。楚轩看着浑身污泥的自己，不免有些嫌弃。这株九阳龙血汁对楚轩的帮助很大，让他本就变态的天赋更上一层楼。整个青州，年轻一辈中应该没有人比楚轩的天赋高。楚轩的本体离开，将元婴留在了修炼室内。出了将军府之后，楚轩找了条小河，将自己好好的清洗了一下。看着健硕的肌肉，楚轩内心有些骄傲。这要是放在蓝星，不得把那些清纯女大给迷死。当然，富婆们会更加疯狂，是时候前往苗疆古族碰碰运气了。楚轩穿上衣服，施展魅影神踪，向着东南方向赶去。苗疆古族也在南部，距离哥哥坐镇的南疆很近。说起苗疆古族，虽然也在黎阳王朝境内，但却只是黎阳王朝的藩属国，内部享有自治权。苗疆古族一直保持着中立，从不在皇位夺权中站队。由于南疆局势动荡不安，皇室需要一个缓冲带，所以才放任苗疆古族不管，纵容他们自己组建军队。一旦南疆局势稳定下来，
皇室肯定要将苗疆古族彻底收为囊中。楚轩用了2天半时间，终于来到了苗疆境内。青山绿水，空气清新，这还是楚轩第一次亲身感受异域风景。娘子，你有易容术之类的神通吗？楚轩在心里问道。虽然很多人都没见过他的容貌，但为了万无一失，楚轩还是准备改变下容貌。易容术倒是没有，但是这张百变冰蚕面具，你倒是可以拿去。楚轩的手中多出一张人皮面具，入手冰凉，温润如玉。多谢娘子。楚轩很高兴，红裙女子给的东西定然不是凡物。娘子。藏神关内，红裙女子笑了笑，目光柔和，充满了爱意。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娘子这个称呼了。嘿嘿，让我来试试。楚轩将百变冰蚕面具戴在了脸上，但却不知道怎么使用。将灵力灌输到面具中，然后在脑海里想象你要变成的模样便可。听到红裙女子的话后，楚轩赶紧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想象。嗡嗡，楚轩的容貌开始改变，竟然复刻了红裙女子的脸，接着身体也在改变，但胸部还有下体却没有变化，看来无法跨越性别。你赶紧变回去，要不是出不去，红裙女子绝对给楚轩一个弹指。不许生气哦，我只是本能的就想到了你，足以看出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了吧。楚轩一番补救，成功让红裙女子闭了嘴，而且红裙女子的嘴角微微上扬，比 AK 还难压，果然是个恋爱脑。楚轩拿捏的笑了笑，一时半会楚轩也想不出要变化的模样，于是他在暗中观察苗疆男子的长相，然后也对照着改变了容貌。长相不算出众，但却棱角分明，当然比起楚轩真实的长相要差了不少。但他来到苗疆是为了驱除毒蛊，又不是来相亲，所以也就没什么好纠结的。小兄弟，你也是去乌城参加比武招亲的吧？突然有这3人走了过来，对着楚轩问道。比武招亲？擦，真有人在相亲啊。楚轩有些哭笑不得。乌城乃是苗疆古族的都城，厉害的古师都汇聚在都城内，所以楚轩也准备前往看看。没错，我已经单身30年了，就指望着比武招亲能够胜出呢。楚轩转过身子，对着3人笑着回道。藏神关内，红裙女子嘴角的笑容凝固，上一秒还喊她娘子，下一秒却说自己单身30年。且不说她了，那道宗宗主李青瑶已经和楚轩发生了关系，现在你却好意思说自己单身，不要脸。红裙女子冷哼一声，心里已经在想着等楚轩进入藏神关后狠狠地进行报复了。嗨嗨，这位小兄弟，不是哥哥们非要打击你，如果你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这次比武招亲上，那恭喜你，很可能要再单身30年了。试问苗疆男子哪个不想娶圣女为妻？你的竞争对手将会有千千万万名。据说大长老的儿子谢远也参加了这次比武招亲，那可是货真价实的4级古师啊，而且还达到了第4种，是最有望成为驸马的存在。听完3人的对话，楚轩才知道这场比武招亲竟然是给古族圣女准备的。没想到异族圣女也被会催婚3位老哥，这做人魔还是要有点梦想的，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楚轩笑了笑，不卑不亢地说道。每一名古师都会觉醒自己的本命骨，境界分为1到12级，和武道的12个境界相对应，每个大等级同样细分为1到9重。4级4重古师对应元阴境4重。楚轩还没有和古师交过手，不过以他元阴境2重修为实力，外加各种底牌手段，击败那谢远应该不成问题。见楚轩这般自信，3人也不再多说什么。年轻人有点幻想和热血，太正常不过了，但现实会给他们当头一棒，让他们放弃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3人也很热心，邀请楚轩结伴而行。楚轩欣然答应。他初次来到苗疆，对路况不熟悉，有3人引路，自然再好不过。看来你很想成为驸马。冰冷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让楚轩一身汗毛倒竖，差点就把体内那位给忘记了。娘子，你误会了，我对那古族圣女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是想通过她结识到更多强大的古师，好驱除我体内的毒蛊。楚轩赶紧解释道。见红裙女子没有回话，楚轩松了口气，安心和3人赶路。苗疆并不算大，约莫花费了3个时辰便来到了乌城。比武招亲明天才开始，4人在城中找了家客栈落脚。订好客房之后，其中一名男子笑眯眯地对着楚轩问道：小兄弟，要不要哥哥们带你打破30年单身的困局？这乌城中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水灵。楚轩哪能不明白3人的意思，他们应该想去城中的青楼快活。龌龊，我堂堂正经人岂会去那种风月场所？你们去吧，我自己在客栈修炼麒麟臂便可。楚轩头也不回地上了2楼客房。3人笑着摇了摇头，果然是个处男，但凡体验过一次就不会这么说了。走，我们去潇洒。3人离开客栈去找寻风月场所了。藏神关内，红裙女子满意的笑了笑，
算你还有点定力，那报复就免了吧。楚轩刚才的言行都是为了讨红裙女子开心，好消除她心中的脾气，不然她下次进入藏神关肯定会被狠狠的报复。娘子，我都为你守难得了，你下次能不能稍微奖励一下我？楚轩试探地问道。忍着，现在还不是时候呢。我问你，刚才你说的修炼麒麟臂是什么意思？红裙女子一脸疑惑，这有点少儿不宜，你还是不知道为好。楚轩的拒绝回答让红裙女子更加心痒难耐。快说！红裙女子催促道。你真想知道？废话。好吧，那我偷偷的演示给你看。一番操作过后，红裙女子愣住了，脸色变得羞红，耳根子都在发烫。你无耻！红裙女子把眼睛闭上，对着楚轩臭骂道。这可不怪我，是你非要打听的。楚轩笑了笑，给自家女人展示下底蕴，倒也不过分。随后楚轩盘膝而坐，开始吐纳修炼。红裙女子许久才缓过来，脑海中一遍遍回放着，好像比上一世的要大很多。不是，凤飞月，你在乱想什么啊？红裙女子强行压下这些躁动的想法。翌日，薄雾还未散去，乌城内已经人声鼎沸，无论男女老少都往比武台赶去。楚轩收敛气息，刚走出房门，就看到三位老哥顶着黑眼圈回来。早啊，小兄弟！三人神态虚弱，看样子昨天晚上没少折腾。三位老哥，去参加比武招亲？不了，小兄弟你自己参加就行了，我们这会要去补觉。三人打着哈欠说道。楚轩满头雾水，这三个老哥到底是来参加比武招亲的，还是来快活的？不过想想也是，比武招亲最终只有一个人能获胜，竞争太过于激烈，除了那几个实力特别强的之外，其他人基本都是来碰碰运气。对了，小兄弟，认识那么久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楚大长，三位老哥，咱们有缘再见。说完之后，楚轩便转身离去。楚大长，这名字倒是挺猛，只可惜是个单身30年的处男。三人笑了笑，随后就回房间补觉了。楚轩跟着人群来到了比武台，密密麻麻的人已经将比武台里3圈外3圈包围了起来，上千名士兵在维护着现场的秩序。1刻钟过后，族长乌振宇拄着拐杖与大长老等人走上了擂台。乌家世世代代统治着苗疆，乌振宇只有乌婉晴这一个女儿，所以想要让她早点成亲，好繁衍后代，继承族长之位。拜见族长，拜见圣女。乌振宇等人登上比武台后，现场更加沸腾。楚轩看向乌振宇，他一双老眼显得十分锐利，好似老鹰一般，看久了心里会有些发毛。传闻乌振宇乃是一名5级8重蛊师，想必有办法帮他驱除体内的毒蛊。楚轩的视线偏移，看向了乌振宇身后的那名女子。不出所料的话，她应该就是古族圣女乌婉晴。她的脸只有巴掌大小，双眼乌黑发亮，鼻梁挺翘，精致动人，长发齐腰，编着小辫子，穿着浅蓝色的对襟上衣，领口绣有精致的花朵图案，下身搭配一条黑色长裤，脚腕绑着银铃铛，走路的时候会发出悦耳声响。异域风情在乌婉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乌婉晴，好家伙，这条腿比我的命都长，穿上黑丝肯定性感。楚轩突然觉得这场比武招亲很有必要去认真对待，诸位能够不辞万里赶来捧场，乌某甚是感激。小女芳龄33，已经到了女大当嫁的年纪，乌某举行比武招亲，只为给小女择一佳婿，结亲但求良缘成，无论胜负皆是座上宾。乌振宇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高声说道。场下掌声不断，气氛越发高涨。虽然乌婉晴已经30多岁了，但是在玄幻世界却非常的年轻，毕竟修行者的寿元动辄几百年，修炼到造化境最少也拥有500年寿元，而炼虚境强者寿元起步就是1000年。相比之下，30多岁只能算是个孩子。要是乌振宇这一脉有男丁的话，他也不会急着让乌婉晴成婚了。族长，敢问大比的规则是什么？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其他人想问的。乌婉晴不仅生得国色天香，而且还是圣女，优渥的条件几乎成了所有苗疆男子心中的女神。这个……乌振宇有些欲言又止，余光看向了身后的乌婉晴。从始至终，乌婉晴都面无表情，看起来有些不高兴。只要打败本圣女，便能成为我的夫君。乌婉晴缓缓走出，语气淡漠地说道。啊，跟圣女交手。闻言，众人都感到一阵胆怯。他们以为是参赛者之间抓阄比试，可是到头来竟然是跟圣女打。早知如此，他们就不来凑热闹了，因为圣女的本命蛊让他们谈之色变。看样子圣女根本就不想嫁人，想来是应付族长的催婚。嗨嗨，婉晴，要不还是让参赛者之间进行比试吧，你一个女孩子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乌振宇发出一声轻咳，试探地问道：“阿爹，我已经答应你举办比武招亲了，这规则必须由我来定。”乌婉晴语气坚定，丝毫没有退让。那好吧。乌振宇在心中叹了口气，看来他又抱不成乖孙子了。乌振宇等人退下了擂台，只留乌婉晴一人。有谁想要挑战的，可以上擂台了。乌婉晴双手环胸，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强大的压迫感让原本躁动的氛围瞬间安静了下来。在场数以万计的男子，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擂台挑战，神奇，这乌婉晴还能是吃人的怪物不成？楚轩好奇地打量着乌婉晴，如果没有人上台挑战的话，那今天的比武招亲就……乌婉晴话还没说完，一名男子便被推上了擂台。你要挑战本公主？乌婉晴看向那人，刚开口就把对方吓得直冒冷汗。公主，我是被人推。少废话，出手吧。乌婉晴目光一寒，压迫感更加强大。男子退无可退，只好硬着头皮出手。只见他周身卷起阵阵狂风，接着就消失在了原地。是风银谷，才堪2级8中，这上去不是找虐吗？场下不少人都摇了摇头。从众人的话语中，楚轩得知这风银谷能让古尸的身法速度成倍暴涨。唰，2、3道残影出现，已经逼近了乌婉晴。花里胡哨，乌婉晴依旧表情淡漠。她双手握拳，苗条的手臂，小巧的拳头，却在此刻绽放出璀璨金芒。恐怖的权势爆发，轰出的那一刻，洞穿虚空，发出一声巨响。咣！一声惨叫发出，那名男子的本体被乌婉晴的拳头击中，肉身当即凹陷，倒飞出去万米远，重砸在地，不省人事。雾草！楚轩瞬间瞪大了双眼，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乌婉晴明明细胳膊细腿，怎么肉身力量如此恐怖？哪怕是他面对乌婉晴的一拳都有不小的压力。好家伙，原来古族圣女是个反差，娇小的身材，狂暴的力量，这怎么不算是反差呢？怪不得没有人敢上擂台挑战乌婉晴。全场鸦雀无声，看向乌婉晴的目光越发恐惧。这样的女人，哪怕成婚了也难以驾驭啊。婉晴，你的大力金刚骨本就以力量狂暴而著称，又修炼到了4级4重，远超那名挑战者，完全没必要下这么重的手啊。乌振宇有些哭笑不得，他岂能看不出来女儿是在杀鸡儆猴？阿爹，我这不是没控制助力道魔。你也说了，女儿的夫君必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世天骄，要是连女儿一拳都接不住，又怎么能算是绝世天骄呢？乌婉晴得意地回道。乌振宇眉头紧锁，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看来下次不能以比武招亲的形式进行了，直接抛绣球多好。还有人想上台挑战吗？乌婉晴再次询问道。有了刚才那名男子的前车之鉴后，众人都纷纷后退，生怕再被硬推上擂台。唉，没有一个争气的。乌振宇失望地摇了摇头，好在他提前就做了准备员，靠你了。乌振宇看向大长老谢毅身旁的英俊男子，那是大长老的儿子谢远，同样是一名4级4重古尸。年轻一辈当中，只有谢远是乌婉晴的对手。远儿，不要怂啊，快上！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婉晴吗？多好的机会啊！谢毅对着谢远勉励道。阿爹，我是喜欢婉晴，可是我不敢啊。谢远大口喘着粗气，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谢毅暴脾气上来了，一脚把谢远踢了上去。谢毅身形踉跄，稀里糊涂地上了比武台。谢远哥，不是，我从小把你当哥哥，你却想娶我。乌婉晴瞪了一眼谢远。婉晴妹妹，我想试试。谢远压下心中的恐惧，他比乌婉晴大了整整12岁，但是每次面对乌婉晴都有些唯唯诺诺。当然，这也不怪谢远，因为乌婉晴平时真的很像一个女孩子，谁家正常女孩子会觉醒大力金刚骨啊？气死我了！乌婉晴体内散发出狂暴的气息，璀璨金芒让众人睁不开眼睛。震月，乌婉晴主动发起进攻，依旧是双拳轰出，但却使出了武技，拳势更加恐怖，破空声震耳欲聋。我防！谢远毫不犹豫地进行防御，他拥有巨龟守护骨，凝结出一道防御护盾，牢牢地挡在身前。咣咣咣，轰动，一拳破不开，乌婉晴就使出第2拳、第3拳、第100拳。踏踏踏，谢远感到有些麻木，身形不断地向着后方退去，局势非常被动。乌振宇等人看得很着急，虽然谢远的防御惊人，但一味的防御也不是办法啊！不行，我要坚持住！谢远狠狠咬牙，巨龟守护骨的所有力量爆发，除了护盾之外，在谢远身上还凝聚出星纹龟甲，极大地提升了防御。乌婉晴的拳势被抵挡，谢远也稳住了身形。呼！乌振宇等人松了一口气，谢远只要坚持住，把乌婉晴体内的力量耗尽，就有获胜的机会。是不是阿爹还有大长老逼你上来的？
乌婉晴质问道。我自己也想试试。谢远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乌婉晴格外的反感。她最讨厌这种性格的男生，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很敬畏他，准确的说是害怕他。那些男人有色心没色胆，连和他对视都不敢，这让他对异性很不感冒。有趣，烈马是需要强行征服的。楚轩自问很懂女人，毕竟在蓝星的时候没少勾搭。像乌婉晴这种刚强的女人是需要粗鲁的去征服，越是唯唯诺诺，越是入不了他的眼睛。这谢远应该是没歇了下去歇着吧。拳碎星河，乌婉晴再次发力，体内传出一阵阵雷霆怒吼，整个比舞台都被狂暴的威压笼罩，权势浩荡，有着震碎星河之威。轰卡，谢远周身的护盾出现裂缝，没过多久便被破开，强大的权势落在龟甲上，震得谢远脑袋发懵。这一幕把众人都给看傻了，圣女果然比传闻中的还要暴力啊！光，咔嚓，又一拳落下，谢远身上的龟甲也出现了裂纹。噗，谢远口吐鲜血，再也支撑不住，跌落到了比武台下。谢远哥，对不住了。乌婉晴拱手说道。远儿，谢意上前搀扶着谢远，老眼之中满是心疼。阿爹，不碍事，是我道行太浅，配不上婉晴妹妹。谢远转身离去，消失在了人群中。被心爱的女人当众击败，谢远根本没脸再待下去，这一点打击都承受不了，也想当我夫君。谢远的表现让乌婉晴更加不感冒。老谢啊，实在对不住了。乌振宇一脸愧疚地说道。族长言重了，这对远儿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磨练和成长呢？虽是这般说，但谢意心里还是很担心谢远的。没什么人挑战的话，本公主就回去了。乌婉晴收了力道，准备下比武台。乌振宇等人也不抱有希望了。圣女，且慢！就在这时，楚轩在万众瞩目下走上了擂台。竟然还有不怕死的！乌婉晴高看了楚轩一眼，这个男子生的倒是清秀，身姿也很高大，但愿不是个花架子。此人是何来历？乌振宇对着侍卫问道。不管结果如何，楚轩的这份胆魄已经得到了乌振宇的赏识。族长，此人身份不明。侍卫皱着眉头回道。无所谓了，反正本族长已经不抱希望了。乌振宇发出一声苦笑。你很勇敢，值得被本公主记住姓名。乌婉晴开口说道。那将会是我楚大长的荣幸。楚轩笑着回道。楚大长。听到名字后，场下有人没忍住，直接笑喷了。乌婉晴脸色有些红润，虽然她未经人事，但奇奇怪怪的书却没少看，所以听到楚大长这个名字后，本能的想到了什么你阿爹阿娘可真会给你起名字。乌婉晴翻了个白眼，出手吧，女士优先。楚轩双手背在身后，神色轻松。你确定？本公主先出手的话，你可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乌婉晴越发感觉这个男人有趣，若是有缘，谁先出手最后都会在一起。楚轩开始施展撩妹本领，油腔滑调。乌婉晴不再多言，双拳紧握，向着楚轩逼近。娇小的身姿却在脚步落下后将擂台踏出一道道深坑，这人也太装逼了吧。反正都是输，装个逼加身下印象倒也不错。呵呵，你觉得公主会惯着他？等下屁滚尿流的时候就知道多狼狈了。众人已经准备看楚轩狼狈的模样了。有意思，若是实力不错的话，倒是可以好好培养一番。乌振宇仔细地打量着楚轩，他在楚轩体内好似感受到一丝熟悉的骨气。吃本公主一拳。乌婉晴的拳头向着楚轩砸来，这一拳并没有动用全力，只是想要试探下楚轩的深浅。面对拳头，楚轩迟迟没有出招。不是，这人被吓傻了吧？这么近的距离，防御也没用了。楚轩的表现让众人大失所望，原以为能够有两下子，看来上比舞台单纯是为了装逼。乌婉晴也有些疑惑，可是下一秒，楚轩的手掌已经落下，包住了他的拳头。原本狂暴的权势顷刻间烟消云散，楚轩的手掌包着乌婉晴的拳头就这么僵持住了。乌婉晴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他这一拳即便没动用全力，但4级3重古尸都难以接下，对方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两人脚下的地面塌陷龟裂，足以看出力道非常大。我是不是看错了？公主的权势被化解了。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乌振宇从座位上猛地站了起来，这楚大长的肉身力量只怕不比婉晴弱。哈哈，没想到还有惊喜。乌振宇看向楚轩，宛如在看自己的贤婿。你松开，这还是乌婉晴第一次和男生亲密接触。不松。楚轩咧嘴一笑。你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敢忤逆他，这让乌婉晴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兴奋。那本公主倒要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乌婉晴另外一只手全力进攻，权势滔天，洞穿沿途的虚空，锁定了楚轩脑袋。楚轩也不惯着他，体内的饕餮血脉爆发，同样轰出一拳。咣当，轰隆隆，两拳相撞，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威力。饕餮血脉的狂暴，哪怕是大力金刚骨都撑不住。乌婉晴身形暴退，楚轩也退了10几步。我竟然感受到痛意了，这种感觉好刺激！来，继续狠狠地打我！乌婉晴目光变得火热兴奋。我擦，不会是受虐狂吧？乌婉晴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楚轩的预料，原以为只是一匹烈马，没想到却是受虐体质。什么情况？圣女被他逼退了？难道他和圣女一样，也拥有加强肉身力量的本命骨？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楚轩，但是乌镇宇嘴角的笑容却逐渐凝固。原来不是蛊师，而是一名武修，白高兴了。乌镇宇识破了楚轩的武修身份，可惜他们古族有着规定，蛊师只能嫁给蛊师，而且这楚大长很可能不是苗疆人。虽然楚轩不符合成亲要求，但乌镇宇并未打断两人的比试，他想看看这楚大长的修为实力究竟到了哪一步，同时也想让乌婉晴吃点苦头。族长，此人不像是蛊师啊。谢意也发现了端倪，小声地询问道。乌镇宇点了点头，并未说什么，静静地观战。来啊，继续打！乌婉晴如同变了一个人般，兴奋地向着楚轩掠去。震月，双拳轰出，虚空被震碎，众人脚下的地面都在颤抖。这丫头，乌镇宇面色尴尬，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女儿这么狂野。好，满足你。楚轩将饕餮血脉催动到极致。吼！凶兽的嘶吼声震耳欲聋，兽威弥漫，血红煞气笼罩天地，众人的视线都化为了血红色。咣咣咣，两人的拳头再次碰撞，拳拳到肉，片刻时间已经交手上百个回合。乌婉晴拥有大力金刚骨，又比楚轩高了2个小境界，所以在力量上两人可以说五五开。1刻钟过后，两人的身形皆是暴退。呼，两人大口喘着粗气，这一战当真是酣畅淋漓。楚轩也没想到会和一个女人展开肉搏，过瘾。乌婉晴感到双手麻木，全身香汗淋漓，衣服贴合在身子上，将曼妙的身姿展露出来。台下的众人早就被乌婉晴暴力的手段吓到了，根本不敢正眼去看。但楚轩就不一样了，不仅盯着看，而且还点评道：低头不见双足，果然有料。乌婉晴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他低头一看，当即就明白了。你竟敢占本圣女的便宜，这对乌婉晴来说同样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因为从小到大都没人敢占她的便宜。当然，实力比她弱的人敢说出这番话，恐怕已经被她一拳轰爆脑袋了。圣女冤枉我了，在下不过是有双发现美的眼睛，哪里是占便宜。楚轩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你这人倒是有趣，若是能再接我一拳，那本圣女便嫁给你。大力金刚骨作用下，乌婉晴的力量暴涨，肉身也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强悍。乌婉晴再次握拳，威势爆发，让楚轩感受到了压力。谢远便败在了这一拳之下。这楚大长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我驾驭不住圣女，但我也不想其他人玷污了圣女。圣女这一拳将会定胜负。众人对楚轩高看了一眼，但更多的还是认为乌婉晴会胜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接下婉晴这一招。乌镇宇锐利的目光盯着楚轩，以元婴境2重修为实力对战4级4重蛊师而不败，这份天资已经让乌镇宇刮目相看了。只可惜不是蛊师，其实我擅长的并非拳头。干将莫邪被楚轩召唤了出来，魔剑之威肆虐，压迫的众人呼吸都困难。这两柄剑威力好恐怖。乌镇宇等人倒吸一口冷气，初步估计这两柄宝剑最少达到了尊气。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历？难道是黎阳皇室的人？可即便是皇室也拿不出尊气啊。乌镇宇在心里喃喃道。好强的剑威。乌婉晴目光忌惮地看向两柄魔剑，你修为比我低了2个小境界，能坚持到现在，其实本圣女已经算输了，但实战当中对手可不会跟你讲究那么多。话刚落下，乌婉晴便杀了出去，拳碎星河，大力金刚骨威力全开，权势滔天，将楚轩吞没在内。噗！可是很快乌婉晴就发现不对劲，残影。乌婉晴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惊讶，究竟什么等级的身法才能做到如此玄妙？唰！幽冥鬼杀斩，上百道残影浮现，将乌婉晴包围在内。本体师展出剑道神通，血红剑芒笼罩天地，2道血红剑斩从天而降。乌婉晴使出全力抵挡，但最终还是没能挡下2道剑斩。轰动！乌婉晴的身影被轰飞出去，比武台被剑斩命中，瞬间化为了废墟。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比试却已经结束了。婉晴，乌振宇身形一闪，将倒飞出去的乌婉晴接住，为其卸去了体内力道。胜负已分，承让。楚轩收了魔剑，从废墟中缓缓走出。楚大长赢了。雾草，楚大长才是那匹最大的黑马啊！话说这楚大长是什么来历？为何之前从未听说过？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楚轩。大长老谢意怒斥道：“楚大长，你何敢对圣女下如此重的手？大长老，不要凶她，本圣女很喜欢这种感觉。”乌婉晴稳定气息后，对着大长老说道。大长老沉默不语，感觉自己就是个小丑，还真是受虐体质啊！这乌婉晴不仅在身材和力量上是反差，恐怕在私下也是个反差。楚轩暗暗思忖，你并非古师，这场比试不作数。就在众人等待着宣布结果的时候，乌振宇却大声地说道：“什么？这楚大长竟然不是古师？我说怎么一直没有看到他动用本命蛊？我古族有着规定，族内女子只能嫁给古师，这楚大长哪怕赢了也无济于事。楚轩的天赋实力确实配得上圣女，但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不可能因为个人而去打破。”楚轩并未生气，他本身就不是为了成亲而来，只要能结识到乌振宇，驱除体内毒蛊就够了。阿爹，女儿非他不嫁，要是你不同意这门亲事，那就永远别想抱孙子了。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乌婉晴脸色有些羞红。楚轩带给他的感觉非常不一样，让他着迷，他对其他男人都提不起任何兴趣，唯独楚大长，我丢，还上瘾了。楚轩有些摸不着头脑，乌振宇眉头紧锁，感到非常棘手。难得有让女儿喜欢的男子，但对方偏偏不是古师，这该如何是好？就在乌振宇不知作何办法的时候，乌婉晴却提议道：“阿爹，不如让他前往古渊，尝试觉醒本命蛊。”乌振宇的眼光很毒辣，纵然楚轩易容过后，依旧没能瞒过他。什么？你不是我古族之人？乌婉晴眉头紧锁，对着楚轩求证。古渊乃是古族最大的底蕴资源，里面有着各形各色的蛊虫，以便古族之人觉醒本命蛊，还有炼蛊。蛊道和武道不同，蛊师除了必要的吐纳灵气外，还要不断的炼蛊，给本命蛊进行融合，从而提升本命蛊的等级。修炼蛊道所消耗的蛊虫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古渊不对外族之人开放。在下的确不是古族之人，辜负圣女的信任了。楚轩没有隐瞒，如实回道。乌婉晴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心里面却非常舍不得，看在你赢得大比的份上，本族长可以答应你一件事，若有需求可尽管提。对于楚轩这样的天骄，乌振宇也不想得罪。他知道外族之人进入苗疆肯定是有所请求，实不相瞒，在下体内被人种了毒蛊，生死任由他人掌控，此番来到苗疆便是想要寻找驱除毒蛊之法。楚轩也没有跟乌振宇客气，乌振宇乃是当下古族最为强大的蛊师，如果连乌振宇都奈何不得千丝缚魂蛊的话，那黎阳王朝境内就只有周志行能解毒了。怪不得本族长在你体内感受到了蛊虫的气息。走吧，先随本族长回去。楚轩跟着乌振宇来到了部落，而楚大长击败圣女的消息也在乌城火速传开。客栈内，三位老哥心满意足地从美梦中醒来，三人准备用完餐之后就启程回去。可是刚来到餐厅，便听到众人在激烈的讨论。谁能想到最大的一匹黑马，竟然是从未听说过的楚大长？可不是吗？连大长老的儿子谢远都败在了圣女手上，那楚大长竟然获胜了。当时我就在现场，看到楚大长获胜，我们场下所有人都懵了。听到楚大长这个名字，三人猛地看了过去。各位好汉，你们刚才说获胜的人叫做楚大长？三人激动地问道。对啊，就叫楚大长，长得高高帅帅的。邻桌的男子回答道。雾草，我不是在做梦吧？小老弟竟然真的成功了。楚大长那句如果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再次回荡在三人脑海中。当时他们还嘲笑楚大长太年轻，可是现在看来是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了。小老弟，难道你们和楚大长认识？那必须的，我们和那楚大长差点就成为了同道中人，可惜他是小处男，没敢破戒。三人拍了拍胸口，满脸自豪和神气，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部落大厅。乌振宇正在和楚轩把脉，乌婉晴和谢意两人在旁边等候着。不对，你体内这只蛊虫竟然是千丝缚魂蛊。乌振宇突然不淡定了。听到千丝缚魂蛊，乌婉晴和谢意两人也面色大变。老祖炼制的千丝缚魂蛊。乌婉晴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没错，正是千丝缚魂蛊。楚轩也没想到这千丝缚魂蛊的来历这么大，竟然是古族已经死去的老祖所炼制。你和那将军府的楚轩是什么关系？乌振宇很快就锁定了楚轩的真实身份。千丝缚魂蛊总共就一对，还被老祖朝贡给了黎阳皇室。据说
皇上把毒蛊种在了大将军的弟弟体内。这楚大长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大将军的弟弟楚宣。我就是楚宣。楚宣无奈地笑了笑，将百变冰蚕面具取下，英俊帅气的面容暴露在了众人面前，惊艳到了乌婉晴。楚大长的长相已经很英俊了，但楚宣的真实长相更加的帅气，好似从画中走出的翩翩君子。嗨嗨，乌振宇轻咳一声，用胳膊肘碰了碰乌婉晴。这丫头平时对男人那么反感，怎么今天就跟割恋爱脑一样？乌婉晴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为了缓解尴尬，对着楚宣询问道：原来你是那楚云飞的弟弟？楚云飞的名字古族上下几乎都听闻过，对于楚云飞，古族之人说不上有好感，但内心却很敬畏。这10年时间，楚云飞镇守南疆，抵御着3个国家的入侵，守护了亿万百姓。如果没有楚云飞的威慑，那么他们苗疆也很有可能被卷入到战争之中，毕竟苗疆所在的位置也在黎阳王朝的西南疆域。阿爹，楚公子体内那只千丝缚魂蛊，你有办法驱除吗？乌婉晴担心地问道。乌振宇摇了摇头，老祖炼制的毒蛊，我还没有那个本事驱除。见状，楚宣内心有些失望，没想到连乌振宇都拿千丝缚魂蛊没有办法。楚公子，你的一切事情，老夫都会严格保密，绝对不会透露出去。皇室那边我们也不想牵扯进去，还请谅解。乌振宇对着楚宣保证道。根据他们听到的消息，楚宣是一个只有炼气境的武道白痴，可是今日一见，彻底打破了他们的认知。他们知道这可能是楚宣在故意隐藏修为实力。皇室那边的情况很复杂，将军府又功高盖主，楚宣如果展露了修为实力，肯定会被无情扼杀。多谢，在下便不打扰诸位了。既然没有解毒之法，楚宣也不准备多停留，而且古族这边肯定不想让他多留。古族向来保持中立，在皇室纷争中明哲保身，楚宣作为楚云飞的弟弟，身份过于敏感，楚公子还请等下。乌婉晴有些不舍，叫停了楚宣。解毒之法并非没有。乌婉晴这句话让楚宣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婉晴，难道你想？不行，他不是古族之人，岂能和你？乌振宇很快就看出了乌婉晴的想法，毫不犹豫地否决。阿爹，只要你答应我们2人的亲事，那楚公子就是我古族驸马，这样一来不就成为我古族人了吗？乌婉晴的脑回路清奇，让乌振宇不知该如何反驳。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没什么问题。圣女，不知道你说的解毒之法是？楚宣疑惑地问道。乌婉晴脸色红润，不敢与楚宣对视，这还是他第一次展露出小女儿姿态。看来在喜欢的男人面前，再强势的女汉子都会变小女生。楚公子，你直接喊我婉晴便可。我的本命蛊血脉强大，若是你我交合，蛊气进入你的体内，能压制住千丝缚魂蛊，时间长了，还可将千丝缚魂蛊彻底镇杀。乌婉晴没有扭捏，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这，楚宣第一次听说这种驱毒方法，怎么感觉像是在解春毒呢？这种经历，楚宣在破云山脉就和李清瑶发生过一次，过去还不到1年时间，楚宣就要经历第2次了。不得不说，他的女人缘是真的很不错。丫头，这件事容阿爹再考虑一下。乌振宇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否决。楚宣的身份过于敏感和特殊，影响重大，需要从长计议。阿爹，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至于嫁给谁，女儿自己能做决定。乌婉晴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坚定，她连步轻移，握住了楚宣的手。楚公子体内的毒就交给婉晴吧。感受着手掌传来的温热，楚宣内心淌过一阵暖流。他和乌婉晴认识才不到1天时间，但是乌婉晴的性格以及对他的用心，彻底地打动了楚宣。胡闹！乌振宇黑着一张脸，谢意也感到十分棘手。他们都很清楚圣女的性格，一旦做了决定，天王老子都改变不了。婉晴，你的好意楚某心领了，但我不能让你和乌族长为难。那千丝缚魂蛊虽然厉害，但未必没有其他的解毒之法。今日暂且告辞，待楚某解了毒蛊，大仇得报之后再来寻你。楚宣抽回手掌，对着3人抱拳说道：楚公子，你去了，婉晴就跟着去了。乌婉晴美眸坚定，紧跟在楚宣身后。她是那种轻易不会动情的人，但是动情之后就会死心塌地。楚宣看着乌婉晴，内心十分感动。乌振宇叹了口气，感到很头疼。族长，圣女，老夫这里倒是有个建议，你们看下是否可行。圣女和楚公子乃是两情相悦，棒打鸳鸯这种事谁都不想做，不如破例让楚公子进入蛊渊。若楚公子能觉醒本命蛊，成为蛊师的话，那就是得到了老祖的认可，自然就算我古族之人。谢意站出来打圆场。闻言，乌振宇和乌婉晴2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我没意见。乌振宇率先表态，若楚宣能得到老祖认可，觉醒本命蛊的话，他自然不会再反对。
楚公子，你可以吗？乌婉晴有些担心地问道。觉醒本命骨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对于外族人，难度很高。我可以，感谢族长和大长老给的这次机会。楚轩决定试一试，这确实是最好的方法了。好，那我们带楚公子前往古渊吧。乌婉晴点了点头，一行人向着古渊赶去。不到1刻钟的时间，三人就来到了古渊外。乌振宇拿出身份令牌，开启了防御大阵，浓郁的灵气还有勃勃生机扑面而来。楚公子，若你有成为古师的潜力，那么本命骨会在1个月内觉醒。1个月内还没有动静的话，大概率就很难成为古师了。乌振宇对着楚轩讲解道。多谢乌族长告知。楚轩拱手道谢，随后面向乌婉晴道：婉晴，我进去了。楚公子，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乌婉晴对着楚轩加油打气。楚轩点了点头，接着进入了古渊。映入眼帘的是山川草木、瀑布河流，其中生长着数之不尽的蛊虫，奇形怪状，楚轩根本叫不出名字。我的本命骨会是什么呢？楚轩并没有急着去沟通本命骨，而是在古渊内走了一圈。古渊外，丫头，走吧，我们先回去。我不走，我要在这等楚公子。你这丫头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之前阿爹天天催你成亲，但你都充耳不闻，现在真是恨不得立马嫁给那楚轩。楚公子他不一样，其他男人怎么能跟楚公子比？乌婉晴来到一块石头上，盘膝而坐，静静地等待着楚轩。哎，没救了，我们古师最擅长下蛊，但到头来，你这丫头反倒被那楚轩下了蛊，还是秦蛊。乌振宇摇了摇头，感叹道。楚轩在古渊内转了一圈，最终停在了一个山谷内。在山谷里面修缮了一座祠堂，碑文上刻着老祖乌浩峰之墓。原来葬在这里的是古族老祖。楚轩和乌浩峰倒是挺有缘分，他体内的千丝复魂骨便是乌浩峰亲手炼制。毕竟来到了古渊，占用了古族的资源，便给您老磕3个响头吧。楚轩跪下，对着碑文磕了3个响头。随后楚轩来到了祠堂外，就在山谷里面盘膝而坐，沟通自己的本命骨。楚轩刚走出祠堂，那乌浩峰的碑文便散发出星星点点的灵光。当然，这一幕楚轩就不得而知了。楚轩正在全力感知本命骨，时间匆匆，眨眼便过去了半个月。古渊内的蛊虫倒是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能和他产生共鸣。难道我没有成为古师的潜力吗？楚轩睁开双眼，心里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人都不是全能的，更何况楚轩已经同时修炼武道和剑道了。但楚轩还是准备再尝试下，起码待满1个月时间。乌婉晴紧张地看向古渊，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老祖，楚公子很优秀的，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转眼又过去了10天，还有6天时间，楚轩就要离开古渊了。走之前再跟乌前辈告个别吧。楚轩基本已经放弃了。可是楚轩来到祠堂的时候，却发现四周的一切都变了，万事万物变得混沌，楚轩仿佛置身于一片云雾之中。我擦，这给我干哪来了？楚轩懵逼了，转身想要离开，却发现身后也是茫茫混沌。你在老夫的幻境之中。就在这时，一位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者出现在了面前。你是？楚轩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这好好的怎么就来到对方的幻境中了呢？而且祠堂里面不就他一个人吗？不对，祠堂里还有个死人。难道这老头就是乌浩峰？据说乌浩峰的本命骨是蜃楼梦一骨，可以制造出幻境来迷惑对手。雾草，一切都对上了。楚轩的瞳孔骤缩，他赶紧对着乌浩峰躬身行礼：晚辈楚轩拜见乌前辈。不必多礼，这幻境是老夫死前所布置，一直等待着有缘人，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个外族人。你体内有老夫亲手炼制的千丝复魂骨，这才触发了幻境，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老夫生前将本命骨炼到了5级9重，仅差一步便可达到6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从今往后，蜃楼梦一骨便是你的本命骨了。乌浩峰脸色无悲无喜，仿佛看淡了一切，但心中却有着最后的执念。蜃楼梦一骨将会成为我的本命骨。楚轩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幸福会来得这么突然。乌浩峰练了一辈子的本命骨，到头来却便宜了他。千丝复魂骨折磨了楚轩整整10年，却也触发了乌浩峰留下的幻境，带给了楚轩一场机缘。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福祸相依吧。别高兴得太早，本命骨被继承之后会有所损耗，老夫估计蜃楼梦一骨会跌落到5级1重到3重之间，希望蜃楼梦一骨跟着你能突破至更高的等级。乌浩峰最后的执念就是想让蜃楼梦一骨变得更加强大，起码要达到6级。对于楚轩来说，能觉醒5级1重的本命骨已经让他赢在了起跑线上。老祖放心，弟子定当竭尽全力，争取能让蜃楼梦一骨突破至古地等级。武道有大地，古道同样有古地，但是太过于虚无缥缈，
整个玄天大陆都不一定存在古帝楚轩说这句话，并非只是说一说哄乌浩峰开心。他拥有饕餮血脉以及藏神关等底牌，今后肯定会走出黎阳王朝，走出青州，去到强者如云的中州。到那时，他将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强大的蛊虫，未尝不能把蜃楼梦忆骨头为成蛊帝。蛊帝，乌浩峰眼神之中有着敬畏和向往，但最终却洒脱地笑了笑。尘归尘，土归土，极尽繁华，不过一居细沙。如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大胆的去闯吧。如果可以的话，请庇护下蛊族。说完之后，乌浩峰的身形消散，茫茫混沌也消失不见。楚轩回到了祠堂，嗡嗡，碑文后面有着一团神芒升起，掠入到了楚轩体内。部落大厅，乌镇宇算了算时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最后一天了，看来楚轩没有成为蛊师的潜力，也还好是这个结果，不然我们蛊族就要被牵扯到皇室的风波中了。如果楚轩成为了蛊族驸马爷，那么整个蛊族肯定是要站在将军府这边的。蛊族一直都保持着中立，就是想要明哲保身。族长，恕我直言，皇室那边不会一直放任我们不管的。谢意的话让乌镇宇脸色变得凝重。乌镇宇又岂能想不到这一点？如今皇室没有动他们，仅仅是南疆局势还不稳定。一旦南疆战事被平息，皇室就该想办法把蛊族这块肥肉彻底吞入腹中了。蛊族和黎阳皇室迟早会有一战。轰！突然，蛊渊内有着一道光束冲天而起。这是蛊渊的方向。乌镇宇和谢意两人的目光向着蛊渊看去。不对，这股气息，难道是老祖的蜃楼梦忆蛊？有人继承了老祖的本命蛊。乌镇宇的声音都在颤抖。蛊渊内只有楚轩一个人，莫非？谢意的话戛然而止。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进行猜测。走，去蛊渊。乌镇宇身形一闪，向着蛊渊赶去。蛊族上下都被蛊渊的动静所吸引。天啊，这好像是老祖的本命蛊，该不会有人继承了老祖的本命蛊吧？蜃楼梦忆蛊再次现世，我蛊族要走向新的辉煌了吗？众人神情激动，纷纷向着蛊渊赶去。蛊渊入口，乌婉晴有些傻眼了，这动静是楚公子觉醒本命蛊了？难道老祖的蜃楼梦忆蛊被楚公子继承了？乌婉晴倒吸一口冷气，他原本已经对楚轩成为蛊师不抱有希望了，可是在最后的时间里，楚轩真的觉醒了本命蛊，还是老祖的蜃楼梦忆蛊。蜃楼梦忆蛊和他的大力金刚蛊不分上下，成长潜力都很大，是有机会突破至6级以上的。丫头，楚轩出来了吗？乌镇宇等人赶到，却没看到楚轩的身影。楚公子还没出来，不过从这动静来看，楚公子肯定继承了老祖的本命蛊。阿爹，你现在还敢反对我和楚公子之间的婚事吗？乌婉晴俏皮地问道。连老祖都认可的人，他乌镇宇哪里还敢反对？再说了，蜃楼梦忆蛊乃是蛊族现存最为强大的蛊，承载着蛊族的希望，现在却成了楚轩的本命蛊，他巴不得把楚轩供起来呢。现在他想悔婚都来不及了，在他离开蛊族之前，必须和你成亲。乌镇宇的态度发生了360度大转变。踏，蛊渊内身着一袭白衣的楚轩缓缓走出，他身形虚幻，若有若无，让人看不真切，就好似在梦里面一般。没错了，就是蜃楼梦忆蛊。乌镇宇吞了吞口水，心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蛊族10几万人，没有一个人能继承老祖的本命蛊，这让乌镇宇百般头疼。如今楚轩继承了蜃楼梦忆蛊，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拜见族长。楚轩来到乌镇宇身旁，对着他躬身行礼。接受了蛊族老祖的传承，那他就是蛊族的一份子。傻孩子，该喊岳父了。乌镇宇将楚轩搀扶了起来，笑容慈祥。啊！乌镇宇转变得太快，楚轩都有些不适应了。一旁的乌婉晴脸色娇羞，但却非常期待。岳父！楚轩最终还是喊道。乌婉晴对他是真心实意的，楚轩又岂能辜负他？而且乌婉晴生的倾国倾城，无论是容貌还是身材，都属于顶流。楚轩怎么看都不吃亏。好，通知下去，3天后就让婉晴和楚公子完婚。乌镇宇大笑一声，对着众人宣布道。阿爹，是不是太快了？乌婉晴羞涩地问道。那就取消。不，乌婉晴本能地摇头，但是看到阿爹嘴角的笑意时，当即就明白自己被耍了。阿爹，你讨厌！乌婉晴一个小拳头捶了过去。丫头，不可！乌镇宇吓得直冒冷汗，刚想抵挡，但整个人已经被轰飞出去10几米开外。嘿嘿，丫头啊，你忘记自己身怀大力金刚蛊了吗？其他小女生那是真的撒娇，而你是要夺命啊！乌镇宇发出一阵咳嗽，好在修为深厚，这才没有受伤。我给忘记了。
乌婉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自从遇到了楚轩，她就越发的小女儿姿态，比如讨厌这个字，她以前从来都不会说，但现在却不知不觉的就说了出来。花心大萝卜，跟以前一个德行。葬神关内，红裙女子在心里数落道：乌婉晴是真心喜欢楚轩，这个她能看得出来。为了帮楚轩解毒，乌婉晴甘愿奉献自己。乌婉晴的所作所为已经获得了他的认可。爱一个人不是把他占为己有，而是让他去享有这世间所有的幸福和美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道分身封印在葬神关内，就是为了守护这一世的楚轩。只要楚轩能平安喜乐，他所做的这一切就值得古族上下张灯结彩，喜庆热闹。所有人都在为3天后的婚宴做准备。然而到了第2天，却有一批不速之客赶来。报，族长，皇室的景王突然来到了古族，如今正在会客大厅等候。一名长老急匆匆赶来，对着乌镇宇禀告道：谢意，乌婉晴、楚轩3人也在场。景王周浩，他来古族干什么？楚轩皱着眉头，眼中闪过一抹警觉。乌镇宇等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3位王爷之中，属景王最为神秘。他手下的6万名暗幽卫，据说遍布在王朝各大区域，汇聚了顶尖的杀手刺客以及情报人员。贤婿，你随我去会见一下那景王。乌镇宇对着楚轩询问道。楚轩继承了老祖的本命骨，又是他的女婿，今后肯定是要辅助婉晴掌管整个古族，所以乌镇宇想提前培养楚轩，让他把各个环节都熟悉下。楚轩点了点头，将百变冰残面具戴在了脸上，做回了楚大长。岳父，我现在是楚大长，待会可别暴露了我的真实身份。楚轩对着3人嘱咐道。以他现在的修为实力，还不足以和整个皇室抗衡，体内的毒蛊也还没有驱除，一旦暴露身份，将会惹来祸端。你这名字起的？乌镇宇都不好意思当众喊出楚大长这个名字。那咋了？女儿喜欢。乌婉晴抱着楚轩的胳膊，嘟着嘴说道：我看你是情蛊又发作了。乌镇宇翻了个白眼，然后起身向会客大厅赶去。他倒要看看景王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大厅内，景王穿着简单一袭灰色袖袍，显得体态轻盈利索。虽然已经到了中年，但棱角依旧分明，双眼略微凹陷，给人一种阴柔感。在景王身后跟随着2名黑衣人，面无表情，眼中充斥着凌厉的寒芒。什么风把景王大人给吹来了？乌镇宇等人进入会客厅，景王放下茶几，起身抱拳道：乌族长，别来无恙啊。哈哈，景王快请坐。乌镇宇上前寒暄。众人坐了下来，景王的目光扫过众人，最终停留在了楚轩身上。大长老谢意，圣女乌婉晴他都有所耳闻，但是这长相清秀的男子是谁？竟然有资格和族长等人一同前来。景王，容老夫来给你介绍下，这位是我古族大长老谢意，这位是小女巫婉晴，至于这位，乃是刚刚赢得比武招亲的贤婿楚大长。乌镇宇一一介绍道。楚大长。景王愣了一下，嘴角扬起一抹笑容，夸赞道：果真是一表人才，恭喜巫族长喜的家训。过奖过奖。2人寒暄过后，周浩也不再拐弯抹角。乌族长，你们古族今后可有什么规划？闻言，乌镇宇心里大概已经知道景王来古族的目的了，这是要拉拢他们古族，好助他夺权。我苗疆就这1亩3分地，再怎么折腾也就那样了。皇室对我苗疆多有照顾，若皇室有什么号召，我苗疆定当积极配合。乌镇宇直接摆明了态度，先说明自己没有造反之心，再表明自己拥护皇室的立场。这里说的是皇室，而非皇上，意思就是将来不管谁称皇，他们苗疆都拥护，但不会站队帮助夺权。周浩并未放弃，循循善诱道：乌族长的忠心让本王深感敬佩，但乌族长真的不想让古族更上一层楼吗？在大将军的征战下，南疆战事已经快要平息，乌族长最好还是有一些远见。周浩这句话的威胁意味很重，南疆战事平息之后，他们古族就该被皇室治理了。但乌镇宇也不傻，肯定不会被周浩3言2语吓到。皇室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就算他们帮助周浩称皇，那么登基之后一样会拿他们古族开刀。再说了，楚轩已经成了古族驸马，他们古族已经在无形之中和将军府绑在了一起。今后的事情，老夫自有打算，就不劳景王大人费心了。乌镇宇的语气加重了一些，景王脸色变得冷漠下来。这乌镇宇当真是油盐不进啊！原本想着有古族的助力，他的势力将会碾压武王和瑞王，甚至和将军府分庭抗礼，但他的计划终究要落空了。大厅内的气氛变得压抑，景王身后的2名黑衣人眼神也更加冰冷。景王难得来一趟苗疆，不如就在苗疆歇息几天，也好让老夫尽下地主之谊。乌镇宇打破了寂静，询问道：不必那么麻烦，本王此行前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景王也不再客气，语气同样变得淡漠。请说。乌镇宇面色平静，在他们苗疆的地盘，还能怕了对方不成？早就听闻南疆蛊术一流，本王特意带了2人前来讨教下贵族的蛊术。景王身后的2人走了出来，在下冷畅，在下叶宵。2人体内散发着杀机。冷畅乃是暗幽卫的幽主，修为已经达到了造化境3重。至于叶宵，则是暗幽卫的金牌杀手，拥有元婴境9重修为。死在这2人手上的强者不计其数，常年沾染鲜血之人，体内的杀机会格外浓烈。拉拢不成，开始给下马威了吗？楚轩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这周浩的野心很大，武王周弘元气大伤之后，就蜀景王的底蕴最强了。叶宵，此次便由你出手讨教吧。古族这边派出什么修为的蛊师，你就把修为压制到同等境界。周浩对着叶宵吩咐道。是，景王。叶宵拱手回道。乌镇宇面色阴沉，谢意心里同样愤怒不已。在他苗疆境内，这些人竟敢如此嚣张。哼！乌婉晴冷哼一声，对着那叶宵说道，在我苗疆的地盘，还轮不到你们撒野，便让本圣女来试试你的深浅。传闻古族圣女拥有大力金刚骨，肉身力量格外强大，在下早就想要讨教下了。叶宵跃跃欲试，体内的杀机越发浓郁。婉晴妹妹，这叶宵交给我吧。时隔1个多月，谢远终于再次出现在了大众面前。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那股自卑和怯弱。他得知了乌婉晴和楚轩的婚事，但他没有伤心，反倒替乌婉晴感到高兴。楚轩能够继承老祖的本命骨，足以证明他的天赋强大。唯有楚轩这等天之骄子，才配得上婉晴妹妹。现在的他只想为古族的未来发光发热。远儿看到谢远的身影后，谢意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谢远终于克服了道心魔障，重新走了出来。阿爹，这段时间让您担心了。看着两鬓发白的阿爹，谢远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傻孩子，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谢意的嘴角扬起一抹欣慰笑容。婉晴妹妹，恭喜你，我算好时间了，特意赶在你婚宴之前出关。谢远表现得自信而又大方，和之前判若两人。你能走出来，我们都为你感到高兴。乌婉晴嫣然一笑，甜美可人，更有女孩的姿态了。这让谢远感觉很陌生。女人在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后，都是会变的。见谢远能走出来，楚轩心里也很高兴。毕竟谢远喜欢乌婉晴那么多年，最后却被他拿下，楚轩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歉意的。此地不方便打斗，还请一步演武场。谢远不卑不亢，对着叶宵说道。一行人来到了演武场，谢远和叶宵纷纷上了擂台。换了对手之后，叶宵眼中便多了一股轻蔑。在他看来，这谢远没有资格和他交手。古族谢远，请指教。该有的礼数自然不能少。暗幽卫叶宵。叶宵拱手回礼。演武场内座无虚席，古族长老弟子都赶来助威。谢远公子加油，打爆对面，让他们知道我古族哪儿的厉害。古族的凝聚力很强，面对外敌的时候都格外团结。你是4级4重古师，也就是元婴境4重。公平起见，我把修为压制到和你同一境界。叶宵把修为压制到了元婴境4重。楚轩打量着叶宵，感觉此人非常不简单。暗幽卫的杀手最擅长身法，还有杀人技。虽然谢远的防御力强大，但是精湛的身法和无孔不入的必杀技恐怕会有些吃力。不过这对谢远来说也将是一种成长。极限战斗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潜力。出手吧。谢远调动巨龟守护骨，肉身上穿戴着龟甲，周身凝聚出护罩，裹得再严也无济于事。叶宵的身形突然消失，唰，眨眼间便来到了谢远的右侧，在他手中出现2柄血刃，向着谢远的心脏狠狠刺去。好快的身法。谢远眉头一皱，快速转身防御，有着护罩和龟甲，轻松抵挡了叶宵的进攻。叶宵并未纠缠，身形再次消失，又从其他方位进攻，如此往复，好似蜻蜓点水。这叶宵的身法当真是了得。乌镇宇的脸色变得凝重，以他毒辣的目光，岂能看不出叶宵的想法？这是要消耗谢远，并且趁机寻找谢远的薄弱处。楚哥哥，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乌婉晴小声地问道。说实话，叶宵赢的概率更大。楚轩做出了判断。首先，叶宵的身法让谢远根本找不到进攻点。其次，叶宵有着丰富的作战和杀敌经验，虽然修为压制到了元婴境4重，但作战能力却依旧保持在原有的水平。果不其然，1刻钟过后，谢远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而叶宵依旧从容淡定，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去寻找谢远的薄弱点。原来是底盘不稳。叶宵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接下来他主要进攻谢远的下体。他谢远开始手忙脚乱，
身形不断的倒退。演武场寂静无声，所有人都为谢远提心吊胆，哪怕是不敌，我也不能丢了古族的脸。谢远狠狠一咬牙，他卯足力量稳住了身形，开始主动发起进攻。但叶萧的攻势太过于凌厉霸道，而且每一招都锁定了他的要害，让他很难腾出手去进攻。谢远做出了取舍，把精力从防御上转移一部分到进攻。谢远不要命的发起进攻，护罩被叶萧击碎，身上的龟甲也生出裂纹，强大的余威让谢远口吐鲜血。但谢远依旧没有退缩，以受伤为代价，狠狠的发起攻击。裂空爪，锋利的龟爪划破长空，撕碎了叶萧一道道残影，最终将他的胳膊抓出一道血印。谢远公子干得好！众人激动的呐喊，但谢意却眉头紧锁，看着谢远身上的伤势，感到非常心疼。远儿已经做得很好了，输赢不重要，只要没有失了血性。对于谢远的表现，乌镇宇感到很满意。能伤我，你足以自傲了。叶萧已经失去了耐心。观众席上，景王对着叶萧使了个眼色，叶萧当下就心领神会了。景王这是想要让古族见见血，好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在叶萧眼里，谢远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唰！叶萧再次发起进攻。当逼近谢远的时候，叶萧直接使出了必杀技瞬杀诀，利刃刺出，快若闪电。明明只有2柄利刃，但刺出后却好似有着成百上千道，浓郁的杀机弥漫而出，将谢远吞没。不好，那叶萧动了杀心。乌镇宇和谢意等人也反应了过来。无耻小贼，快住手！远儿若有什么闪失，老夫定要将你千刀万剐。乌镇宇和谢意刚起身，周浩的身影却如同鬼魅一般挡在身前。乌族长，这小辈之间的较量，你们还是不要插手为好。造化镜八重威压爆发，瞬间笼罩了整个演武场。滚开！乌镇宇背后凝聚出一头金雕，双翅展开，遮天蔽日，鹰爪肆虐，杀向周浩。两人大战在了一起，短时间内根本分不出胜负。谢意全力向着擂台赶去，但是被周浩干扰过后，终究还是慢了一步。谢远的龟甲已经被破开，利刃眼看着就要刺入谢远的心脏。不！谢意眼中布满了血丝，歇斯底里的咆哮道：阿爹，远儿没给古族丢脸。谢远闭上了双眼，已经坦然面对死亡了。砰！可就在这时，一股狂暴的力量肆虐而来，轰在了利刃上，使得利刃偏离目标，最终落空。叶萧眉头一皱，握着利刃的双手还在颤抖，好强的力量就像一头狂暴的妖兽。杀手的本能让叶萧快速转过身子，不敢把后背交给敌人。我这是还没死。谢远睁开双眼，楚轩的背影出现在了面前。楚公子！谢远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楚轩竟然能够及时赶到擂台，并且还将叶萧的攻势给成功化解了。姑爷，快看，是姑爷出手救了谢远公子！观众席瞬间沸腾了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谁都没有想到叶萧竟敢在苗疆对谢远下杀手。原以为谢远难逃一劫，好在姑爷及时出手救下了谢远。姑爷的身法速度更加精湛玄妙，在场的众人竟然都没能察觉姑爷的踪迹，就好似凭空出现在了擂台。远儿看到谢远平安无事，谢意激动的老泪横流，他纵身一跃来到擂台，将谢远抱在了怀中。阿爹，我没事。谢远对着谢意安抚道：多谢姑爷出手相救。谢远从谢意怀中走出，对着楚轩躬身道谢。在这之前，他对楚轩的认可来自于楚轩继承了老祖的本命骨，现在他打心底里敬重楚轩。姑爷，这份恩情老头子没齿难忘。谢意也郑重的道谢，都是自家人，就不要客气了。大长老，你先带谢远兄下去休息，此人交给我来对付。楚轩面无表情的看向叶萧，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杀机。周浩当真是太过分了，拉拢不成就想血染古族。楚轩现在也是古族的一份子，这口恶气岂能白白咽下？倒是忽略了此人。演武场外，周浩和乌镇宇两人依旧在血拼。周浩的修为境界达到了造化境8重，乌镇宇的精英锐木骨也达到了5级8重，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即便交手了上千个回合，也没能分出胜负。乌族长，那谢远活得好好的，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吗？周浩不想再和乌镇宇纠缠下去。去你大爷的！乌镇宇懒得和周浩废话，双手成爪，不断地向着周浩发起进攻。周遭的虚空应声破碎，要不是楚轩及时出手的话，谢远已经死在那叶萧手中了。他古族不想惹事，但是也绝对不能当怂包，杀了他们！演武场内，上万民族人将叶萧还有冷畅两人包围了起来，他们想要立威，可是到头来却适得其反。狗东西，
拿命来！一头毒蛇自谢意身后凝聚，吐着信子，张开血盆大口，向着幽主冷畅杀去。冷畅只有造化境3重的修为，根本不是谢意对手，当即落入下风，节节败退。好在身法精湛，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组长，这笔账本王记下了。冷畅、叶宵，我们走。周浩冷哼一声，他想要走，乌镇宇还拦不住。是，景王。冷畅和叶宵将身法武技催动到了极致，想要逃离此地。哪里走？楚轩的身影宛如鬼魅一般出现，挡在了叶宵身前。什么？叶宵再次被楚轩的身法震惊。你的尸体必须留在古族。楚轩手中出现了2把魔剑，向着叶宵杀去。好恐怖的剑威！叶宵倒吸一口冷气，常年在刀尖舔血的他，竟然会被这2柄魔剑给吓到。叶宵将压制的修为全部释放出来，元婴境9重修为实力化为致命一击，血刃封喉。一道血芒闪过，凌厉的杀机直逼楚轩咽喉。夫君！乌婉晴面色大变，叶宵的全力一击足以威胁到造化境强者。孤雁、贤婿、谢意和乌镇宇也注意到了擂台的情况。楚轩是为了救谢远才和叶宵对战，若是因此丢掉性命，那谢意父子俩将会愧疚一辈子。2人毫不犹豫地向着擂台赶去。乌镇宇身后的精英展开双翅，整个人化为一道金光飞出，速度极快。景王，叶宵他死之前能拉上一个垫背的，他的命已经值了。我们走。在周浩眼里，叶宵不过是一枚随时都可丢弃的棋子。来不及了，难道真是天妒英才吗？乌镇宇面色狰狞痛苦。楚轩才刚刚继承老祖的本命骨啊，要是就此殒命，该多么的可惜。以婉晴对楚轩的痴情程度，楚轩有什么3长2短的话，婉晴那丫头肯定接受不了。在所有人都为楚轩提心吊胆的时候，楚轩的脸色却平静如水。在他周身凝聚出一道道漩涡黑洞，恐怖的吞噬力从黑洞中散发，正是血脉神通无尽吞噬。嗡嗡，叶宵的所有攻势被漩涡黑洞源源不断地吞噬掉，就连他的2柄利刃也被吸入到了黑洞。要不是叶宵及时抽身后退的话，整个人都有可能被吸进去。这是什么神通？叶宵瞪大了双眼，心中升起恐惧。他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神通手段。楚轩再次出击，根本不给叶宵喘气的机会。叶宵还想反抗，但下一秒就出现在了茫茫混沌。我这是在哪？叶宵迷茫地看着四周，接着混沌崩塌，所有生机消散。叶宵感到窒息，梦魇噬魂。这是楚轩第一次动用蜃楼梦一骨，5级2重的蜃楼梦一骨比肩造化境2重实力。幻境之中，崩塌的混沌化为梦魇魔物，将叶宵吞入腹中。叶宵七窍流血，目光惊恐，躺在地上抽搐。这是蜃楼梦一骨，轩儿继承之后，蜃楼梦一骨的等级还有5级2重，这个起点已经很高了。乌镇宇绝望的内心再次升起了希望。见到蜃楼梦一骨的威力，古族上下都心生敬畏。老祖的本命骨重现于世了。楚轩来到叶宵身旁，运转饕餮血脉和功法，将叶宵的修为吞噬。不要！叶宵体内的生机消散，很快化为了一具枯骨。楚轩丹田内已经盈满灵力，随时都可突破到元婴境3重。叶宵死了。乌镇宇等人看着化为枯骨的叶宵，心中波涛起伏。他已经看出来自己这女婿的血脉不简单，修炼的功法也绝对很恐怖。轩儿该不会修炼了邪功吧？乌镇宇并没有歧视楚轩修炼邪功，无论修炼什么功法，只要坚守本心，那就没有正邪之分。他只是担心楚轩会因此遭受反噬。邪功能让修行者的境界快速提升，但反噬之下，寿元也会加速损耗。楚轩救下谢远，独占夜宵的事迹在苗疆火速传开，这让楚轩在古族的地位直线上升。对于外界的热议，楚轩并不感兴趣。此时的他正在专心修炼。不到1天时间，楚轩便顺利地突破到了元婴境3重。呼！楚轩呼出一口浊气，双眼缓缓睁开。他此时所在的房间正是乌婉清的闺房，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让楚轩感到心旷神怡。房间外，乌婉清亲自为楚轩护法。楚轩推门而出，刚好和乌婉清深情对视。楚轩哥哥，你出关了。对视片刻之后，乌婉清有些羞涩地问道。楚轩一把将乌婉清揽入怀中，昨日不是还喊夫君吗？今天怎地改口了？昨日在演武场，乌婉清太过于着急，所以本能地喊了夫君。再喊一声给为夫听听。楚轩轻轻地抽了一下乌婉清的翘臀，弹性十足，手感极佳。夫君再大力点。乌婉清美眸之中闪过一抹火热，楚轩都快忘记乌婉清是受虐体质了。可
就在这时，一阵咳嗽声传来，族长乌振宇、大长老谢毅还有谢远进入了庭院。楚轩想要松手，但吴婉晴却紧贴在楚轩怀中，怕什么？我们明天都要成亲了。你这丫头没羞没臊。乌振宇颇为无奈，他这女儿的性格当真是独树一帜。见过岳父。楚轩对着乌振宇行礼。乌振宇点了点头，关心地问道：轩儿，你状态恢复了吧？昨日对战夜宵，楚轩消耗巨大，正常来说起码需要3-5天才能完全恢复，但是看楚轩的气色，怎么比刚来古族的时候还要好？小旭已经恢复了，岳父不必担心。楚轩不仅恢复了，而且修为境界还迎来了突破。那就好。乌振宇放下心来。姑爷，昨日时间比较匆忙，没能向你好好道谢。今日我和阿爹特意上门，感谢姑爷的救命之恩。谢远躬身行礼，却被楚轩搀扶住。谢远兄，你这就跟我见外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面对生死，岂有不出手相救的道理？望着楚轩真诚的面容，谢远心里被深深的触动。从今往后，谢远当竭尽全力，协助圣女和姑爷共同发展古族。谢远双手抱拳，语气坚定地说道。望着后辈们团结一心，乌振宇和谢毅两人都欣慰地笑了笑。乌振宇似是想到了什么，有些担忧地问道：轩儿，你昨日施展的功法会损耗寿元吗？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修炼的功法和市面上的邪功不同，没有任何反噬。楚轩这番话也让乌婉晴心中悬着的石头落地。没有反噬就好。乌振宇感到不可思议，究竟是什么品级的功法，在吞噬他人修为后能够没有反噬？轩儿身上的秘密可不少啊。想到楚轩拿出的2柄魔剑以及施展的神通手段，每一个都能打破他们的认知，他们古族算是捡到宝了。你们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就是你们大婚的日子了。嘱咐完之后，乌振宇3人便转身离去。当天晚上，楚轩留在了乌婉晴的闺房，但楚轩克制住了自己，他准备在明晚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拿走乌婉晴的第一次。原来夫君是这么有原则人。乌婉晴贴着楚轩的胸口，心里如同蜂蜜一般甜。说起来，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乌婉晴，你是女生，要矜持。乌婉晴在心里一遍遍告诫自己。终于熬到了天亮，部落里载歌载舞，到处都张灯结彩。楚轩换上了苗疆的新郎服饰，牵着乌婉晴的玉手来到了大厅进行成亲仪式。虽然楚轩两世为人，但还是第一次成婚，真正步入婚姻的殿堂，他才知道更多的是责任。从今往后，他会保护好这个满眼都是自己的女孩。拜过天地之后，两人给乌振宇敬茶。阿爹，感谢这30多年的养育之恩，请喝茶。阿爹，我向您保证，今后会好好的疼爱婉晴，不让她受半分委屈。望着夫妻两人，乌振宇的眼眶红润，嘴角却洋溢着慈祥的笑容。好，阿爹相信你。乌振宇将两人递过来的茶水一饮而尽。轩儿，这只天罡巨灵蛊是阿爹送给你的新婚礼物。乌振宇将一只通体碧蓝的蛊虫递给了楚轩。这只蛊虫体内凝聚了大量的天地灵力，功效不亚于万年品质的宝药。楚轩心中大为震撼。天罡巨灵蛊他有所耳闻，整个古族仅有一只天罡巨灵蛊，5修炼化之后，修为境界能够迎来暴涨。皇上周志行曾有意让古族进贡这只天罡巨灵蛊，但是却被乌振宇拒绝了。多谢岳父大人。楚轩没有跟乌振宇客气，将天罡巨灵蛊好生收了起来。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修为实力。阿爹，女儿的礼物呢？乌婉晴嘟着嘴问道。启开，你这30多年霍霍了我多少蛊虫，现在嫁出去了，还想着霍霍阿爹是吧？乌振宇趁机抱怨道。小气鬼。乌婉晴翻了个白眼，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拿去。乌振宇摇了摇头，丢给了乌婉晴一个蛊盒，里面有着不下10只4级蛊虫，还算你这阿爹当的有点良心。乌婉晴收下蛊盒，笑着调侃。乌振宇满脸黑线，赶紧摆手道：轩儿，你快把这丫头带下去吧，在这烦我眼。小婿遵命。楚轩牵着乌婉晴的玉手向着婚房走去，望着两人的背影，乌振宇笑了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族长还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谢毅在一旁打趣道：老夫就这一个女儿，不疼她疼谁？乌振宇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嘴角的笑容消散。皇室如此欺我古族，我们也绝对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否则下次来的就可能是武王，或者是瑞王，也可能是皇室的铁骑。这场夺权之战，我们要辅助将军府推倒周家的统治。谢毅等长老目光变得凌厉，异口同声的道：愿听族长安排。婚房内，乌婉晴拿出了一个草编，夫君，这个给你。望着草编，楚轩懵了，用这个？乌婉晴脸色有些羞红。楚轩会心一笑。房间内充斥着香艳的画面，有着饕餮血脉，楚轩的经历远超常人，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时间，大力金刚骨的骨气涌入到了楚轩体内，为他压制千丝复魂骨，到最后直接将千丝复魂骨给抹除。将近11年了，楚轩终于摆脱了皇室的掌控。轩儿这体力可真好，要是我当初也这么争气的话，婉晴就有兄弟姐妹了。乌振宇有些羡慕地说道。楚轩和乌婉晴成亲1个多月，愣是连房间都没有出。婚房内，乌婉晴好似化作了一滩水，两人休整片刻，沐浴完之后才出了房门。走在路上，族人们羡慕而又崇拜的目光让楚轩都有些不好意思了。男人们羡慕他，女人们则是羡慕乌婉晴，这么猛的男人挑着灯笼都找不到啊。大厅内，楚轩和乌婉晴向乌振宇请安，别人都是成婚3天后请安，你们这……乌振宇笑着调侃道。乌婉晴可不惯着他，能给你请安就不错了，你这丫头没大没小。乌振宇瞪了一眼乌婉晴，看到女儿脖颈上的红印后，乌振宇赶紧移开目光，对着楚轩问道：轩儿，你过来，阿爹给你把脉。楚轩将胳膊递来，仔细把脉过后，乌振宇才放心的点了点头，很好，千丝复魂骨已经彻底驱除了。阿爹，我这子骨驱除之后，周志行手中的母骨会有感应吗？楚轩有些不放心的问道。放心吧，母骨的唯一作用就是操纵你体内的子骨，是无法感应到子骨被驱除的。乌振宇笑了笑，对着楚轩安抚道：如此便好。楚轩也彻底放心了，以他现在的修为实力，还是无法和整个皇室抗衡。若是周志行知道子骨被驱除的话，肯定会立即采取行动。轩儿，古族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来日兵临京城，必有我古族参与。乌振宇拍了拍楚轩的肩膀，把态度给表明了。多谢阿爹，现在还没到和皇室彻底翻脸的时候。楚轩内心很感激，这2个多月时间里，古族帮了他很多，不仅让他进入古渊，还将价值连城的天罡巨灵骨送给了他，如今更是坚定的支持他。请安过后，楚轩便宣布闭关，他准备将天罡巨灵骨给炼化掉。修炼室内，楚轩盘膝而坐，天罡巨灵骨在体内游走，散发出精纯浓郁的灵力，被源源不断地压缩到丹田之中。不到半个月时间，楚轩就连续突破2个小境界，达到了元婴境5重。天罡巨灵骨依旧没有被消耗完，楚轩一边稳固修为境界，一边继续炼化天罡巨灵骨。怪不得连周志行都想要得到天罡巨灵骨，这对武修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啊！1个月的时候，楚轩再次突破，来到了元婴境6重。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楚轩心中难掩兴奋和激动。按照这个修炼速度，再有1年时间就能和皇室彻底做个了断。从我觉醒饕餮血脉到现在，已经快过去1年时间了，再有1个月就是村长爷爷他们的忌日。楚轩退出了修炼状态，来到古族5个月了，是时候离开了。在返回京城之前，楚轩准备先去南疆一趟，那里是哥哥坐镇的地方，有哥哥用血肉之躯守护的土地和子民，他想去看一看。出了修炼室之后，乌婉晴便激动地跑了过来。夫君！乌婉晴拥入楚轩的怀中，将脑袋贴在楚轩的胸口，如同粘人的小猫咪。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练骨？楚轩刮了刮乌婉晴挺翘的鼻梁问道。肯定好好修炼了呀，很快就能突破到4级5重。乌婉晴自信地说道。那让为夫来检验一下。夫君，我觉得回房间检验效率会更高。乌婉晴俏皮地笑了笑。闭关1个月，楚轩也有些燥热了，为夫也正有此意。房间内，乌婉晴的衣物再次落地，洁白无瑕的玉体映入眼帘。她来到楚轩身前，蹲下身子，仰着头，那绝美的眼眸柔情似水，情意绵绵，薄唇湿润，勾人心魂。转眼过去了3天时间，乌婉晴脸色红润，宛如熟透的水蜜桃，已经初具少妇姿态。楚轩将乌婉晴搂在怀里，把接下来的规划告诉给了他。夫君，你放手去做，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练骨，将来和你一起作战。乌婉晴懂事的让楚轩心疼。我会尽快回来找你。楚轩对着乌婉晴保证道。翌日，楚轩正式和乌振宇等人告别。轩儿，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万事以安全为重。乌振宇对着楚轩嘱咐道。阿爹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楚轩抱拳回道。这只传音骨你拿着，有事随时联系我们。乌振宇将传音骨交给了楚轩，收起传音骨，楚轩便不再停留，向着外面走去。乌婉晴内心很不舍，但她强忍着没有落泪。她也该好好修炼了。夫君的天赋很强大，如果他不努力的话，就要被夫君远远地甩在身后了。虽然夫君不会嫌弃他，但是他不想拖了夫君的后腿。乌振宇看出了女儿的心思，但古道毕竟很小众，和武道、剑道比不了，而且以古族的资源，很难培养出高级古师。传闻风华圣地有一位准古帝，名为蒲萧然，坐拥亿万古虫，婉晴如果能得到他的教导就好了。
乌镇宇在心里喃喃道。用了半天时间，楚轩便来到了山海关。楚轩将百变冰蚕面具戴上，易容成了普通百姓。城门前，上千名士兵手握长枪，表情肃穆，目光警惕地巡视着每一个人。这让楚轩感到有些反常。他是从境内进入的山海关，并非面向战场的城门，按理说不应该有那么多士兵把守才对。而且出城的人很多，进城的人却寥寥无几。那些出城的百姓都是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好似逃亡一般。难道城中出了什么变故？楚轩眉头一皱，心中有些担忧。小兄弟，现在正值敏感时期，若无急事，还是不要进城了。一名士兵对着楚轩提醒道。敏感时期？军爷，城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楚轩对着那名士兵追问道。哎，你还不知道呢。3天前，乔副将军带兵追杀敌寇，半路被埋伏，上千名士兵被杀，乔副将军也被俘虏。雪狼国联合南城国、桑南国，集结了50万大军，如今已经兵临城下。这帮无耻之徒以副将军的性命做要挟，逼大将军独自出城呢。最迟明天，如果大将军还不出城，敌寇就会杀了人质。逃亡的百姓对着楚轩解释道。百姓们都很敬重大将军，但是大军压境，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带着家人逃亡。乔叔叔竟然被俘虏了。楚轩脸色凝重。乔彦杰是哥哥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以哥哥重情重义的性格，肯定不忍心看着乔彦杰出释然而独自出城的话，哥哥就不可能有活路。敌军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们知道哥哥是楚家军的定心丸，一旦哥哥有什么闪失，30万楚家军也会跟着土崩瓦解，到时攻破山海关就轻而易举了。小兄弟，情况你也已经知道了，没什么急事，就赶紧离开吧。那名士兵再次劝说。事情发生后，楚家军并没有对百姓们隐瞒真相，而是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百姓们，让他们早做准备，如果换做其他军队，面对这种事情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封锁消息，以此来稳定军心和民心。并不是所有人都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视作生命军爷。我那刚过门的娘子还在城中，能否让我进城将她接出来？楚轩随便找了理由进城。闻言，那名士兵沉思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行，那你进去吧。进入城中，商铺基本都已关闭，街道上的行人神色慌乱，大多都是在逃亡。楚轩好不容易才找了一家客栈歇脚。房间内，楚轩在想着如何破局。无论是乔叔叔还是哥哥，楚轩都不想让他们受到伤害。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同时保全两人呢？50万大军压境，想从他们手中救出人质，肯定不现实。楚轩一时半会也想不到好的计策。他走出房间，来到茶水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听着身边人的讨论，楚轩对南疆局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这些年，随着黎阳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雪狼国联合南陈国、桑南国，共同对抗黎阳王朝。3个国家以雪狼国为尊。此次雪狼国的太子郭宇飞还亲自来到了前线，据说是为了镀金，刷一刷政绩，以便回去后顺利继承皇位。郭宇飞，楚轩的眼中闪过一道金芒。敌军俘虏乔叔叔，那他就去俘虏郭宇飞，到时候交换人质不就行了吗？3个国家的大军如今都在山海关外驻扎，雪狼国的营地里肯定没有多少强者坐镇，想要俘虏郭宇飞并不难。更何况楚轩还有百变冰蚕面具，能够易容成任何人的模样，进入雪狼国营地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有了主意之后，楚轩就起身离去。他找遍城中的大小商铺，终于买到了雪狼国大将军朱志林的画像。深夜，楚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山海关，他向着天狼城赶去。天狼城是进入雪狼国的第1座城池，太子郭宇飞便在天狼城中。2个半时辰过后，楚轩已经来到了天狼城外。他早就把自己易容成了朱志林的模样。大将军，末将拜见大将军。把守城门的士兵纷纷对着朱志林行礼。打开城门，本将军有事情要跟太子殿下汇报。百变冰蚕面具连朱志林的声音都给完美复刻。是，大将军。城门打开，楚轩顺利地进入了天狼城。奇怪，大将军怎么在这个时间回来了，而且还独自一个人？士兵们困意全无，疑惑地讨论着。楚轩几番摸索，终于找到了郭宇飞的寝宫。刚靠近寝宫，便有2名造化境强者出现，修为都在一重。大将军，2人定睛一看，身上的杀气消散，恭敬地行礼道：拜见大将军。免礼。楚轩摆了摆手。太子殿下休息了吗？楚轩询问道。回大将军，太子殿下这回还在办正事。2人有些尴尬地回道。皇上让太子来到前线，是为了让他镀金。可是太子刚来到天狼城，便把城中的美妇给征走。太子的名声早就臭了，谁人不知太子喜好少妇？但郭宇飞是嫡长子，
投胎投得好，哪怕再烂，也是雪狼国的储君。你们转告一下太子，就说本将军有要事禀报。楚轩对着两人吩咐道：“是，大将军。”两人刚转身，下一秒就深陷茫茫混沌之中。我这是在哪？两人瞬间慌了神。梦魇噬魂。楚轩双手结印，施展蛊术。蜃楼梦一蛊总共有2个蛊术神通，分别是梦魇噬魂、幻境异域杀。楚轩就是用梦魇噬魂杀的夜宵。幻境之中，混沌崩塌，两人感到窒息。梦魇凝聚，狰狞可怖，无情地将两人吞没。两人七窍流血，发出凄惨的叫声。造化境修为气息爆发，暂时抵挡住了攻势。他们毫不犹豫地燃烧气血，极尽升华一战，想要打破幻境。蜃楼梦一蛊乃是5级异虫，和造化境异虫的力量相当。两人极尽升华之后，幻境开始支离破碎。但楚轩早就准备好了第2道攻势，幻境异域杀。梦魇口吐异语，宛如百鬼哀嚎，犹如地狱修罗在咆哮。两人被异语吞没，道心不稳，跪倒在地，抱着脑袋痛不欲生。片刻时间，便有1人的道心崩碎，口吐鲜血。楚轩抓住时机，快速上前，饕餮血脉和功法运转，将他的修为源源不断地吞噬掉。邪修，你不是大将军。在楚轩的吞噬下，对方很快化为了一具干瘪的尸体。轰！身后的功力被压缩到了丹田之中，楚轩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元婴境7重，元婴境8重，眨眼时间便突破了2个小境界。另外一名造化境强者费了9牛2虎之力才走出了幻境，他全身鲜血淋漓，气息微弱，已经没有了再战之力。燃烧气血，极尽升华之后的反噬，不仅会让他短时间内变得虚弱，更会损伤他的根基。护驾，快来人保护太子！噗！那名造化境强者一边跑一边大声呐喊，魔剑快若闪电，精准地刺入他的心脏。狂暴凶厉的剑气让他痛不欲生。你到底是谁？楚轩面色冰冷，运转饕餮血脉和功法，将他体内的修为也吞噬掉。凄惨的叫声发出，镇守在天狼城中的士兵被惊动，纷纷向着寝宫杀来。楚轩丝毫不惧，这2名造化境强者死后，城中就没有人能够再威胁到他了。吞噬完之后，楚轩的修为境界再次突破，达到了元婴境9重，终于快到造化境了。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期待。在黎阳王朝，造化境便是天花板战力，哪个不要命的家伙竟敢打扰本太子办事？房门被推开，赤着上身的郭宇飞破口大骂。然而下一秒，郭宇飞被吓得面色大变，没有说完的话也硬生生咽了下去。他的2位护道者竟然全部被杀。护驾，快护驾！郭宇飞吓得跌倒在地，随后赶紧爬了起来，破窗逃离。楚轩化为一道极影，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楚轩已经挡在了郭宇飞身前。不要杀我，我是雪狼国的太子，你杀了我不会有任何好处。郭宇飞体内散发出元婴境5重修为气息，他的骨龄有120多岁，修炼到元婴境5重倒也不足为奇。太子殿下别怕，我可是大将军啊！楚轩的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笑容。下一刻，楚轩快速出手，郭宇飞使出全力抵挡，却被楚轩轻松化解。以楚轩现在的战力，都能跟造化境强者硬碰硬了。楚轩死死地掐住郭宇飞脖子，将他彻底掌控。随后，楚轩封印了郭宇飞的修为，将他扛在了肩膀上。你还有大用，我哪里舍得杀你？楚轩扛着郭宇飞向寝宫外走去，数千名士兵杀来，将寝宫团团包围。就凭你们，也想拦下我？楚轩冷哼一声，开始施展蛊术，将所有士兵带到了幻境之中。梦魇噬魂，混沌崩塌，梦魇凝聚，将士兵们的灵魂啃食掉。饕餮血脉爆发，所有人的修为都被楚轩吞噬。这些士兵的修为都在炼气境，对现在的楚轩来说效果甚微。突破到造化境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修行一途越到后面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这也是黎阳王朝造化境强者数量那么少的原因。地面上堆着一具具尸体，鲜血流淌，触目惊心。郭宇飞直接被吓晕了过去。楚轩施展魅影神踪，消失在了天狼城中。他没有立即返回山海关，而是找了个地方先将状态恢复到巅峰。半个时辰的功夫，楚轩就完全恢复。郭宇飞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当看到楚轩的时候，郭宇飞吓得面如土色。前辈，你到底为什么要抓我啊？郭宇飞声音颤抖地问道。楚轩笑而不语，眼中的杀机让郭宇飞直冒冷汗。我身上有3株灵药，1株宝药，还有6颗丹药，只要你放过我，这些都能给你。要是你嫌少的话，我可以让父皇给你多筹备一些。郭宇飞恳求道。
不愧是一国太子，身上的资源可真不少。楚轩目光火热，这些资源都够他突破到造化境了。拿出来吧。楚轩伸出手，对着郭宇飞命令道：“资源给你之后，你会放过我吗？”郭宇飞试探地问道：“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楚轩声音淡漠：“要么把资源交出来，要么……”楚轩的目光落在了郭宇飞两腿之间，继续说道：“要么就当个太监。”交，我交。郭宇飞吓得一激灵，两股之间有着黄色液体流出。楚轩感到无语，这雪狼国的太子未免也太草包了吧。郭宇飞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交给了楚轩。空间戒指十分珍贵，楚轩虽然听说过，但还是第一次见到。接过空间戒指后，楚轩打量了片刻，呵呵，跟我玩脑筋是吧？这郭宇飞在空间戒指里布下了封印。前辈，我给忘了，我现在就把封印解除。郭宇飞被吓得冷汗直流，赶忙补救。晚了，楚轩强行破开了戒指里的封印。噗，封印被破开，郭宇飞吐出一口鲜血，再次昏迷了过去。空间戒指里果真有3株灵药，1株宝药，还有2颗3品丹药，4颗2品丹药。不错，楚轩满意的笑了笑，将空间戒指收起。天色已经亮了，楚轩扛着郭宇飞向山海关赶去。山海关外，50万大军向前推进，蠢蠢欲动。雪狼国大将军朱志陵、南陈国大将军丁祥、桑南国大将军赵明杰位于大军之前。在朱志陵身后，乔苑杰被绑在刑具上，浑身鲜血淋漓，气息微弱，意识模糊。城墙上，楚云飞身穿黄金战甲，手握银色长枪，脸色略显憔悴。他已经2天时间没有合眼了。楚云飞，考虑的如何？是你乖乖出城呢，还是看着他的头颅落地呢？朱志陵骑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雪狼，对着楚云飞威胁道。雪狼国拥有10万名狼骑军，杀伤力惊人，这也使得雪狼国在3个国家里的地位最高，南陈国和桑南国都要以雪狼国为尊。将军，大事不好了，太子殿下被人抓走了。一名少将急匆匆地赶来，贴在朱志陵的耳边小声说道。什么？朱志陵的瞳孔猛然骤缩，脸色变得阴沉。太子殿下可是储君，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让他怎么去跟皇上交代？朱兄，怎么了？丁祥和赵明杰询问道。出大事了，我国太子被人抓了。朱志陵咬牙切齿，体内散发出冰冷的杀气。闻言，丁祥和赵明杰都被吓了一跳。他们50万大军驻扎在山海关外，倒是忽略了营地，这才给对方可乘之机。将军，该不会是楚云飞派人抓的太子吧？那名少将面色惶恐地猜测道。应该不是，如果是楚云飞干的，那他现在就该用太子殿下做筹码，逼我们放了乔苑杰了。丁祥摇了摇头，否决道。万一是楚云飞指使，朱志陵有些不放心。朱兄，你可不要犯糊涂啊！现在是杀楚云飞的最佳时机，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杀楚云飞可就难如登天了。丁祥和赵明杰情绪激动。楚云飞拥有至尊骨，潜力巨大，再给楚云飞几年时间，哪怕他们联手也不可能有胜算。事情已经发生了，朱兄要想补救，那就只能提着楚云飞的人头回去。赵明杰继续劝说。朱志陵陷入了沉思。城墙上，楚云飞察觉到了朱志陵等人的异样，看来他们遇到了不小的事情。这对楚云飞来说也许是个机会。朱志陵犹豫过后，最终还是选择逼楚云飞出城，提着楚云飞的人头回去，兴许能够将功补过。楚云飞，再给你10个数，要是还不出城的话，就等着给你的兄弟收尸吧。朱志陵抽出长枪，对准了乔苑杰的脑袋。10、9、8。朱志陵的声音响彻云霄。楚云飞眯着双眼，体内散发出凌厉的杀机。将军，另外一名副将军白俊峰眼眶红润，不知该如何是好。乔苑杰和他们出生入死，那是过命的交情，让他们眼睁睁看着乔苑杰被杀，他们做不到。将军，不用管我。乔苑杰强撑着最后的意识，对着楚云飞说道。虽然听不清乔苑杰的声音，但通过唇语也能知道是什么意思。5。楚云飞就剩最后4个数了。朱志陵比楚云飞还要紧张。如果楚云飞放弃乔苑杰的话，那他们就会功亏一篑。所有人拉起弓箭。楚云飞突然下令。是，将军。士兵们面色愤怒，同仇敌忾，将弓箭瞄准了城下的敌军。这楚云飞好狠的心。朱志陵眉头紧锁，他没想到楚云飞会这么绝情。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们就果断放箭。吩咐完之后，楚云飞纵身一跃，来到了城墙下。出来了。那楚云飞出城了。丁祥和赵明杰面色激动，朱志陵也松了一口气。大将军，白俊峰等人担心的呐喊。楚云飞面对千军万马，依旧从容不迫，
向着朱志林走去，放了我兄弟。将军，乔彦杰抬起头，看着手握银枪的楚云飞，眼中划过热泪。楚云飞，你果然是个汉子。朱志林发出一声冷笑。丁祥和赵明杰两人带着10万大军，将楚云飞牢牢地包围起来。朱志林砍断绳索，将乔彦杰踢飞出去。彦杰，楚云飞接住乔彦杰，将其背在身后。大将军，是我拖累了你。乔彦杰愧疚地说道。都是兄弟，这些话就别再说了，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去。楚云飞将上衣脱掉，将乔彦杰捆在背上，做好了殊死一战的准备。朱志林、丁祥、赵明杰以3角形站位，将楚云飞包围起来。几10万名大军更是里3层外3层，将两人围得水泄不通。楚云飞，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朱志林体内爆发出造化境6重修为气息。丁祥和赵明杰二人都是造化境5重，楚云飞同样是造化境5重修为，但他拥有至尊骨，战力足以比兼造化境6重。然而面对朱志林3人，还有几10万名大军，哪怕是楚云飞也有些无力。杀！楚云飞手中的长枪刺出，沿途虚空破碎，上百名士兵顿时被轰成血雾。丁祥也被硬生生逼退。至尊骨的力量十分狂暴，同等修为境界根本招架不住。朱志林和赵明杰两人赶紧出手支援。铿锵，轰动，大战一触即发。面对3人的围攻，楚云飞并未落入下风，但是也没有讨到半分好处。3个国家的士兵不断的倒地，尸体堆砌成山，鲜血流淌成河，血腥的场面让人想要作呕。大将军，白俊峰双拳紧握，恨不得立即下去支援，但是他不能打开城门，否则敌军就会杀进山海关，到时无数百姓都会跟着遭殃。踏，城中数以万计的百姓赶来，他们跪倒在地，哭着恳求道：副将军，快打开城门吧，我们可以死，但大将军不行啊。望着声泪俱下的百姓们，白俊峰内心触动，鼻尖发酸。这就是他们保家卫国的意义，谁对百姓好，百姓就拥护谁。楚云飞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皇室。父老乡亲们，你们快起来，大将军下了死命令，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打开城门。白俊峰擦掉眼角的泪水，对着百姓们说道：可是大将军不能出事啊，求求你们了，打开城门吧，我们愿和将军同生共死。百姓们跪地不起，一声声的恳求道。白俊峰只能闭上双眼，城门绝对不能打开，否则后患无穷。战场之中，楚云飞体内爆发出恐怖威压，至尊骨的狂暴力量使得众人根本无法近身。不愧是至尊骨，威力好生恐怖，都别藏着掖着了，有底牌就全部使出来吧。朱志林忌惮地看着楚云飞，对丁祥和赵明杰喊道：雪域孤狼杀！狼啸发出，锋利的爪芒划破虚空，破开楚云飞一道道攻势，将其身形逼退。霸刀斩，怒雷猛击。丁祥和赵明杰也使出了武技神通，3人的攻势如同海啸般袭来，让楚云飞落入了下风。面对2名造化境5重，1名造化境6重，还有几10万大军的围攻，楚云飞终究还是不敌，哪怕是死也要拉上你们一起。楚云飞眼中布满了血丝，面色狰狞，宛如一头猛兽。雷霆贯日，至尊骨的力量被彻底催动，长枪横扫，雷霆肆虐，上万名士兵被绞杀成了血雾。朱志林3人也只能暂避锋芒，如此妖孽必须扼杀于摇篮之中。朱志林眼中的杀机浓郁。1刻钟之后，楚云飞体内的灵力被严重消耗，再次落入了下风，想要突出重围基本无望。楚云飞，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受死吧。朱志林3人的攻势将楚云飞吞没。楚云飞赤裸的上半身有着密密麻麻的伤痕，流淌着鲜血。大将军，是我害了你，我是黎阳王朝的罪人。乔彦杰泣不成声，楚云飞却洒脱地笑了笑，体内的战意依旧在熊熊燃烧。到了黄泉，咱们还做兄弟。随后楚云飞对着城墙上的士兵命令道：众将士听令，放箭。将军，白俊峰怒咬牙齿，心中疼痛难忍。他们知道将军已经不抱有生的希望了。箭雨射出，如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箭雨乃是由玄铁打造，穿透力极强，炼气境强者都难以抵挡。噗噗噗噗，数以万计的敌军被箭雨射杀。哈哈，这一战过后，你们也注定元气大伤。楚云飞吐掉嘴中的鲜血，再次奋勇杀出。望着悍不畏死的楚云飞，朱志林3人感到后背发凉。有这样强大的敌人是他们的不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击杀楚云飞。朱志林手中的长枪不断刺出，丁祥和赵明杰也接连发起进攻。楚云飞已经油尽灯枯，大口喘着粗气，身形狼狈的后退。旭儿，哥哥要食言了，哥哥没法
活着回去见你了。楚云飞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楚轩的身影，他还没有帮楚轩驱除毒蛊，还没有解决皇室这个威胁，心中的不甘化为一声长叹。在这最后关头，楚云飞想要引爆自己，他体内的至尊蛊绝对不能便宜了敌人。不好，他要自爆！快，全力压制！朱志林三人面色大变，他们毫不犹豫地燃烧气血，恐怖的威压爆发，轰向了楚云飞。啊！楚云飞双腿一软，单膝跪在了地面，体内的灵力被镇压，难以调动。先挖出他的至尊蛊。朱志林快步上前，目光变得火热而又贪婪。敢动他，你们的太子就得死！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只见一位黑袍身影掐着郭宇飞的脖子，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内。停！城墙上，白俊峰让所有人停下射击。那是雪狼国的太子郭宇飞。此人是谁？竟然挟持了雪狼国的太子！白俊峰内心激动。如果黑袍前辈愿意帮他们的话，那大将军就有救了。太子殿下！朱志林面色大变。楚云飞睁开双眼，看向黑袍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昔日在飞雪峰上，也有神秘强者出手相救，他才得以挣脱寒冰屠杀阵。直觉告诉他，这位黑袍前辈就是在飞雪峰救他的那位神秘强者。该死！丁祥和赵明杰对视一眼，随后两人果断出手，想要杀了楚云飞。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可不想错过。而且郭宇飞是雪狼国的太子，和他们也没什么关系。我看谁敢！楚轩微微用力，郭宇飞面色涨红，全身都在抽搐。将军救我！郭宇飞用尽最后的力量喊道。住手！朱志林赶紧出手，挡下了丁祥和赵明杰两人的攻势。铿锵！朱志林挡在了楚云飞的身前。你们不能杀他！郭宇飞要是当着他的面被杀，那他就算打了胜仗，提着楚云飞的人头回去，也难有好下场。朱兄，这可是杀楚云飞最后的机会了！丁祥大声地喝道。朱兄，快让开！赵明杰手中的双锤再次轰出。我说了，你们不能杀他！朱志林手中的长枪挥出，再次挡下双锤。10万明狼骑军赶来，挡在了两人身前。朱志林，你真是糊涂啊！丁祥叹了口气，失去这次机会，他们再想杀楚云飞就难如登天了。楚轩收了点力道，郭宇飞大口喘着粗气。朱志林，快放了他们！郭宇飞对着朱志林命令道。看着气息奄奄的楚云飞，朱志林有些不甘心，就差一点，看来你这个太子在他心中的分量不够重啊。既如此，先让你当个太监吧。楚轩刻意用沙哑的声音威胁道。不，我不想当太监。郭宇飞吓得脸色苍白，当即加重语气。朱志林，你要置本太子于死地吗？这顶帽子如果被坐实的话，那朱志林可是要被株连九族啊。臣不敢。朱志林不再犹豫，对着众人命令道。让开一条路，让他们离开。10万明狼齐军开路。楚云飞背着乔苑杰向着城门走去。大将军有救了！哈哈，苍天有眼啊！城墙上众人都在激动的欢呼。朱志林，你一定会后悔的！丁祥破口大骂。很快，楚云飞两人就出了包围圈。现在可以放开太子殿下了吧？朱志林杀气腾腾地看向黑袍人。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黑袍人，搅乱了他们一切的计划。这个黑袍人究竟和楚云飞有着什么关系？据说黎阳王朝境内有神秘杀手作乱，九皇子周平以及数万名御林军都惨遭毒手。难道那名杀手就是眼前的黑袍人？急什么？等他们回了城，再放人也不迟。楚轩有恃无恐地说道。你！朱志林紧握双拳，但却不敢乱来。他发誓一定要将这名黑袍人碎尸万段。前辈，我们回城之后您该如何脱身？路过楚轩的时候，楚云飞担心地问道。将军放心回城，我自有办法脱身。以楚轩的身法，想要离去谁也拦不住。多谢前辈，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到城中一叙，在下也好当面道谢。楚云飞郑重抱拳，接着快速向城门赶去。快抛下绳索！来到城墙下，白俊峰等人抛下绳索。力竭的楚云飞将绳索缠绕在身上，任由他们拉上去。将军望着鲜血淋漓的楚云飞，白俊峰泪水直流。所有人拉好弓箭，为前辈做好掩护。楚云飞强撑着对众人命令道。是，大将军。所有弓箭手严阵以待。楚云飞得救之后，士气也随之大涨。还不速速放了太子殿下？朱志林的耐心已经快要被消磨完。楚轩掐着郭宇飞的脖子向着身后退去。朱志林等人想要跟随，楚轩却是威胁道。再敢向前的话，就等着给你们的太子殿下收尸吧。咯吱，朱志林牙齿紧咬，恨不得上前撕碎楚轩。
所有人都停下，朱志玲只能乖乖照做。和敌军拉开一定的距离后，楚轩直接将郭宇飞扔了出去，自己则是施展魅影神踪。道道残影浮现，楚轩的本体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朱志玲，快接住本殿下！郭宇飞的身体向着地面砸去，吓得失声大喊。他体内修为被封印，和废人无异，若是摔在地上，一身骨头肯定会散架。太子殿下别怕，老臣来了。朱志玲纵身一跃，接住了郭宇飞。等他落到地面，看向前方，却发现那一道道残影已经消散。朱志玲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置信，这世间竟有如此逆天的身法。可恶，还是给他跑了。丁祥和赵明杰气得直跺脚。城墙上，楚云飞松了口气，震撼地说道：前辈的身法好精湛，纵然是本将军也没能看清楚前辈的行踪。大将军，您说这位黑袍前辈是黎阳王朝的人吗？白俊峰搀扶着楚云飞，好奇地问道。楚云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黑袍前辈为何要三番五次救自己？而且每次黑袍前辈都出现得很及时，从这能看出他对自己的行踪非常了解，应该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究竟会是谁呢？楚云飞久想无果，索性不再去想，反正黑袍前辈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对他有利。所有人听令，撤！南陈国的士兵在丁祥的带领下离去，赵明杰也带着桑南国的大军撤退。这场战役，他们同样有着巨大的损失，3个国家的士兵起码死了不下7万人，损失惨重也就算了，关键还没有击杀那楚云飞。南陈国和桑南国对雪狼国多有埋怨，朱志玲心中满是不甘，但却无可奈何，他总不能对太子不管不顾吧。我们也撤！朱志玲转身带着大军离去。敌方撤军了，白俊峰等人激动地欢呼。楚云飞也终于放下心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城楼下走去。大将军，是大将军平安回来了！哈哈，太好了！我就知道，如大将军这般功德无量之人，肯定会受到上天庇佑的。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街道两旁，百姓们面色激动，纷纷跪在地上恭敬地行礼。草民拜见大将军。望着泪流满面的百姓们，楚云飞的内心被深深触动。承蒙各位父老乡亲厚爱，本将军已经脱险，敌军也已撤退，大家快起来吧！楚云飞让白俊峰带人把百姓们搀扶了起来。他和乔彦杰回了府邸，开始闭关恢复。这一战他们都受了重伤，消耗巨大，没有10天半个月是很难恢复到巅峰状态的。翌日，楚轩再次来到了城中，他身穿黑袍来到了楚云飞所在的府邸，一路上没有被任何人察觉。他的气息被太虚脸息术遮蔽，身法上有魅影神踪，造化境强者根本无法察觉到他。昨天他答应了哥哥要来府中一叙，见完哥哥后，他就准备先返回京城。还有1个月时间，就是村长爷爷他们的忌日了。楚轩每年都会回福源村烧纸，楚云飞因为坐镇南疆，很难准时赶回去，只能在后面回去的时候再补上。当楚轩来到房间外的时候，房内的楚云飞有所察觉，赶紧推门而出。前辈！楚云飞面色激动，当即就要下跪。大将军不必如此。一股柔和的力道将楚云飞托举了起来。白俊峰察觉到动静，带着兵马迅速赶来，当看到是黑袍前辈后，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他们还以为有刺客呢。前辈，你已经2次救我性命了，在下实在无以为报。楚云飞神情激动，想要下跪，但黑袍前辈却不让。你怎么知道在飞雪峰是我出的手？黑袍下，楚轩有些好奇地问道。在下要说是直觉，前辈会信吗？而且我感觉和前辈很投机，就好像有什么牵绊。楚云飞将心里话道了出来。血脉亲情真是神奇。楚轩不敢再继续聊这个话题，不然身份迟早要暴露。这里有1株灵药，还有1颗3品丹药，你拿去炼化，早日把身体恢复。山海关还需要你来坐镇。楚轩将灵药和3品丹药递给了楚云飞。前辈又是救我性命，又给我资源，在下何其有幸，能让前辈如此牵挂。楚云飞的内心颇为感动。你坐镇南疆，守护亿万子民，劳苦功高，这都是你应得的。楚轩用苍老沙哑的声音回道。多谢前辈，今后前辈若有需要，在下定当万死不辞。楚云飞躬身一拜，郑重地说道。我的傻哥哥，你跟弟弟我还客气什么？楚轩在心里调侃道。前辈，还请到屋内坐一坐，好让在下为您倒杯茶水。不了，我还有事要处理。楚轩摆了摆手，准备离去。就在这时，乔彦杰被人搀扶着走来，他脸色苍白，穿着单薄的衣衫，应该刚刚下床。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乔彦杰双手抱拳，对着楚轩躬身道谢。楚轩的目光落在了乔彦杰的胸口，倒不是他有龙阳之癖，而是乔彦杰的胸口处有着一个胎记，形似黑色火焰。楚轩并未放在心上，
毕竟胎记奇形怪状的多了去了。举手之劳罢了，不必客气。既然都平安无事，那本座就先行离开了。楚轩化为一道极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哪怕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都无法捕捉到黑袍前辈的行踪。恭送前辈。楚云飞带着众人躬身行礼。出了山海关之后，楚轩便直奔京城。有他给的资源，哥哥不仅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伤势，而且修为还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南疆战事传回京城后，皇上周志行被吓了一跳。如果楚云飞死在了战场，那至尊谷将会落入他人手中，山海关紧跟着也会失守，到时敌军就能长驱直入，杀进黎阳境内，后果不堪设想。周志行耐着性子不夺至尊谷，也有一部分顾虑是来自于南疆战事的不稳定性。屈指比来，朕要慰问下大将军。周志行对着身旁的魏永康吩咐道，同时他也有了紧迫感，只有得到至尊谷，他才能高枕无忧景王府。周浩站在窗边，负手而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冷畅站在身后，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好好的一场计谋，竟然又落空了。那神秘黑袍人到底是谁？为何要出手救下楚云飞？周浩自问谋划的天衣无缝，可是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神秘黑袍人。根据明煞传回来的消息，在飞雪峰上，黑袍人就曾出手救过楚云飞，但是楚云飞和黑袍人并不认识。冷畅恭敬地回道。周浩沉思片刻，深邃的眼中闪过一抹阴翳，只要明煞还没暴露，我们就还有机会夺得至尊谷。突破到元阴境9重之后，楚轩的身法速度也得到了提升，从南疆赶回京城只用了7、8个时辰。回到将军府，楚轩便进入了修炼室，是时候冲击造化境了。楚轩难掩心中的激动，不到1年时间，楚轩从练气境6重到现在的元阴境9重，修炼速度宛如开挂，让人望尘莫及。在黎阳王朝，只有突破到造化境才能进入强者之列。楚轩把空间戒指拿了出来，里面还剩下2株灵药、1株宝药、1颗3品丹药、4颗2品丹药，这些资源都是从郭宇飞手中夺来。炼化完之后，突破到造化境应该不成问题。楚轩运转血脉和功法，开始吞噬资源。2天过后，楚轩的丹田内便盈满了灵力。想要突破到造化境，光有资源是不够的，还需要对4肢百骸、脾胃肾脏等进行打磨，使它们如同钢铁一般坚硬，从而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又过了3天时间，楚轩睁开双眼，身上流动着狂暴的力量，周遭的虚空受到影响，扭曲变形。给我破！声音刚刚落下，楚轩体内的修为气息便开始暴涨，从元阴境9重来到了造化境1重，气息依旧在飙升，最终稳定在了造化境2重，终于突破到造化境了。楚轩咧嘴一笑，眼中闪烁着火热的战意。造化境修为简直就是质的飞跃，无论是力量还是肉身都得到了极大增强。哪怕楚轩不还手，元阴境5修也难以伤到他。楚轩收敛气息，走出了修炼室。来到大厅之后，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便赶了过来。公子，您出关了。2人仔细地感知着楚轩的修为气息，却发现在楚轩体内依旧平静如水，没有丝毫的波澜。公子，那9阳龙血枝您炼化了吗？胡庆峰忍不住问道。楚轩颔首轻点。见状，胡庆峰2人眉头紧锁，竟然连9阳龙血枝都不起效果。公子的丹田明明没有问题，可是炼化了那么多天才地宝，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真是太奇怪了。2人担心公子会焦虑和自卑，所以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公子，大将军那边。胡庆峰2人将大将军受伤的事情告诉给了楚轩。这件事已经在京城传开了，哪怕他们不说，楚轩很快也会知道。万幸哥哥没有出事。楚轩故作惊吓地说道。对啊，多亏了那位黑袍前辈。说起来，那位黑袍前辈真是仗义，已经救大将军2次了。不过这件事情传回京城后，引起了皇室的担忧，他们把黑袍前辈和那位神秘杀手联系在了一起，只怕接下来皇室会加强对将军府的打压力度。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感到担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也许黑袍前辈会再次出手帮助将军府呢。楚轩神秘地笑了笑，如今他的毒蛊已经被彻底驱除，修为也来到了造化境2重，就算不是皇室的对手，也能确保全身而退。京城天香楼，这里是整个京城最大的酒楼。太子周振宇在皇宫内感到无聊，所以换了一身衣服跑到了天香楼喝酒。他以前都是去青楼消遣的，自从周平在红杏阁被抓之后，皇上对他们这些皇子的管控就变得十分严格，一旦被抓到，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最严重的话能威胁到他的储君位置。我这太子当的真是郁闷啊。周振宇一个人喝着闷酒，他虽然是黎阳王朝的储君，但是想要成功继位可以说难如登天。首先是父皇不想退位，一心想要夺取至尊谷再活个上千年，就算他父皇驾崩，
还有3位皇叔虎视眈眈。他这个太子当的真是郁闷，要人没人，要权没权，完全就是个摆设。你们听说了吗？大将军受伤了。肯定听说了，好在大将军吉人自有天相，被神秘强者所救。要是大将军真出了事，黎阳王朝都得跟着大乱。要我说啊，皇上退位后直接让大将军来。嘘，谨言慎行啊！你他娘的想死，别带着我们啊！邻桌的对话传到了周振宇的耳中，2壶酒下肚，他已经有些微醺。听到邻桌大逆不道的对话，心中的怒气顿时爆发。父皇退位后，理应他来继位。楚云飞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称皇？去，把他们给本太子大卸8块。周振宇站了起来，指着邻桌的5个人命令道：“是，太子殿下。”2名护卫体内爆发出造化境3重修为气息，整个天香楼摇摇欲坠。邻桌的5人被镇压，宛如死狗一般匍匐在地。太子殿下，5人面色大变，心如死灰。在太子面前谈论继位之事，这完全就是在找死啊！太子殿下饶命！是这蠢货说的，与我们无关啊！几人拼命地磕头求饶。周振宇丝毫不为所动，眼中杀机腾腾。2名护卫抽出大刀，将5人大卸8块。凄惨的叫声从天香楼内传出，得知是太子殿下亲临，所有人都跪倒在地，吓得瑟瑟发抖。走，去将军府，本太子要告诉所有人，这黎阳王朝是我周家的天下。周振宇面色凌厉，向着酒楼外走去。太子殿下，不可！2名护卫慌了，杀几名普通人也就是动下刀子的事情，但是将军府可没那么好招惹啊！怎么，连你们也害怕将军府吗？在这京城，我皇室还奈何不得一个将军府了。周振宇冷哼一声，不顾2人劝阻，怒气冲冲地向着将军府赶去。2名护卫不敢忤逆，只好老老实实地跟在身后。周振宇气势汹汹，吸引了众多人围观跟随。没过多久，周振宇便来到了将军府。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察觉到动静之后走了出来。当看到是太子周振宇的时候，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见过太子殿下。胡庆峰2人拱手行礼。本太子怀疑那名神秘杀手就藏身在将军府，特意带人来搜查。你们2个狗奴才，还不让开！周振宇对着2人怒声呵斥，直接来了个下马威，气焰十分嚣张。太子殿下，那杀手怎么可能藏身于将军府呢？您搞错了吧？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并未退下，依旧挡在大门前。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周振宇来到将军府是为了立威。啪！周振宇一巴掌抽出，扇在了胡庆峰的脸上，猩红的巴掌印浮现。这就是你质疑本太子的代价。胡庆峰目光阴狠，咬着牙齿在极力压制内心的怒火。他真想一拳捶死周振宇，可是这么做的话，皇室就有借口镇压将军府了。而且公子体内还有周志行种下的毒蛊，一旦惹怒了周志行，公子也会跟着遭殃。怎么不服？找抽！周振宇冷哼一声，当即又要抽胡庆峰。这一刻，他感觉自己非常的威风，这才是一国太子该有的风范。看谁不爽，该杀就杀，该打就打，无所顾忌。太子，适可而止吧。楚轩走出，挡在了胡庆峰身前。公子。看到楚轩的身影，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面色大变，2人毫不犹豫地抽出武器，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他们可以受辱，但是公子不行。楚轩这张脸乍一看和楚云飞极为相似。周振宇被吓得愣住了，手掌凝滞在了半空。太子打不得啊！2名护卫对着周振宇传音道：谁不知道大将军是护地狂魔，要是楚轩被打的话，大将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想到周平的遭遇，周振宇就感到毛骨悚然，一身酒意都消了，看在大将军的面子上，本太子便不与你一般见识。周振宇收回了手掌，但是这将军府，本太子今日必须搜查。那神秘杀手祸患无穷，先是杀了9弟，又屠杀数万御林军，一日不将其抓住，本太子便彻夜难眠。周振宇义正言辞给自己找了个正当的理由，这样就算大将军回到京城，也很难找他秋后算账。太子，你怕是忘了，陛下在半年前就宣布已经将杀手抓到，并且处死。你现在怀疑那杀手藏身在将军府，是不是在质疑陛下呢？楚轩直视着周振宇，不卑不亢地回怼道。周振宇给将军府扣屎盆子，那楚轩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给周振宇扣上一个忤逆陛下的罪名。一直以来，楚轩在众人的印象里都是软弱无能，可是今日楚轩的言行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原来大将军的弟弟也是个从容不迫、有勇有谋之人，只可惜没有修为，否则成就也不会低。你瞎说！本太子才没有质疑父皇。周振宇慌了，声音都有些结巴。
他确实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对外宣布处死杀手只是为了稳定士气和民心，但是没有人会去揭露事实，不然就是忤逆皇上。既然太子没有质疑陛下，那又何来搜查杀手一说？楚宣丝毫不给周振宇台阶下，周振宇被对得哑口无言，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都有些惊讶，原来公子这么能言会道，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呢？太子殿下刚刚喝了酒，一身酒意未散，言行略有不妥，还望楚公子见谅。周振宇身后的护卫拱手说道。周振宇感觉颜面扫地，但这却是他最后的台阶。没错，本太子确实喝了点酒，走，回去休息。周振宇转过身子，想要逃离此地。他原本想来将军府立威，可是却被楚宣扣了个忤逆父皇的罪名。要不是喝了点酒的话，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呵呵，太子的酒量可真不怎么样啊。楚宣冷声讥讽道。周振宇脸色阴沉，但理亏的他只能咽下这口气。奉劝太子一句话，做人不要太嚣张，否则恶报来的时候后悔都没用。楚宣的心中升起一股杀机，上一个对他这么嚣张的是周平。将近1年过去，周平的尸骨都化了恶报，在这黎阳王朝，谁敢报复本太子？楚宣，你除了倚仗大将军外，还有什么本事？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也配跟本太子讲大道理？真是搞笑。嘲讽完之后，周振宇快速离去，消失在了人群中。楚宣面无表情，心里已经在计划着怎么杀周振宇了。如果没有算错的话，5天后周振宇要带着众皇子前往灵泉山扫墓祭祖，届时将会是楚宣出手的最佳时机。公子，您别往心里去，周振宇那番话只是为了气你，我家公子有勇有谋，才不是他说的那样。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挤出笑容，对着楚宣安慰道。望着胡庆峰脸上的巴掌印，楚宣心里的杀机越发浓郁。胡叔、毕叔，你们放心吧，我的心灵可没有那么脆弱，倒是让胡叔受委屈了。楚宣这番话让胡庆峰非常感动，他无所谓的笑了笑，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被狗咬了一口而已，没啥大不了。当初我在战场的时候，伤势比这严重多了。胡庆峰只是不想让楚宣担心，战场上受伤和现在所受的侮辱根本不能一概而论。胡叔，你受的委屈，我会让周振宇用命来偿还。楚宣在心里暗暗说道。周振宇搜查将军府，被楚宣对到哑口无言的事情，在京城被热议，他们才发现自己低估了楚宣。好在楚宣没有修为，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御书房内，周志行恨铁不成钢的道：镇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啊？这辈子生的儿子一个比一个蠢，作为一国储君，竟然被没有修为的楚宣对得哑口无言，当真是把皇室的脸面丢尽了。周志行多么希望周振宇能够硬气一点，可是周振宇既没有脑子，也没有勇气，简直一无是处。皇上莫要动怒，一切当以龙体为重啊！太子殿下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不妨多给他点时间。而且这件事也不全怪太子，那楚宣逻辑清晰，有勇有谋，纵然是老奴，也不一定能在他嘴皮子底下讨到好处。魏永康躬身安抚道：也就你最会安慰人了。听完魏永康的话后，周志行果真舒服了很多。周志行似是想到了什么，话锋一转问道：永康，南疆战事如何了？大将军伤势已经痊愈，而且修为还突破到了造化境6重，如今局面已经稳定下来。如此甚好，传令下去，让大将军在半个月后对敌军发起反击，务必重创敌军。等南疆战事稳定了，朕就能安心夺谷了。周志行老眼之中闪过一抹期待，这一天他等了将近11年。5天后，太子周振宇领头，带着所有皇子和王侯公子前往灵泉山扫墓祭祖。楚宣提前1晚出发观察地形。灵泉山作为皇室的祖地，上面有重兵把守，肯定不适合作为刺杀点，离京城或者灵泉山太近都不行，皇室的援兵很快就能赶到。所以最佳袭击位置需要满足2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周振宇等人的必经之路，其次需要远离京城和灵泉山。最终楚宣选择了一片山丘作为埋伏点，这里的道路狭窄崎岖，行进困难，大大小小的山丘还能为楚宣提供藏身之所，而且距离京城和灵泉山都比较远，是最理想的袭击位置。找到埋伏点之后，楚宣就静静地等待着猎物们的到来。到了辰时，周振宇一行人终于进入了山丘，总共有上千人，皇子和王侯公子有100多人，其余的都是随行护卫。在前方开路的2人，正是周振宇的2名护法，都拥有造化境3重修为。以楚宣现在的实力，想杀他们并不难。所有人放慢脚步，注意观察四周，务必确保太子殿下和皇子们的安全。2名护法目光警惕，不放过任何一座山丘。楚宣身着一袭黑袍，藏身于暗中。等到众人来到山丘深处后，
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杀机，今日过后，皇室将会断子绝孙。楚轩施展蛊术，蜃楼、梦一谷凝聚而出，大大小小的山丘消失不见，众人置身于茫茫混沌，仿佛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入无尽深渊。我这是在哪里？士兵们迷茫地看着四周，心中升起恐惧。2名造化镜护法也慌了神，不好，我们应该是中了幻术。所有人手牵手，把太子殿下和皇子们保护起来。2名护法抽出宝刀，对着士兵们命令道：救我！有士兵刚移动脚步，身形便消失在茫茫混沌。噗！紧接着，天空出现一团血雾，只剩一具尸骨落在众人面前。鬼啊！其他士兵被吓得浑身颤抖，站在原地不敢再走动。究竟什么幻术，居然如此恐怖？2名护法脸色变得凝重，同样被吓出了冷汗。这是何处？我们不是要去灵泉山吗？怎么到这里来了？周震宇掀开帘子，皱着眉头问道：太子殿下，各位皇子，还请待在轿子里别出来，我们中埋伏了。2名护法凝聚出一道道攻势，向着四周不断轰出，但却没有任何回响。轰隆隆！就在这时，茫茫混沌开始崩塌破碎，士兵们不断地消失在混沌之中，发出凄惨的叫声。护驾，快护驾！快带本太子离开这鬼地方！周震宇吓得缩到了轿子里，其他的皇子和王侯公子同样蜷缩在轿子里，在心里一遍遍祈祷。这些温室的花朵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只会做2件事，一是寄希望于护卫，二是在心里祈祷平安。天穹之上凝聚出一尊梦魇，面色狰狞地看着地面上所有人。梦魇发起进攻之后，士兵们的灵魂都被抽走吞噬，地面上浮现出一具具尸骨，惨不忍睹。不到1刻钟的时间，上千名士兵全部殒命，仅剩下2名护法死死支撑。他们施展出武技神通，向着梦魇杀去。梦魇口吐一语，古老而又诡异。2名护法耳朵失聪，七窍流血，接连败退。皇子们道心崩碎，口吐鲜血，从轿子里滚落出来，匍匐在地面。身穿黑袍的楚轩手握2柄魔剑，向着众人走来。是你！神秘杀手又出现了。2名护法面色大变，他们不敢犹豫，直接燃烧气血，准备极尽升华一战。唰！楚轩施展魅影神宗，数百道残影浮现，让2名护法无从下手。他们无差别地对残影进行攻击。幽冥鬼杀斩！楚轩的本体突然出现，施展出剑道武技，剑气剑势爆发，魔剑之威横扫，无数道血红剑芒肆虐，将2人的攻势摧毁。轰动！剑斩落下，其中1名护法当场殒命。楚轩将其修为吞噬掉。嗡嗡！体内的气息翻涌，接着开始暴涨。片刻时间，楚轩就突破到了造化境3重。你这个邪修！另外1名护法身受重伤，转身向着周震宇跑去，想要带着周震宇逃离此地。快带本殿下走！血泊中，周震宇恐惧地喊道。吃啦！然而下一秒，那名护法的身体被一分为2，黑袍人的身影出现，手握2柄魔剑，黑袍已经被鲜血浸湿。趁着对方的修为还没消散，楚轩赶紧将其吞噬掉。造化境3重的强者，那可是大补啊！楚轩丹田内的灵力还差一点就能盈满。周震宇瞪大了双眼，整个人宛如石化。不要杀我！周震宇面色惊恐，跪在地上，用力的磕头：前辈饶命，我们无怨无仇，前辈犯不着取我性命啊！无怨无仇！黑袍下，楚轩发出一声冷笑，抬眸的瞬间，周震宇看清了黑袍人的面孔。楚！周震宇话还没说完，舌头便被斩断，鲜血从嘴里涌出。周震宇痛得直打滚，眼底深处充斥着恐惧。被他视为废物的楚轩，竟然就是那位神秘杀手，怪不得九弟莫名其妙就被刺杀了。如果知道楚轩就是那位杀手的话，周震宇哪里还敢去将军府闹事？别着急，在这些皇子里面，你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楚轩宛如一尊地狱修罗，让周震宇感到绝望和恐惧。楚轩来到那些皇子和王侯公子身前，活生生将他们体内的修为吞噬。惨叫声不绝于耳。修为被抽走之后，他们血肉瞬间变得干枯，随后化为了一具具白骨，死相极为凄惨，简直惨绝人寰。景王的儿子周荣兴，瑞王的儿子周晨，武王的儿子周元义，全部都被吞噬而死。周震宇疯狂地摇头，他顾不得断舌之痛，向着身后爬去。楚轩简直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尊贵的太子殿下，你现在怎么不嚣张了？楚轩踩在周震宇的背上，略微用力，周震宇的骨骼便随之破碎。周震宇绝望的哀嚎，他现在反倒希望早点死去。周震宇的肠子都悔青了，他不该去将军府闹事，
更不该动手打胡庆丰。周振宇的脊骨被踩断后，宛如死狗一般瘫在地面，气息虚弱，体内的生机在快速消散。楚轩抬起脚踩在了周振宇的脸上，到了黄泉底下，记得带我向周平问声好。楚轩的嘴角上扬，露出一抹阴险笑容。砰！下一秒，周振宇的脑袋化为了一团血水。嗡嗡！周振宇的元婴飞出，拼命地向着远处逃去。楚轩隔空轰出一拳，狂暴的力量瞬间命中元婴。黎阳王朝的太子周振宇、上百名皇子和王侯公子全部殒命。吞噬之力爆发，周振宇体内的元婴境7重修为全部都被楚轩吞噬殆尽。轰！楚轩丹田内盈满了灵力，修为气息再次暴涨，来到了造化境4重。这只是武道修为。除此之外，楚轩还是一名5级2重蛊师，在剑道上也领悟了剑气和剑势。楚轩的真实战力足以比监造化境6重乃至7重。望着满地的尸骨，楚轩面色冷漠，丝毫不为所动。如果在这场博弈中输的是将军府，那么皇室的手段只会比他更加狠辣。在福源村的时候，楚轩就见证过皇室的暴行，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被他们无情的屠杀，就连1岁孩童都不放过。楚轩点燃一把火，将山丘化为了火海。翌日，一则劲爆的消息在京城传开，太子等人在前往灵泉山的路上遇袭，上百名皇子、王侯公子全部被杀，没有一个人幸存。皇室的血脉传承毁之一旦。朝堂上，王侯贵族全部都在低声哭泣，就连坐在皇位上的周志行都双目无神，脸色沧桑疲惫。他的17个儿子竟然没有一个幸存，以他现在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再繁衍后代。难道天要亡我黎阳王朝吗？朕到底做错了什么？上天要如此惩罚朕？周志行闭上了双眼，2行浊泪顺着脸颊滑落。虽然帝王家族都很无情，但那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啊，一个都没有幸存，让他如何能够接受？3位王爷脸色阴沉，心中同样悲痛万分。他们的亲生骨肉也死在了山丘之中，皇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皇上，那杀手如此针对我皇室，我们岂能善罢甘休啊？我武王府愿意派出5万铁骑去围剿那杀手，瑞王府愿意派出3万府兵，景王府出2万名刺客，外加3000名情报人员，全境追杀那名凶手。3位王爷率先做出了表态，其他的王侯贵族都把能调遣的府兵派出。若是不将那名杀手碎尸万段，朕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传令下去，让10万御林军封锁京城，不要放走任何一名可疑人物。剩下的6万名御林军配合3位王爷的军队追杀那凶手。周志行从未像今天这般愤怒过。京城很快就被封锁起来，行人无论进出都要严格确认身份，但凡有一点可疑的人都会被打入天牢等待审讯，就算洗脱了嫌疑，也会在天牢中被秘密杀害。皇室这种宁可错杀1万也绝不放过一个的政策，引起了百姓们的强烈不满，多地都发生了起义暴乱，但却被皇室军队无情镇压，皇室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将军府得知周振宇等人遇袭的事情后，胡庆丰感到特别解气，哈哈，真是报应啊！那周振宇前不久才来将军府闹事，现在就已经命丧黄泉，实在是大快人心。老胡，你说皇室会不会怀疑到我们将军府头上？当初周平就是招惹了将军府，没过几天就被刺杀，周振宇的遭遇也大差不差，这一切确实太巧合了。怀疑有个蛋用，只要他们没有证据，就不敢把我们将军府怎么样。再说了，这件事本身也不是我们将军府干的，就是不知道那神秘杀手和黑袍前辈是不是同一个人。听到2人的对话，楚轩在心里笑了笑。神秘杀手是他，黑袍前辈也是他，皇室已经开始怀疑将军府了。在楚轩的感知下，将军府外多了10几道陌生气息，应该是皇室安插在将军府的眼线，修为分布在造化境1重到3重。胡庆丰和毕瑞华2人只有元婴境9重修为，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倒也正常。楚轩没有理会府外那些人，他要想出将军府，那些眼线根本发现不了。楚轩回了修炼室，继续潜心修炼，他要让自己尽快拥有对抗皇室的修为实力。如今的皇室已经疯了，百姓们深陷水火之中，想要救百姓于水火，就只能推翻周家的统治。而且皇室狗急跳墙之后，随时会对将军府开刀，留给楚轩的时间不多了。在楚轩的努力下，红裙女子给的4道功法武技已经全部修炼到了圆满，短短1年时间就把4道功法武技修炼到了圆满。你这悟性天赋倒是没有退化多少。久违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娘子，你终于愿意理我了。楚轩面色大喜，双眼放光。自从他去到古族和乌婉晴成婚后，一连好几个月，红裙女子都没有再出现过。楚轩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红裙女子吃醋生气了。
红裙女子直接玩起了消失，根本不给楚轩哄的机会。楚轩的意识来到了藏神关内，让他失望的是，依旧没有见到红裙女子的身影。看来红裙女子还是不想见他。你的娘子是吴婉晴，可不是我。红裙女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楚轩转过身子，果真看到了红裙女子那张盛世美颜。娘子，为夫可想死你了。楚轩上前想要拥抱红裙女子。起开！红裙女子拂袖一挥，强大的力道直接将楚轩震飞出去。哎呦喂，谋杀亲夫了！楚轩发出一阵哀嚎，捂着屁股从地面上爬了起来。别卖惨了，你的身子骨可没那么脆弱，不然在鼓足的时候就不会连续激战1个多月了。红裙女子这番话满满的醋味，不过楚轩的持久力确实让红裙女子感到惊讶。上一世也没见那么猛啊，我丢，你该不会全程都在观战吧？楚轩有些羞耻，但又感到莫名的小兴奋，这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想看？还不是你们动静太大了。那吴婉晴看着小巧玲珑，没想到那个时候竟然这么野。红裙女子翻了个白眼，可，娘子，你和婉晴都是我最爱的女人，为夫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爱你们，宠你们，把你们捧在手心。楚轩一边说一边试探的向前。真的？那肯定啊，为夫之心日月可见。楚轩赶紧拍了拍胸脯保证道。那我就再信你一次，但我有个要求，莫说一个要求，就算100个、1000个、10000个要求，为夫也统统照做。楚轩终于看到了希望。哄女人这块他是专业的。在蓝星的时候，他上午要跟不吃香菜逛街，下午要和小美打扑克，晚上还要和班花共进晚餐，这些事情他都能处理得很完美。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和吴婉晴做的那些姿势，以后也要全部跟我做一遍。红裙女子有些羞涩地说道。当时观战的时候给他看得心痒难耐，他也不知道楚轩从哪学了那么多姿势，上一世也没见那么会啊。你确定这不是在奖励我？楚轩懵了，搞半天红裙女子竟然对他提了这么个要求，所以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红裙女子直视着楚轩追问道。包的呀，除了那些姿势外，为夫还能开发出更多新的姿势，要不现在就试试。楚轩搓了搓手，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一幕幕香艳的画面了。想得美！红裙女子在楚轩的脑袋上来了个弹指，接着转身说道：跟我来。楚轩不明白红裙女子的用意，只好老老实实的跟在身后。楚轩进入藏神关已经不下3次了，但还是第一次在藏神关内漫步。这里自成一方小世界，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和外界无异。走了1刻钟之后，依旧看不到尽头，但是在视线内却出现了一座100米高的宫殿，散发出古老厚重的气息。进入宫殿的大门紧闭，上面流动着封印纹路，让人只敢远远观望。咕噜，楚轩吞了吞口水，内心大为震撼。哪怕他已经突破到了造化境，可是在宫殿面前依旧觉得非常渺小。九节殿，楚轩的目光落在了宫殿的牌匾上，这名字未免也太霸气了吧。直觉告诉他，在这9节殿里面有着至宝。藏神关内总共有9座宫殿，每一座宫殿里面都藏着一道机缘。红裙女子对着楚轩说道：9座宫殿对应9道机缘。楚轩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藏神关已经是无上至宝了，结果在藏神关里面还藏着9道机缘。俄罗斯套娃也不过如此啊，这要是传出去，必然会轰动整个玄天大陆。想要机缘吗？想的话就自己去拿。红裙女子对着楚轩诱惑道：真这么容易？楚轩有些不相信，肯定要把封印解开才能进入宫殿。楚轩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要怎么样才能解开封印呢？红裙女子双手环胸，淡淡一笑，硬抗。楚轩满脸黑线，这听着咋那么不靠谱呢？万一被封印反噬，那不就完了吗？反正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能不能拿到机缘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说完之后，红裙女子便消失不见。喂，别走啊，好歹我也是你夫君，就不能给我开个后门吗？楚轩大声地喊道。你想多了，宫殿的封印我也无法打开。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些封印还是你亲手布下的。银铃般的笑声传入耳中，让楚轩感到很无语。红裙女子时不时就爱说一些无厘头的话，以她这点实力，怎么可能布置出这般强大的封印？而且谁会脑残到布置封印来为难自己啊？阿嚏！话刚说完，楚轩便打了一个喷嚏。我丢，这阵法该不会真是我布置的吧？楚轩皱着眉头，有些忌惮地看着宫殿大门，到底要不要赌一把呢？犹豫片刻之后，楚轩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他不相信红裙女子会看着自己出事，拼了！楚轩眼中闪过一抹坚定，他双手握拳，体内的饕餮血脉剧烈翻涌，
散发出恐怖的凶兽之威，脚下的地面都在颤抖。哗啦！当楚轩靠近大门的时候，封印阵法突然启动，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变得乌黑，雷云滚滚，劈下一道闪电。卧槽！楚轩来不及躲闪，便被闪电劈中，而后置身于雷霆之中。楚轩身上的衣服瞬间化为灰烬，肉身皲裂，流淌出猩红的鲜血，撕裂般的疼痛让他发出一声惨叫。当雷霆散去，楚轩已经全身焦黑，要不是饕餮血脉足够强悍的话，恐怕已经被轰成渣渣了9节，该不会有9道雷劫吧？楚轩有些慌了。妈的，再来！楚轩狠狠一咬牙，继续前进。轰隆隆，雷云剧烈翻滚，第2道闪电劈下，比之刚才那道闪电要更加凶猛。楚轩将饕餮血脉催动到了极致，嗷吼！饕餮虚影凝聚而出，楚轩双目变得血红，疯了一般向着大门跑去。第3道闪电，第4道闪电，第5道，一股脑的劈下。楚轩只想让痛苦早点结束，不管怎么转世投胎，这股狠劲都没有变过。红裙女子的目光里带着敬畏和崇拜。来啊，打不死我的，终究会让我更加强大。此时的楚轩俨然就是一头凶兽。当雷霆散去，楚轩的血肉崩裂，竟然只剩下一具焦黑的骨架。饕餮血脉流淌，维持着楚轩的生机。轰隆隆，一声巨响发出，楚轩还以为又有闪电劈下，结果是紧闭的大门开启了，一道光团从宫殿内飞出，进入到了楚轩的脑海。无上断体神通9节归虚。9节殿内的机缘是一道断体神通，9节归虚总共有9个形态，修炼到第3节可以诞生9节神体，修炼到第6节能够升级为9节圣体，要是把9节全部领悟，就可以凝聚出9节混沌体。这也太逆天了吧！楚轩倒吸一口冷气，要知道混沌体只存在于传说中啊。楚轩平复好激动的心情，开始修炼9节归虚。不知为何，前3节竟然自动领悟了。楚轩仅剩的骨架开始生出血肉，变得更加健壮强悍，肉身上散发出古铜色的光辉，厚重霸道，流动着狂暴的力量。9节神体顺利凝聚，这就修炼到第3节了。感受着强大的力量，楚轩有些不敢置信。以他现在的战力，就算赤身肉搏，不动用任何武技神通，也能跨越2个小境界碾压对手啊！这都得益于你承受的9道雷劫。如果你是靠走后门进入的宫殿，那就要从第1节慢慢领悟了。以你现在的天赋资质，想领悟到第3节，没个1-2年时间是做不到的。红裙女子的身影浮现而出，对着楚轩解释道：原来如此。楚轩的眼中闪烁着火热战意，他都不敢想修炼到第9节诞生混沌体之后，肉身强悍度能有多变态。有饕餮血脉和9节神体的加持，我现在的持久力应该不止1个月了吧，起码能够翻倍。楚轩感到沾沾自喜，满脑子都在想什么。红裙女子嗔怪地说道：你和其他女人最多只能进行1个月，再久的话只能和我。红裙女子突然生出强烈的占有欲，我去，看来不仅恋爱脑，还有点病娇的倾向。楚轩在心里暗暗想到，他的3个女人可以说各有特色，李清瑶高贵清冷，不食人间烟火。乌婉晴是个反差，这么看的话还差一个小萝莉。景王府，周浩正在和冷畅下棋，周浩的一手黑子如同弥天大网，将冷畅的所有白子团团包围了起来。景王棋艺高超，冷畅自愧不如。冷畅心悦诚服，对着周浩恭维道。周浩面色平淡，看着棋局陷入了沉思。这盘棋本王已经布局了将近10年时间，如今是时候收网了，愿听景王大人吩咐。冷畅目光变得凌厉，体内散发出浓郁的杀机。3天后，楚云飞将会率领大军反击，通知明煞，让他做好准备，此次务必提着至尊骨回来见本王。周浩站了起来，双手负在身后，背对着冷畅，继续吩咐道：明日楚轩将会前往福源村祭拜，你带领6名金牌杀手将他给本王带回来。冷畅迟疑了片刻，随后抱拳领命。是，景王大人。你是不是在疑惑本王为什么要抓楚轩？周浩饶有深意地笑了笑，什么都瞒不过景王大人。冷畅心里确实在想这个问题，从周平到周振宇，他们在死之前都和楚轩发生过矛盾，你不觉得这很巧合吗？就算楚轩没有修为，就算这一切不是他做的，但他也是个不稳定因素，把他控制起来，本王才安心。而且有楚轩在手上，也能更好地控制楚云飞，万一明煞那边失手，我们也还有夺取至尊骨的机会。周浩面色阴翳，老谋深算地分析道。听完之后，冷畅恍然大悟，景王的计划果然还是那么缜密，让人挑不出任何瑕疵。在3位王爷里面，表面上武王的兵力最强，但实际上景王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一个。
狐狸那边也通知他做好准备，明日本王会亲自进宫。景王深邃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从皇宫到南疆山海关，都有他安插的棋子。将军府，楚轩这12天都在修炼9节归虚，但是进度依旧停滞在第3节，想要领悟第4节，没有3-5个月，恐怕做不到。明天就是村长爷爷的忌日了。楚轩收敛气息，退出了修炼状态，他起身离开了修炼室。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已经准备好了祭祀要用的物品。到了第2天清晨，楚轩3人便前往了福源村。出了京城，来到一处密林小道的时候，楚轩却停下了脚步。在他的感知中，有人潜伏在树林里，而且修为还不弱。到底是谁忍不住要对他下手呢？公子，怎么了？胡庆峰疑惑地问道。咻咻咻咻！不等楚轩开口，便有7道黑影掠来，血红力刃划破虚空，锁定了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不好，有埋伏，保护公子！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反应迅速，当即抽出长枪抵挡铿锵。踏，仅仅一个照面，胡庆峰2人便被逼退。造化镜，7人全部都是造化镜。公子，快跑！胡庆峰面色大变，着急地喊道。7位黑衣人修为都在造化境，为首的那人更是达到了造化境3重。胡庆峰和毕瑞华只有元婴境9重修为，根本就不是黑衣人的对手。按幽位的人，楚轩眉头一皱，很快就猜出了对方的身份。为首的那名黑衣人，应该就是他在古族见过的幽主冷畅。没想到最先出手的会是景王，这2个直接杀了。那个小家伙要捉活的。冷畅对着手下命令道。是。6道身影掠出，再次发起了进攻。雷霆贯日，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直接动用最强神通，长枪刺出，快若闪电，将沿途的虚空都给洞穿。铿锵，咣！虽然2人的攻势已经不弱，但却威胁不到造化境强者。6名黑衣人势如破竹，将胡庆峰2人连连逼退。噗！2人口吐鲜血，身上浮现出道道伤痕。要不是有着常年沙场作战的经验，2人恐怕已经被黑衣人击杀了。老毕，你带着公子离开这里，我来拖住他们。胡庆峰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准备燃烧气血，极尽升华一战。油尽灯枯之后，再自爆拦下6名黑衣人。至于那个一直没有出手的黑衣人，就只能交给毕瑞华了。轰！就在胡庆峰准备拼死一战的时候，楚轩将哥哥送给他的寒冰屠杀阵布置了出来。6名黑衣人被寒冰屠杀阵笼罩在内，以4级阵法的威力，足以将6名黑衣人镇杀，哪怕杀不了他们，也能困上几个时辰。寒冰屠杀阵，楚云飞竟然把此阵给了你。冷畅忌惮地看着大阵，还好他刚才没有一起出手，不然这会也被大阵困住了。快走！胡庆峰和毕瑞华护送着楚轩离开。你们跑不掉的。冷畅纵身一跃，挡在了3人身前。可恶，要是把此人也一起困在大阵里面就好了。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脸色凝重，这名黑衣人明显是这群刺客的头领，修为也更加深厚，以他们2人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是黑衣人的对手。楚轩原本不想那么早暴露实力，但是现在看来，他不得不出手了。公子，待会我们2人会轮番自爆，只要有机会，您就拼命跑。胡庆峰对着楚轩传音道。轰！可就在这时，强大的造化境威压从黑衣人体内爆发，将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死死镇压。2人体内的灵力竟然也无法调动。呵呵，你们那点小心思，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想自爆都做不到。放心，你们主子还有用，我是不会杀他的，但是你们就只能先走一步了。冷畅不屑地笑道。造化境3重修为比元婴境9重强大太多了。在强大的威压下，胡庆峰2人面色痛苦狰狞，双腿发软，身形颤抖，随时都会倒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依旧死死地护在楚轩身前。公子，对不起，是我们无能，是我们没能保护好您，我们对不起大将军。2人心中充满了愧疚和不甘。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一直沉默不语的楚轩开口了。公子，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胡庆峰和毕瑞华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公子现在连修为都没有，体质也就比凡人好上一点，怎么去对付造化境强者？交给你。冷畅看向楚轩的目光如同在看一个白痴。这样吧，只要你收回寒冰屠杀阵，我可以考虑给他们2人留个全尸。冷畅灵光一闪，对着楚轩忽悠道。那寒冰屠杀阵威力强大，他想破开也不容易。如果楚轩能够主动收回，倒是能省去他不少力气。你真当我是白痴吗？楚轩向前一步，走到了胡庆峰和毕瑞华前方。
冷畅的造化境威压直接被楚轩无视了。楚轩比冷畅要高一个小境界，而且还拥有狂暴的饕餮血脉以及霸道的九节神体，肉身力量极其强悍，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什么？你是怎么抗下威压的？冷畅的瞳孔猛然骤缩，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轰！楚轩双拳一握，恐怖的力量肆虐，发出雷霆般的怒吼，直接将冷畅的威压震碎。胡庆峰和毕瑞华挣脱了束缚，大口喘着粗气，他们用震惊的目光看向公子楚轩。区造化境3重，还没资格在我面前叫嚣。楚轩的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机，造化境4重修为气息爆发，狂暴霸道的威压横扫。咔嚓，周遭的虚空接连破碎，根本不堪一击。轰隆隆，众人脚下的地面颤抖，同样生出道道裂纹。造化境，冷畅脸色大变，他迅速地做出防御，但是身形依旧被震飞出去。造化境4重，公子，您竟然是造化境强者？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瞪大了双眼。我不是在做梦吧？胡庆峰捏了捏大腿，一点痛意都没有，看来我真的在做梦。你有痛意才怪，你刚才捏的是我的大腿。毕瑞华黑着脸抱怨道。哦，捏错了。这么说我们不是在做梦？毕瑞华心跳加速，从未如此激动过。难道那位神秘杀手就是公子？两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道。如果公子是那名神秘杀手的话，一切事情就能解释通了。周平揍了公子一顿，随后便被刺杀。周振宇来将军府闹事之后，同样也遭遇了刺杀，冷畅足足退了上千步，他双腿发抖，身形狼狈。楚轩的力量十分霸道，让他感觉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凶猛的怪物。原来你藏得这么深，神秘杀手是你，救楚云飞的黑袍人也是你。冷畅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跑，身法速度奇快，化为一道极影，遁入到了虚空之中。他知道自己不是楚轩的对手，现在才知道跑，晚了。顷刻间，上百道残影浮现，唰！眨眼的功夫，楚轩的本体已经来到了万米开外。给我停下！楚轩的拳头向前方虚空轰去，咣当，轰卡，虚空直接破碎，一道黑影向着地面砸去，轰咚，冷畅砸落在地，陷入深坑之中。跟我比身法，你差远了。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不出手则已，只要出手就必须把对方杀个干净。咕噜，这是我们家公子。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吞了吞口水，直到现在他们还感到恍惚，脑子也一直嗡嗡响。公子的身法速度怎么会如此逆天？咻！深坑之中掠出一道黑影，正是冷畅。他的衣服破碎，肉身上有着2道凹陷的拳印，嘴角还残留着血迹。怎么可能？你的身法速度居然比我还要快！作为一名刺客，冷畅最引以为傲的便是身法速度，但他的身法在楚轩面前就如同小巫见大巫。唰！楚轩身形一闪，已经再次逼近了冷畅。不好！冷畅感到头皮发麻，单是威压就让他喘不过气。血刃封喉！冷畅怒咬牙齿，施展出5技神通，血刃划破虚空，锁定了楚轩的咽喉，速度极快，常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封喉！呵呵！楚轩发出一声冷笑，他依旧赤手空拳向着血刃轰去，9节神体的力量全部释放了出来，裹挟着无尽的雷霆，震碎虚空，像是天罚降下。饕餮血脉也狂暴霸道，饥渴难耐，散发出绝世凶威。咣！拳势落下之后，竟然直接湮灭了冷畅的攻势。冷畅双手颤抖，血刃被轰飞出去，2条胳膊皲裂，鲜血流淌不止。咣当！双拳落下，轰在了冷畅的胸口上。噗！冷畅吐血飞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轰隆！冷畅倒在了血泊之中，意识逐渐模糊。楚轩赤手空拳，没有动用任何5技神通，纯靠肉身力量便将他的杀招化解。无论是身法速度还是肉身力量，楚轩都远超同境修为者。将军府最可怕的人不是楚云飞，而是一直都被视为废物的楚轩。可惜他们知道的太晚了，公子的实力好恐怖，怕是大将军都不是公子的对手。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激动的眼泪横流。在楚轩10岁的时候，胡庆峰2人就照看楚轩，完全把他当自己的亲弟弟来对待。这10年，楚轩的修为停滞不前，而且还莫名消失，他们也跟着着急。哪曾想楚轩是在隐藏修为，他们内心既高兴又欣慰。你的死期到了。楚轩准备解决掉冷畅，吞噬了冷畅以及寒冰屠杀阵里面的6人，楚轩的修为就能再次突破了。冷畅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作为暗幽卫的刺客，一旦任务失败，他们就只有死。轰！
冷畅毫不顾忌地燃烧气血，暂时达到了造化境4重的强度。两柄利刃飞回手中，他悍不畏死地向着楚轩扑去。影遁无间杀，冷畅的身形凭空消失，无形的杀机锁定了楚轩。公子，小心！胡庆峰两人失声喊道。楚轩面色冷漠，心中波澜不惊。忘记告诉你了，我现在最强的手段是用剑。当我拔剑的那一刻，你的死期已经到了。两柄魔剑被召唤了出来，血红剑芒散发而出，将整个山林染成了红色，宛如来到了炼狱。剑气剑势爆发，魔剑之威冲天起。在强大的剑威压迫下，楚轩周身的空间开始扭曲变形。你是古族的那位驸马？剑威同样让冷畅的攻势出现了凝滞，身形也被逼了出来。这两柄魔剑，冷畅曾在古族见过，叶宵便死在了这两柄魔剑之下。他没想到古族那位驸马居然也是楚轩所办。楚轩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身份？幽冥鬼杀斩。楚轩施展剑道武技，顿时血红剑芒爆发，恐怖的剑斩劈出。哗啦，在这剑斩面前，天地仿佛都被一分为二。冷畅燃烧气血，用尽全身力量使出的神通，再次被楚轩轻易湮灭。不，这怎么可能？冷畅被吓得双目无神，全身直冒冷汗，整个人已经僵在了原地。他没有再反抗，因为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视线内，血红剑斩霸道无匹，越来越近。轰！剑斩劈下，将冷畅吞没在内。黄尘滚滚，地面上浮现出一道100丈长的剑坑，深度也达到了2米。冷畅的双手和双脚都被斩断，气息奄奄，体内仅剩不多的生机也在快速消散。胡庆峰和毕瑞华两人倒吸冷气，他们还沉浸在刚才那一剑的威力当中。公子还是剑修，而且已经领悟了剑势、身法、断体、剑道，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全能的妖孽。关键公子修炼的每一项都很强，并不只是简单的涉猎，哪怕是那些剑道天才，在20岁的时候也不可能领悟出剑势啊。要是大将军知道公子这么优秀的话，肯定会非常高兴和欣慰吧。胡庆峰和毕瑞华一边落泪一边大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疯掉了。吞噬力爆发，将冷畅的身体从深坑中吸出。楚轩握住冷畅的脖子，准备吞噬他体内的修为，可是楚轩的目光被冷畅胸口处的黑色印记所吸引。这印记，楚轩眉头紧锁。冷畅胸口的印记呈现黑色火焰状，和乔苑杰胸口的胎记一模一样。莫非那不是胎记，而是身份的象征？楚轩面色大变，整颗心都悬了起来，说：乔苑杰是不是你们的人？楚轩眼中布满了血丝，对着乔苑杰质问道。胡庆峰两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公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愤怒了？呵呵，我就算死也不会告诉你。冷畅的嘴里流出黑色血迹，服毒自杀。楚轩往冷畅体内灌输灵力，尽可能让他吊住这口气。暗幽卫的刺客嘴里都有藏着毒囊，一旦任务失败又无法自爆的时候，就会咬破毒囊自杀。趁着他还没有死，对他进行搜魂吧。红裙女子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好。楚轩目光变得凌厉，开始对冷畅进行搜魂。搜魂是极其残忍狠辣的手段，轻则损伤精神，严重的话还会伤害到灵魂。随着搜魂开始，冷畅发出凄惨的叫声，感到生不如死。片刻过后，楚轩的脸色变得凝重。乔苑杰果然是景王的人，代号明煞，而且真实修为达到了造化境5重，是暗幽卫最强的一位幽主，身份地位在冷畅之上。哥哥最信任的副将军，竟然是景王安插在身边的刺客，怪不得乔苑杰会被敌军俘虏。原来上一次他们就在谋划对哥哥下杀手了。为了救乔苑杰，哥哥甚至不惜以命换命，有这么危险的人在身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更为要命的是，在2天后的反击中，乔苑杰还会再次对哥哥出手。景王不仅在哥哥的身边安排了刺客，在皇上身边同样也安排了刺客。太监总管魏永康居然也是景王的人。今天就是景王收网的时刻。原来景王才是3位王爷中城府最深、实力最强的那一位，眼线几乎遍布在王朝境内。楚轩已经顾不上皇宫那边了，他现在要尽快赶去山海关，阻止乔苑杰。冷畅体内的修为被楚轩一股脑的吞噬掉。你也修炼了邪功？冷畅瞪大了双眼，体内的生机彻底消散，死不瞑目。根据搜魂得来的信息，那景王在暗中修炼了禁术邪功，所以冷畅才会说也这个字。景王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一是靠着修炼的邪功禁术，二是组建了王朝最大的杀手情报组织暗幽卫。冷畅化为一具枯骨跌落到地面。楚轩将寒冰屠杀阵收走，阵法内的6人已经被冰封。阵法解除了，我们得救了。6名刺客得意的大笑。
就在他们准备逼出体内寒气的时候，恐怖的吞噬力已经将他们笼罩。我的修为，你在吸收我的修为。6名黑衣人全身抽搐，体内的修为被源源不断的吸走。你不是没有修为吗？难道幽主也被你杀了？6名黑衣人用恐惧的目光看着楚轩，他们都被骗了。被视为废物和累赘的楚轩才是将军府最大的威胁。6人的修为被吞噬殆尽，体内生机消散，化为了干瘪的尸骨。嗡嗡，楚轩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突破到了造化境5重。此次共吞噬1名造化境3重，6名造化境1重，让楚轩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并且突破后的丹田已经充斥了1半灵力。修炼就是这样，越往后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好在楚轩拥有吞噬能力，比起那些正常修炼的人来说，完全就是在开挂。公子修炼了邪功。看着地上发黑的枯骨，胡庆峰和毕瑞华2人陷入了沉思，眉宇间有着愁容。邪功有着反噬，会严重损耗寿元。实力固然重要，但他们不忍心看着公子伤害自己的身体。胡叔、毕叔，你们放心，我这并非邪功，更不会有反噬。我现在需要立即赶去南疆。楚轩把来龙去脉简单的讲给2人听。乔元杰是暗幽卫另一位幽主。好你个乔元杰，大将军拿你当生死与共的兄弟，危急时刻不惜以命相救，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大将军的吗？该死的叛徒，定然不能饶了他。公子，您的身法速度快，您赶紧前往南疆，把这件事告知给大将军，我们2人随后也赶过去。胡庆峰和毕瑞华深知事情有多严重，所以先让楚轩赶去南疆报信。好，胡叔、毕叔，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嘱咐完之后，楚轩就全力施展魅影神宗，向着南疆赶去。但愿一切都能来得及，上天保佑大将军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劫。2人祈祷完之后，也争分夺秒地赶去了南疆。皇宫御书房，景王周浩独自进入了房间，见过陛下。周志行放下手中的奏折，抬头看向周浩，问道：二弟，你这个时候来找朕，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陛下汇报。事关大将军。周浩没有立即说出来，而是目光谨慎地看向魏永康。陛下，老奴到外面候着。魏永康躬身说道。不必，永康不是外人，二弟有话就直接说吧。周志行摆了摆手，好奇心被吊了起来。事关楚云飞，又让周浩这般郑重对待，想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根据暗幽卫传回来的消息，大将军最近和雪狼国走得很近，涉嫌通敌叛国。话到最后，周浩戛然而止。周志行的脸色已经阴沉了下来。可有证据？周志行声音冰冷地问道。如果楚云飞和雪狼国联手的话，足以横扫整个黎阳王朝，这也是周志行一直担心的事情。不过楚轩的性命还掌控在他的手中，楚云飞应该不敢乱来才对。我这里有一封大将军和雪狼国高层往来的书信，请陛下过目。周浩拿出一封书信，魏永康双手接过，向着周志行递去。朕倒要看看楚云飞有没有那个胆子。周志行目光凌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把接过书信。噗！就在周志行翻开书信的那一刻，黄色毒粉飞出，进入了周志行的眼睛。啊！周志行感到双目灼热疼痛，发出了一声惨叫。他被周浩暗算了。吃吃！魏永康眼疾手快，双爪向着周志行的心脏抓去。这是魏永康的成名武技猎心爪，以凶厉狠辣著名，讲究一击毙命。沿途的虚空被洞穿，凌厉的攻势逼近心脏，让周志行感受到了杀意。魏永康，你竟然背叛朕！周志行体内散发出浑厚霸道的气息，双手挡在了心脏前，化解了魏永康的攻势。虽然他的受限将至，但毕竟是造化境9重修为的强者，真要拼命的话，寻常造化境根本近不了身。皇兄，你老了，这位置该让给本王坐一坐了。周浩宛如鬼魅般出现在了周志行身后。周浩运转邪功尽数，脸色变得青紫，体内散发出阴邪气息，竟然也达到了造化境9重。什么？你突破到造化境9重了？周志行心里咯噔一下，他用力轰出一拳，将魏永康震飞出去，接着快速转身，欲要挡下周浩的攻势。嗡嗡。朕体内的修为，你修炼了邪功？周志行体内的修为被源源不断的吸走，想要抽身而退，却摆脱不了强大的吸扯力。周志行全身抽搐，血肉变得干枯，体内本就不多的生机正在快速消散。救驾！周志行双目失明，痛苦地喊道。救驾！呵呵，现在外面都是本王的人。周浩得意地笑了笑，他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来到了造化境巅峰。轰！没过多久，周浩便来到了炼虚境，修为气息汹涌澎湃，如同汪洋大海，
比造化境强大了数倍不止。哈哈哈，本王终于突破到炼虚境了。皇兄，这可真是多亏了你呢。周浩面色大喜，阴险地笑道：你们不得好死！魏永康，朕如此信任你，你却背叛了朕。周志行面色不甘，愤怒地咆哮道：他原本计划着南疆战事平定后就夺取至尊骨融合，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魏永康背叛了他，配合景王对他痛下杀手。陛下错了，老奴一直都是景王的人。魏永康咧嘴一笑，全然没有了慈祥面容。他单膝跪地，双手抱拳，对着景王敬畏地说道：狐狸性不辱命，潜伏上百年，终于完成了景王大人交代的任务。周浩，你谋权篡位，大逆不道，是会遭到天谴的。周志行全身干瘪，体内的生机彻底消散，双眼圆睁，死不瞑目。天谴？我的好皇兄，你还是太天真了。本王要是你，早就对楚云飞下手，强行夺取至尊骨了。你的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终究成不了大事。周浩一脚踢开周志行的尸体，坐到了象征身份的龙椅上。老奴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魏永康双膝跪地，三跪九叩，尊敬地喊道：平身！周浩感受着95之尊的地位，目光火热，内心激动。这大周天下是他的了，楚云飞体内的至尊骨迟早也是他的。算一算时间，朕的2位弟弟应该也快来了。周浩静静地等待着。没过多久，瑞王周成、武王周弘便来到了御书房。太监总管魏永康亲自上门，说皇上传唤他们，于是2人火速赶了过来。臣拜见。进入御书房，2人刚准备行礼，便发现龙椅上坐着的不是周志行，而是景王周浩。二皇兄，你这是？2人话还没说完，便看到了地上周志行的尸体。陛下！2人瞪大了双眼，身上直冒冷汗。陛下被杀了！周浩竟敢弑皇夺权！轰！强大的炼虚境威压爆发，将周成和周弘2人死死镇压。2人坚持片刻，最终单膝跪地，仿佛被大山压着，连脑袋都抬不起来。炼虚境，你这股气息，邪功，你竟然修炼了邪功禁术！2人倒吸一口冷气，神色变得慌乱。要生要死，你们自己选，朕不介意将你们2人当作养料。周浩舔了舔嘴唇，对着2人威胁道：臣拜见陛下。在炼虚境威压下，2人根本不敢反抗，犹豫片刻后便恭敬的行礼。哈哈，很好，接下来朕要在你们体内缔结死印。闻言，2人被吓得面如土色。一旦被缔结死印，他们的生死就完全掌控在周浩手中了。朕可不是周志行那蠢货，所有人的生死只有掌控在手中才有安全感。周浩冷笑一声，接着将死印推入2人体内。2人根本不敢反抗，因为反抗会死得更快。缔结完死印后，周浩才彻底放心。咻！就在这时，一名黑衣人掠来。陛下，大事不好了！冷幽主他们全部被杀了。山海关外，茫茫荒原上，2军正在对峙。雪狼国、南陈国、桑南国总共45万大军，在朱志林3位将军的带领下严阵以待。黎阳王朝这边虽然只有30万楚家军，但是在气势上丝毫不输敌军。楚云飞骑着追风马，身穿黄金战甲，手握银色长枪，宛如一尊绝世战神，眼中闪烁着寒芒。上次一战，朱志林等人用乔苑杰的性命做要挟，导致他身受重伤，心里正憋着一股恶气。朱志林可敢与本将军一战？楚云飞手中的长枪指出，虚空瞬间便被洞穿。有何不敢？朱志林胯下的雪狼扑了出去，直奔楚云飞。驾！追风马也冲了出去。2人很快交锋。朱志林体内散发出造化境6重修为气息，长枪如龙，刺向楚云飞的脑袋。楚云飞体内同样爆发出造化境6重修为气息。炼化了黑袍前辈给的资源后，楚云飞的修为境界便迎来了突破。虽然2人的修为境界相同，但是楚云飞的力量却十分狂暴，完全碾压了朱志林。楚云飞手中的银色长枪横扫而出，铿锵，咣，刺耳的声响发出，空中火花激射。狂暴的力量让朱志林的双手颤抖，仿佛连长枪都握不住。你竟然突破到了造化境6重！朱志林眼中闪过忌惮和恐惧。楚云飞在造化境5重的时候就可以独占他们3位将军，如今楚云飞的修为比他们多了一个小境界，单打独斗的话，朱志林根本就不是对手，甚至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朱志林还没化解体内的余威，楚云飞的长枪便又刺了过来。霸道的枪势让朱志林感到头皮发麻，他快速收回长枪，挡在身前。咣当！恐怖的力道让朱志林脸色煞白，险些从雪狼身上跌落。噗！
银色长枪向下刺去，雪狼当即被洞穿了脑袋。嗷！雪狼发出一声惨叫，朱志林直接摔落在地。将军！雪狼国的士兵们失声大喊。楚云飞只用了3招就将朱志林击败。大将军威武！楚家军激动的呐喊，士气越发高涨。朱兄，我们来助你！丁祥和赵明杰2人快速赶来，3人联手共同对战楚云飞。即便是面对3人的围攻，楚云飞依旧游刃有余，每一枪刺出都能将3人逼退。3人落入下风，十分狼狈。楚云飞越战越勇，施展出了雷霆贯日，长枪之上附着着雷霆，横扫而出，化为滚滚雷海，将3人彻底吞没。噗噗噗，3人口吐鲜血，被楚云飞死死碾压。所有人听令，给本将军杀！朱志林3人不再犹豫，当即下令。轰隆隆，40多万名士兵冲杀而来，黄尘滚滚，大地颤抖，声势浩大。楚家军听令，杀！30万楚家军在2名副将军的带领下杀出，大战一触即发，兵器碰撞声、战马蹄鸣声、嘶吼声、惨叫声连成了一片。楚家军个个身经百战，在楚云飞的带领下，都有着视死如归的气魄，杀得敌人心生畏惧，队伍不断的向前推进。地面上的尸体堆砌如山，鲜血流淌，汇聚成河，将空气都染成了血红色。大将军，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可能要全军覆没啊！几名副将军来到朱志林身边，慌张地说道：“你们随本将军一起对付楚云飞。”朱志林眯着双眼。什么？闻言，副将愣了一下，脸色变得凝重。这个时候竟然还要和楚云飞血拼，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但是军令如山，他们不敢不从。朱志林、丁祥、赵明杰带着10几位副将军共同对楚云飞展开围攻，不自量力。楚云飞面色凌厉，手中的长枪挥出，狂暴的力量让10几人根本无法近身。噗噗，1刻钟不到，便有5名副将军被杀。朱志林等人气喘吁吁，明显也快达到了极限。楚云飞的力量远超他们的预料。朱兄，撤兵吧！丁祥和赵明杰2人撑不住了，对着朱志林恳求道。他们国家的士兵正在不断的倒下，楚家军宛如人头收割机，所过之处尸横遍野。不行，都给本将军撑住！朱志林眯着双眼，咬牙等待着。你们这群以少欺多的狗东西，死来！乔彦杰带着6名先锋赶来支援楚云飞。刚好，这3个老狗的人头留给你。楚云飞对着乔彦杰说道。好！乔彦杰快速杀出。有了乔彦杰7人的加入，朱志林等人更是节节败退。只不过在朱志林的眼中，非但没有惊慌失措，反倒有些激动。双方交战片刻之后，乔彦杰的枪刃突然调转方向，锁定了楚云飞。不仅如此，乔彦杰的修为也开始暴涨，从元婴境9重一跃来到了造化境5重。随同他一起赶来的6名先锋也同时向着楚云飞杀去，他们的真实修为竟然都在造化境1重。血刃封喉，长枪刺出，明明只有一柄长枪，却浮现出几10道枪印，逼近了楚云飞的咽喉。你！楚云飞瞪大了双眼，疑惑又震惊。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不惜丢掉性命也要救下的好兄弟，竟然把枪头对准了他！快，就是现在，给本将军把看家本领使出来！雪域孤狼杀，霸刀斩，怒雷猛击。朱志林3人赶紧施展出了5技神通。丁祥和赵明杰都震惊了，楚云飞的好兄弟竟然叛变了，而且还拥有造化境5重修为。楚云飞完全没有想到乔彦杰会背叛他，他急急忙忙地进行抵挡，刚化解乔彦杰的攻势，6名先锋的攻势便袭来。追风马被掀翻，楚云飞身形不稳，朱志林3人的神通攻势直接将楚云飞轰飞出去。10名造化境紧追不舍，使出浑身解数，疯狂地对楚云飞展开进攻。楚云飞喘着粗气落入了下风，身上浮现出道道伤痕。大将军乔彦杰，你他娘的在干什么？那可是大将军啊，3番5次救你性命的大将军啊！白俊峰带人赶来支援，却被敌国的将士拦下。你个无耻之徒，竟敢背叛大将军！白俊峰怒声咆哮，恨不得手撕乔彦杰。他们都被乔彦杰这个叛徒给骗了。为什么？楚云飞嘴角挂着血迹，面色狰狞地质问道。我没有为自己而活的权利，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杀了你，然后带着你的至尊骨回去。乔彦杰面无表情，眼中充斥着凌厉的杀机。你来自暗幽卫，是景王的人。从乔彦杰施展的5技神通以及6名先锋使用的武器，不难看出他们的身份。乔彦杰没有回答，一味地对楚云飞发起进攻。朱志林，机会只有一次，你们最好卖力点。楚云飞死后，至尊骨归我，为了表示诚意，山海关以北的10座城池
归你们。乔彦杰面无表情地说道。放心，本将军比谁都希望楚云飞死。朱志玲使出浑身解数，长枪不断地轰向楚云飞。你这个畜生，10座城市亿万百姓就这么被你用来当作交易的筹码，一旦敌国深入境内，必将覆水难收，届时遭殃的就不只是百姓们。楚云飞勃然大怒，眼中布满了血丝，拼命地抵挡防御。他想要活下去，只要他还活着，敌军就攻破不了山海关。一群卑贱的蝼蚁，死了也就死了。乔彦杰冰冷无情，根本不在乎百姓的死活。隐遁无间杀，乔彦杰的身影陡然消失，无形的杀机袭来，如同天罗地网，锁定了楚云飞的各处要害。虚空破碎，就连空间都扭曲变形。楚云飞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他咬紧牙关，燃烧气血，至尊谷的力量被彻底调动。轰！气息威压冲天而起，将6名杀手、10几名敌国副将军震退。朱志玲、丁祥、赵明杰3人也燃烧了气血，极尽升华一战。楚云飞必须死，否则他们3个国家将再无翻身的可能。咣当，轰隆隆，恐怖的攻势相撞，余威横扫，万米之内都被波及，士兵们来不及逃跑，顷刻间就被轰成了血雾。余威之中，双方都被轰飞出去。噗！楚云飞再次吐出一口鲜血，脸色苍白，气息微弱，用长枪撑地，方才勉强稳住身形。在他的肩膀部位有着一道触目惊心的枪痕，血肉模糊，白骨断裂。朱志玲3人同样受了伤，嘴角挂着血迹，但是比楚云飞要好上很多。大将军白俊峰怒目圆睁，体内气血翻涌，极尽升华一战，将挡在身前的3名敌国副将军逼退。不等白俊峰赶过去，乔彦杰的身影便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楚云飞身前。大将军，对不住了，待我完成了任务，便下去向你赎罪。乔彦杰冰冷的眼中闪过一抹柔情。这10年，楚云飞把他当成亲生兄弟一般对待，再冷的心都会感受到温暖。少在这里假惺惺，本将军就算毁了至尊谷，也不会便宜了你们。楚云飞双手握拳，准备自爆。不！白俊峰等人失声痛哭。你这又是何必？乔彦杰快速出手，想要控制住楚云飞。旭儿，哥哥不能活着回去见你了，若有来世，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楚云飞的眼角滑落2行泪水。自从被带到黎阳王朝，他和楚轩便聚少离多。别人都说弟弟是他的累赘，但只有楚云飞知道，如果没有弟弟的话，他早就丧失活下去的信念了。哥哥，不要！就在这时，熟悉的声音在楚云飞耳边回荡。这是轩儿的声音，难道是临死前的幻听？楚云飞猛地睁开双眼，发现一道身影挡在了身前。从背影来看，和他的弟弟楚轩是那么相似。此人正是楚轩。他片刻不停地赶来，用尽全力施展魅影神踪，终于及时赶到了。差一点他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不对，这不是幻觉。轩儿，真的是你，你怎么跑过来了？快跑！楚云飞来不及思考，他只在乎楚轩的安危，于是本能地吼道。楚轩！乔彦杰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你个卑鄙无耻的叛徒，哥哥拿命救你，而你却想杀哥哥，哪怕你死上1000次万次，也难解我心头之恨。饕餮血脉在体内燃烧，散发出凶兽之威。9节神体被催动，肉身上流动着恐怖的力量，似翻涌的火海，又似狂暴的雷霆造化，竟6重修为气息冲天而起，方圆10里都被笼罩在内。轰噗！乔彦杰的攻势被轻易湮灭，整个人也被狂暴的力量震飞出去，在楚轩面前显得极其弱小和无力。10米开外的朱志玲3人同样被轰飞了出去，而后宛如死狗一般匍匐在地。那些被威压笼罩的士兵们全部匍匐在地，连动弹一下都难。都去死！楚轩宛如一尊死神，决定着众人的生死。噗噗噗噗噗！啊啊！3万多名敌军在威压之下全部化为了猩红血雾，如同盛开的红色花朵。这怎么可能？乔彦杰嘴里涌出鲜血，目光惊恐地望着楚轩。这个将军府的废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不是说楚轩的修为凭空消失了吗？轩儿，你真的是轩儿？楚云飞面色呆滞，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哪怕是他巅峰时期都不可能挡下楚轩的威压力量。一怒之下，3万多人殒命，这是何等的恐怖啊！公子，白俊峰也傻眼了，他跟楚云飞一样，都觉得自己在做梦。难道公子一直在隐藏修为？白俊峰脑海中蹦出一个大胆的猜测。不对，这股气息，哈哈，本将军懂了，黑袍前辈就是轩儿，我的好弟弟，你把哥哥我骗得好惨啊！楚云飞恍然大悟，放声大笑，从未如此高兴过。原来黑袍前辈就是他的亲弟弟，怪不得黑袍前辈会3番5次救他，
而且还给他送资源宝物。怪物，快跑！一尊活着的杀神，快跑啊！雪狼国、南城国、桑南国幸存的30万名士兵都被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眨眼间杀3万多人，这不是杀神是什么？楚公子威武，杀光这群狗东西，为大将军出气，保家卫国，杀灭敌军。楚家军士气高涨，杀向逃跑的敌军，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原来那个神秘黑袍人是你，我们都失算了。乔彦杰眉头紧锁，心有不甘，他的任务注定要失败了。就算他拥有造化境6重乃至7重的修为，都不一定是楚轩的对手。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楚轩直视着乔彦杰，体内散发出极致的杀意。乔彦杰这个刀尖舔血的刺客杀手，被楚轩盯着都感到毛骨悚然。你确实很强，但不够聪明。如果你继续隐藏实力，兴许还有逆风翻盘的机会。景王大人很快就会亲自来取你们性命。乔彦杰双手结印，施展身法，凭空消失在了原地。不好，那叛徒要跑！白俊峰紧握双拳，咬牙切齿地说道。暗幽卫的杀手最为擅长的便是身法，想要击杀他们难度非常高。呵呵，你跑得掉吗？楚轩的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抹不屑论身法，谁能比得过他？唰，成百上千道残影浮现，数万米开外，一处虚空陡然破碎，乔彦杰的身影倒飞而出，重砸在地。可，乔彦杰倒在了血泊之中，眼底深处闪烁着恐惧。你的身法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你和周浩都得死！楚轩杀机腾腾地看着乔彦杰，轩儿的身法好玄妙。楚云飞面色激动，心里波涛起伏，直到现在他还感觉很梦幻。跑，快跑！朱志玲、丁祥、赵明杰3人拖着重伤之躯转身逃跑。面对楚轩这尊杀神，他们毫无还手之力。你们不该入侵山海关，更不该和周浩联手陷害我哥哥。楚轩的身影宛如鬼魅般挡在朱志玲3人身前。咕噜，3人吓得面如土色，倒咽口水。前辈，您听我们说，这件事都是朱志玲在暗中操纵，我们完全不知情啊。丁祥和赵明杰声音颤抖地解释道。你们2个蠢货，以他的心狠手辣，你们就算跪下求饶，他也不可能放过你们的。想活命，那就杀出去。朱志玲再一次燃烧气血，嘴里涌出浓郁的鲜血，已经达到了极限。就算他能活着回去，根基也会受损，修为境界都有可能倒退。轰轰！丁祥和赵明杰2人想明白后，也燃烧气血，用尽全力杀向楚轩。雪域孤狼杀，霸刀斩，怒雷猛击，锋利的爪芒，恐怖的刀斩，霸道的双锤，全部锁定了楚轩。轰卡！虚空被轰碎，力量不容小觑。轩儿，快出手啊！楚云飞着急地喊道。3位造化境5重的强者燃烧气血，哪怕是他也要郑重对待。哥哥放心，这3个蝼蚁伤不了我。楚轩面色平静，体内的饕餮血脉剧烈翻涌。吼！一尊饕餮虚影凝聚而出，高有100米，腋下生目，张牙舞爪。这是上古凶兽饕餮。轩儿竟然拥有饕餮血脉。楚云飞倒吸一口冷气，怪不得楚轩的力量会这般狂暴霸道。这饕餮血脉该不会是轩儿在福源村所得到吧？楚云飞在内心猜测道。不管楚轩是从哪得到的机缘，楚云飞都感到无比高兴。哪怕他拥有至尊骨，在肉身力量上也完全不如楚轩。咣！楚轩没有施展任何神通，赤手空拳轰出。噗噗噗！3人的攻势被楚轩的铁拳硬生生摧毁湮灭，随后又将3人的防御破开，拳头砸落在了3人身上。咔嚓！啊！3人身上浮现出血洞，骨骼瞬间断裂破碎，宛如死狗一般瘫倒在地。用拳头破开了造化境5重强者的肉身，公子的力量到底有多强悍？白俊峰等人全部都看傻眼了。乔彦杰眉头紧锁，全身已经被冷汗浸湿。他们到底得罪了一尊什么怪物啊？楚轩运转饕餮血脉和功法，吞噬之力将朱志玲3人笼罩，强大的吞噬力吸扯3人体内的修为灵力。你在干什么？快停下！3人全身抽搐，修为力量被楚轩源源不断的吸走。没过多久，朱志玲3人就化为了枯骨。楚轩的修为境界开始攀升，顺利的来到了造化境6重。这一幕看得众人心惊肉跳。邪功，原来你也修炼了邪功，怪不得20岁就能突破到造化境。乔彦杰瞪大了双眼，楚轩的底牌手段简直层出不穷。楚云飞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抹担忧，他在担心楚轩会遭受到反噬。邪功禁术他也有所耳闻，知道其中的弊端。轩儿不惜修炼禁术，应该是想帮我分担压力。楚云飞在心里叹了口气。
后面他要多找一些延年益寿的天才地宝，尽可能帮楚轩延长寿命。接下来该你了。楚轩缓缓向着乔苑杰走去。你吞噬不了我的。乔苑杰眼中闪过一抹狠厉。算一算时间，景王大人这回应该已经得手了，千丝复魂谷的母骨应该也落到了景王大人手中。你的性命依旧被景王大人掌控着，我在九泉之下等你。乔苑杰准备咬碎嘴里的毒囊。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后，楚轩果断的施展催动蜃楼梦一股，乔苑杰被带到了幻境之中，混沌开始崩塌，乔苑杰失去重力，整个人被死死镇压，连动弹一下都难。梦魇凝聚而出，山般大小的红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乔苑杰。梦魇噬魂，楚轩施展出蛊术神通。乔苑杰七窍流血，灵魂被啃噬，抱着头在地面上翻滚。这是蛊术？轩儿还是一名蛊师？楚云飞再次被震惊到了。武道和蛊道这两个大道，楚轩竟然同时修炼，而且造诣都很高。楚轩的悟性到底有多逆天？要是楚云飞知道楚轩还是名剑修的话，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乔苑杰被梦魇啃噬了足足1刻钟，最终魂魄消散，道心崩塌，被活生生折磨死。这就是楚轩对待叛徒的手段。趁着乔苑杰体内的修为还没有消散，楚轩将其全部吞噬掉。刚刚突破到造化境6重修为的楚轩，丹田内又充斥了一半灵力，他的修炼速度简直无人能及。乔苑杰死了，3个敌国的大将军也死了。敌军来的时候有45万人，现在只剩下20万左右。望着落荒而逃的敌军，楚轩眼中闪过一抹凌厉。他转身对着楚云飞说道：哥哥，现在正是歼灭敌军的最佳时机，你先回城休养，我率军追杀过去。楚云飞有些不放心，毕竟楚轩从未带兵打过仗。将军不必担心，末将定当全力辅佐公子。再说了，以公子的修为实力，也没有人能够伤得了他。白俊峰站了出来，抱拳说道。闻言，楚云飞点了点头，郑重地嘱咐道：轩儿，量力而行即可，不要勉强自己。哥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楚轩自信地笑了笑，接着翻身上马，和白俊峰一起来到了楚家军的最前方。所有人听令，随我杀过去，直破天狼城。敌国不投降，我们便一路杀到他们的皇城去。楚轩召唤出干将莫邪，直指敌军，恐怖的魔威肆虐，镇压方圆数十里。慷慨激昂的话语落入士兵们的耳中，点燃了他们的热血，士气越发高涨。杀！杀！杀！士兵们挥舞着长枪，快速向前推进，脚下的大地颤抖不止。逃窜的敌军面对铁骑、长枪、利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纷纷倒下，尸体堆砌如山，鲜血流淌成河。虽然楚轩第一次带兵打仗，但是楚家军的每一名士兵都对楚轩充满了敬畏，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楚轩的实力和胆魄。对于楚轩这样的强者，他们打心底里感到佩服。这小子才有1天时间，在军中的威望都要超过我了。望着顺利推进的大军，楚云飞欣慰地笑道：走，我们回城。楚云飞不再担心，转身向着山海关赶去。他身受重伤，留下来只会拖累众人。战场上，楚轩每一次挥动魔剑，都有上千名敌军化为血雾，称其为死神，一点也不为过。报，公子，在左侧方向有一支10万人的队伍正在快速赶来。一名先锋急匆匆地赶来报信，难道是敌军的支援到了？白俊峰收了攻势，皱眉说道：大家不必惊慌，那是我们的援军。楚轩神秘地笑了笑，在赶来山海关的时候，楚轩就通知了古族那边，让他们赶来支援。援军？白俊峰等人懵了，他们什么时候有援军了？皇室那边打压他们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对他们进行支援？走，随我去迎接。追风马一跃而出，很快就和古族的队伍碰面。小婿拜见岳父。楚轩翻身下马，对着队伍前方的乌镇宇行礼。哈哈哈，轩儿快免礼。乌镇宇上前将楚轩搀扶了起来。夫君。乌婉晴美眸红润，眼角滚落泪水，一把拥入怀中，紧紧地抱着楚轩。知道要来见楚轩，乌婉晴精心打扮了一番，扎着马尾辫，活灵活现，充满了青春与朝气。精致的面容略施粉黛，宛如仙女下凡。哪怕是穿着一袭淡蓝长衫，窈窕修长的身姿也被完美勾勒了出来。楚轩一脸溺爱，为乌婉晴擦去眼角的泪水。乖，等歼灭了敌军，夫君再好好陪你。好，那这次夫君能不能多想几个姿势？大尺度的话语让楚轩脸色一红，好在声音只有2人能够听到。楚轩故作镇定地点了点头。白俊峰等人都被震惊了。公子什么时候娶妻了？他们怎么不知道？大将军应该也不知道，否则就跟他们说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岳父，也是古族的族长乌镇宇。这位是我的妻子，古族圣女乌婉晴。岳父，这位是副将军白俊峰。客套的话
我们回去再说。当下之急是要一举歼灭敌军。楚宣翻身上马，准备战斗。白俊峰等人内心激动。乌镇宇可是一名5级8重古师，比监造化近8重，这样的实力放在整个黎阳王朝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而且古术让人防不胜防，有古师们的加入，他们的实力将会大大提升。轩儿，从现在开始，古族上下都由你来指挥。乌镇宇抬高了声音，正式把古族的指挥权交给了楚宣。多谢岳父信任。楚宣目光扫过众人，大声地吩咐道：接下来骑兵在前开路，步兵紧随其后，古师们配合步兵共同杀敌。是，末将听令。在楚宣的带领下，40万大军向前快速推进，敌军死的只剩下不到10万人，他们一路逃到了天狼城，这是进入雪狼国的第一道防线。快开城门，楚家军马上就杀过来了，快开城门，让我们进去，求求你们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吧。城墙下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神色惊恐地喊道。当城墙上的士兵看到40万大军杀来的时候，都被吓傻了。快加固城门！城主当即下令。这个情况，谁他妈敢开城门啊？你们守好城门，本城主去喊援军。城主双腿发软，颤抖着下了城楼。他急匆匆地回了府邸，打包金银财宝，火速离开了天狼城。那可是40万大军啊！天狼城总共只有3万人，还都是些老弱病残，拿什么抵挡？杀，一个不留！楚宣带着大军杀来，敌军退无可退，被全部歼灭。面对敌军，楚宣没有一丝怜悯。如果山海关被攻破，敌军只会比他们更加残忍血腥。放箭，快放箭射死他们！密密麻麻的箭雨从城墙上射来，盾兵出列，防！盾牌架起，抵挡着箭雨。楚宣手持魔剑杀出，劈出2道剑斩，轰向城门。乌镇宇施展金雕锐木骨，化为一道金芒，来到了城墙上，凌厉的爪芒肆虐，数千名士兵都被硬生生撕碎。轰卡！城门被剑斩劈裂，轰然倒塌。士兵们从城墙上跌落，发出一声声惨叫。给我杀！40万大军涌入天狼城，很快就将城池占领。作为穿越者，楚宣深知攻城容易治理难的道理，如果管理不善，手无寸铁的百姓将会起义暴乱。所以楚宣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滥杀无辜，更不准烧杀抢掠。从城主府搜刮的粮食宝物，要拿出一半分给百姓们。这一政策很快就让楚家军在天狼城站稳了脚跟，百姓们并不在乎是谁统治他们。在这乱世，只要能够活着，有一口吃的，他们就满足了。楚家军的做法让百姓们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对楚家军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原城主。楚宣继续率军南下，一边攻打一边谈和。只要雪狼国愿意投降归顺，楚家军就会停止战争，否则就一路打到皇城。短短3天时间，楚家军就攻破了9座城池，再有17座城池就能抵达雪狼国的皇城了。那些被占领的城池都归顺了楚家军，并且还愿意共同对抗雪狼国，这让雪狼国退无可退，只有乖乖投降。终于在第5天的时候，雪狼国宣布了投降，楚家军直接驻扎到了皇城。皇上郭子阳成为了一名傀儡皇帝。听到雪狼国投降的消息后，南陈国和桑南国也放弃了抵抗，选择臣服于楚家。楚家坐拥山海关以南3个国家，在疆域面积上已经超过了整个黎阳王朝。山海关，楚云飞从修炼室内走出，经过5天时间的调养，他的伤势已经全部恢复。不仅如此，楚云飞的修为还突破到了造化境7重，就连至尊谷的天赋神通上苍劫光也顺利的领悟出来。这一次，楚云飞算是因祸得福，彻底激发了体内的潜力。如果使出上苍劫光的话，我有把握击败造化境9重。楚云飞自信地笑了笑，眼中闪过一抹火热战意。将军，您终于出关了。胡庆峰和毕瑞华2名副将军走了过来。他们2人赶到山海关的时候，敌军已经被成功逼退。2人没有赶往前线，而是留在城内为楚云飞护法。庆峰、瑞华，你们什么时候赶过来的？楚云飞有些意外地问道。回将军，在您闭关后的第2天，我们就赶到了山海关。2人将这段时间皇朝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给了楚云飞听。自从回到山海关后，楚云飞就开始闭关，对周浩弑皇夺权、突破到炼虚境等事情一概不知。胡庆峰2人说完之后，楚云飞才知道这段时间皇朝竟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周浩这老狐狸好深的城府，要不是轩儿及时赶到的话，连本将军也要遭到他的暗算了。楚云飞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后怕。他最信任的副将军乔元杰，还有周志行最信任的太监总管魏永康，竟然都是周浩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刺客。这老谋深算的布局简直让他们防不胜防。周浩突破到炼虚境之后，
将会更加难对付了。楚云飞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对付炼虚境强者。周浩这段时间在招兵买马，想来是在为南下讨伐做准备。我们也该早做打算，起码要把南疆的局势稳定住，以免周浩和敌军勾结，使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胡庆峰二人分析到，楚云飞很认同两人的观点，南疆的局势必须尽快平定。说起来，前线的战事怎么样了？轩儿和俊峰还没有回来吗？楚云飞皱着眉头，心里多少有些担忧。就在这时，两名少将激动地跑了过来，报：大将军，公子和副将军率领大军，先是和古族会师，然后一举攻破天狼城，在短短3天时间，又攻破雪狼国9座城池。如今，雪狼国、南陈国、桑南国已经全部归降，我们的大军直接就驻扎在3个国家的皇城内。两名少将滔滔不绝，眼神中满是敬畏和崇拜。身为楚家军的一员，他们感到无比自豪。闻言，楚云飞三人愣了一下，感到不可置信，甚至有些天方夜谭。他闭个关的功夫，3个敌国竟然全部归降了。你们确定不是在跟本将军开玩笑？大将军，千真万确啊！如今公子已经在凯旋的路上了，最迟有时就能回到山海关。两人拍了拍胸脯，保证道：好，好啊，哈哈，不愧是本将军的亲弟弟。走，随本将军出城迎接，为轩儿他们接风洗尘。楚云飞面色大喜，激动的眼眶红润，带着众人向城外赶去。从未时一直等到有时，楚轩等人的身影终于映入眼帘。20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归来，剩下20万名士兵分别驻扎在雪狼国、南陈国还有桑南国的皇城。此次3个国家的皇上也跟着一同来到了山海关。楚轩带他们回来，是想让他们见证一件大事。轩儿，楚云飞快步上前迎接楚轩。哥哥，弟弟幸不辱命，成功收服雪狼国3个国家。如今周浩是皇夺权，占据着王朝北边疆域，弟弟恳请哥哥称皇，北下讨伐周浩，一统江山。楚轩翻身下马，对着楚云飞拱手说道：请大将军称皇。楚家军古族人员异口同声地喊道：请楚将军登基称皇，我等愿世世代代效忠于陛下。郭子阳、郑豪、卢正宏3位国家的皇上皆是躬身说道：末将拜见皇上。众人单膝跪地，恭敬的行礼。你们？楚云飞有些不知所措，他还从未想过要登基称皇。哥哥，想要救百姓于水火，就只能推翻周家的统治，结束这场争斗。这个皇位，哥哥来做最为合适。楚轩继续劝说道：他早就想让哥哥称皇了，为周家卖命，到最后只能落个卸磨杀驴的结果。轩儿说的不无道理，那这个皇位朕便做了。王侯将相您有种乎？那周家能称皇，我楚家同样可以。朕为周家卖命10余年，出生入死，开疆扩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们却卸磨杀驴，先是刺杀朕的弟弟，又设计陷害朕，实在是不可容忍。今日大楚皇朝正式成立。楚云飞的目光扫过众人，散发着帝王威严，声音落下，宛如滚滚雷霆，让人心生敬畏。楚云飞率军征战10余年，早已形成王者之气。大楚万岁！歼灭黎阳残军，一统大楚皇朝。众人齐声高呼，心里激动万分。山海关成了大楚皇朝的临时都城。晚上，楚云飞设下了晚宴，这是他和亲家公第一次吃饭，更像是双方见家长。轩儿，你可真是长本事了，在外面娶妻之后，竟然都不第一时间告诉给哥哥。楚云飞故作怪罪地说道，实则心里却非常高兴。他这个弟妹不仅生得美若天仙，而且天赋实力还很强大，让他非常满意。哪怕他千挑万选，也很难给楚轩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嘿嘿，这不情况特殊么？婉清，你和我一起敬哥哥杯酒。哈哈，这次就原谅你了。你能娶到弟妹这般漂亮贤惠的妻子，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以后可要好好珍惜，对弟妹好一点。要是楚轩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看我不打断他的腿。不是，哥，我才是你的亲弟弟啊。宫殿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楚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接下来几天时间，大楚皇朝的军队一路北下，占据了中部的平阳城。黎阳皇朝和大楚皇朝以平阳城为界，形成了南北割据。黎阳王朝皇宫内，魏永康来到周浩身旁，禀告道：陛下，已经查清楚了，雪狼国在内的3个国家确实已经归降楚家。闻言，周浩深邃的眼中闪过一抹杀机，算上雪狼国3个国家，楚家无论是兵力还是疆域都远超我们。朕实在没有想到楚云飞敢真的称皇，更没想到雪狼国如此不争气，短短5天时间就被大楚收服。周浩一掌拍碎了桌子，体内爆发出炼虚境修为气息，整个大殿都被笼罩，气氛相当压抑。
周浩原以为坐上皇位后就能高枕无忧，可是烦心事却一件接着一件。他耗费无数精力和资源培养的2名幼主全部身死，金牌杀手也死得所剩无几，身边只剩下魏永康这一个得力干将。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楚轩的话，皇上的计划将会非常顺利。谁能想到将军府的废物公子一直都在扮猪吃虎呢？魏永康叹了口气，可惜地说道。在刚得知楚轩就是那名黑袍强者的时候，无论是周浩还是魏永康都感到不可置信。但是后面关于楚轩的消息不断传入皇宫，先是在战场以一己之力碾压10几名造化境，杀乔怨杰，救楚云飞，又率领楚家军攻破天狼城，仅用5天时间便收服了雪狼国在内的3个国家。神秘杀手是楚轩，黑袍强者也是楚轩，就连古族的驸马楚大长也是楚轩所办。楚轩是唯一的变数，只可惜被他们忽视了，千算万算，费尽心血去布局，却被楚轩这个变数给搅乱。周浩冷哼一声，目光变得幽怨。他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正是千丝复魂骨的母骨，周志行死后便落入了他的手中。就算那楚轩再妖孽，性命也始终掌控在朕的手中。杀掉楚轩，大楚的战力起码能减少1半，但朕可不舍得轻易杀掉楚轩，因为他是朕谈判的筹码。看着黑色盒子，周浩阴森地笑了笑。永康，你亲自去一趟，楚云飞如果在3天内不投降的话，朕就会弄死这只母骨。周浩对着魏永康吩咐道。老奴这就启程。魏永康躬身离去。周浩从皇位上站了起来，向着武王府赶去。不到半个时辰，周浩便来到了武王府，拜见陛下。武王周弘恭敬地行礼。人都准备好了吗？周浩语气淡漠地询问道。周弘眼中有着一抹不悦，但却点了点头，回陛下，都准备好了。干得不错。周浩起身来到了后院，10万名烈焰铁骑全部都被召集过来。见到来者是周浩，10万人当即下跪行礼。末将拜见皇上。都起来吧。周浩看向众人的目光变得贪婪，不等众人起身，一股强大的吸扯力便将他们笼罩。阴煞夺魂功。周浩催动邪功尽数，脸色变得黑紫，寿元生机在快速消耗。皇上饶命，我等忠心耿耿，皇上为何要杀我们？我们被骗了，武王把我们当作养料送给了周浩。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10万人便全部被吞噬，化为了干枯的尸体。周浩的修为气息暴涨，距离炼虚境2重仅有1步之遥。武王双目无神地走来，看着地上的枯骨，心里于心不忍，但他却无能为力。寿元只剩下不到30年了，唯有融合至尊骨，才有一线生机。周浩内心有了危机感，他修炼的邪功尽数反噬特别强大，寿元已经所剩无几。四弟，你看起来有些不服啊。周浩转过身子，突然开口道。扑通，周弘吓得跪倒在地。陛下，臣对您忠心耿耿，哪里不服的道理？看你吓的，朕只是给你开个玩笑。周浩笑着打趣道。周弘心里松了口气。周浩喜怒无常，比周志行的手段要狠辣多了。四弟，快起来吧。周浩伸手去扶周弘，接触的那一刻，强大的吸扯力将周弘也给笼罩。你！周弘瞪大了双眼，用尽全力反抗，但却无法挣脱。他的修为正在被周浩源源不断的吸走，朕只差一点就能突破到炼虚境了，所以就委屈下你。本来朕不想杀你的，可是楚云飞那边的势力让朕感到不安。周浩面色狰狞，黑白相间的头发在空中乱舞，俨然成了一尊大魔头。我们都被你骗了，在你眼里，我们不过是耗材罢了。你残害手足，滥杀无辜，必定会承受天谴。周弘咬牙切齿地骂道。你怎么和皇兄一样天真？如果真有天谴的话，你觉得我们周家还能统治黎阳王朝这么多年吗？待朕灭掉大楚，融合了至尊骨后，将会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结。周浩放声大笑。很快，周弘体内的修为就被吞噬殆尽，生机全无，化为了一具干瘪的尸体。轰！周浩的修为气息开始攀升，突破到了炼虚境2重。噗！然而刚突破完，周浩的嘴角就涌出黑色鲜血。这具身体快达到极限了，10年，朕只剩下10年了。周浩的头发变得雪白，体内弥漫出森森死气。邪功尽数能让他快速提升修为，也会给他带来难以逆转的反噬。2天后，魏永康来到了山海关。楚云飞，陛下已经发话了，如果3天内你们不投降的话，皇上就会弄死那只母骨。魏永康直视着皇位上的楚云飞，冷声威胁道。楚云飞面色阴沉，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怒火。一旦那只母骨死了，楚轩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魏永康趁热打铁地说道。踏。就在这时，宫殿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谁给你的狗胆，
竟敢跑到我大楚的皇城撒野！楚轩进入了宫殿，并且释放出恐怖的威压，向着魏永康轰去。你敢！魏永康面色大变，他没想到楚轩会这么不怕死。轰动！在造化境6重修为的楚轩面前，魏永康宛如蝼蚁，当即就被镇压，双膝跪地，连动弹一下都难。楚轩，你可要想好了，一旦我死了，皇上会立即弄死母骨，到时候也别想活。在楚轩强大的威压下，魏永康的骨骼扭曲变形，肉身开裂，已经鲜血淋漓。虽然这些天一直听到楚轩的实力很强悍，但亲身感受完之后，魏永康才知道有多么恐怖。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楚轩一脸玩味地笑道，那千丝复魂骨早就被他彻底驱除了。我不信你不怕死。魏永康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他在楚轩眼中看到了真切的杀意。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楚轩目光一寒，果断地出手。轩儿，不可！楚云飞纵身一跃，想要阻止楚轩，但是楚轩的手掌已经落在魏永康的天灵盖上。嗡嗡，吞噬力爆发，魏永康体内的修为被楚轩霸道掠夺。你也等着生死道消吧！魏永康体内的生机消散，化为一具干尸，双眼圆睁，倒在了地面。楚轩丹田内的灵力更加饱满和浓郁，但是还不足以突破到造化境7重。轩儿，你太鲁莽了！楚云飞眉头紧锁，叹了口气。魏永康的死讯传回黎阳王朝后，周浩肯定会弄死那只母骨。哥哥，你先不要着急，其实我体内的毒蛊在半年前就已经驱除了。楚轩笑了笑，对着楚云飞安抚道。当真？楚云飞感觉是楚轩在安慰他，内心不太相信。大哥，夫君体内的毒蛊是我帮忙驱除的。乌婉晴不知何时进入了宫殿，解除毒蛊的方法让他有些羞于启齿。闻言，楚云飞的眉头舒展开来，他上前为楚轩把脉，仔细感知过后，终于确定毒蛊已经解除。你小子，解除毒蛊了也不跟哥哥说一声，把我吓的。楚云飞敲了敲楚轩的脑袋，嘴角却洋溢着笑容。楚轩体内的毒蛊一直让楚云飞牵肠挂肚，如今顺利驱除，他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哥哥也没问啊。楚轩调皮地回道，只有在楚云飞面前，他才能表现得像个小孩子。还敢贫嘴！楚云飞又要敲楚轩的脑袋，但是楚轩却躲到了乌婉晴身后。娘子保护我。大哥，你就别怪夫君了。乌婉晴替楚轩求情。哈哈哈哈，既然弟妹都发话了，那我就不计较了。楚云飞大声笑道，还是娘子说话管用啊。楚轩笑了笑，这种幸福美满、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让楚轩很享受，也很珍惜。但是他知道，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周浩已经突破到了炼虚境，如果杀过来的话，他和哥哥都很难招架，除非动用藏神关。但是动用藏神关太危险了，一旦暴露的话，会给整个大楚皇朝带来灭顶之灾。娘子，你那有没有快速提升修为的方法？楚轩的神识来到了藏神关，询问道。红裙女子迟迟没有现身，也没有回答。不是，我哪里又得罪你了？楚轩郁闷地说道。你那么多个娘子，我怎么知道你在喊哪个？红裙女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楚轩赶紧转身，那绝美的容颜、性感火辣的身姿映入眼帘。依旧是红色短衣搭配红色短裙，丰满的胸脯仿佛要将短衣撑爆，那双雪白的美腿比楚轩的命还要长。这火辣的身姿，性感的穿搭，每次都能吸引楚轩的目光。好看吗？红裙女子一个弹指落下，将楚轩震退出去10几米远。肯定好看啊，唯有娘子这完美的玉体才值得让我反复欣赏。楚轩嘿嘿一笑，嘴甜的夸赞道。你跟乌婉晴也是这么说的吧？红裙女子白了楚轩一眼，果然还是吃醋了。楚轩上前讨好道，娘子，作为这世间最美丽的女人，你肯定不会和其他人一般见识的，对不对？少在这拍马屁。出了山海关，东南方向约莫2天的路程，有一座山脉，里面有万年品质的宝药尸炎果，可以助你突破。红裙女子缓缓说道。我就知道娘子最爱我了，作为报答，我来为娘子揉肩捶背吧。楚轩刚准备上手，红裙女子的身形便消失在了原地。别自恋，我只是不想看着你被一名炼虚境的蝼蚁弄死。红裙女子的声音传来。楚轩知道红裙女子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哪怕她娶了乌婉晴，红裙女子也没有真的责怪，只是会偶尔吃醋。8万年品质的尸炎果，若是得到之后，应该能助我突破2个小境界吧。楚轩眼中闪过一抹火热和期待。孕育万年为宝药，10万年为药王。红裙女子说的那颗尸炎果，只差2万年时间就能成为药王了。楚轩把离去的想法告诉给了楚云飞，楚云飞并未阻止，而且还大力支持，只是叮嘱楚轩要时刻注意安全，随时都要确保自己能够全身而退。作为修行者，只有不断的磨砺自己，才能快速成长。
温室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等到天下一统，江山稳定之后，楚云飞也准备外出历练。他所在的皇朝只是青州的冰山一角，广阔的世界还等着他去探索。魏永康的死讯很快传回了黎阳王朝。周浩得知后，首先是不敢相信，而后是勃然大怒。好你个楚轩，竟敢杀朕派出去的信使！既然你想死，那朕就成全你。周浩咬牙切齿，将装有毒蛊的黑色盒子拿了出来。轰噗！强大的力道直接将黑色盒子轰成了粉碎，盒子里的毒蛊也化为了血雾。楚云飞，你最疼爱的弟弟就要离你远去了，这都是你们自找的。既然你们想战，那朕便奉陪到底。周浩面色阴翳，深邃的眼中闪烁着凌厉杀机。半个月之内，朕要看到50万大军，届时朕要御驾亲征，南下讨伐楚家。周浩对着下方的周成命令道：臣这就去办。周成不敢耽误，领命离去。四弟周弘莫名暴毙，这其中肯定和周浩脱不了干系。周浩已经彻底疯了。周成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生怕惹怒了周浩，招来杀身之祸。在皇室不择手段的征兵下，大量的男丁被强制送到了兵营接受训练，一时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百姓们都期盼着楚皇能够早日杀过来。要不是黎阳王朝派重兵把守要塞的话，百姓们就迁往大楚境内了。周家的统治早已失去了民心。经过2天时间的赶路，楚轩终于来到了红裙女子说的那座山脉。一番打听过后，楚轩才得知这座山脉叫做碧水山脉。虽然很好听，但怎么感觉有点污。楚轩不再纠结山脉的名字，进入碧水山脉后就开始寻找那颗尸炎果。来到山脉深处之后，楚轩感知到了10几股强大的妖兽气息，其中不乏有6级妖兽的存在，这让楚轩变得更加小心。因为6级妖兽比肩炼虚境强者，他现在还不是对手。一般尸炎果附近都有尸类妖兽守护，但愿那头妖兽的修为在6级以下。楚轩在心里祈祷着。在寻找尸炎果的路上，楚轩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打斗声。他循着声音赶去，来到了一座隐蔽的山谷。嗷吼！自山谷里传来了一道愤怒的狮吼声。你们这群该死的人类，竟敢打本王尸炎果的主意，都去死！狂暴的兽威爆发，达到了5级9重，也就是造化境9重。不过妖兽的肉身力量远超人类5修，如果拼命的话，足以对战炼虚境1重修为的强者。尸炎果，楚轩双眼放光，他原本只想过来吃个瓜，没想到真给他来对地方了。楚轩运转太虚敛息术，体内的修为气息被完全遮蔽，宛如一个透明人般。他来到一块岩石后面，打量着山谷内的情况。那头5级9重的妖兽竟然是紫翼狮王。在妖兽里面，紫翼狮王的血脉能排到中上，天赋足够让他修炼到8级妖兽。与紫翼狮王交手的有5人，修为最强的达到了半步炼虚境，他的力量超过了造化境，但是距离真正的炼虚境还差了一步。其余4人修为都在造化境9重，从他们穿着的服饰来看，应该是一流势力龙虎堂的人。楚轩对龙虎堂的印象很深，当初进入福源村屠杀的势力中就有龙虎堂的弟子，真是冤家路窄啊！楚轩眯着双眼，心中生出杀机。他跟村长爷爷发过誓，要将这些屠戮村民的势力一一抹除。不过龙虎堂的实力远在黎阳王朝之上，虽然都是一流势力，但也有强弱之分。龙虎堂在一流势力中排在前列，黎阳王朝常年垫底。据说龙虎堂的堂主赵剑锋修为已经达到了炼虚境9重，堂内还有着不下7名炼虚境强者。山谷里的这5个人应该只是龙虎堂的护法或者执事。如果让我一个人对付紫翼狮王，可能还真要费点功夫。有龙虎堂的人开路，反倒省了我不少事情。楚轩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阴险笑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楚轩要继承马老师的绝学，在关键时刻来一个偷袭，吞噬了龙虎堂这5个人的话，楚轩的修为也能迎来突破。除此之外，还有8万年品质的尸炎果，想想就很爽。孽畜，你要愿意拱手让出尸炎果的话，我们还能放你一条生路。若你执迷不悟，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修为最强的那名护法双手成拳，运足全身力量，不断地向着紫翼狮王轰去。另外4人负责助攻，从4个方位对紫翼狮王进行包抄。痴心妄想！嗷吼！紫翼狮王高有10米，庞大的紫色羽翼拍出，遮天蔽日，卷起道道狂风，将5人不断的逼退。轰隆隆，大地颤抖，山谷不断的崩塌。5级9重修为的紫翼狮王果然不是那么好招惹的，都把看家本领使出来。龙虎七杀拳，那名护法施展出了5技神通，灵力凝聚成神龙和猛虎，张牙舞爪，向着紫翼狮王扑去。4名执事紧随其后，同样施展出神通5技。强大的攻势爆发，
原本占据上风的紫翼狮王逐渐落入了下风。龙虎堂擅长拳法，肉身力量比同境修为者要强上一些。龙虎七杀拳乃是一部玄阶高级武技，所爆发的威力不容小觑。孽畜，本护法现在改变主意了，那尸炎果我们收了，至于你的妖丹，我们也要了。那名护法目光变得贪婪，体内散发出凌厉杀机，龙虎拳势轰出，落在紫翼狮王的双翅之上，顿时鲜血流淌而出。本王和你们拼了！吼吼吼！紫翼狮王吐出一团团紫色火焰，所过之处都被焚烧殆尽，山谷内顿时化为了紫色火海。一名执事不小心被火焰命中，肉身瞬间灼烧，化为了火人，发出一声声惨叫。这尸炎无法扑灭，大家小心。那名护法皱着眉头，忌惮地说道。双方再次陷入了僵持。1刻钟之后，紫翼狮王体内的灵力快要耗尽。龙虎堂这边的情况也很糟糕，已经有2名执事被尸炎命中，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名护法还有幸存的2名执事也已经气喘吁吁。这孽畜快不行了，坚持住！护法狠狠一咬牙，再次施展出龙虎七杀拳，咣咣咣，拳拳到肉，将紫翼狮王不断的轰退。在紫翼狮王的身上出现了一道道凹陷的拳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生命的最后时刻，紫翼狮王的目光不断的向着山谷内望去，似乎在担心着什么。孽畜，去死吧！护法纵身一跃，跳到了紫翼狮王的肩上，用尽全力握住双翅，然后狠狠的撕扯。吃了！嗷嗷！紫翼狮王发出一声惨叫，双翅被硬生生扯断，庞大的体型倒在了地上，发出一声巨响。呼！护法大口喘着粗气，体内的灵力消耗殆尽，已经达到了极限。好在他成功击败了紫翼狮王。孽畜，这就是你忤逆本护法的下场。护法冷哼一声，拿出一把锋利的刀刃，准备取出紫翼狮王的妖丹。紫翼狮王的目光看向山谷内，眼角滚落泪水。时机已到，偷袭！岩石后面，楚轩心中大喜。如今紫翼狮王濒临死亡，龙虎堂的人也达到了极限，他这不是躺赢吗？岩石后面，一道极影快速掠出，护法手中的刀刃还没来得及落下，便察觉到了异常。他抬眸望去，脸色大变，快躲开！然而护法的声音还没落下，2名执事便遭受到了攻击，嘴里涌出鲜血，胸口处浮现出一道血洞，轰隆隆，2人应声倒地，体内的生机快速消散。你！2名执事瞪大了双眼，惊恐地看着前方那道身影。意外来得太突然，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护法手中的刀刃凝固在了半空，他面色呆滞，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忌惮和恐惧。紧接着，护法的身形暴退，和楚轩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在楚轩身上感受到了无比危险的气息。你早就潜伏在了山谷。护法脑海中蹦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全身都被冷汗打湿。对方竟然能够完美的隐匿气息，不被他们发现，而且身法速度也极其玄妙。遇上这样的对手，很难不感到恐惧。最为致命的是他现在状态不佳，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楚轩笑而不语，体内爆发出恐怖的吞噬力。2名执事发出凄惨的叫声，体内的修为被吞噬殆尽，化为了干瘪的尸体。楚轩向着那2名被尸炎灼烧的执事走去，同样将他们体内的修为也吞噬掉。轰！楚轩丹田内盈满了灵力，修为气息开始攀升，非常顺利地突破到了造化境7重。望着4具干尸，护法双手双腿都在发抖，感到头皮发麻。你是邪修？护法的余光看向山谷出口，内心计划着怎么逃出去。邪修心狠手辣，落入他的手中必然生不如死。别想了，你是逃不掉的。楚轩抬起脚步向着护法逼近。别过来！护法将所剩不多的灵力调动，做好了防御措施。如果你只是缺修炼资源的话，我可以把身上所有的宝物都给你，那头紫翼狮王还有山谷里的尸炎果也全部给你，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护法对着楚轩恳求道。杀了你之后，这些一样都是我的。楚轩邪魅地笑了笑。闻言，护法的眼中闪过一抹绝望，他尽量压下心中的恐惧，让自己保持冷静。你我无怨无仇，又何必下如此杀手？我是龙虎堂的护法范星野，你杀了我，龙虎堂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可能不知道，我在龙虎堂内留下了本命魂石，我死后魂石能够自动锁定凶手，生成你的画像。范星野搬出了龙虎堂来压楚轩。巧了，我要杀的就是龙虎堂的人。楚轩目光一寒，身形宛如鬼魅般出现，双拳向着范星野轰去。咣！范星野的身躯直接被轰飞，撞在了石壁上，嘴里涌出浓郁的鲜血。咳。范星野气息虚弱，早已是油尽灯枯。他没想到对方竟然和龙虎堂有仇。我龙虎堂
到底哪里得罪了你？范星野拖着重伤之躯，向着右后方退去。11年前，福原村内，你们龙虎堂的弟子丧心病狂地屠杀村民，如今报应来了。楚轩再次出拳，饕餮血脉爆发，9节神体也被催动，全是滔天破开了范星野的防御，将他的肉身给洞穿。啊！你等着被我龙虎堂！噗！范星野话还没说完，体内的修为便被疯狂掠夺吞噬。几息时间，范星野就化为了一具干瘪的尸体。楚轩的丹田内已经充斥了一半的灵力。我最烦被人威胁。楚轩面色冰冷，眼中杀机毕露。哪怕龙虎堂不来找他，他也要去找龙虎堂算账。奄奄一息的紫翼狮王不可思议地看着楚轩，这个人类体内竟然流淌着兽族血脉，如果没有感应错的话，应该是上古凶兽饕餮血脉。前辈，能否麻烦你一件事？紫翼狮王口吐人言，双眼之中有着执念。楚轩转过身子，看向紫翼狮王，问道：何事？洞府内有我刚出生的孩子，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替我照顾他？紫翼狮王强撑着，跪倒在了楚轩身前。此时的他不再是凶狠的兽王，而是一位母亲。我那孩子体内的血脉更加纯正，只要资源足够，突破到8级妖兽肯定不成问题。如果你愿意收养他的话，可以在他体内缔结灵宠契约。紫翼狮王继续恳求道。灵宠契约？楚轩心动了。紫翼狮王的血脉已经很高了，今后的成长空间也会很大。好，我答应你了。楚轩点头回道。白捡一个灵宠，何乐而不为呢？多谢前辈。紫翼狮王对着楚轩磕头，心中的执念终于消散。他拖着重伤之躯向洞府内走去，楚轩跟在他的身后。洞府中，一头还未睁眼的紫翼狮王幼崽蜷缩着，正在酣睡。也许是嗅到了母亲的气味，幼崽身子动了动，张开嘴巴做出吸吮的动作。紫翼狮王眼中落下泪水，他强撑着最后一次给他的孩子喂奶。幼崽吃饱后便再次入睡。孩子，以后母亲就无法陪伴你了。紫翼狮王用脸蹭了蹭幼崽的身体，从今往后，这位就是你的主人。幼崽还听不懂语言，但紫翼狮王却不停地嘱咐。这一幕看得楚轩鼻尖发酸，但这就是玄幻世界最残酷的现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弱者只能沦为垫脚石和牺牲品。就算龙虎堂没有盯上紫翼狮王和食言果，也会有其他势力找来。楚轩和楚云飞从小就是孤儿，连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早就体验过这世间的冷暖。说来也奇怪，哥哥比他大了12岁，竟然也记不起父母的模样。楚轩都怀疑哥哥12岁之前的记忆被人抹除了。这颗食言果归你了，我的妖丹还请留给我的孩子，那是作为母亲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紫翼狮王从洞府中拿出了那颗赤红色的果实，浓郁的火属性灵气散发，洞府内的温度骤升，变得燥热。楚轩接过食言果，抱拳道：多谢，希望你能善待我的孩子。话刚落下，紫翼狮王便将全身力量凝聚到妖丹之中，然后掠入幼崽的体内。这将是紫翼狮王幼崽最初的修炼资源。一路走好。作为母亲，紫翼狮王值得楚轩尊敬。母亲去世后，幼崽似乎有所察觉，蠕动着身子，发出呜呜滋滋的声音。楚轩将幼崽抱入怀中，抚摸着他的脑袋，轻声安抚道：今后你就跟着我吧。楚轩凝聚出一滴本源精血，滴入幼崽的嘴中，接着开始缔结血气。本无血脉联系的一人一兽，此时却有了无形的牵绊。楚轩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幼崽的气息波动。幼崽躺在楚轩怀里，也变得安静温顺下来，继续酣睡。精血被吸收之后，幼崽的气息竟然有了明显增长。仔细感知的话，还能发现有着一丝微弱的凶兽气息。难道是我的饕餮血脉影响了他？如果我持续给他投喂精血的话，会不会让他的血脉发生异变呢？楚轩在心里猜测道。这个发现让楚轩感到很惊喜。如果紫翼狮王血脉和饕餮血脉融合的话，会异变成什么样子呢？楚轩心里充满了期待。今后我就喊你小翼吧。抚摸着幼崽还未发育完全的羽翼，楚轩灵光一闪，给小幼崽起了名字。随后楚轩把小翼收到了丹田里。丹田里面灵气浓郁，还能容纳活物，将小翼放在里面再合适不过。这一趟下来，楚轩可谓是收获满满。他快速离开了山谷，这里发生过大战，浓郁的血腥味很可能会引来6级妖兽。楚轩重新找了一处隐蔽的洞府，准备将食言果炼化掉。8万年品质的食言果，最少也能让他突破2个小境界吧。楚轩盘膝而坐，运转功法，开始炼化。嗡嗡，火属性力量充斥全身，楚轩如同烧红的烙铁，直冒热气，体内好似流淌着岩浆，燥热难耐。一般人还真消受不起这食言果。楚轩呼出一口热气，吐槽道：如果肉身力量不够强悍的话，恐怕已经爆体而亡了。
楚宣运转饕餮血脉，压制体内的火属性力量。轰！饕餮血脉凶猛霸道，火属性力量当即就被镇压。楚宣一身火红热气退去，总算好受了一些。随着浑厚的灵力被压缩到丹田，楚宣的气息也开始攀升。第二天的时候，楚宣就突破到了造化境8重。尸炎果的力量还很充裕，连一半都没消耗。楚宣趁热打铁，继续炼化。第7天的时候，楚宣突破到了造化境9重。不愧是8万年品质的宝药，突破了2个小境界之后，能量竟然还没被消耗完。楚宣目光火热，想要一举突破到炼虚境。所谓炼虚境，就是锤炼神魂和肉身，使得神魂壮大，肉身强悍。炼虚境修为和之前的境界相比，有着天差地别，用脱虚向实来形容最为贴切。在炼虚境这个修为段，神魂和肉身都必须好好锤炼，一点也不能马虎。因为炼虚境之后的每个大境界都要经受雷劫的洗礼，炼虚境相当于在为后面的境界打基础，以便应对威力强大的雷劫。渡过雷劫将会脱胎换骨，如果渡不过去，那就会身死道消。所以炼虚境修为努力，有机会达到。但是想要突破到合体境，就要承受雷劫，成功率10不存1。楚宣不急着突破，而是慢慢锤炼神魂和肉身，下决心要把基础打牢，这对后面的修行大有裨益。半个月时间转眼过去，楚宣如同老僧入定般，肉身上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辉，流动着狂暴的力量，比之前要强悍很多。再有2-3天时间，楚宣就能一举突破到炼虚境。黎阳王朝在瑞王丧心病狂的征兵下，50万大军已经集齐。周浩御驾亲征，率领50大军赶往前线。得知消息后，楚云飞亲自坐镇平阳城，两军在城外交锋，短短1天时间便发生了数十次大战，但双方都在试探和消耗，并未直接血拼。城墙上，楚云飞身穿战甲，手执银枪，亲自指挥作战。在楚云飞身后站着乌振宇、乌婉晴，还有3位副将军。经过1天的试探，周浩心里已经有底了，明天应该就要发动大规模战争。楚云飞对着众人分析道：“那50万士兵倒是不足为惧，都是被临时抓去充数的，和我们楚家军完全没法比。唯一让我们忌惮的便是周浩。根据探子来报，周浩也许已经突破到炼虚境2重了。”胡庆峰脸色凝重，忌惮地说道：“顶尖战力才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炼虚境2重吗？”楚云飞心里也有些担忧，以他现在的实力，对战炼虚境1重都很吃力，更何况是炼虚境2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尽力就好，哪怕不敌，也要让敌军大出血。乌振宇双手扶在身后，饱经风霜的脸上依旧平静如水，锐利的眼中闪烁着凌厉杀芒。也不知道夫君现在身在何处。大战爆发的话，我反倒不希望夫君回来。乌婉晴小声的喃喃道：“夫君离去的时候，只有造化境6重修为，就算有各种底牌手段加持，也不可能是周浩的对手。只要夫君平安无事，他也就别无所求了。”翌日，敌军果然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50万大军被强行驱赶着向前冲，只要有人敢回头，就会被周浩直接吞噬掉。而且这些士兵的家人还被皇室控制着，他们当逃兵的话，妻子和孩子也会跟着遭殃。楚皇大人，对不起，我们也没办法。若有来世，我定要当楚皇的子民。再次看到楚云飞，士兵们都热泪盈眶。楚云飞于心不忍，但战场残酷，他不能有怜悯之心。当下只有早日一统江山，才能救百姓们于水火。所有人听令，杀！在楚云飞的带领下，30万名楚家军，10万名古族人员杀出，大战一触即发。大地颤抖，黄尘滚滚，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与此同时，楚轩也迎来了最后的冲刺。给我破！楚轩猛地睁开双眼，经过半个月时间的锤炼，他的神魂和肉身都强悍了数倍。轰！修为气息水到渠成，顺利地突破到了炼虚境1重。感受着暴涨的力量，楚轩的嘴角微微上扬。楚轩有着自信，如果和周浩对战的话，能够完虐他。该回去了。楚轩稳固好气息，接着离开了洞府。平阳城外的战场上，大楚的军队不断向前推进，黎阳王朝的士兵根本不是对手。望着溃不成军的队伍，周浩冷哼道：“老三，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军队？”陛下息怒。周成当即跪倒在地，吓得面如土色，匆忙地解释道：“半个月时间实在是太急促了，很难把他们训练成正规军。这确实不怪周成，半个月时间能凑齐50万大军已经是奇迹了。一群废物！”周浩眯着双眼，杀机腾腾地看向楚云飞，命令道：“随朕杀过去，灭敌军，杀楚云飞，踏破平阳城。”是，陛下。杀！周成在内的王侯贵族，还有暗幽卫的杀手刺客，全部杀了出去。
轰，铿锵，噗噗噗。周浩等人参战后，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力，成千上万名楚家军还有古族人员丧命。尤其是周浩体内爆发出炼虚境威压，笼罩方圆数十里，凡是被波及的士兵，顷刻间就被轰杀成了血雾。周浩完全就是降维打击，而且周浩无差别的进行攻击，不管是大楚这边的军队，还是黎阳的军队，只要在攻击范围内都被击杀。噗噗噗噗，哈哈！周浩凭一己之力杀出一条血路，在他身后，尸体堆砌成山，鲜血染红了大地，让人头皮发麻，望而生畏。结！现在你们知道朕的实力有多强大了吧？炼虚境之下，皆为蝼蚁。周浩的嘴角上扬，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无情的杀戮让他双眼变得血红。快拦下他！楚家军英勇无畏，向死而生。他们不能退，因为身后的城池中有需要守护的百姓们。既然你们找死，那朕就成全你们。不投降者一律杀无赦。楚家军视死如归的胆魄让周浩感到气急败坏。周浩将体内的修为气息全部释放，准备大开杀戒。住手！楚云飞骑着追风马赶来，银枪刺出，快如闪电，洞穿沿途的虚空，直指周浩脑袋。如果他不阻止周浩的话，大楚这边的伤亡将不堪设想。楚云飞，放弃抵抗吧，现在的你根本不是朕的对手。周浩目光不屑地看着楚云飞，他双手成爪，竟然徒手去抓银枪。吭！双爪接触到长枪的时候，发出了钢铁碰撞声，紧接着银枪的威力便被化解。周浩死死地握住银枪，炼虚境的强大攻势，岂是你一个造化境能够抵挡的？楚云飞眉头紧锁，用尽全力也无法抽回银枪。突破到炼虚境之后，神魂和肉身都将脱虚向实，力量远超造化境。楚云飞只有造化境7重修为，哪怕有至尊骨的加持，也远不是炼虚境2重强者的对手。周浩猛地用力拉扯银枪，嘶嘶！楚云飞的身形不稳，胯下的追风马发出一声惨叫，轰隆！追风马瘫倒在地，楚云飞跌落，好在及时稳住了身形。雷霆贯日，楚云飞直接动用了神通武技，银枪上裹挟着雷霆，威力大作，从周浩手中挣脱开来。皇上，我们来助您。乌镇宇、乌婉晴、胡庆峰等人火速赶来支援，联手对付周浩。螳臂当车罢了。周浩面色平静，丝毫不惧。大战爆发，周浩以1敌6，游刃有余，并且占据上风。众人的攻势根本破不开周浩的肉身防御。炼虚境强者的肉身如同金刚铁骨，没有一丝破绽，比之造化境要强大数倍不止。你们太弱了，朕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了。周浩施展出烈心爪，锋利的爪芒撕裂虚空，将胡庆峰3位将军的攻势破开。噗噗噗！啊！爪芒落在身上，胡庆峰3位将军顿时皮开肉绽，肠子和白骨外露，身形倒飞出去。庆峰！楚云飞眉头紧锁，咬牙切齿，用尽全力杀向周浩，但是依旧无济于事。乌婉晴很快也被逼退，身上浮现出鲜血淋漓的爪痕。见女儿受伤，乌镇宇心中大怒，将本命骨施展到极致，整个人化为一头金雕，和周浩展开了殊死肉搏。老不死的东西，朕现在就送你上西天！烈焰崩天拳，周浩双手成拳，烈焰升腾，快速轰出，虚空破碎，音爆声响彻云霄。咣！噗嗤！乌镇宇被烈焰拳命中，本命骨力量耗尽，化为了本体，身上有着10几道凹陷的拳印，整个人口吐鲜血，倒地不省人事。乌前辈！楚云飞发出一声怒吼，至尊骨的力量冲天起，楚云飞手中的长枪快速刺出，枪影闪烁，搅动天地风云。周浩的双拳不断轰出，抵挡着至尊骨的威力。不愧是至尊骨，以造化境7重修为，硬生生坚持到现在。周浩目光变得贪婪，他用尽全力，双拳每次落下都能将楚云飞逼退。到了最后，楚云飞手中的长枪都被轰飞出去。皇上！胡庆峰等人绝望地喊道，他们已经达到了极限，无力再战。乌婉晴的眼角滑落2行泪水。夫君，我们等不到你回来了，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地活下去。此时的他才知道力量有多重要，可惜他没有再去修炼变强的机会了。从今天开始，至尊骨归朕了。结！周浩欺身而上，向着至尊骨抓去。只要融合了至尊骨，他的天赋上限就会极大提高，寿元也能增加1000万载。届时他就能放弃邪功，专心修炼了。在2人只有不到半米的时候，楚云飞的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周浩，一起下地狱吧！上苍劫光，至尊骨熠熠生辉，狂暴的力量如同火山喷发，从楚云飞体内肆虐而出。轰隆隆！原本晴朗的天空顷刻间变得乌云密布，雷霆闪烁。哗啦！
雷霆化为2只巨手，从云层中伸出，直接握住了周浩。咯吱，周浩骨骼破碎，身体扭曲变形，鲜血流淌，发出一声惨叫。他的眼底深处第一次闪过恐惧。这是至尊谷的天赋神通，你竟然领悟出了天赋神通！周浩面色大变，用尽全力挣扎，双拳裹挟着火焰不断的轰出。咣咣咣，噗！雷霆巨手遭受攻击，楚云飞被余威波及，嘴里吐出浓郁的鲜血。但楚云飞面色狰狞，死死咬牙，决心要和周浩同归于尽。楚云飞，你又何必闹得鱼死网破？周浩嗅到了死亡气息，声音颤抖地说道：只有你死了，这天下才能安宁。楚云飞调动体内仅剩的力量，雷霆巨手的威力再次加强。周浩肉身崩裂，感觉要化为一滩血水。皇上要和周浩同归于尽，无论是大楚士兵还是黎阳士兵，全部痛心疾首，跪倒在了地上。他们都不忍心看着楚皇死去，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两人交战所产生的威压，让他们根本无法靠近。楚云飞，你杀不死朕的！周浩体内爆发出阴邪气息，身上涌现出密密麻麻的邪纹，体内仅剩不多的生机也在快速消耗。在周浩的操纵下，阴邪气息化为2只巨爪，轰向2只雷霆巨手。咣当，轰隆隆，攻势爆发，余威横扫，天地震颤。在这余威之下，所有人都被镇压，连喘气都困难。众人的视线被遮蔽。不知过了多久，余威渐渐散去，战场满目疮痍，地面上到处都是深坑。周浩被邪气包裹，全身鲜血淋漓，面容阴森怪异。楚云飞，你败了。周浩舔了舔嘴唇，如同饥饿贪婪的猛兽。在一道深坑之中，楚云飞意识模糊，奄奄一息，终究还是失败了吗？并非他的天赋神通不够强大，而是两人的修为境界相差太多。你害得朕只剩下5年左右的寿元，唯有挖了你的至尊骨，吞噬了你的修为，才能一解心中之恨。周浩向着楚云飞走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夺取至尊骨了。待朕挖了至尊骨，便送你下去，让你们兄弟俩在下面团圆。朕这一生能击杀2名天骄妖孽，倒也不虚此行了。嗨！周浩得意的大笑。就在周浩准备挖至尊骨的时候，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老狗，我定要将你剥皮抽筋，碎尸万段，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声音还未落地，楚轩的身影便如同鬼魅般出现，挡在了楚云飞的身前。轩儿！楚云飞虚弱的睁开双眼，看到了楚轩坚毅的背影。夫君，王爷，是王爷回来了。乌婉晴、胡庆峰等人不可思议的望去，楚轩就好像凭空出现，身法玄妙，没有惊动任何人。自从楚云飞称皇之后，楚轩就成了大楚的王爷。夫君，你不该这个时候回来的，快走！周浩那老狗已经突破到了炼虚境2重，你不是他的对手，快走啊！乌婉晴并没有因为楚轩回来而高兴，反倒着急地喊道。楚云飞也神色担忧，用虚弱的语气催促道：轩儿，以你的身法，肯定能逃出去，你快走！楚轩，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这怎么可能？朕亲手弄死的母骨啊！周浩倒吸一口冷气，还以为自己遇见鬼了。楚轩的目光扫过楚云飞、乌婉晴、乌振宇等人，他的哥哥身受重伤，气息奄奄，他的妻子身上全是伤痕，鲜血淋漓，白骨外露。岳父因为伤势太重，已经昏迷了过去。咯吱，楚轩面无表情，拳头紧握，骨头发出清脆的声响。不知为何，周浩感受到了森森死意，让他后背发凉。故弄玄虚，就算你侥幸活了下来，也终究会死在朕的手中。周浩深邃的眼中闪过一抹凌厉，你很快就会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楚轩抬眸直视着周浩，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宛如一头凶兽，直勾勾地盯着他。周浩吞了吞口水，感到有些心慌。区区造化境6重修为的蝼蚁也敢大言不惭，死来！在周浩印象里，楚轩的修为还停留在造化境6重。大半个月前，楚轩确实只有造化境6重修为，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炼虚境强者了。周浩调动体内的灵力，双拳裹挟着火焰，空气的温度骤升，宛如2个火球向着楚轩轰去。楚轩不避不闪，就站在原地。以他现在的肉身力量，哪怕不还手，周浩都无法伤他1分1毫。轩儿，快躲开！楚云飞瞪大了双眼，歇斯底里地吼道。不！乌婉晴眼眶红润，泪水顺着脸颊落下。咣！烈焰双拳轰在楚轩身上，并没有发生爆炸，而是发出一声闷响。轰！9节神体运转，狂暴的力量肆虐，如同翻涌的雷海，踏踏踏踏。楚轩纹丝不动，可是周浩却被震飞了出去。神体，你竟然拥有神体！
周浩足足退了上百步，面色僵硬，眼中布满了恐惧，他的双手还在颤抖，体内余威肆虐。噗！周浩吐出一口鲜血，楚轩的肉身力量完全碾压了他。什么？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给看傻了。王爷全程没有还手，但是周浩却被逼退。轩儿，你……楚云飞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楚轩才离开不到1个月，就算修为实力有多突破，也不能这么变态啊！夫君把周浩逼退了。乌婉晴美眸惊讶地看着楚轩，夫君再一次给他们带来了奇迹。老狗，你不是很能打吗？不是很猖狂吗？怎么现在跟条死狗一样？楚轩面色阴沉，向着周浩逼近。炼虚境一重修为气息自体内爆发，饕餮血脉，神体之威，使得威压异常狂暴，笼罩整个战场。仿佛楚轩动一下念头，数十万大军就会被屠戮。炼虚境一重，你突破到了炼虚境。周浩整个人宛如石化，哪怕楚轩只有炼虚境一重，在威压上也完全超过了周浩。不到1个月时间，轩儿从造化境6重突破到了炼虚境。楚云飞等人同样大吃一惊，从造化境到炼虚境可是跨越了大境界啊！常人花费10年能突破，都已经算是天赋异禀了。可是楚轩的修炼速度简直无人能比，就算你修炼了邪功禁术，也不可能突破的这么快啊！而且你的状态也不像遭受了反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浩的道心有些不稳，他修炼了300多年，还是在邪功禁术的加持下，消耗了大量的寿元，才突破到炼虚境。可是楚轩今年才20岁啊！你个怪物！今日暂且放你一马，下次再见，朕定不手软。周浩双手结印，催动身法，化为极影，遁入虚空之中。周浩逃了！众人惊呼。才刚刚交手1个回合，周浩就被吓跑了。跑！给我回来！楚轩目光一寒，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唰！10里开外，楚轩凌空而立，双手成拳，猛地轰出。轰卡！虚空震碎，一道身影狼狈飞出。轰！噗！周浩砸落地面，再次吐出一口老血。在他身前站着的正是楚轩。好诡异的身法！周浩感到头皮发麻，他开始后悔攻打平阳城了。我说了，会对你剥皮抽筋，让你粉身碎骨，生不如死。楚轩再次向前，面色阴沉，杀气腾腾，宛如死神一般。朕和你拼了！周浩一跃而起，施展烈焰崩天拳，向着楚轩轰去。楚轩没有催动任何武技神通，赤手空拳和周浩硬碰硬。咣！拳头相撞，恐怖的威力直接将周浩的攻势湮灭，接着将他整个人轰飞了出去。扑哧！周浩倒在了血泊之中，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他在楚轩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绝望、恐惧、后悔，周浩不甘心。他精心谋划的一切就这么被楚轩给毁了。绝望吗？现在才刚刚开始。楚轩杀机腾腾地走向周浩。哥哥他们的伤势需要让周浩千百倍偿还。嗨！周浩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体内的生机快要耗尽，血肉干枯，整个人死气沉沉。反正我也没几年好活了，死之前拉你垫背也不错。周浩擦去嘴角的血迹，目光阴翳地盯着楚轩，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念了。哪怕他今天侥幸逃出去，以他的状态也活不过5年时间。轰！周浩燃烧气血，催动邪功禁术，准备孤注一掷。哪怕你燃烧气血，极尽升华，也不是我的对手。楚轩面色平静，根本没有把周浩放在眼里。狂妄！周浩咬牙切齿，体内的邪气冲天而起，再次凝聚成2只阴森的巨爪。咔咔咔！巨爪快速掠出，沿途的虚空或被撕碎，或被洞穿，杀伤力惊人。又是那招！楚云飞眉头紧锁，他的天赋神通就是被这2只巨爪所破。众人屏气凝神，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巨爪从天而降，将楚轩笼罩在内。结！就算你再妖孽又如何，还不是难逃一死？周浩面色狰狞，发出得意的笑声。你在得意什么？楚轩不屑地摇了摇头。饕餮血脉爆发，天赋神通无尽吞噬被施展了出来，周身凝聚出漩涡黑洞，深不见底，好似能够吞噬这一切。高有100米的饕餮虚影浮现在楚轩的身后，凶兽之威让人灵魂战栗。2只巨爪还没靠近楚轩，便被强大的吸扯力笼罩，接着直接吸入到了漩涡黑洞之中。天空放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周浩傻眼了，愣在了原地。我的神通，这是上古凶兽饕餮，你竟然拥有饕餮血脉，莫非你没有修炼邪功？饕餮血脉，特殊神体，上天不公，凭什么你能独揽机缘气域？周浩被气得道心崩溃，吐出一口老血。
楚轩身形一闪，来到了周浩身前，他握住周浩的右手，猛然一扯，哧啦！周浩的右手被硬生生扯断，化为了血雾。紧接着，周浩的右手也被直接扯断。周浩失去双臂，痛得龇牙咧嘴。不等周浩喘口气，楚轩便再次出手。这一次，楚轩用力撕掉周浩的外皮，露出鲜红色的血肉，一根根筋骨被楚轩抽出。杀了我！周浩全身鲜血淋漓，早已面目全非。他对着楚轩恳求，想要来个痛快。但楚轩岂会让他如愿？楚轩的拳头砸下，周浩的骨骼一根根断裂，然后化为骨泥。足足1刻钟时间，周浩化为了一滩肉泥。他从挣扎惨叫到现在宛如死狗瘫倒在地，一点动静都没有了。皇兄！瑞王周成吓得面如土色，双腿发软，跪倒在了地面。楚轩的手段让他们头皮发麻。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楚轩运转饕餮血脉，吞噬之力将周浩笼罩。周浩一身修为被楚轩全盘吸收，周浩化为了一具干瘪的尸体，彻底死去。炼虚境之后，所需要的资源更多了，感受着丹田内的灵力，竟然连1/3都不到。不过楚轩的突破速度已经让其他人望尘莫及了。皇上死了，黎阳王朝完了。周成在内的王侯贵族全部都面色绝望，被吓得瑟瑟发抖。那些被强行征召的士兵却热泪盈眶，激动万分。我等愿臣服于楚皇，楚皇万岁万岁万万岁！40多万名士兵对着楚云飞磕头行礼。楚云飞也算是众望所归。哥哥！楚轩来到楚云飞身前，将他从地面上拉了起来。望着跪倒在地的40多万名士兵，楚云飞内心动容。他们背后有着40多万个家庭老人和孩子，还等着他们回去。好在周浩已经死了，南北将会迎来统一。诸位都免礼吧。楚云飞声音柔和，不怒自威，有着帝王之相。谢皇上！40多万名士兵神色激动地站了起来。周成等王侯贵族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转身向着远处逃去。拦下他们，将这些乱臣贼子统统斩杀！楚云飞当即下令，士兵们一跃而出，人山人海，将周成等人包围了起来。陛下饶命！我们愿意臣服。周成自知不是对手，所以放弃了反抗，跪倒在地求饶。楚云飞却不为所动。黎阳王朝的这些王侯贵族平时可没少干草菅人命的勾当，你们身居高位，却鱼肉百姓，为了一己之私，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今天的结局，完全是你们咎由自取。楚云飞面色冰冷，诉说着周成等人的罪行。不，我不想死。周成想要反抗，可是下一秒就被吞噬之力笼罩。周成发出凄惨的叫声，一身修为被快速吸走，顷刻间便没了气息。100多位王侯贵族全部都被楚轩吞噬，丹田内的灵力终于来到了1/3。轩儿，这次多亏了你。楚云飞目光柔和地看向楚轩，眼神中满是自豪和骄傲。饕餮血脉，特殊神体，自己这弟弟真是让他越来越看不透了。哥哥，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楚轩笑了笑，好在亲人都平安无事。他来到乌婉晴身旁，为他擦掉泪水，心疼地说道：娘子，委屈你了。楚轩将乌婉晴抱在怀中，抚摸着她的脑袋，夫君别难过，也别心疼，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如果你实在心疼我，今晚就多想几个姿势。乌婉晴嫣然一笑，在楚轩耳畔小声地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些？楚轩摇了摇头，抱着乌婉晴向城内走去。楚云飞则留下来打扫战场。第二天，大楚的军队北下，占领了黎阳王朝的都城。有着万年历史的黎阳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大楚皇朝的名字一时间在青州引起了轩然大波。自从乌婉晴恢复伤势后，便和楚轩在房间内叙旧。有着饕餮血脉和9节神体的加持，楚轩变得更加威武雄壮了。1个月时间根本不带休息的。乌婉晴白皙的美腿如同水蛇一般缠绕在楚轩的腰间，他已经大汗淋漓，急促的喘气，热气扑打在楚轩的肩膀上，让楚轩更加的躁动。藏神关内，红裙女子索性闭上了双眼，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乌婉晴看着娇小乖巧，没想到是个反差，玩得真野。这些姿势本座全都记下了，后面一个都不能少。红裙女子在心里暗暗想到，其实她也很想把自己交给楚轩，但这具身体只是一道分身，而且还出不了藏神关。1个月后，乌婉晴率先投降，她实在招架不住了。两人沐浴完之后，便走出了房间。阳光打在身上，温暖舒适。经过1个月时间的建设，皇宫已经金碧辉煌，端庄大气。哈哈，轩儿，你们总算舍得出房间了。
看到楚轩和吴婉晴两人后，楚云飞放下奏折，当即上前问候：“哥，你突破到造化境8重了？”楚轩有些惊喜地问道。楚云飞点了点头，和周浩打完之后，就感受到了突破的契机。楚云飞拥有至尊骨，身体的潜能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每一次战斗对楚云飞来说都是成长。雪儿，弟妹，你们这1个月很努力啊，话说我是不是快当大伯了？楚云飞对着两人打趣道。闻言，乌婉晴脸颊羞红，两人激战整整1个月的传奇事迹，恐怕都在皇宫传开了。你这丫头要多为自己男人的身体着想，可别因为一时的欢愉放纵毁了楚轩。乌振宇走进了宫殿，对着乌婉晴嘱咐道：“阿爹，夫君才没有你想的那么弱，是女儿先不行的。”乌婉晴红着脸，害羞地回道：“嗨嗨，确实是这样，岳父，您就别责怪娘子了。”楚轩开口打圆场。乌振宇老脸一红，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个小丑。有一说一，他是真的羡慕楚轩的身体素质，要是他也这么凶猛就好了。没想到在这弹丸之地，竟然能遇到有异变潜力的虫谷。一道声音传入宫殿，众人心里一惊。谁？楚轩眉头紧锁，竟然连他都没发现对方的踪影。这道声音的主人修为要远在他之上。不必惊慌，本座并无恶意。自空间中走出一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老者，身穿淡蓝长袍，上面绣着云纹。老者深邃的双眼仿佛能看透世间万物。空间之力，这老头起码是一位至尊境大能。楚轩在心里惊讶地说道。在这之前，他所接触到的修行者，不算红裙女子的话，就数李清瑶的修为最高。现在被蒲萧然刷新了，唯有修炼到至尊境，才能在空间中来去自如。但是蒲萧然的修为超越了古尊境，达到了传说中的准古地境界。楚云飞等人同样被老者的修为震惊到，他们小小的一座皇朝，竟然来了一位地境大能。我等拜见前辈。楚云飞带着众人对老者行礼。地境大能随便动一动手指，都能将他们轻易弄死。这可是站在青州金字塔尖的传奇人物啊！不必多礼。老者拂袖一挥，柔和的力道将众人托举了起来。骨气，前辈是古师。乌振宇双眼放光，激动地问道。老者颔首轻点，没错，老夫是风华圣地的客卿长老蒲萧然。竟然是蒲前辈。乌振宇倒吸一口冷气。楚轩和乌婉晴也感到不可思议。青州的古师没有不知道蒲萧然这个名字的，偌大的青州只有蒲萧然修炼到了准古地境界。是我等招待不周，蒲前辈请上座。楚云飞躬身说道。在实力为尊的玄幻世界，哪怕是一国皇帝，在见到修为比自己高的强者，也要表现出谦卑的姿态。如果能结识地境大能，对他们大楚皇朝百利而无一害。蒲萧然摆了摆手，而后目光落在了乌婉晴的身上。本座游历四海，路过此地的时候，感受到一股不俗的骨气，这才敢来查看。小姑娘，你这大力金刚骨有异变的潜质，如果加之引导，有望异变成金刚霸体骨，位列史诗骨，仅次于传说骨。骨虫的资质由低到高可分为普通、优秀、精良、史诗、传说。楚轩的蜃楼梦一骨，还有乌婉晴的大力金刚骨，都只是优秀骨，完全不能和史诗骨相比。史诗骨，乌婉晴内心非常震撼。拥有史诗骨的话，他的本命骨最少也能像蒲萧然一样达到准古地。前辈的意思是？乌婉晴神色动容，目光火热。你可愿拜本座为师？蒲萧然抛出了橄榄枝。拜您为师。乌婉晴愣了一下，没想到蒲萧然会收他为徒。据说超级势力神鼓楼的楼主曾想要拜蒲萧然为师，可是却被蒲萧然以对方天赋资质差拒绝了。青州的古师哪个不想拜蒲萧然为师？婉晴还不行拜师礼。乌振宇反应过来之后，老脸激动地催促道。乌婉晴却看了看楚轩，娘子，按你的想法来便可。楚轩笑了笑，拜蒲萧然为师将会是乌婉晴的机缘造化。楚轩不会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把乌婉晴留在身边，他该有自己的舞台，去让自己绽放，实现理想和抱负。我要变得更强，只有这样才不会拖夫君的后腿，才能和夫君并肩作战，为夫君分担压力。乌婉晴的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坚定。和周浩交手过后，乌婉晴就特别渴望实力，她不能每次都让夫君来保护自己，如果可以的话，她更想给夫君提供一份保障。前辈，您能否把我夫君也一并收入门下？乌婉晴对着蒲萧然请求道。蒲萧然的目光落在了楚轩身上，仔细打量过后，疑惑的道：你夫君也是古师？在这青州，没有人能够逃过他的眼睛吧？对方真是古师的话，体内应该有骨气才对啊。可是他再三感知，也没察觉到对方体内有一丝一毫的气息。回前辈，我夫君的本命骨是蜃楼梦一骨，不比我的大力金刚骨差。介绍完之后，乌婉晴以传音的方式与楚轩商量道：夫君，
你让前辈看一看你的本命骨吧。乌婉晴很想让楚轩也拜入蒲萧然门下，楚轩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执念，他并不缺师傅。藏神关里的红裙女子比蒲萧然只强不弱，而且他还答应了李清瑶，3年内要去道宗找他。不过乌婉晴这么努力帮他争取，他自然也不好扫兴。前辈请看。楚轩将蜃楼梦一骨召唤了出来，四周的环境开始变化，众人陷入茫茫混沌之中。见状，蒲萧然老眼之中闪过一抹诧异：“小友，你可是佩戴了能够隐匿气息的宝物？”楚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决，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底牌。要知道他身上的机缘，随便拿出来一件都足以轰动整个青州。万一蒲萧然动了邪念，杀人夺宝的话，以楚轩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进行应对。前辈，我家夫君。乌婉晴想要解释，但蒲萧然却笑了笑：“无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本座不强求。那前辈可以把我夫君一起收入门下吗？”乌婉晴一脸期待地问道。你夫君的蜃楼梦一骨虽然不俗，但却没有异变的潜质，暂时达不到本座的收徒要求。蒲萧然语气平和地回道：“娘子，你就不要强求蒲前辈了。再说了，为夫自由惯了，当个散修导也不错。”楚轩对着乌婉晴安慰道：“好吧。”乌婉晴心中有些不舍，自从和楚轩成亲后，他就很黏楚轩，片刻不想分离。丫头，没其他事情的话，就随本座回风华圣地修行吧。以你的古道天赋，不应该被限制在这弹丸之地。蒲萧然开口说道：“婉晴，机会难得，要珍惜。待你学成归来，就能好好的和轩儿在一起了。”乌振宇对着乌婉晴劝说道，他不想让女儿错失这个天大的机缘。听岳父的，好好去圣地修炼，为夫还等着吃你软饭呢。楚轩将乌婉晴揽入怀中，为她擦去眼角的泪水，声音温柔地安抚道：“好，我一定会好好修炼，以后让夫君吃软饭。”乌婉晴紧紧地抱着楚轩，目光变得坚定。望着这一幕，蒲萧然在心中叹了口气，多好的苗子，可惜被一个男人耽误了。一刻钟过后，蒲萧然对着乌婉晴说道：“丫头，该走了。”话刚落下，蒲萧然身前便出现一座空间之门，衍生出空间法则，流动着空间之力。夫君，你一定要常来圣地看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常回来看你的。有事情记得用传音谷联系我。乌婉晴恋恋不舍，跟随蒲萧然进入了空间之门。好，为夫会常去看你的。楚轩心里又何尝不难受？可即便乌婉晴不去风华圣地，他也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乌婉晴，因为他也要修炼，而且他的修行之路注定会很危险坎坷，总不能让乌婉晴跟着他到处流浪吧。在青州，两大圣地凌驾于所有势力之上，掌控着超过60%的资源。乌婉晴去了风华圣地后，发展空间将会很大。空间之门关闭，蒲萧然和乌婉晴的身形消失在了大殿。楚云飞拍了拍楚轩的肩膀，说道：“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好好修炼吧，争取早日和弟妹顶峰相见。”楚轩点了点头：“哥，我也准备离开了。”“好，离开之前和哥去一趟福源村，祭拜下村长爷爷他们。”楚云飞早就有所预料，大楚皇朝太小了，不管是楚轩还是他自己，都要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大的成长。他们兄弟两人的天赋都很强，只要有资源，肯定不会比那些超级势力乃至圣地的天骄差。空间隧道中，蒲萧然对着乌婉晴问道：“你夫君他们兄弟两人是不是来自福源村？”前师尊这都知道。早些年间去过福源村一趟。你那大哥应该拥有至尊骨吧？你夫君倒是让为师看不透。回到风华圣地好好修炼，以你的天赋，今后的成就不会比他们低。好，弟子定当好好修炼，不辜负师尊期望。3天后，楚云飞兄弟两人再次回到了福源村，大大小小上千个坟墓都是兄弟两人亲手所埋。村长爷爷，我带着轩儿来看你们了。黎阳王朝已经被我们覆灭，周志行等人也都命丧黄泉，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余那些入侵村子的势力，我们今后也会一一找他们算账。兄弟两人对着坟墓重重的磕头。如果没有村长爷爷他们的收留，兄弟两人早就饿死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天。祭拜完之后，兄弟两人又来到了村里那口老枯井旁。这口老枯井给了他们机缘，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当初刘宇泽获得了剑心，魏明觉醒了荒古神体，也不知道他们如今身在何处。楚云飞陷入了回忆，整个福源村只有他们4个人活了下来。嗡嗡，突然老枯井里再次绽放神芒。这是……楚云飞眉头紧锁，下一秒神芒涌入到了楚云飞的脑海。楚云飞感觉头痛欲裂，在地面上打滚。哥，你怎么了？楚轩被吓了一跳，着急地上前查看。中州地族楚家。楚云飞睁开了布满血丝的双眼，一股股记忆复苏，让他内心愤怒不已。许久之后，
楚云飞才安静下来，但眼底深处的杀意却丝毫不减。轩儿，我们来自中州地族楚家，父母他们还活着。闻言，楚轩眉头一皱，心中波涛起伏。看来和他之前猜测的一样，哥哥12岁之前的记忆被封印或者抹除了。楚家是没落的地族，父亲楚子墨是楚家的圣子。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带领家族小辈外出历练，和地族顾家发生了冲突，顾家咄咄相逼，父亲被迫出手，伤了顾家序列圣子。顾家勃然大怒，各大老祖纷纷出关，为了息事宁人，楚家竟然压制了父母修为，并把父母交给顾家处置。最后顾家毁了父亲丹田，抽了母亲的凤骨，沦为废人后，楚家把父母派往蛮夷之地开荒。接下来的13年时间，父母陆续生下我们2人。因为担心被家族发现，父母封印了我的记忆，又把我们2人的地族血脉封印，在你半岁的时候，托人把我们送到了凡间。往日的记忆在脑海中放映，楚云飞脸色阴沉，心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恨不得现在就杀去楚家，为父母讨个公道。楚轩紧握双拳，体内散发出极致的杀意。楚家当真是畜生不如，父母忠心耿耿，保护楚家子弟的安危，到头来却被楚家背刺，是可忍，孰不可忍？父亲、母亲，我和哥哥会尽快去接你们的。有朝一日，我和哥哥必定踏破楚家，覆灭顾家，为你们报仇雪恨。兄弟2人都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刻，他们更加渴望修为实力。中州是武道圣地，地族又格外强大，他们想要报仇，最少也要修炼到地境。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为父母讨回公道。轩儿，等我们突破到大成境之后，母亲给我们布下的血脉封印就会自动解除，到时体内的地族血脉将会复苏。地族血脉会让我们的天赋实力暴涨，但同时也会增加暴露的风险。无论是楚家还是顾家，都不会允许我们2兄弟活下去。楚云飞心中升起一股危机，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先活下去，才能为父母报仇。楚轩紧握双拳，语气坚定地说道。2天之后，楚轩离开了大楚皇朝。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担心龙虎堂的人找过来。在碧水山脉的时候，楚轩杀了范星野在内的5个人，龙虎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龙虎堂可以通过范星野的守魂石来锁定凶手，从而进行报复。楚轩不想因此连累到大楚皇朝，毕竟大楚皇朝刚刚统一，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经受不起战争的摧残，也根本不是龙虎堂的对手。为了不让楚云飞担心，楚轩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他。离开大楚皇朝之后，楚轩在周边的山脉中穿梭，寻找合适的妖兽练手。经过半个月时间的磨练，楚轩的根基越发牢固，作战技巧和经验也丰富了不少。一处不知名的山脉，楚轩将小易召唤出来，抱在怀中。小易的体型达到了半米，毛茸茸的爪子搭在楚轩肩膀上，刚睁开的双眼片刻不离地盯着楚轩。体内的血气外加1个多月的相处，让小易把楚轩当成了自己的父母。小易散发的气息也和楚轩有些相似，这得益于楚轩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小易投喂自己的精血。假以时日，小易体内应该也能诞生出饕餮血脉。楚轩笑了笑，期待地说道：嗷嗷。听到楚轩的声音后，小易感觉非常的亲切和安心，他发出奶萌的叫声，伸出舌头舔楚轩的脸。好了，楚轩揉了揉小易的脑袋，然后把这段时间收集的妖丹全部拿了出来。来，开饭了。望着颜色各异的妖丹，小易本能地张开嘴，用舌头将妖丹卷入腹中，一连吞了10几个妖丹，小易才停下。嗷嗷。吃饱之后，小易将脑袋靠在楚轩的腿上，然后就沉沉地睡去。那些妖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小易炼化，虽然还没有诞生饕餮血脉，但是已经有一些效果了。楚轩惊喜地说道。此时的小易连1级妖兽都不算，可是却能够一口气吞掉10几颗妖丹，这放在妖兽界，恐怕也只有4大神兽的后裔能够做到吧。楚轩将小易收回了丹田，这些妖丹的力量被小易吸收完，修为肯定会迎来暴涨。子义狮王死后，妖丹也融入到了小易体内，同样会成为他修行路上的助力。看着剩下的8颗妖丹，楚轩运转血脉功法，将它们全部吞噬掉。丹田内连1半灵力都没达到，看来我要想办法搞点修炼资源了。楚轩在心里想到，突破到炼虚境之后，所需要的资源就越来越庞大了。楚轩离开了山脉，在附近的城池中找了一家客栈歇脚。客栈里几名散修的对话吸引了楚轩的注意力。你们听说了吗？合欢宗遗迹现世了，万年前被覆灭的一流势力合欢宗。没错，当初合欢宗被灭宗之后，宗门遗迹也跟着消失，如今重现于世，吸引了诸多天骄前往。我靠，那我们可要抓紧了。我可是听说合欢宗内有一株药王啊。其实我对合欢宗的那些双修功法更感兴趣。哈哈哈，俺也一样，不愧是同道中人。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金芒，看来这合欢宗遗迹
他也必须去一趟才行。如果能够夺得那株药王，将其炼化之后，最少也能突破2个小境界吧。药王的品质年限很高的话，突破3个小境界都不是问题啊。楚轩上前准备问一下合欢宗遗迹的位置。来到几名散修所在的位置后，楚轩大声地喊道：小二，把你们店里最好的美酒拿2壶出来，给我这些好哥哥们满上。得嘞，客官，您稍等。店小二麻溜地端着2壶美酒走来。几名散修疑惑地看向楚轩，小兄弟，你这是？诸位好哥哥，实不相瞒，在下自幼就对双修功法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渠道购买。刚才听闻好哥哥们在聊合欢宗遗迹，也想去碰碰运气。楚轩一边说，一边拿出10颗灵石，向着几人递去。在玄天大陆，灵石既是修行资源，也是通用货币，普通凡人1年的开销也就只有10块灵石左右。哈哈，又一位同道中人，好说好说。其中一位留着络腮胡的肌肉男接过灵石，凑到楚轩耳边，小声地说道：小兄弟，那合欢宗遗迹位于天风区平遥堡内。多谢。得知方位后，楚轩抱拳感谢道：跟哥哥我不用那么客气。合欢宗遗迹吸引了诸多天骄前往，竞争会很激烈，小兄弟不如与我们结伴，晚上也好一醉方休。络腮胡肌肉男一直盯着楚轩的屁股看，而且声音略显阴柔。楚轩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赶紧找了个理由拒绝。嗨嗨，我这还有点事，咱们直接在遗迹内碰面吧。那好吧，有缘自会再见。遗迹内要是再碰面的话，弟弟可莫要再拒绝我了哦。络腮胡肌肉男给楚轩抛了个媚眼，楚轩被吓得溜之大吉。呼，以后一定要远离络腮胡肌肉男，但愿在合欢宗遗迹内不要再见到。回到客房后，楚轩才松了口气，但依旧感到后怕。楚轩在客栈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早早地踏上了行程。到天风区平遥堡，以楚轩的身法速度，大概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才赶了半天路，楚轩便停下了脚步。在他的前方走出3道身影，都穿着龙虎堂的服饰。为首的是一名老者，身后跟着2名中年男子。他们看向楚轩的目光中充满了杀意。3长老就是此人杀了范护法他们。楚轩目光变得凌厉，龙虎堂的人果然追杀过来了。据说龙虎堂的3长老鲁冠修为已经达到了炼虚境5重，看来今天是避免不了一场恶战了。小畜生，本长老找你好久了。鲁冠冷哼一声，体内散发出炼虚境5重气息威压，将方圆数万米都给笼罩在内。轰轰，2名男子快速掠出，来到了楚轩的身后，将楚轩的退路给封死。炼虚境2重修为气息自他们体内散发。为了追杀楚轩，龙虎堂不惜派出了3名炼虚境强者，而且还让3长老鲁冠亲自带队。小畜生，是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动我龙虎堂的人？你现在自废修为，跪地磕上100个响头的话，本长老兴许还能留你个全尸。鲁冠双手背在身后，高高在上，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傻逼！楚轩大骂一声，当即施展魅影神宗，画出道道残影，向着身后的2名男子杀去。以他现在的实力，和鲁冠硬碰硬不太理智，想要杀出去，突破口就在身后的2人。运气好的话，出其不意之下，还能将2人的修为吞噬掉。不好！鲁冠的反应力很迅速，在楚轩动的那一刻，他的双掌已经拍出，噗！然而双掌落下之后，却扑了个空。什么？竟然是残影！鲁冠的瞳孔猛然骤缩，感到头皮发麻。他没有想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身法速度会这么快。快躲开！鲁冠对着2人提醒道。可是声音还没落地，楚轩就已经逼近了2人。嗡嗡！干将莫邪被楚轩握在手中，杀气腾腾，魔剑之威肆虐，饕餮血脉、9节神体都被楚轩一股脑催动，狂暴的力量在体内翻涌，好似火山喷发。幽冥鬼杀斩！楚轩面色阴沉，眼中杀机毕露，血红剑芒横扫，滔天剑斩劈下，虚空被斩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声。2名护法的威压被直接湮灭，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防御，而且力量太过于霸道，就算他们精心防御，也不太可能将其挡下。3长老，救！2人绝望的求救。剑斩落下，霸道的力量直接将2人轰飞出去。轰隆，2人重砸在地，倒在了血泊中，气息微弱，意识模糊。唰，楚轩的身影再次出现，运转饕餮血脉和功法，吞噬之力瞬间将2人笼罩，强大的吸扯力将2人体内的修为源源不断的吸走。2人的身体扭曲变形，血肉开始干枯，发出凄惨的叫声。小畜生，还不住手！鲁冠被这一幕吓到了。楚轩无论是身法还是肉身力量，都让他大吃一惊。明明只有炼虚境1重修为，可是爆发出来的力量却能够碾压炼虚境2重。
楚轩的丹田内盈满了灵力，修为气息也开始攀升。2名护法已经生机全无，化为了干瘪的尸体。轰卡！鲁冠杀了过来，双掌拍出，虚空震碎，大地颤抖不止。炼虚境5重修为让楚轩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迅速转身，接着催动了天赋神通无尽吞噬，周身凝聚出数十道漩涡黑洞，吞噬着鲁冠的攻势。踏踏踏踏！即便如此，楚轩也被逼退上100步。这是饕餮一族的天赋神通？难道你身怀饕餮血脉？鲁冠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置信。他不明白一个没有背景的毛头小子是从哪得到的这些机缘。身法、剑技，还有那2柄魔剑，饕餮血脉，随便一样都远超龙虎堂的底蕴。楚轩运转身法武技，快速后退，和鲁冠拉开了一段距离。望着地面上的2具干尸，鲁冠心痛不已。他们龙虎堂总共只有7名炼虚境，如今1天之内就损失了2名。小畜生，若不杀你，老夫誓不为人！龙虎7杀拳。鲁冠面色阴狠，他纵身一跃，双手成拳，恐怖的拳势将楚轩牢牢锁定。嗷吼！龙吟虎啸，异象横生，杀伤力爆表。楚轩再次凝聚出漩涡黑洞，饕餮血脉和9节神体催动到极致，将所有力量都灌输到了2柄魔剑之中。幽冥鬼杀斩，短时间内催动2次神通，使得楚轩有些吃不消。不过这次凝聚的剑斩威力远超刚才。咣！轰动！剑斩和拳势相撞，余威横扫，四周的花草树木瞬间便被湮灭，化为了一片废墟。踏踏踏踏！攻势之中，手握魔剑的楚轩倒飞了出去，他的上衣粉碎，露出古铜色的肉身，流动着雷霆般狂暴的力量。竟然又让你挡下了！鲁冠缓缓走出，一双眉头紧锁，脸色也变得凝重。如果对方和他同一个境界的话，那他将毫无还手之力。此子逆天，断不能留。你身上的机缘造化，成功吸引到了老夫。鲁冠目光变得贪婪，虽然损失了2名炼虚境强者，但如果能够得到对方身上的各种机缘，他们龙虎堂便能一跃而起。那得看你有没有命去。楚轩体内的灵力翻涌，水到渠成地突破到了炼虚境2重。什么？这就突破了？鲁冠倒吸一口冷气，他修行40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突破得这么轻松。看来饕餮血脉带给你不少好处。鲁冠对饕餮血脉充满了渴望，吞噬修为还不用遭受反噬，这简直太完美了。唰！就在鲁冠觊觎饕餮血脉的时候，楚轩竟然主动发起了进攻。前刺、竖劈、横扫，强大的剑气剑势从楚轩体内爆发，眨眼间便发起10几道攻势。轰轰轰！2人大战在了一起，破空声响彻云霄。片刻时间，已经交手上千个回合。楚轩身上有着数十道拳印，鲜血流淌，触目惊心。鲁冠身上也有着2处剑痕，但境界上的优势让他占据了上风。以炼虚境2重修为，硬抗老夫那么久，你的肉身力量当真是变态。鲁冠内心升起一股恐惧，这样的妖孽一旦得罪了，就必须将其抹杀，否则后患无穷。咣！鲁冠双拳狠狠地轰出，强大的拳势将2柄魔剑震飞出去。楚轩全身鲜血淋漓，散乱的头发在空中乱舞，眼中布满了血丝，如同一尊的玉修罗。没了那2柄剑，看你还怎么和老夫抗衡。鲁冠乘胜追击，不给楚轩喘气的机会。楚轩狠狠一咬牙，身后凝聚出饕餮虚影，山般大小的血红双眼死死地盯着鲁冠。9节神体也被楚轩催动到了极致。楚轩身上的伤势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鲁冠感到后背发凉。就算是以断体为主的体修，也没有楚轩的肉身强悍啊！杀！面对鲁冠的攻势，楚轩不避不闪，选择用肉身硬抗，然后快速做出回击。咣咣咣！轰轰轰！你一拳我一拳，拳拳到肉，完全是在赤身肉搏。楚轩的拳头、脑袋、胳膊肘、膝盖、脚全部都被用作武器，对鲁冠发起猛烈的进攻。鲁冠的身上浮现出10几道拳印，嘴角也涌出了血迹。他很难相信自己会被一名炼虚境2重武修伤到。1刻钟过后，2人皆是倒退。楚轩已经化为了一具血人，体内的灵力快要见底。鲁冠也身形狼狈，完全没有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你个不要命的疯子！鲁冠心里升起一股恐惧，目光忌惮地看着楚轩。只要我不死，便会让你们100倍1000倍偿还。终有一日，我会踏破龙虎堂，杀光堂内每一个人。楚轩擦去嘴角的血迹，体内的战意还在熊熊燃烧。这一战当真是酣畅淋漓。虽然他不是鲁冠的对手，但鲁冠也杀不了他。放心，老夫不会让你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鲁冠杀气腾腾地盯着楚轩，杀他的机会还有很多，不要恋战。
红裙女子对着楚轩提醒道。鲁官还没开始拼命，一旦他燃烧气血，动用龙虎堂的压咒武技，实力还会上涨。我知道，楚轩并不打算和鲁官鱼死网破。他之所以和鲁官硬刚，是想让自己这具身体达到极限，这对他来说有很大好处，能不断的激发出身体潜能。如今已经酣畅淋漓的打过一架了，目的达到后，楚轩便准备溜之大吉。等突破到炼虚境3重之后，想杀鲁官就轻而易举了。老狗，继续！楚轩作势冲出，身后的饕餮虚影怒声咆哮，张牙舞爪，凶兽之威笼罩天地。这个疯子！鲁官吞了吞口水，内心还真有些害怕。但是今天他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将对方击杀。轰！鲁官体内的气血翻涌，修为气息迎来暴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老狗，下次再见，必杀你！就在鲁官准备拼命的时候，楚轩却调转方向，全力施展魅影神宗，洞穿虚空而去。小畜生，你敢耍我！鲁官气得直咬牙，他将体内的气血平复好之后，便火速追去。可是半个时辰过去，两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鲁官这才发现自己的身法速度完全比不过对方，更为离谱的是，对方还能隐匿气息，很快就消失在了他的感知内。可恶！鲁官停了下来，气得直跺脚。随行的2名炼虚境全部被杀，到头来还让对方给跑了，这让他如何回去交差？他一世英名全部都被毁了。小畜生，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老夫掘地3尺也要将你找到！鲁官咬牙切齿地骂道。8个时辰过后，楚轩终于来到了平遥堡。合欢宗遗迹浮现于世，宏伟壮观，吸引了各大势力的天骄还有散修涌入。遗迹四周有着强大的阵法屏障，唯有古灵在300岁以下的修行者才能进入遗迹争夺机缘。在玄天大陆，修行者动辄上千年寿命，所以300岁之前都被称之为年轻人。陨落的强者都希望自己的衣钵被年轻人继承，也好继续发扬光大。楚轩没有犹豫，快速进入了遗迹。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有一座座悬浮在半空的粉红宫殿，鼻息间充斥着胭脂俗粉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让楚轩感到不愧是合欢宗啊。楚轩在心里感叹道。遗迹内飘荡的味道和红裙女子、李青瑶、乌婉晴身上的体香截然不同，一个是靠外物提炼，一个是天然的体香，给人的感觉也是天差地别。楚轩没有急着去寻找机缘，而是找了一处隐蔽的山林，开始吐纳恢复。和鲁官一战，让他丹田内的灵力几乎耗尽，这样的状态很容易让他陷入危险境地。毕竟遗迹内鱼龙混杂，杀人夺宝是常见的事情。到了傍晚，楚轩的气息总算恢复到了巅峰，肉身力量变得更加强悍，9节归虚，有了新的进展，成功领悟到了第4节。这一战对楚轩来说收获颇丰。合欢宗遗迹会开放1年时间，我可以在这里面好好修炼。楚轩站了起来，准备去寻找机缘哥哥喽。公子，天色已晚，何不就此休息，也好让姐妹们尽一下地主之谊。就在这时，几道甜美的女声传来。楚轩抬眸望去，有着10几位衣着暴露的女子，扭动着腰肢向楚轩缓缓走来。她们上半身就穿了一件粉红抹胸，下半身穿着薄纱短裙，春光一览无遗，胭脂粉的味道越发浓郁。我丢，不会是阿飘吧？刚进来就这么刺激？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忌惮。她们是合欢宗死去的女弟子，靠吸食阳气来维持肉身不腐，灵魂不散，但实际上都是一群死尸。如果定力不强的修行者面对这些女弟子的勾引，肯定会把持不住。起码她们的脸蛋、身姿都是极品。不过和楚轩的3个老婆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公子不要紧张，我们并无恶意。10几名女子掩嘴轻笑，美眸火热地盯着楚轩，一个个花枝招展，卖弄着自己的身材。楚轩感到意识有些模糊，眼皮子也变得沉重。雾草，这胭脂粉有致幻的作用。楚轩屏气凝神，运转饕餮血脉，吞噬掉进入体内的幻粉。见楚轩有了反应，10几位女子得意地笑了笑，继续上前将楚轩围了起来。公子，小女子这腿长不长？你要不要摸一摸？公子，人家的大不大，白不白？想一想，一头埋进来。公子哥哥，人家屁股痒痒，拍一拍。公子，人家想用玉足踩你的脸。10几名女子手段尽出，弯腰扭胯，舞骚弄姿，对楚轩发起最后的进攻。骚喇叭技，就用这来考验我。楚轩在内心冷笑道。他故意装出被迷惑的样子，眼神迷离，嗤笑着说道：美人，好多美人，我要，快给我。哥，姐妹们，成了。这世间的男人有哪个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心？话说这个男人生的是真俊啊，面如冠玉，明眸皓齿，关键身子板还很硬实健壮，一看就很猛。
妹妹们，这次就让姐姐先来如何？不行，姐姐一屁股走下去，这小哥哥不得废掉。妹妹们哪里还有发挥的空间？乖，让姐姐先来，姐姐一定会收敛点，保准给你们留口肉吃。十几人对楚轩馋涎欲滴，都想先品尝，一时间争论不休。楚轩有些不耐烦了，这几个骚娘们能不能麻溜点？美人们，快别吵了，一个不够爽，你们一起上吧，我营养充足。楚轩突然开口说道。女弟子们愣了一下，她们还以为楚轩清醒了呢，但是从迷离的眼神来看，不像是清醒状态，看着老实本分，原来是个闷骚。妹妹们，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一起享用吧。女弟子们将本就凉快的衣物脱下，迫不及待地向着楚轩扑去我丢，全是奶牛。楚轩的目光扫过女弟子们，发现是真有料，但是这些妖女非常的危险，如果被她们迷惑，陷入温柔乡的话，体内的精气将会被稀释干净，最终成为一具枯尸。哥哥喽，公子，姐妹们来给您宽衣。十几名妖女逼近了楚轩，就在他们准备上手的时候，楚轩体内却爆发出强大的吞噬力。轰！妖女们瞬间便被笼罩在内，强大的吞噬力吸扯着他们本就不多的能量。我们上当了，他没有被我们迷惑。惨叫声响起，妖女们用尽全力挣扎，但是根本无法脱身。记住了，男人的话也不要轻易相信哦。楚轩咧嘴一笑，加大了吞噬力度。十几名妖女体内的力量被吞噬殆尽，很快就魂飞魄散。虽然力量微小，但蚂蚁肉也是肉，不要白不要。楚轩收了力道，纵身一跃，离开了这片山林。遗迹内凶险万分，楚轩非常的小心谨慎。第二天中午，正在寻找机缘的楚轩听到了一阵急促且阴柔的求救声。别过来，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啊，我只喜欢男人。楚轩眉头一皱，这道声音让他感觉非常的熟悉，该不会是那个络腮胡肌肉男吧？楚轩浑身发毛。就在他想要离开的时候，那络腮胡肌肉男已经跑了过来。小兄弟。络腮胡肌肉男双眼放光，但下一秒却大声地喊道：小兄弟，快跑，我后面有吸人精气的女妖怪。闻言，楚轩内心有些愧疚，在他想要抽身而退的时候，络腮胡肌肉男却在为他的安全考虑。看来是我的格局太小了。楚轩转过身子，准备将络腮胡肌肉男救下。哼，好哥哥，你就别再口是心非了，就是你的那些好伙伴们死之前都飘飘欲仙呢，你难道不想体验下吗？哟，快看，又一位帅蝈蝈，哥哥，这个我喜欢。6名妖女追了上来，扭动着婀娜的身姿，目光贪婪地盯着楚轩和肌肉男。小兄弟，不是让你跑了吗？怎么不听哥哥的话呢？络腮胡肌肉男用拳头捶楚轩的胸口。楚轩满脸黑线，突然他就有点后悔了。现在走应该还来得及吧？我的同伴们都被这群女妖所迷惑，最终被吸干精气而亡。好在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才活到现在。终究还是哥哥，我害了你。络腮胡肌肉男自言自语道。对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死之前把你的名字记住，到了下面好碰头。我叫楚轩。楚轩，真是好名字。我叫成都，外号小嘟嘟。你来自成都怪不得。不是，我叫成都，不是来自成都。成都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纠正道。楚轩有些哭笑不得。你们两个安静点，姐妹们耳朵都要起老茧了。这娘娘腔该不会和我们抢男人吧？见到楚轩这个大帅哥之后，成都就没有那么抢手了。聒噪！楚轩冷哼一声，他双手成拳，快速轰出。咣！轰卡！炼虚境2重修为气息爆发，力量攻势却不输炼虚境4重。什么？炼虚境2重？姐妹们，快跑！6名女妖脸色大变，她们里面修为最高的也只有造化境7重，哪里能承受得住对方一拳？轰！拳势落下，女妖们全部魂飞魄散，生前残留的力量也被楚轩吞噬掉。咕噜！楚轩弟弟，你是炼虚境强者，20岁的年纪竟然修炼到了炼虚境，你也太厉害了吧！成都双拳放在嘴边，一脸崇拜地说道。可，低调低调。楚轩向后退了一步，和成都拉开距离。楚轩弟弟就别谦虚了，你的天赋实力都能碾压超级势力的天骄了。此次进入合欢宗遗迹的天骄里面，数天剑山的圣子廖浩川，还有耀日帝国的公主陆雨婷最为耀眼，修为达到了炼虚境4重，但他们的年龄都将近100岁。综合来看的话，楚轩弟弟才是天赋最强的那一个。哦对，还有古修裘云泽，他更加不要脸，以299岁的年纪卡点进入遗迹。成都说的话大多都是废话，但除去那些废话，还是能捕捉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点的。天剑山和耀日帝国都是一流势力，楚轩对天剑山的印象很深刻。
12年前，天剑山也去过福元村，屠杀了不少村民。这笔血账，楚轩时刻都记得。那就在这一季内，让天剑山先出血。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杀机。楚轩弟弟，我们2个结伴行吧？彼此也好有个依靠。成都一脸期待地问道。那个，可能不太方便。为了自己的菊花着想，楚轩果断地拒绝了。好吧。成都失望地叹了口气，但他很快想到了什么，继续说道。楚轩弟弟，我和我的同伴们在一座雪山上发现了3株冰水花，都达到了宝药品级。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带你过去。不过那座雪山上有一头6级3重的玄冰玉蛟镇守。本来准备离去的楚轩听到冰水花之后，心里来了兴趣。3株冰水花都达到了宝药品级，这可是大补啊！程兄，不是我不愿意和你结伴行，实在是我的仇家太多了，怕连累你。楚轩试图解释。原来楚轩弟弟这么为我考虑，但是只要能跟在楚轩弟弟身旁，让我去死，我也无怨无悔。成都眼眶红润，肌肉猛男在此时娇滴滴的哭泣，让楚轩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再忍一会，拿到冰水花之后就分道扬镳。楚轩在心里安慰自己。藏神关内，红裙女子也无语了。楚轩到底什么体质？吸引女性也就算了，怎么现在连男人也对楚轩这般痴迷？成都带着楚轩来到了一座不知名的雪山。楚轩抬头望去，能够感知到那头玄冰玉蛟的狂暴气息，想来是玄冰玉蛟故意释放出来，为的就是让他们这些人知难而退。程兄，上面太危险了，你就在山下等我吧。楚轩对着成都商量道。好，我不给楚轩弟弟添乱，你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哦，要是受伤了啥的，我会狠。不等成都说完，楚轩便消失在了原地，开始攀登雪山。楚轩弟弟肯定是舍不得我，所以才想着快去快回。成都内心感动地说道。要是楚轩听到这句话，恐怕会忍不住给成都来上一拳。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如此迷之自信？吼！楚轩来到半山腰的时候，那头玄冰玉蛟发出了一声怒吼，想要将楚轩吓退。还叫，收你来了！楚轩非但不退，而且还加快了速度。没过多久，楚轩就来到了山顶。大雪飘飞，寒气弥漫，在一处岩壁上生长着3朵水蓝色的冰水花，凝结了冰晶，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初步感知，这3朵冰水花最少达到了6万年品质。轰！就在楚轩打量冰水花的时候，一股狂暴的兽威袭来，裹挟着无尽的寒气。楚轩定睛一看，发现是那头玄冰玉蛟的尾巴，足足有着1米之长，横扫而过的地方都被碾压成了废墟。楚轩不敢大意，调动体内的饕餮血脉，凝聚9节神体，双手成拳，猛地轰出。咣！轰动，2股力量相撞，无数冰晶化为粉碎，整个雪山都在颤抖。踏踏踏，楚轩身形倒退，来到了悬崖边。好狂暴的力量！楚轩将体内的余威逼出。这玄冰玉蛟拥有6级3重修为，也就是炼虚境3重，但肉身力量却比寻常的炼虚境3重5修强大很多，竟然挡下了。玄冰玉蛟身长万丈，躯体覆盖着一层幽蓝寒芒鳞片，闪烁着冰冷的光泽，隐隐流动着冰雾。一双树瞳狭长幽冷，散发着森森杀意。人类，你现在退去的话，本王可以既往不咎。玄冰玉蛟身驱动的时候，宛如一座冰山在移动。你愿意把那3朵冰水花给我的话，我就离开。楚轩也开出了自己的条件。闻言，玄冰玉蛟勃然大怒，你没资格和本王谈条件。轰隆隆，玄冰玉蛟再次发起进攻，尾巴宛如铁鞭，向着楚轩抽打而来。给你脸了是吧？楚轩召唤出2柄魔剑，剑气剑势爆发，饕餮血脉之力，9节神体之威全部涌入到了魔剑之中，铿锵，魔剑劈出，剑威肆虐。即便玄冰玉蛟的肉身强悍，此时也浮现出一道血红的剑痕。楚轩也被强大的力量震退。好恐怖的魔剑！玄冰玉蛟一双树瞳之中闪过忌惮。楚轩主动发起进攻，施展出幽冥鬼杀斩，血红剑芒迸射而出，2道滔天剑斩凝聚，横贯天穹，随后重重的劈下。轰咔咔，沿途的虚空如同镜面一般脆弱不堪，快速崩塌破碎。玄冰玉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抽身而退，想要躲开剑斩，但是剑斩的速度太快了，让他躲之不及。玄冰玉蛟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血盆大口张开，吐出一朵朵冰莲。轰动，在和剑斩相撞的刹那，冰莲发生爆炸，化为无数冰刃，向着四周轰去。冰刃袭来，逼近了楚轩。刷刷，楚轩挥舞出道剑花，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将冰刃挡了下来。双方都被逼退，玄冰玉蛟撞在了山崖上。你这道神通武技是不是超越了天阶？
玄冰玉娇目光恐惧地看着楚轩，他发现自己小瞧了这个人类。楚轩笑而不语，偷偷地施展魅影神宗，向着那3朵冰水花靠近。当玄冰玉娇发现的时候，楚轩的本体已经来到了冰水花前。人类，给本王停下！玄冰玉娇猛地掠出，想要阻止楚轩。他守护冰水花数万年，为的就是等冰水花成长为妖王后炼化。但是这个人类竟然想要抢夺他的机缘。这冰水花本就是无主之物，谁的实力强就归谁。楚轩将冰水花摘下，然后放入到了丹田中。轰噗！强悍的兽躯砸下，将山崖轰得粉碎。楚轩已经抢先一步离开，看着不翼而飞的3朵冰水花，玄冰玉娇发疯般的怒吼：“人类，你在自寻死路！”楚轩宛如鬼魅般出现在玄冰玉娇身后，和玄冰玉娇这头庞然大物比起来，楚轩小的就像一粒沙尘。孽畜，你在乱吼什么？刚才不敢全力出手，是怕波及到3朵冰水花。如今冰水花尽收囊中，我也没有了顾忌。楚轩体内的战意在熊熊燃烧。幽冥鬼杀斩！楚轩再次动用剑道武技，2道血红剑斩逼近。玄冰玉娇感到身躯快要皲裂。你什么时候跑到本王后面的？玄冰玉娇愣了一下，惊恐的转身，快速吐出冰莲。咣！轰！然而距离太近，余威直接将玄冰玉娇震飞了出去，倒在了一片焦土废墟之中。玄冰玉娇身躯一震，再次腾跃而起，立于半空，俯视着楚轩：“倒是本王小瞧了你。”玄冰玉娇身上的鳞片有一些已经崩裂，伤口处流淌着鲜血。废话少说，要打便打！楚轩画出道道残影，顷刻间已经逼近了玄冰玉娇。魔剑再次劈出，裹挟着恐怖的剑道力量，和玄冰玉娇大战在了一起。玄冰玉娇挥舞着兽爪，锋利如同剑刃，将虚空都给切割开来。靠着修为境界上的优势，玄冰玉娇勉强和楚轩五五开。可是不到1刻钟的时间，玄冰玉娇就落入了下风。这个人类无论是身法还是肉身力量，都远超炼虚境2重，甚至超过了炼虚境3重。什么时候人类变得这么妖孽了？楚轩越战越勇，手中的魔剑每次劈出，玄冰玉娇都会被震退。在玄冰玉娇的万丈兽躯上，已经有着不下100道剑痕。嗡嗡！楚轩神不知鬼不觉地动用蜃楼梦一股。玄冰玉娇看着陌生的环境，树丛之中闪过一抹惊慌和恐惧。这给本王干哪来了？四周都是茫茫混沌，而且在快速崩塌，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无尽深渊。梦魇噬魂！天穹之上凝聚出一张狰狞恐怖的梦魇巨脸，他张开血盆大口，欲要将玄冰玉娇吞入腹中。嗷吼！玄冰玉娇心生恐惧，发出一声怒吼。在梦魇巨脸面前，他的万丈兽躯变得非常渺小。玄冰玉娇用万丈兽躯拍打而出，裹挟着飓风攻势，轰在了梦魇巨脸之上。轰噗！梦魇巨脸消散。可是很快，梦魇巨脸再次凝聚，将玄冰玉娇一口吞入了腹中。嗷嗷！玄冰玉娇发出一声声惨叫。虽然只是幻术，但是玄冰玉娇的心态却深受打击。楚轩抓准时机，纵身一跃，来到了玄冰玉娇的脑袋上，将2柄魔剑重重的插下。吃啦！嗷嗷嗷！魔剑破开玄冰玉娇的鳞片，刺入她的脑袋，鲜血流淌，惨叫声响彻云霄。玄冰玉娇体内的兽血翻涌，疯了一般挣扎，将茫茫混沌给拍碎。楚轩体内的饕餮血脉爆发，身后浮现出饕餮虚影，血脉上的压制让玄冰玉娇重砸在了地面，心里充斥着绝望和恐惧。你怎么会拥有饕餮血脉？玄冰玉娇声音颤抖。楚轩并没有理会玄冰玉娇，9节神体也被楚轩凝聚了出来，接着双手握拳，狠狠地砸下。咣咣咣咣！楚轩体内的狂暴力量几乎快要失控，正愁没有地方发泄，一时间拳如雨下，砸得玄冰玉娇惨叫连连，兽躯鲜血淋漓，快要崩裂。玄冰玉娇从未这般绝望过。咱俩到底谁才是妖兽？回答本王！玄冰玉娇心态大崩，同时后悔不已。如果他老老实实交出3朵冰水花，什么事都没有。这个人类简直太凶残了，肉身力量比他这头妖兽还要狂暴。住手！本王愿意把3朵冰水花交给你。玄冰玉娇求饶道：“你可能搞错了，那3朵冰水花本就属于我。”楚轩咧嘴一笑，目光贪婪地盯着玄冰玉娇。6级妖兽，那可是大补玄冰玉娇的妖丹，可以留给小易。至于肉身，他来吞噬掉。6级妖兽的肉身充斥着狂暴霸道的力量，炼化之后大有裨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能够锤炼增强肉身。人类，你不要太过分，冰水花是我的，你的妖丹和肉身我也要了。楚轩的拳头重重砸下，
玄冰玉胶实在撑不住了，直接燃烧兽血，极尽升华一战。轰隆隆，恐怖的兽威爆发，雪山摇摇欲坠，开始崩塌破碎。楚轩被兽威震退，想要取回魔剑，但是玄冰玉胶却发起了猛烈进攻。你让本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唯有吞了你，炼化你体内的饕餮血脉，才能弥补。玄冰玉胶的脑袋和尾巴相连，将楚轩给围了起来。坐地为牢。玄冰玉胶庞大的身躯移动，卷起阵阵飓风，随后化为一层层冰墙，快速的收缩，强大的压力仿佛要把楚轩挤压成血水。咻咻咻咻，更有一道道冰刃划破虚空，向着楚轩刺去。楚轩面色凌厉，双拳轰出，将袭击而来的冰刃给轰得粉碎。想要将我困住，你还没那个实力。饕餮虚影发出兽吼，张牙舞爪，狂暴的力量涌入楚轩体内。咣咣咣，楚轩目光变得血红，一头黑发在空中乱舞，如同一尊杀神，向着那冰墙轰去。轰咚，冰墙剧烈颤抖，停止了收缩。噗，玄冰玉胶被波及，吐出一口口鲜血。一拳不行，那就2拳、10拳、100拳。楚轩继续进攻，冰墙颤抖得越发厉害。9节神体也被催动到了极致。雷霆附着在楚轩的身体和拳头上，向着冰墙砸去。轰卡，冰墙上出现了道道裂纹。这怎么可能？你不仅拥有饕餮血脉，还拥有特殊体质。玄冰玉胶瞪大了双眼，愣在原地，宛如石化。这些可遇不可求的天地造化，怎么就全部集中在了这个人类少年身上呢？楚轩尽情的挥拳，感到无比的舒畅。在他沉浸在拳势之中的时候，一道功法神通凭空出现在脑海。9节灭世拳，这是9节神体的半生神通。楚轩双眼放光，惊喜的喃喃道：没想到他竟然领悟出了9节神体的半生神通。哗啦啦，附着在楚轩肉身上的雷霆威力开始暴涨，变得汹涌澎湃，将四周化为滚滚雷海。9节灭世拳和9节归虚相对应，总共有9拳，又称为9节。楚轩将9节归虚修炼到了第4节，那么9节灭世拳也就只用动用前4拳。不是，你的力量怎么还在增长？楚轩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威压，让玄冰玉胶感到窒息。猜一猜，你能挡下我几拳？楚轩目光火热，体内的战意熊熊燃烧，拳头紧握，雷霆肆虐。原本晴朗的天空，此时却被雷云覆盖。你这又是什么神通？玄冰玉胶兽躯开始颤抖。人类，给你个契约本王的机会，只要你放过我，本王可以做你的灵宠。玄冰玉胶用最狠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抱歉，我不缺灵宠。楚轩咧嘴一笑，第一拳猛地轰出。咣当，轰卡，雷海翻涌，10几层冰墙崩碎。噗，玄冰玉胶兽躯被震退，再次吐出鲜血。轰，第2拳落下，仅剩的几层冰墙全部破碎。雷霆将玄冰玉胶吞没，霸道的拳势摧毁玄冰玉胶的肉身。嗷嗷嗷！玄冰玉胶的生机在快速消散，看来你只能承受2拳。在9节神体的促进下，9节灭世拳的威力远超楚轩的预料。楚轩上前将魔剑取回，接着就准备取玄冰玉胶的妖丹。一枚冰蓝色的妖丹从玄冰玉胶体内取出，楚轩将玄冰玉胶的妖丹收了起来，准备留给小易。等小易成长起来后，将会成为楚轩最强的助力，这样他有什么事情就不用全部亲力亲为了。楚轩运转饕餮血脉和功法，将玄冰玉胶庞大的兽躯吞噬炼化，足足用了1刻钟的时间才将玄冰玉胶的兽躯炼化完毕，只剩下一具庞大的骨架。楚轩弟弟，你没事吧？成都从远处跑了过来，在雪山崩塌的时候，他反应迅速，及时逃离，这才没有被波及。再次赶回来，就发现这里已经化为了一片废墟。这具骨架该不会就是玄冰玉胶的吧？成都望着庞大的骨架，震惊地问道。楚轩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雪山上一共有3朵冰水花，我要2朵，剩下1朵给你。楚轩拿出了1朵冰水花递给成都，如果不是成都带路的话，他也没有机会夺取冰水花。然而成都却把冰水花推回。楚轩弟弟，这冰水花给我实在是暴殄天物，你全部留着吧。修行一途不必妄自菲薄，拿着吧。楚轩不想占他人便宜。哎呀，楚轩弟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如果你真的过意不去，那就抱一下我。望着一脸羞涩的成都，楚轩感到心里发毛。他一个性取向正常的猛男，怎么就遇到了 gay 呢？就在空气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圣子打斗声就是从前方传出来的。走，过去看看。一支9个人的队伍快速赶来，他们都穿着龙虎堂的服饰，为首的青年正是圣子曾俊南。
真是冤家路窄啊！楚轩的目光扫过众人，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他被龙虎堂的三长老鲁冠追杀进了遗迹，如今在这遗迹里面却遇到了龙虎堂的天骄们，看来上天都想让你们死。楚轩的嘴角扬起一抹危险的笑容。圣子，那里有人，把他们围起来。龙虎堂的弟子快速掠出，将楚轩二人包围了起来。你们是龙虎堂的人？成都脸色大变，龙虎堂可是一流势力啊，哪是他一个散修能招惹的？算你有点见识。曾俊南双手环胸，一脸自豪地说道：你是龙虎堂的圣子曾俊南，传闻修为已经达到了炼虚境2重。成都向后退了几步，既然知道本圣子，那就乖乖配合。那头妖兽是不是你们杀的？还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宝物？曾俊南体内释放出炼虚境2重修为气息，其余的8人也将修为气息展露，全部都在造化境9重。这样的实力在遗迹内已经不算弱了。不是我们杀的，我们只有元婴境修为，哪有本事去杀那头妖兽啊？至于宝物，我们也才刚刚赶到，目前还没有收获。成都摇了摇头，回道：他知道楚轩能够击败9人，但是曾俊南身后有龙虎堂撑腰，如果得罪了龙虎堂，那么出了遗迹之后肯定会被追杀。本圣子怎么就不相信呢？你们几个去搜一搜。曾俊南对着2名手下吩咐道。好，2人摩拳擦掌，叫嚣道：不想死的话就乖乖配合。成都脸色凝重，担心楚轩身上的冰水花会被他们发现。你们哪来的底气这么嚣张？楚轩目光凌厉地盯着2人，而后快速出手。啪啪，2巴掌抽出，只见2道身影倒飞出去，砸落在了废墟之中，巨大的力道让他们直接昏迷了过去。众人倒吸冷气，瞠目结舌地看向楚轩。你竟敢对我龙虎堂的人动手！曾俊南眉头紧锁，一时间看不出此人的深浅。因为楚轩刚才都没有动用灵力，仅仅用肉身力量抽的2人，曾俊南这才没有感知到楚轩的修为境界。楚轩弟弟，你不该冲动的。成都眼中闪过一抹焦急。圣子，是我们的错，这是1000颗灵石，您消消气。成都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了曾俊南。储物袋比空间戒指要低级一些，不仅空间小，而且无法存放活物。曾俊南根本不买账，一巴掌将成都手中的储物袋拍落在地，而后准备抽成都的脸。就这点灵石也想息事宁人？你当本圣子是叫花子吗？打了本圣子的人，那就用命来偿还。曾俊南气焰嚣张。楚轩身形一闪，及时抓住了曾俊南的手腕。咔嚓！我的手断了！曾俊南身形扭曲，脸色煞白，发出一声声惨叫。被楚轩抓着，曾俊南感到非常的渺小和无力。圣子！6名弟子面色大变，纷纷施展神通武技，向着楚轩攻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楚轩面色一寒，体内爆发出炼虚境修为气息，单手轰出一拳，强大的拳势轻易摧毁了6人的攻势，接着将他们震飞了出去。噗噗噗，6人重砸在地，肉身皲裂，口吐鲜血，同样不省人事。什么？曾俊南吓得浑身直冒冷汗。他没有想到，这个古龄20岁左右的少年，竟然也拥有炼虚境2重修为。他用了整整96年才修炼到如今这个境界啊！可是对方却只用20年，关键同样的修为境界，对方的力量还远超他。楚轩弟弟，不要冲动啊！曾俊南有什么闪失的话，龙虎堂肯定会不死不休。成都对着楚轩劝说道，他只是一名散修，生活在最底层，对于这些有名的势力根本不敢得罪。我已经和龙虎堂不死不休了。楚轩自嘲地笑了笑，望着楚轩的面容，曾俊南的瞳孔猛然骤缩。你是杀了范护法的凶手。范星野被一名少年击杀，这件事早就在龙虎堂传开了。曾俊南看过凶手的画像，但是没有太上心。近距离的观察下，曾俊南终于想了起来。答对了。楚轩笑了笑，这抹笑容让曾俊南浑身发寒。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了，在进入合欢宗遗迹前，我刚跟你们3长老交过手，还顺便杀了2名炼虚境护法。楚轩用玩味的语气说道。你在3长老眼皮子底下又杀了2名护法。曾俊南浑身已经被冷汗浸湿，这样的煞神偏偏被他遇到了。成都听完之后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楚轩和龙虎堂之间早就有着恩怨，而且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轰！曾俊南毫不犹豫地燃烧气血，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命。落在楚轩手中只有死路一条。老实点！楚轩目光一寒，恐怖的力道镇压而下，曾俊南刚开始燃烧的气血直接被封印。扑通！曾俊南无力地跪倒在地，哪怕他用力挣扎也无济于事。此时的他
如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你不是很嚣张吗？楚轩目光不屑地看着曾俊南，放过我，等我回去可以向堂主求情，将你和龙虎堂的恩怨一笔勾销。曾俊南语气颤抖地恳求道。楚轩面无表情，丝毫没有动容。不需要你求情，就算龙虎堂不再追杀我，终有一天我也要杀去龙虎堂，你又何必咄咄相逼？堂主乃是炼虚境9重的强者，你和龙虎堂作对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曾俊南不想放过活命的机会，一直在劝说楚轩。12年前你是不是带队去过福源村？楚轩突然对着曾俊南问道。你怎么知道？曾俊南愣了一下，这件事连他自己都快忘了。当时福源村有机缘现世，各大势力都纷纷涌入，他也带队前往。那就对了。楚轩眼中的杀机更加浓郁，吃了。楚轩猛地用力，曾俊南的右手被直接扯断。曾俊南发出一声惨叫，他捂着断臂，如同死狗般匍匐在地面。难道你是福源村的幸存者？曾俊南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楚轩没有再回应曾俊南。吃了。曾俊南的左手也被扯断，接着是双腿被楚轩一拳砸成了血雾。直到曾俊南体内的生机消散，楚轩才停下手。望着血腥的一幕，成都都被吓到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楚轩这般愤怒，但他并不觉得楚轩就是滥杀无辜的魔头。在玄天大陆，弱肉强食，恩怨仇杀每天都在上演着。那些名门正派背地里做的事要多肮脏有多肮脏。如果今天是他和楚轩战败，那么曾俊南等人也丝毫不会手软。楚轩将曾俊南等人的修为全部吞噬掉，丹田内的灵力终于来到了一半。吓到你了？楚轩看向成都，笑着问道。此时的楚轩笑容和煦，如沐春风，和刚才出手狠辣杀伐果断的楚轩简直判若两人。还好，作为一名散修，从最底层修炼到现在，这种血腥的场面没有10次也有8次了。成都摆了摆手回道。那你怎么变成现在？楚轩欲言又止。嗨，我的娘亲是一名青楼女子，出生之后我就在青楼的女人堆里长大。成都挠了挠头回忆道。怪不得。楚轩恍然大悟，这成都也是个可怜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时候分别了。楚轩上前拍了拍成都的肩膀，这是他能接受的最大尺度了，我们还会再见吗？成都目光不舍地看着楚轩。也许会吧。成兄保重。楚轩转身消失在了成都的视野之中。楚轩弟弟这么优秀，今后肯定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我只有好好修炼，才有机会和他顶峰相见。成都双手握拳，眼中闪过一抹坚定。龙虎堂守魂阁内，圣子曾俊南的魂灯突然熄灭，守魂阁的长老面色大变，圣子的魂灯熄灭了。没过多久，堂主赵剑锋急匆匆地赶来。赵剑锋可谓是一夜白头，龙虎堂总共7名炼虚境，如今已经陨落了3位。他们耗费无数资源才将曾俊南培养成才，可是现在所有心血毁之一旦。查，给本堂主把凶手查出来。赵剑锋咬牙切齿地吩咐道。守魂阁长老吓得双腿发软，堂主息怒，在下这就去查。约莫1刻钟过后，在曾俊南已经熄灭的魂灯上方凝聚出一张画像，正是楚轩。又是他。赵剑锋如同见鬼了一般，这个少年真就克他们龙虎堂吗？在合欢宗遗迹内，曾俊南等人竟然都能遇到他。赵剑锋体内爆发出恐怖的威压，使得整个守魂阁都摇摇欲坠，炼虚境9重已经无限接近于合体境。赵剑锋没有把握度过雷劫，所以才迟迟不敢冲击合体境界。通知鲁官，让他立即赶往合欢宗遗迹，在出口等着那小畜生。如果不能提着那小畜生的人头回来，那就让鲁官以死谢罪。赵剑锋怒声吩咐道。是，堂主。龙虎堂赌上了一切，要么楚轩死，要么他们龙虎堂灭。合欢宗遗迹内一处不知名的洞府里，楚轩盘膝而坐，运转血脉功法，正在吞噬炼化冰水花。他吞噬了2朵冰水花，还有1朵给小易留着。冰水花的力量被快速吸收，楚轩全身上下都衍生出璀璨的冰晶，浓郁精纯的灵力被源源不断地压缩到丹田。轰！2天半过后，楚轩顺利地突破到了炼虚境3重，并且修为气息还在攀升，丹田内又充斥了1半的灵力。楚轩用了半个月时间来稳固修为境界。当楚轩退出修炼状态的时候，丹田内的小易却有了动静。楚轩内视丹田，发现小易的体型已经接近1米，并且双翅上生长出了紫色羽翼。小易的修为气息居然达到了2级9重。从小易出生到现在也才不到2个月时间，但是修为却已经比肩筑基境9重了。这修炼速度比楚轩还要夸张。当然，小易从出生就不缺资源，
楚轩完全是靠自己打拼，所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楚轩将小易召唤了出来，小易的体型都快赶上楚轩了，全身毛茸茸、呆萌的模样依旧非常的可爱。小易睁开惺忪的双眼，看到是主人之后，高兴的上前用舌头去舔楚轩的手，吱吱吱，嗷嗷嗷。小易发出激动的声音。等突破到3级妖兽之后，小易就能口吐人言了。小易将前爪搭在楚轩的身上，毛茸茸的小脑袋靠在楚轩的胸口，撒娇的样子像极了小孩子。乖。楚轩摸了摸小易的脑袋，然后将玄冰玉胶的妖丹还有冰水花拿了出来。看到美食，小易高兴的手舞足蹈。小吃货。楚轩将妖丹和冰水花喂给了小易，将美食吞入腹中之后，小易感到意犹未尽，舌头舔了舔嘴唇，继续跟楚轩撒娇。楚轩凝聚出一滴精血，想要喂给小易，可是小易却人性化的摇了摇头，双爪紧紧地抱着楚轩。傻孩子，这精血对我不会造成影响的。楚轩读懂了小易的想法，看到是鲜血，小易还以为是楚轩受伤了呢。在楚轩的耐心安抚下，小易终于将精血吞下。嗷嗷！吃饱喝足之后，小易眼睛便睁不开了，躺在楚轩的腿上沉沉睡去。还是你享福呀，吃饱了睡，睡好了吃。楚轩笑着感叹道。他将小易收进丹田，然后就离开了洞府。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楚轩都没有太大的收获，只找到3颗2品丹药，还有2株灵药，以及一些低阶功法武技。这些资源对楚轩来说微乎其微。不知不觉间，楚轩来到了一片剑林，里面有着上万柄宝剑，都是合欢宗的长老和弟子死后留下的佩剑。这些佩剑中还残留着剑道力量，如果能够进入剑灵悟剑的话，能够帮助修行者领悟到更高的剑道力量。剑林的入口已经围拢了数百人，他们大多都是剑修。有没有勇士开路，带领我们进入剑灵悟剑？根据我的经验，想要进入剑灵，必须通过某项考验。你这不是废话吗？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众人议论纷纷，都不敢做出头鸟，谁都想躺平得到资源。在人群之中，有2人格外的显眼，一个是天剑山的圣子廖浩川，长相英俊，身姿不凡，据说修为已经达到了炼虚境4重。哪怕是身后跟着的10几名弟子当中，都有3人达到了炼虚境。天剑山的底蕴实力在一流势力中排在第2名。另外一人头戴玉冠，身穿华丽的拖叶长裙，裙摆晃动之间，宛如天边流动的云霞。她面容精致，一双柳叶眉柔美纤细，尽显高贵。陆雨婷，她是耀日帝国的公主陆雨婷。耀日帝国是一流势力中底蕴实力最强大的存在。陆雨婷的修为同样达到了炼虚境4重，身后跟着的4名护卫修为都在炼虚境1重。在场的众人都等着廖浩川和陆雨婷这2尊大神出手呢。可是廖浩川和陆雨婷也不傻，想让其他人先是试水，心里也好有个底，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一样。狼牙佣兵团的人跟我上。10几名赤裸上身手握重剑的男子走出，气势汹汹地向着剑林入口走去。他们来自狼牙佣兵团，平日里以狩猎妖兽为生，偶尔也会接一些任务，常年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10几人的修为，最高的达到了炼虚境2重，最弱的也有造化境6重。狼牙佣兵团瞬间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有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有危险就快速撤退，要是没有危险，那就赶紧冲进剑林，找个好位置物剑。1步2步，狼牙佣兵团的10几人已经快要进入剑林。难道我们猜错了？进入剑林部需要经受考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我呸，不要脸的东西！众人准备一窝蜂的进入剑林，都给老子停下！进入剑林的机会是我和兄弟们拿命换来的，你们想进去的话，必须经过我们的同意。凡是进入剑林者，需缴纳1000颗灵石，谁敢乱来，那就休怪我们狼牙佣兵团不客气了。当然，廖圣子和陆公主除外。狼牙佣兵团的团长手握重剑，凶神恶煞的扫过众人，大声的宣布道：1000颗灵石！我日，你们怎么不去抢啊？就是这也太黑了吧！剑林又不是你家的，凭什么收费啊？狼牙佣兵团的行为引起了众怒。就在狼牙佣兵团准备立威的时候，脚下的大地突然开始颤抖，嗡嗡！紧接着，插在地面的上万柄宝剑纷纷飞到空中，然后向着狼牙佣兵团的10几人掠去。密不透风的剑网将10几人笼罩在内。凄惨的叫声发出，血雾从剑网中弥漫了出来。铿锵，兵器碰撞的声音自剑网内传出。几息时间，狼牙佣兵团的10几人只剩下团长自己还没倒下。雾草，快跑！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了，纷纷向着后方退去。还好刚才没有冲过去，不然就要跟着遭殃了。狼牙佣兵团这叫自作自受，我就知道
进入剑灵没有那么容易。哼，这位逼哥，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在上万柄宝剑的进攻下，狼牙佣兵团的团长不堪重负，心脏被利剑洞穿，倒在了血泊当中。剑网散去，留下10几人满是窟窿的尸体。这是合欢宗的万剑穿心阵。廖浩川双手负在身后，缓缓说道：万剑穿心阵，莫非廖圣子早就知道有此剑阵？众人都在揣测，不仅廖浩川知道剑阵，就连陆羽庭也知道。他们故意不说，就是想看看万剑穿心阵的威力，从而寻找剑阵的破绽。廖圣子可有破阵之法？头戴玉冠的陆羽庭对着廖浩川问道。恕在下愚钝，暂时还没有想到。廖浩川惭愧地说道。看来想要进入其中物剑没有那么容易啊。陆羽庭喃喃自语。有了狼牙佣兵团的前车之鉴后，其他人都不敢再轻易靠近剑灵，不少人都选择知难而退，去寻找其他机缘。楚轩从人群中走出，径直走向剑灵。快看，又有不怕死的出现了。此人是谁？为何从未见过？不是，这小子体内没有一丝气息波动啊！这人能在1季内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众人看向楚轩，感到疑惑和惊讶。在他们看来，这少年的行为和送死无异。这人看着不像是没有修为的样子，难道身上佩戴了遮蔽气息的宝物？陆羽庭打量着楚轩，在心里猜测道。作为耀日帝国的公主，她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包括超级势力的天骄。楚轩身上的那股坚毅和淡然，绝非普通人能够拥有。眨眼时间，楚轩就来到了剑灵入口。对于众人的议论，楚轩直接无视。那些人在楚轩看来就是群跳梁小丑，既没有本事，又喜欢装逼，就算是路过的狗，他们都要评论一句。嗡嗡，剑灵之中，上万柄宝剑再次有了动静，从地面飞升至半空，然后向着楚轩刺去。咻咻咻咻，破空声响彻云霄，密密麻麻的宝剑如同箭雨一般，众人赶紧后退，生怕被波及。楚轩的身形直接被剑雨吞没，密不透风的剑网遮蔽了众人的视线。在这剑网之内，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动手了。望着一道道锋利的剑刃，楚轩眼底深处闪烁着火热的战意。轰！9节神体凝聚而出，狂暴的雷霆附着在肉身上。那些洞穿而来的利剑，距离楚轩半米的时候，突然凝滞在了半空，再难前进分毫。剑网依旧在快速运转，但内部却好像没了动静。里面发生了什么？怎么没有动静了？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少年已经被万剑穿心了呢？众人面带疑惑，都很好奇剑网内发生了什么。轰咚！短暂的安静过后，剑网内突然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整个剑网快速颤抖，恐怖的余威横扫而出。雾草，快退！众人大惊失色，再一次向着身后退去。看来本公主没有看错人，也许她真的能够破开这座万剑穿心阵。陆羽庭淡淡一笑，尽显优雅和高贵。剑网之内，楚轩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躯体上流动着狂暴力量，身后凝聚出饕餮虚影，一拳又一拳轰出，不断的向前逼近。那些洞穿而来的利剑被楚轩直接轰飞出去。楚轩的破阵之法很简单粗暴，那就是用蛮力开路。望着密不透风的剑网，楚轩依旧果断的出拳。咣！铁拳落下，整个剑网剧烈颤抖，有上百柄宝剑被震飞了出去，就连大地也跟着震动。咕噜，这剑网要被破开了。众人瞠目结舌，全部都看傻眼了。那少年才进去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剑阵竟然就开始颤抖，有着崩塌的迹象了。我就知道那少年不简单。这位逼哥，你要点脸不？刚才吐槽的时候，你可没少贬低人家。你们懂个屁，我这叫玉阳仙叶。实际上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他能够破开这座剑阵。剑阵之中不断的有宝剑飞出，到最后剑网越来越稀疏，剑阵的威力也大幅下降。赤裸着上身，靠一双铁拳开路的楚轩进入了众人的视线。我去，他竟然赤手空拳破阵，这肉身力量也太恐怖了吧！毫无技巧，全靠蛮力在破阵啊！我很好奇，他一个体修跑剑灵来干嘛？就连廖浩川都被楚轩的肉身力量震撼到了，他感觉自己的风头完全被楚轩抢占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怎么之前从未听说过？廖浩川眯着双眼，射出2道阴厉寒芒。陆羽庭一双美眸紧盯着楚轩，健硕的身材，凶猛的力道，英俊的外表，让他平静的内心越发燥热。原来世间有这般完美优秀的男人。陆羽庭在心里叹了口气，可惜他生在帝王世家，没有支配自己婚姻的权利。从他生下来那一刻，就注定会沦为帝国联姻的工具。这剑阵的威力也不咋地啊。楚轩失望的摇了摇头，感觉非常的不过瘾。看着支离破碎的剑网，楚轩发动了最后一击。咣！
又是一拳落下，恐怖霸道的力量肆虐，剑网不堪重负，轰隆一声崩塌破碎，剑阵被破开了。众人双眼放光，看到了进入剑灵的希望。呵呵，高兴得太早了。廖浩川发出一声冷笑。根据他的了解，万箭穿心阵还有最后一击，威力将会远超之前。公子切莫大意，万箭穿心阵的攻势还未结束。就在楚轩准备进入剑灵的时候，陆雨婷大声地提醒道：“哦，还有攻势。”楚轩愣了一下，这显然是他没有想到的。轰隆隆，果不其然，那些跌落在地的宝剑皆是化为剑光，汇聚成一柄横贯天地的巨剑，以光速向着楚轩轰去。沿途的虚空破碎，空间也扭曲变形，威力十分恐怖。就算是楚轩都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看来是他小瞧了这万箭穿心阵。楚轩当即运转饕餮血脉，凝聚九节神体，准备催动九节灭世拳来应对。传闻陆雨婷性格清冷，尤其对男人表现得极为冷漠，今日怎么会主动开口提醒这少年？难不成陆雨婷看上这少年了？如果这件事传出去的话，陆雨婷的未婚夫廖浩川的嘴角微微上扬，脑海中已经上演了一场大戏。陆雨婷有婚约在身，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而且未婚夫还是超级势力九黎皇朝的太子黎浩然。这黎浩然为人小肚鸡肠，性格甚至有些扭曲。今日的事情传出去之后，这破阵少年很可能会成为黎浩然的眼中钉。现在想这些还为时尚早，这少年能不能挡住接下来这一剑还不好说呢。廖浩川最想看到的结果就是楚轩死在这一剑之下，这样他就能取而代之，在楚轩的基础上继续破阵，不仅省了很多功夫，还能赚足眼球，直接坐享其成。来吧，让我看看这一剑的威力有多强。楚轩目光火热地看向袭来的巨剑，双手握拳，狂暴的力量在体内剧烈翻涌。不是，他怎么还用双拳来抵挡这一剑啊？我承认他有点东西，但此举未免也太夸大了吧。所谓骄兵必败，他这不是白白送死吗？可惜了，以他的肉身力量，如果不夭折的话，今后兴许能闯出一番名堂。众人摇了摇头，仿佛已经看到楚轩被巨剑洞穿湮灭的画面了。公子不可大意啊。陆雨婷也被楚轩的举动吓了一跳，秀眉微皱，担心地喊道。身后的4名护卫面面相觑，脸色都变得凝重。自家公主怎么对这个少年如此上心？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谁说用拳头不能挡下这一剑的？九节灭世拳，第一拳。楚轩面色凌厉，包裹肉身的雷霆越发狂暴，滚滚雷海肆虐，将方圆万米都给吞没。天穹变得昏暗无边，雷云覆盖，闪电齐鸣，仿佛末世来临。所有人恐惧地望着天穹，感到无比窒息。不等他们缓口气，楚轩的拳势已经轰在了巨剑之上。轰隆隆，滔天巨响发出，虚空接连崩塌，化为了一片混沌。余威散去后，众人都有股劫后余生的感觉。在废墟之中，楚轩屹立于大地，整个人毫发无损。那一剑真被他用双拳挡下了。众人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楚轩，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还感到后怕不已。楚轩的实力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预料，他刚才施展的拳技好生恐怖。陆雨婷内心大吃一惊。耀日帝国最擅长的便是断体和拳技，其中断体功法极阳耀日功、拳道武技、耀日神拳都达到了地阶，在青州享有盛誉。可是和楚轩的拳技比起来，简直不堪一击。攻破剑阵之后，楚轩收敛气息，对着远处的陆雨婷抱拳道：“刚才多谢公主提醒。”和楚轩对视的刹那，陆雨婷心里有些慌乱，脸颊上不禁浮现出一抹红晕。怎么感觉陆公主看我的眼神不对？该不会也看上我了吧？真不怪楚轩自恋，而是他阅女无数，基本看一眼就能猜出对方的心思。楚公子客气了，就算本公主不提醒，以楚公子的实力也能应对突发情况。陆雨婷嫣然一笑，语气温柔地回道。然而身后的4名护卫脸色却十分阴沉，公主看对方的眼神都快拉丝了。除了皇上和太子外，公主还是第一次和异性说那么多话。要是公主喜欢上这小子，那可就完蛋了。九黎皇朝可不好招惹，稍有不慎就会给耀日帝国带来灭顶之灾啊！万箭穿心阵已经被破开，我们终于能进去悟剑了。哈哈，这一趟可真是没白来啊！不知不觉踏入剑道已经70年了，这次我一定要领悟出剑势。数百人情绪激动，纷纷向着入口涌去。见状，楚轩面色一寒，眼中闪过凌厉的杀机。破阵的时候，这群家伙躲得远远远的，生怕被殃及池鱼。风凉话倒是没少说。剑阵被破开之后，他们比谁跑得都快，一股脑的想要往剑林里冲。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不出力还想坐享其成，简直白日做梦。楚轩并拢双指，运足力道，在地面上划出一道醒目的深痕。
凡是越界者，死！楚轩的目光扫过众人，冷冷地说道。众人猛地停下脚步，看向楚轩的目光中有忌惮，也有不满。这剑灵又不是你家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没错，剑灵是公共资源，大家都有权利进入其中物件。做人不能太蛮横霸道，否则是要遭天谴的。人群之中发出了几道不满的声音。凭什么不让你们进去？呵呵，就凭这剑阵是我破开的。话还没落下，人群中便有3道血雾绽开，正是刚才率先开口反对的那3个人。杀人了！众人吓得落荒逃窜，惨叫声此起彼伏。楚轩的实力他们都有目共睹，想杀他们可以说轻而易举。现在还有人反对吗？楚轩语气淡漠地问道。他不介意多杀几个人，甚至杀光这群人。没有付出，那就别想着有收获。虽然剑灵的面积很大，可以容纳成千上万人，但是进入的人越少，剑道力量就越集中，效果也就更好。楚轩杀鸡儆猴之后，现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站出来反对，甚至连和楚轩对视的勇气都没有。圣子，我们要过去吗？天剑山的弟子对着廖浩川询问道。作为剑修，他们不想错过剑灵物件的机会。跟我走。廖浩川面无表情地走出，直奔剑灵入口而去。是廖圣子。见到廖浩川站出来，众人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他们纷纷后退，给廖浩川等人让出了一条路。楚轩抬眸望去，和廖浩川对视。这位小兄弟，在夏天剑山圣子廖浩川，可否行个方便，让我等进入其中物件？说到自己身份的时候，廖浩川故意抬高了嗓门，为的就是震慑楚轩。廖浩川猜测楚轩大概率是一名散修，根据他对散修的了解，这个群体的人遇到他们这些大势力，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你耳朵不好使吗？楚轩直视着廖浩川质问道。什么？廖浩川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管你是谁，今天只要敢越过这条线，那就死。楚轩杀意凛然地说道。廖浩川的脸色刷一下变黑，他天剑山圣子的身份竟然被这般无视。我日，这小子这真是勇啊，竟然敢跟廖圣子对着干，还是太年轻气盛了。他一介散修，拿什么和天剑山斗？廖圣子已经突破到了炼虚境4重，剑道力量也领悟出了见识。这小子的权势固然强大，但是在廖圣子面前应该还是逊色一些。众人都以为楚轩疯了，要是他们的话，肯定会卖廖浩川一个面子。小子，你最好考虑清楚得罪本圣子的代价。本圣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我们进入剑灵物件，否则你会死得很惨。廖浩川高高在上，气焰嚣张地威胁道。我说了，越过这条线者死。楚轩依旧不为所动，眼中杀机毕露。天剑山的弟子纷纷抽出佩剑，体内爆发出修为气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气氛剑拔弩张，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战。廖公子，你这不是仗势欺人吗？这剑阵是楚公子所破，他有权决定谁能进入剑灵物件，廖公子又何必强人所难呢？陆雨婷走了过来，缓缓说道。公主，4名护卫想要阻止，但是又怕公主责怪，他们算是看出来了，公主是真的看上这个小白脸了。陆公主，廖浩川眉头一皱，他没想到陆雨婷会站出来帮楚轩说话。众人看向陆雨婷的目光变得怪异，一向清冷的陆雨婷竟然厉护陌生男子，这要是传到黎浩然的耳中，恐怕很难善了。陆雨婷先是好心提醒，如今又站出来帮他说话，这让楚轩心里生出一股好感。陆公主，你有所不知，刚才要不是这小子抢先一步的话，破阵之人就是本圣子了。是本圣子把破阵的机会留给了他，如今剑阵破开，他理应让本公子进入剑灵物件。这件事还请陆公主不要再管了。廖浩川一本正经地说道。陆雨婷秀眉微皱，看向廖浩川的目光充满了鄙夷。楚轩直接发出一声冷笑，我见过不要脸的，但是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还真是第一次见到。陆公主，你能站出来为楚某发声，楚某心里深感谢意，但是道理是讲给人听的，天剑山的这群畜生显然听不懂。接下来楚某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这群畜生何为规矩，何为道理。小子，你找死！被楚轩当众辱骂，廖浩川内心升起怒火。剑光闪过，3尺清风出现在廖浩川手中，自他体内散发出炼虚境4重修为气息，强大的剑气剑势横扫。众人为之一震，廖圣子要出手了。不知道是廖圣子的剑更锋利，还是那少年的拳头更硬。那少年如果也拥有炼虚境4重修为的话，胜负还真不好说，但如果那少年的境界低于4重，肯定是廖圣子更胜一筹。逼哥，你确定这次不变卦了？放心，这次我的分析100%正确。陆雨婷面色担忧地看了一眼楚轩，接着便向身后退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再和平解决。作为耀日帝国的公主，
他不能随意站队出手，但要是楚公子真的陷入危险，他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圣子要一起上吗？都退下，对付一个毛头小子，本圣子一人足矣。廖浩川骨子里带着骄傲，喝退了手下。两人针锋相对，气氛非常的压抑。出拳吧！廖浩川直视着楚轩，冷冷地说道。虽然楚轩那一拳很霸道，但廖浩川还是有自信能够接下的。廖浩川不知道的是，楚轩那仅仅是第一拳，后面还有3拳，并且后面3拳的威力远超第一拳。但这次楚轩不准备用拳头来对付廖浩川。你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剑修身份吧？楚轩饶有趣味地问道。什么意思？廖浩川有些不明所以。我决定和你比试剑道。楚轩眼中闪烁着火热的战意。你还是剑修？廖浩川愣了一下。楚轩的肉身力量惊人，明显就是体修。每个修行者的精力都有限，天赋资质也各有侧重点。既然楚轩在体修这条道上出了成绩，那就很难再分出精力去修炼剑道才对。咻咻，2道血红剑芒飞出，正是干将莫邪。魔剑在手，恐怖的剑威爆发。廖浩川手中的3尺清风竟然再止不住的颤抖。这什么情况？廖浩川脸色大变，他的宝剑已经达到了下品尊气，乃是天剑山唯2的尊气。可是在楚轩的2柄魔剑面前，竟然颤抖不止。你这2柄剑达到了什么等级？廖浩川吞了吞口水，目光敬畏地盯着2柄魔剑，心中非常的羡慕嫉妒。反正比你手中的破烂要强很多。楚轩讥讽地笑道。狂妄！廖浩川破口大骂，再好的剑落入你手中也是浪费，不如让给本圣子的好。廖浩川起了歪心思，想要杀人夺宝。这2柄魔剑可比剑灵物剑的诱惑要大上很多。难道楚公子真的是剑修？陆雨婷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少年了。轰！廖浩川率先发起了进攻，强大的剑气，霸道的剑势，一股脑的轰向楚轩。凌厉的剑芒肆虐，将虚空划破。楚轩面色平静，运转魅影神宗，画出成百上千道残影。噗！廖浩川一剑落空。噗噗噗噗！接下来的10几剑同样落空，全是残影。廖浩川瞪大了双眼，感到头皮发麻。他的剑已经很快了，而且招招毒辣，让人防不胜防。可是到头来连楚轩的本体都没找到。该我了！2柄魔剑从廖浩川的左前方刺来，洞穿虚空，快若闪电。不好！廖浩川反应迅速，当即将剑身挡在左前方。铿锵！咣！剑气剑势爆发，魔剑之威横扫，恐怖的剑道力量直接将廖浩川震退。踏踏踏踏！廖浩川退了足足上百步，发簪掉落，头发散乱地披在肩膀，略显狼狈。圣子！天剑山的弟子大惊失色，纷纷上前。都给本圣子停下！廖浩川眯着双眼，胜负欲被激发了出来。在刚才的交手中，他已经感知到了楚轩的修为只有炼虚境3重，他比对方高了一个小境界，如果还围殴对方的话，那他的颜面将会扫地。我没看错吧？廖圣子被那少年一剑击退了。他真的是一名剑修，而且已经领悟出了剑势。古灵只有20岁，却领悟了剑势，这也太夸张了吧！众人倒吸一口冷气，感觉小脑有些萎缩。作为体修，楚公子肉身力量堪称变态。身为剑修，楚公子的天赋实力同样很妖孽，哪怕是超级势力的天骄，乃至圣地的天骄，也不过如此吧。陆雨婷看向楚轩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欣赏和崇拜，可越是欣赏，他心里越是失落。如果他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就好了。唰！楚轩的身形一闪，宛如鬼魅般逼近了廖浩川。他要在剑道上狠狠地碾压廖浩川。好快的身法，你究竟是怎么修炼的？廖浩川非常的被动，只能再次进行防御。这一次楚轩调动了饕餮之力，还有9节神体的力量，所以爆发的威力也更加恐怖。轰！2股攻势相撞之后，廖浩川的剑道力量根本不堪一击，当即被镇压，随后又被湮灭。魔剑势如破竹，已经逼近了廖浩川。踏踏踏踏！廖浩川神情慌乱，一边抵挡着楚轩的攻势，一边向着身后退去。他握着宝剑的手开始麻木。该死，你的力量怎么会这般强悍？廖浩川心态有些爆炸。上百个回合之后，廖浩川被魔剑之威伤到，吐出一口浓郁的鲜血。楚轩不依不饶，步步紧逼。开打不到1刻钟时间，廖浩川就落入了下风，而且被狠狠地碾压了。廖圣子这下栽了！我就知道那姓楚的少年不简单，从他召唤出宝剑的那一刻，我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个结果。不是，这位逼哥，你他娘的能要点碧莲吗？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么早下定论，廖圣子还没有动用武技神通呢。廖浩川脸色逐渐苍白，身上也浮现出道道剑痕，这让廖浩川感到无比的憋屈和耻辱。今日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廖浩川眼中布满了血丝。一剑化三影，廖浩川施展出了剑道武技，长剑挥出，剑花浮现，明明只有一把宝剑，却出现到了3道剑势，而且威力非常的霸道和凶猛。吭，咣当，使出神通之后，廖浩川才好受一些，有着五五开的趋势。小子，本圣子乃是天剑山万年难遇的剑道天才，岂是你能轻易击败的？廖浩川恢复了之前的自信，变得意气风发。楚轩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他也还没动用全力呢。很快，廖浩川就会感到绝望。楚轩体内的战意熊熊燃烧，攻势变得更加汹涌狂暴，局面再次被扭转。廖浩川的3道剑势正在不断的崩灭。廖浩川彻底傻眼了，身形狼狈的后退，连剑都快要握不住。楚轩一边进攻，一边施展蛊术。本就节节败退的廖浩川深陷茫茫混沌之中。我这是在哪？廖浩川迷茫恐惧地看着四周，天穹之上浮现出一张梦魇巨脸，张开血盆大口，欲要将廖浩川吞入腹中。不要过来！廖浩川脸色煞白，不断地摇头。周身的混沌崩塌，让他产生了失重感。楚轩抓住时机，魔剑狠狠刺出。噗！魔剑刺入廖浩川的胸口，顿时浮现出一个血洞，廖浩川的身形倒飞出去，砸落在了地面。圣子！见圣子受伤，天剑山的弟子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轰轰轰！10几道攻势袭来，3位炼虚境首当其冲，锋利的宝剑洞穿虚空，锁定了楚轩。找死！楚轩转过身子，剑气剑势爆发，魔剑狠狠地劈出。咣！轰噗！仅仅用了一剑，便将10几道攻势全部湮灭。恐怖的剑道力量将10几人震飞了出去。楚轩身形一闪，鬼魅般靠近众人。他不打算放过天剑山这些人。11年前，在福源村屠戮百姓的势力中，天剑山也在列。今日廖浩川又3番5次挑事情，交战的时候也处处下杀手。新仇旧恨，楚轩准备一并清算。唰！楚轩来到了队伍之中，吞噬之力爆发，将10几人笼罩在内。我的修为，住手！惨叫声响彻云霄，眨眼间10几人体内的修为就被吞噬殆尽，容颜快速老去，化为干枯的尸体。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感到浑身发寒。全场寂静无声，真落可闻。拥有炼虚境4重修为的廖浩川，从交战开始就被碾压，不到1000个回合便败下阵来。赶去支援的10几名弟子被楚姓少年一剑击败，修为被吞噬，死状极为凄惨。楚公子修炼了禁术，陆雨婷皱着眉头，心里升起一股担忧。邪功禁术的反噬会严重损耗修炼者的寿元，你竟敢杀我天剑山的弟子！廖浩川从地面上站了起来，嘴角还残留着血迹。看到10几具枯尸，廖浩川脸色阴沉，心中既愤怒又感到无比的恐惧。他已经开始后悔招惹这少年了。我不仅敢杀他们，接下来还要杀你！楚轩向着廖浩川走去，眼中的杀意浓郁，清晰可见。廖浩川的心脏砰砰直跳，他丝毫不怀疑对方会杀了自己。我天剑山将与你不死不休！廖浩川体内的气血燃烧，修为气息开始暴涨，他准备极尽升华一战。无论如何，他都要活着走出遗迹。楚公子要小心！陆雨婷再次开口提醒道。他暗自运转灵力，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公主，天剑山和那少年之间的恩怨，我们还是不要。闭嘴！本宫主要做什么？何时轮到你们在这指手画脚？陆雨婷冷哼一声。这4名护卫是父皇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陆雨婷已经受够了被监视的感觉。公主殿下息怒。4人躬身回道。千叠浪剑，哗啦啦！廖浩川将手中的宝剑挥舞到极致，剑气剑势化为滔天海啸，层层海浪拍打而出，裹挟着沙芒向着楚轩笼罩而去。在剑道海浪的笼罩下，半边天空都被遮蔽，声势极为浩大。是天剑山的地阶武技千叠浪剑，没想到廖圣子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道地阶武技能让廖圣子在短时间内跨越一个小境界作战，那楚姓少年恐怕危险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楚姓少年貌似一直都没动用武技神通，我怎么感觉他在故意戏弄廖圣子呢？人群之中不乏有心思缜密之人猜到了楚轩的打算。楚轩确实在戏耍廖浩川，他要一步步击溃廖浩川的道心，将廖浩川的骄傲踩在地上狠狠践踏，让廖浩川知道得罪他的后果有多严重。不然以楚轩炼虚境3重修为，很轻松就能击杀廖浩川。小子，死来！廖浩川怒咬牙齿，操纵着剑道力量，一股脑地轰向楚轩。这是他的最强神通，也是他的最后一击。如果他胜了，那么死的人就是对方。
陆雨婷美眸之中闪过一抹金芒，就在他莲步轻移，准备出手的时候，楚轩却施展出了神通武技。嗡嗡，血红剑芒爆发，天地瞬间化为了猩红色，众人仿佛来到了炼狱。剑气剑势横扫，天地异象衍生而出，两道猩红剑斩凝聚，狂暴霸道，肆虐九霄，让人望而生畏。廖浩川的剑道海啸此时凝滞在了半空，再难前进分毫。并非廖浩川不想前进，而是两道猩红剑斩的威力太强大了，让他无法逼近。这道神通莫非达到了天阶？廖浩川全身直冒冷汗，他内心感到绝望。为什么？本圣子踏入剑道将近100年，竟然还比不过你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本圣子不服！噗！廖浩川怒火攻心，吐出一口鲜血。就你这般实力，也配自称剑道天才？还是说你们天剑山的人太废物，显得你很出色？楚轩的一番话让廖浩川更加的无地自容。杀！我要杀了你！廖浩川眼睛血红，恨不得将楚轩千刀万剐。楚轩冷哼一声，两道猩红剑斩猛地斩落。哗！轰动，天地震颤，剑道海浪被顷刻间覆灭。不要！廖浩川被剑斩吞没，化为了一团血雾。趁着廖浩川的修为还没散去，楚轩上前将其全部吞噬掉。丹田内的灵力已经充斥了2/3，战场一片狼藉。天剑山的10几人全部死在了楚轩的手中。廖浩川可是山主廖景丽最疼爱的一个儿子，如今廖浩川被杀，天剑山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恐怕要不了多久，天剑山的强者就会守在遗迹出口。多好的天赋实力啊！可惜没有背景，那天剑山万年底蕴，岂是他一个散修能够承受的？见识过楚轩的狠辣后，众人对进入剑林都不再抱有幻想，纷纷离去寻找其他机缘了。廖浩川的死讯传回天剑山后，廖景丽肯定会派强者前来堵在遗迹的出口。陆雨婷走上前来，担忧地说道。楚轩脸色平静，嘴角扬起一抹危险的笑容。天剑山来多少人，我就杀多少人。哪怕楚轩没有对廖浩川等人下杀手，出去遗迹后，天剑山依旧不会放过他。越是胆小怕事，他们越是嚣张。这个时候就该一路乱杀，让他们头皮发麻，让他们心生恐惧。最坏的结果就是动用藏神关，把他们全部弄死。楚轩的成熟冷静以及散发出来的自信状态，让陆雨婷为之着迷。陆公主，有没有兴趣一起进入剑灵物件？楚轩笑了笑，对陆雨婷发出了邀请。陆雨婷先是好意提醒他，后面又力排众议帮他说话，这份恩情让楚轩十分感激。真的可以吗？陆雨婷惊喜地问道。进入剑灵的话，两人就有独处的时间了，一个物件的机会而已，比起陆公主的善举显得微不足道。楚轩抿嘴一笑，偏偏君子的形象都快把陆雨婷吊成翘嘴了。看似不经意的举动，都是楚轩撩妹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宝贵经验，那小女子就却之不恭了。陆雨婷欠身回道：你们4人在外面等候。吩咐完之后，陆雨婷就跟随楚轩进入了剑灵。我们真的不跟着进去吗？你敢吗？反正我不敢。那公主应该有分寸吧？4名护卫面面相觑，皆是露出一抹苦笑。这还是公主殿下第一次和异性独处。两人进入剑灵之后，数百柄宝剑飞出，凝聚成剑网，将入口给封印。这是为了避免物见者被外面的人打扰。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了。陆雨婷望着楚轩的喉结，内心有些燥热。她很想疯狂一次，把所有的枷锁都给解开。是的，现在就剩我们2个人。陆公主，我们开始物剑吧。感受着强大的剑道力量，有剑气、剑势、剑罡，甚至还有1、2股剑意。楚公子，你喊我雨婷便可。陆雨婷含羞说道。雨婷，好。楚轩点了点头。还不知道楚公子的全名。我叫楚轩。楚轩大方地回道。那我可以喊你楚轩哥哥吗？可以是可以，但我好像比你要小上很多。楚轩一眼就看穿了陆雨婷的小心思，所以故意挑逗道。我楚公子是不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子吗？陆雨婷从未这般紧张过。哈哈哈，逗你的。你可以喊我楚轩哥哥，或者直接喊我哥哥都行。闻言，陆雨婷松了口气。哥哥。陆雨婷试着喊了一句。温柔甜美。楚轩觉得自己又恋爱了。藏神关内，红裙女子翻了个白眼。迟早给你阉了。红裙女子恶狠狠地说道。他就打个盹的功夫，楚轩这小子竟然又在沾花惹草。李清瑶他忍了，吴婉晴他也忍了，就连那个娘娘羌成都他也能忍，但现在又多出来个陆雨婷。算了，还是别阉了。红裙女子叹了口气，终究还是不忍心，那毕竟也是她的快乐源泉。哥哥，物件之前要不要先做点其他的？陆雨婷感到浑身燥热。确实要做点其他的。楚轩赞同的点了点头。陆雨婷美眸之中闪过期待。
来，跟着我1234234。楚轩开始拉伸，充分让自己的骨节活动开来。哥哥，你这是？陆雨婷秀眉微皱，有些懵了，这和他想的有点不一样啊。物件之前先运动运动，让自己的骨节活动开来，也让毛孔打开，这样效率会更高。雨婷，一起来吧。在楚轩的引导下，陆雨婷也开始做准备运动。陆雨婷的身材很好，典型的前凸后翘，在运动的时候衣服都会跟着晃动，让人担心会不会把领口撑爆。做完准备运动之后，两人就开始舞剑。陆雨婷并不是纯粹的剑修，她只是用剑来做武器，所以在领悟的时候，她的目光不断地向着楚轩望去。楚轩盘膝而坐，如同老僧入定般，彻底进入了修炼状态。他仔细地感知着周围的剑道力量，随着楚轩的呼吸，剑道力量也被牵引，不断地涌入体内。剑气是剑道之基，剑士善于借用天地大势化为自己的力量。那剑罡又是什么？楚轩在脑海中思考着。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月。楚轩的剑气剑势变得更加强大，周身衍生出高深的剑纹。看样子，楚轩哥哥很快就能领悟出剑罡了。见状，陆雨婷激动地说道：“这3个月时间，他连剑势都没领悟出来。楚轩哥哥才20岁，要是领悟出剑罡的话，天赋实力岂不是能够碾压圣地的天骄？”陆雨婷对楚轩更加的欣赏和崇拜。在嫁给那个变态之前，我想为自己活一次。陆雨婷眼睛一眯，在心里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半年时间过去之后，楚轩体内诞生了一股全新的剑道力量，浑厚而又霸道，正是剑罡。嗡嗡，剑罡凝聚而出，笼罩在楚轩周身，空气流速放缓，到最后直接停止了流动。楚轩睁开双眼，凌厉的剑芒一闪，而是楚轩并拢双指，快速划过，剑气剑势爆发，剑罡肆虐，直接将虚空切割开来，随后发生了爆炸。我终于领悟出了剑罡。楚轩的嘴角扬起一抹满意笑容，他的剑道力量得到了暴涨。楚轩的剑道天赋放在青州绝对能够力压群雄。恭喜楚轩哥哥成功领悟出剑罡。陆雨婷走上前来，坐在了楚轩的对面，看起来比楚轩还要高兴。雨婷，你的收获怎么样？楚轩收敛气息，对着陆雨婷询问道。这个我只顾着看楚轩哥哥了，没怎么悟剑。陆雨婷羞愧地说道。嗨，我有什么好看的？再说了，又不是以后看不到了。也许以后真的没机会那么仔细地看楚轩哥哥了。氛围突然变得伤感了起来。楚轩知道陆雨婷的苦衷，耀日帝国为了攀附超级势力，把陆雨婷许配给了九黎皇朝的太子黎浩然，3年内就会成婚。你喜欢那黎浩然吗？我不喜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而且近在眼前。陆雨婷绝美的脸蛋上浮现出红晕，她鼓起勇气对着楚轩表白，只要你不愿意，那就没有人能强迫你。楚轩伸出手摸了摸陆雨婷的脑袋，语气坚定地说道。陆雨婷眼神迷离，被楚轩深深吸引。她开始褪去长裙，露出雪白的香肩，美丽的蝴蝶锁骨，完美火辣的玉体呈现在了楚轩眼前。楚轩哥哥，在进入遗迹后，我找到了一本双修功法，你能指导下我吗？陆雨婷拿出了一本功法，古朴厚重，很有年代感，名字是阴阳合欢功。望着陆雨婷那绝美的娇躯，楚轩内心的欲火开始燃烧。让你到剑灵悟剑，没让你跟他双修啊？可恶，以后也得跟本座双修。藏神关内，红裙女子气鼓鼓地说道。楚轩哥哥，你要了我吧？这一刻，我想为自己而活。陆雨婷扑进楚轩的怀里，从背后紧紧地搂着楚轩，温润、水灵、富有弹性，这是两人相拥后楚轩最直观的感受。陆雨婷第一次和异性拥抱，内心既紧张又激动。楚轩能感受到陆雨婷心中的压力，从小到大就被当作联姻的工具，搁谁心里面都不好受。以后我会好好的保护你，不让你再受半点委屈。楚轩在陆雨婷的额间轻轻一吻，陆雨婷眼角滚落2行泪水。此时的她感觉非常的幸福。我要做你的女人。楚轩哥哥，我来为你宽衣。陆雨婷帮楚轩脱去衣物，看着楚轩古铜色的健壮身姿，陆雨婷一时间看得入了神。她再次涌入楚轩怀中，两人赤裸着相拥，感受着彼此的温度。接下来听我的。楚轩在陆雨婷的耳边轻轻说道。好，我都听楚轩哥哥的。陆雨婷大口喘气，感觉自己已经化成了一滩水。楚轩兽性大发，陆雨婷的喘息声回荡在剑林之中，她从未像这般放纵过。自由、狂野、轻松，这才是为自己而活。什么帝国前途，统统都被陆雨婷抛之脑后。时间匆匆，转眼便过去了1个月。陆雨婷早已香汗淋漓，她脸颊红润，3000青丝在空中舞动，眼神迷离，感到无比的畅快和幸福。楚轩哥哥，1个月了，你休息下吧。陆雨婷被楚轩的实力震撼到了。虽然这是第一次，但在这之前，
他也翻阅过相关书籍。根据介绍，男人能坚持半个时辰就已经相当厉害，可是楚轩哥哥却如同一头猛兽，不知疲惫，让他都快承受不住了。这才哪到哪，继续。楚轩火力全开，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陆雨婷败下阵来，一把将楚轩推开。他揉了揉喉咙，说道：楚轩哥哥，下次一定让你尽兴。其实陆雨婷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他已经决定了，此生只属于楚轩哥哥一个人。到了成婚那天，他会选择自尽，为楚轩哥哥守住清白。虽然楚轩哥哥许诺要保护他，但是在底蕴深厚的九黎皇朝面前，楚轩哥哥的实力还是不够。他不想连累楚轩哥哥，以楚轩哥哥的天赋，只要不夭折，100年内必定傲立整个青州。只可惜这一天他也许等不到了。陆雨婷穿好衣物之后，给楚轩也穿上了衣服。他靠在楚轩的怀里，静静地享受着独处的时光。3天后，两人准备走出剑林。离开前，陆雨婷进行了梳洗，可是整个人的气质却大不一样，多了一股人妻感。望着人妻感满满的陆雨婷，楚轩得意地笑了笑。楚轩哥哥，你笑什么？雨婷，你不觉得自己更有女人味了吗？我还不是楚轩哥哥的功劳。陆雨婷脸色羞红，低声说道。楚轩上前一巴掌拍在了陆雨婷的翘臀上。雨婷，乖乖等我去曜日帝国提亲。闻言，陆雨婷愣了一下，美眸中雾气充盈。有楚轩这句话，他已经知足了，但他知道这基本不太现实。无论是曜日帝国还是九黎皇朝，都不是楚轩能够对付的。两人结伴离开了剑灵。封印解开了。是公主，我的老天爷啊，公主殿下终于平安出来了。看到陆雨婷的身影后，4名护卫情绪激动。自从公主进入剑灵，已经过去了7、8个月，他们急得焦头烂额，想要冲进剑灵，但是又破不开封印。拜见公主殿下。4人上前行礼。免礼。陆雨婷淡淡的说道。4名护卫抬起头看着公主殿下，总觉得哪里不一样了，但是又说不出来。楚轩哥，楚公子，我们结伴而行吧。陆雨婷差点就喊错了。他之所以这般小心谨慎，是害怕这件事传入黎浩然耳中，那黎浩然小肚鸡肠，心理扭曲，得知后肯定要找楚轩哥哥的麻烦。好。楚轩点了点头。他知道陆雨婷在担心什么。3年内，我的实力一定要超过九黎皇朝，这样就能保护雨婷，也能对外公布我和雨婷的关系了。楚轩在心里暗暗说道。4名护卫眼珠子打转，公主殿下和楚姓少年的关系仿佛更加密切了啊！但愿在剑灵之中，两人没有发生越界的行为。本公主误见的这半年时间里，遗迹内可有宝物出现。强大的宝物倒是没见，不过有几株宝药，还有几部玄阶功法武技被人找到。对了，最近有个斗骨台出现，吸引了众多古修前往。护卫的话吸引了楚轩的注意。斗骨台，楚轩心动了。他的蜃楼梦一股还停留在5级2重，是该想办法提升一下等级了。细说下斗骨台的情况。见楚轩哥哥感兴趣，陆雨婷对着护卫吩咐道。是。那斗骨台是一位8级古师所留，所有古修都能上去挑战，谁坚持到最后便可获得8级古师的传承。护卫如实说道。8级古师相当于大成境了。楚轩眼中放光，8级古师的传承肯定非常的丰厚。楚公子，难道你还是一名古师？陆雨婷疑惑地问道。他突然想起来，在楚轩哥哥和廖浩川交手的时候，廖浩川貌似深陷幻境之中，当时他并没有多想。如今回想起来，该不会是楚轩哥哥施展的蛊术吧？有一些研究。楚轩神秘地笑了笑。体修、剑修、古师。陆雨婷大吃一惊。4名护卫瞠目结舌，心想还有什么是这楚姓少年不会的吗？这是要独揽3000大道的节奏啊！走，去斗骨台，你们为楚公子带路。陆雨婷对着护卫吩咐道。是，公主殿下。4名护卫对视一眼，心里感觉不太妙。公主殿下对楚姓少年也太好了吧，这让他们怀疑在剑灵之中，两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在护卫的带领下，楚轩等人来到了斗骨台。这是一座悬浮在半空的擂台，擂台的前方有着一座破旧的宫殿，牌匾上刻着古殿2个大字。斗骨台下已经汇聚了数百名古修，其中一名古修生长着墨绿色的头发，身上的毛发也非常旺盛，在人群中很显眼。楚公子，那位是古修裘云泽，据说他的本命骨已经达到了6级5重，比肩炼虚境5重的强者。陆雨婷对着楚轩介绍道。楚轩的目光望去，落在了裘云泽身上。对于裘云泽，楚轩也是有所耳闻。他的本命骨是禅魂藤骨，乃是木属性，这也影响了裘云泽的外貌长相，让他长了一头绿发，如同蜿蜒的绿藤般。禅魂藤骨具有很强的毒性，一旦被触碰到，肉身很快就会被腐蚀，
对战起来会比较棘手，那不是耀日帝国的公主陆雨婷吗？她怎么也来斗鼓台了？我丢，那个煞神也来了！我跟你们说啊，陆雨婷身旁的少年可不简单，天剑山的圣子就死在了他的手上。什么？你说他杀了廖浩川？骗你干嘛？当时我就在现场，大家都尊称我为逼哥，不信的话你去好好打听打听。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了陆雨婷和楚轩，他们没想到有人敢杀廖浩川，那可是天剑山山主廖景丽最疼爱的儿子啊！恐怕天剑山的强者这个时候已经在遗迹出口等着了。裘云泽也看向了楚轩，此人难道是古尸？裘云泽眉头一皱，在心里喃喃道：嗡嗡。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古殿内有着一道神光涌现，一道虚幻的身影浮现，穿着极为火辣，上半身只有一件抹胸，而且深沟清晰可见，下半身穿着短裙，露出一双雪白的大腿，赤着一双小巧玲珑的玉足。他来到了斗鼓台上，目光扫过众人，在裘云泽身上多停留了几眼。无名任佩佩是这古殿的长老，生前是一名8级古师。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生前凝聚的一道意志。在古殿内有上万只普通鼓，上千只优秀鼓，还有100只精良鼓，这是本长老的毕生传承。闻言，众人目光都变得火热。如果能够得到这些蛊虫资源的话，他们就不愁无鼓可练了。而且精良鼓有价无市，在这古殿内竟然有着上百只，这对古师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接下来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登上斗鼓台，只要坚持到最后，便可成为本长老的传承者。任佩佩的话让在场的古师都沸腾了。咱就是说合欢宗的女人都这么妖娆火辣吗？不是，毕哥，你的关注点怎么总跟大家不一样？我又不是古师，我只是来凑个热闹。对了，我去方便一下。你确定不是去处理一下？在众人的期待下，任佩佩宣布道：现在所有古师请上斗鼓台。任佩佩的声音刚落下，便有古修纵身一跃去到了斗鼓台上。裘云泽也来到了斗鼓台。有些人并不是古修，但是也想上去碰碰运气，万一成为了继承者，这些蛊虫都能拿去拍卖。但是这些人刚靠近斗鼓台就被直接震飞了出去。任佩佩冷声警告道：非古师不可登擂台，再有第二次后果自负。那些想要碰运气的人都识相离去，万一把小命搭进去可就不值得了。雨婷，我上去了。楚轩对着陆雨婷说道。陆雨婷点了点头，一切要以安全为重。好，放心吧。楚轩向着斗鼓台走去。公主殿下和楚姓少年是不是太暧昧了？4位护卫的心悬了起来，这要是被皇上发现，他们可是要掉脑袋的。楚轩纵身一跃，同样来到了擂台上。此时擂台上已经有不下300名古师，看来我没猜错，此人真的是古师。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遮蔽体内的蛊气？裘云泽看向楚轩，心里感到很疑惑。不仅仅是裘云泽感到疑惑，就连任佩佩也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这少年有些不简单啊，看来还是吸引到了不少妖孽的。任佩佩的眼底深处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火热。可是开始了。随着任佩佩的声音落下，斗鼓台上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古师们施展着蛊术，一边逼退他人，一边寻找栖身之地。哪怕不是他人对手，但只要苟到最后，也有机会获得传承。轰！咣当！然而竞争太过激烈，那些想要苟到最后捡落的古师很难如愿，只能被迫反击。很快就有古师被轰下擂台。裘云泽将本命蛊召唤了出来，全身生长出带刺的绿色藤蔓，向着四周蔓延，将数十人都给缠绕起来。被缠魂藤蛊命中的人当即失去了战斗力，向着擂台下坠去。裘云泽的修为境界达到了6级5重，远超在场的蛊修，而且缠魂藤蛊又非常毒辣，对其他蛊修来说几乎是降维打击。凡是被裘云泽盯上的蛊修，基本都在短时间内被淘汰掉。裘云泽，你个不要脸的家伙，都299岁了，还来跟我们争夺机缘，我呸！被淘汰的蛊修不爽地骂道。呵呵，差1岁也是符合条件。裘云泽发出一声冷笑，继续展开进攻。众人不知道的是，那些被淘汰的蛊修在跌下擂台前，身上都附着一只几乎察觉不到的黑红色蛊虫，形似蚊子。6级5重蛊师，不错。看到裘云泽的表现后，任佩佩满意的夸赞道，这引来众人的羡慕。看来古殿的传承大概率会落到裘云泽手中。另一处战场，有着10几人向楚轩杀去。呵呵，你们真把我当软柿子捏了。楚轩不屑地笑了笑，施展蜃楼梦一蛊，将10几人带入到了幻境当中。紧接着，楚轩双手结印，快速施展蛊术，幻境异域杀。10几名蛊师七窍流血，蜷缩在地上，发出凄惨的叫声。这是蜃楼梦一蛊，不仅能制造出幻境，还兼顾了杀法。任佩佩的目光被楚轩吸引，
见识到楚轩的厉害后，附近的古修面色大变，争先恐后的退去，和楚轩拉开了一段距离。裘云泽面色凌厉地看了眼楚轩，直觉告诉他，此人将会是他在斗骨台上最有力的竞争者。没想到楚轩哥哥的蛊术也这么厉害。斗骨台下，陆雨婷满脸骄傲地看向楚轩，她的男人是如此的优秀和完美。这楚姓少年确实配得上公主殿下，但可惜的是，公主殿下已经有婚约在身。4名护卫摇了摇头，在心里感叹到斗骨台上的竞争越发激烈。半个时辰过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是你们自己下去呢，还是我请你们下去呢？裘云泽目光不善地看向其余人。裘云泽，你有什么好嚣张的？要是等我们再修炼个上百年，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仗着比我们多修炼了100多年，就在这耀武扬威的，我呸！众人知道不是裘云泽的对手，所以开始对裘云泽进行人身攻击。只能说，你们太幼稚了。那些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会把资源拱手相让，等着你们好好的发育吗？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吧，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你们信不信那些底蕴强大的势力，还有手段通天的老怪物，巴不得垄断资源，断了他人的修行路？裘云泽发出一声冷笑，虽然他的话比较尖锐，但确实很有道理。从这也能看出，裘云泽的道心比常人要成熟强大很多。作为一介散修，他从最底层修炼到现在，早就体验过这世间的冷暖和黑暗。羞羞！裘云泽不再跟众人废话，体内生长出带刺的绿色藤蔓，锁定了最近的2个人。不好！吃啊！2名蛊师的防御被破开，藤蔓抽在身上，毒刺进入体内，瞬间丧失了战斗力，跌落斗骨台。诸位，当下这个情况，我们只有联手，才有机会将裘云泽淘汰掉。好，我同意联手。我没问题。8个人纷纷表态。楚轩独自待在角落，并未回应。小兄弟，你是怎么打算的？我对联手不感兴趣。楚轩语气平淡地回道。闻言，众人眉头一皱，对楚轩感到很不爽。他们和裘云泽战得死去活来，你却在旁边看热闹，万一他们2败俱伤，岂不是给了楚轩可乘之机？怎么？你们有意见？楚轩抬眸看向几人，冰冷的眼神瞬间将几人震慑住，纵然心有不满，也不敢再多说。他单打独斗就能胜过裘云泽，又何必去联手围攻？而且裘云泽的性格和见解还挺让楚轩欣赏的，自然不屑于去围攻。算你是条汉子，待我解决了这群蝼蚁，再来和你公平一战。楚轩的决定让裘云泽悬着的心落下，因为楚轩的实力神秘莫测，是个不确定因素。如果楚轩也加入围攻的话，裘云泽心里还真没有底。羞，吃了！裘云泽全力出手，上百条绿色藤蔓抽出，让众人防不胜防，身形不断的倒退。小兄弟，再不出手可就没机会了。等到我们被淘汰，凭你一人之力，根本不可能是裘云泽的对手。8人对着楚轩恳求道。对此，楚轩依旧无动于衷。没有你们，我一样能夺得最后的胜利。楚轩自信地笑了笑。你太骄傲自负了。8人被气得火冒三丈。聒噪！裘云泽乘胜追击，藤蔓抽出，当即就有3人被抽飞出去，跌落斗骨台。仅剩的5人更加吃力，脚步慌乱，身形狼狈，防御很快就被破开，藤蔓抽在身上，将他们轰飞了出去。斗骨台上只剩下楚轩和裘云泽2人了。自负的家伙，我们在下面等着你。地面上被淘汰的8人对着楚轩咆哮道：实力菜也就算了，废话还那么多，我要是你就直接对他们下杀手了。楚轩眼中闪过一抹杀机，成为你的敌人总让我感到不安。裘云泽直视着楚轩，将心里话说了出来。你的直觉确实没有错。楚轩咧嘴一笑。你很自信，担任前辈的传承，我必须拿到。裘云泽目光一寒，周身的藤蔓向着楚轩抽去，如同一条条带刺的铁鞭。唰！楚轩施展魅影神宗，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攻势，那些藤蔓全部落空。哦，好快的身法！裘云泽心里大惊，脸色也变得凝重。任佩佩盯着楚轩，眼底深处的那抹火热和贪婪越发明显。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下去。裘云泽准备发动第2次进攻，可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幻境之中。举目望去，一片混沌。轰隆隆，混沌开始崩塌，天穹之上浮现出一张梦魇巨脸，向着他啃食而来。哪怕裘云泽的道心强大，此时也有不小的压力，甚至感到畏惧。给我滚开！裘云泽操纵的藤蔓向梦魇巨脸发起进攻。6级5重的缠魂藤蛊，威力远超5级2重的蜃楼梦翳蛊。境界上的优势让裘云泽占据了上风。幻境异域杀，楚轩再次施展蛊术，梦魇巨脸口吐一语，万事万物开始崩灭，杀机充斥茫茫混沌，刺破苍穹。
裘云泽也使出了蛊术，藤蔓上的毒刺飞出，数以万计向着四周洞穿而去。轰卡，噗噗噗，在毒刺一轮轮的进攻下，幻境不堪重负，化为了碎片。还好你的本命蛊只有5级2重。裘云泽出了幻境，心里感到庆幸。蜃楼梦翼蛊能制造幻境，迷惑和干扰对手，还兼顾了杀伐，可以说非常完美，杀伤力惊人。呵呵，自作孽不可活，这就是你不和我们联手的下场。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原来本命蛊只有5级2重，这个实力也不咋地啊。擂台下，刚被淘汰的8个人对着楚轩嘲讽道：再敢多说一句话，本公主就送你们归西。陆雨婷看不下去了，体内释放出炼虚境4重威压，向着8人轰去。扑通，8人本就身受重伤，丧失了战斗力，面对陆雨婷的威压，直接跪倒在了地上，公主殿下饶命。8人赶紧磕头求饶，心里充斥着恐惧。他们辱骂那少年，怎么就把耀日帝国的公主给得罪了呢？各种八卦的目光落在了陆雨婷身上。这什么情况？陆雨婷和擂台上的少年是什么关系？不是说陆雨婷性格清冷，还有婚约在身吗？我的个公主殿下，您这是生怕外人不知道您和楚姓少年的关系啊！4名护卫眉头紧锁，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楚轩心中一暖，更加坚定了要守护陆雨婷的决心。你的幻境已经被我破了，如果没有其他手段的话，任前辈的传承就归我了。裘云泽胸有成竹地说道。那你估计要失望了，蛊术是我目前最弱的手段。楚轩腹黑地笑了笑，体内的战意开始熊熊燃烧，饕餮血脉汹涌狂暴，已经饥渴难耐了。作为一名蛊师，你跟我说最弱的手段是蛊术？裘云泽觉得楚轩说的话有些自相矛盾。任佩佩疑惑地打量着楚轩，他总觉得在楚轩体内有一股狂暴的力量，你们都被他的蛊术欺骗了。他其实还是一名剑修，那廖浩川就死在了他的剑下。我丢，逼哥，你这么快就处理完了？那是，毕竟单身100多年的手速，不对，被你带偏了。我明明是去嘘嘘了，你可别乱说啊！人群中的一道声音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你还是剑修？廖浩川真的被你杀了？裘云泽眉头一皱，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廖浩川可是被天剑山誉为万年难遇的剑道天才，修为也达到了炼虚境4重。击败廖浩川容易，想要杀廖浩川，哪怕是裘云泽也没有把握做到。是不是真的？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楚轩施展魅影神宗，留下一道残影在原地，本体已经向着廖浩川杀去。不好，留在原地的是残影。裘云泽嗅到了杀气，刚反应过来，便看到手握2柄魔剑的楚轩，距离他只有不到半米。轰！裘云泽来不及躲闪，直接便被魔剑之威吞没。狂暴霸道的魔剑之威让裘云泽感到头皮发麻，甚至无法动弹。刺破苍穹！裘云泽不敢犹豫，当即施展出了蛊术。吃！藤蔓上的毒刺飞出，密密麻麻，有着数十万只，非常的锋利，穿透力极强。魔威被暂时抵挡，给我破开这魔威！裘云泽加强了力道，毒刺将魔威穿透，直逼楚轩而去。楚轩的手段层出不穷，让裘云泽有了压力。他准备速战速决，以免节外生枝。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面对数以万计的毒刺，楚轩脸色平静，从容不迫，剑气剑势爆发，直冲云霄。快速逼近的毒刺凝滞在了半空，在南前进，分毫2人势均力敌，陷入了僵持阶段。那少年竟然已经领悟了剑势，我的天，古灵才只有20岁啊，这可比廖浩川的剑道天赋强大很多。古道、剑道、武道全能妖孽啊，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斗鼓台下，众人都被楚轩的手段实力惊艳到了。任佩佩目光火热地看向楚轩，嘴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阴险笑容。这个男人，他看中了。没想到你的剑道实力如此强大，是我低估了你。裘云泽脸色凝重，他不断地加大力道，想要攻破楚轩的攻势。其实我还没有动用全力呢。楚轩咧嘴一笑。裘云泽猛地瞪大双眼，心里感到不妙。果不其然，在楚轩的体内爆发出了一股新的剑道力量，更加的霸道，正是剑罡。轰扑！剑罡势如破竹，强势湮灭所有毒刺，余威横扫，轰向了廖浩川。在危急时刻，裘云泽用所有藤蔓挡在身前，但强大的攻势依旧将他整个人震飞了出去。踏，噗！10几条藤蔓被斩断，裘云泽嘴里涌出一口鲜血。围观的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20岁的年纪，能够领悟剑势就已经非常的逆天了。可是这个籍籍无名的少年，竟然还领悟出了剑罡，这才是万古无一的剑道天才啊！数万年过去，这青州终于出了一位妖孽。任佩佩不禁感慨道：楚轩的天赋实力越强大，任佩佩就越兴奋。唰！
楚轩乘胜追击，根本不给裘云泽喘息的机会。两柄魔剑劈来，剑气、剑势、剑罡，恐怖的剑道力量将裘云泽的藤蔓一根根斩断。裘云泽脸色煞白，眼看就要落败。不，我不能输，我需要那些资源。裘云泽面色狰狞，双手结印，使出了最强蛊术死亡缠绕，又有上百条藤蔓生长而出，如同一条条巨蟒将楚轩笼罩，然后快速收缩。我曾用这一招困住过炼虚境6重的强者，就算你的剑罡再强大，也难以破开。裘云泽擦去嘴角的血迹，体内的灵力被快速消耗着，用于维持攻势。继续收缩。啊！裘云泽用尽全力，藤蔓快速收缩，藤蔓上的毒刺距离楚轩越来越近。一旦被毒刺命中，将会丧失战斗力。那少年难道要落败了吗？突如其来的反转是众人所没有想到的。你的天赋实力，还有身上的机缘，都让我羡慕。如果再让你修炼个3-5年，可能我就真的不是你对手了。裘云泽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击败你不需要3-5年，现在便可以。藤蔓之中，楚轩催动了幽冥鬼杀斩，血红剑芒爆发，2道猩红剑斩肆虐，天地震颤，藤蔓牢笼瞬间被轰得粉碎。什么？裘云泽一双瞳孔骤缩，绝望地看着滔天剑斩。轰动！下一秒，裘云泽便被轰飞了出去。擂台上只剩下楚轩一人。胜了！陆雨婷神情激动地说道：“好强大的剑道神通，这少年究竟有着什么背景？”任佩佩眯着双眼，在心里沉思道：“刚才那道剑技应该在天阶，甚至已经超出了天阶。”可裘云泽艰难地爬了起来，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接受了现实。多谢手下留情。裘云泽对着楚轩拱手说道：“承让。”楚轩也没有失了礼数，裘云泽是个可敬的对手。前辈，这斗鼓台不应该比试蛊术吗？他用剑道取胜，是不是犯规了呢？有人提出了疑问。人心便是如此，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让别人得到。而且发言之人所说也有道理，输了就是输了，再讨论这些毫无意义。真正交战的时候，对方可不会只用蛊术进攻。裘云泽坦坦荡荡地说道，他可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但是众人还是看向了拥有决定权的任佩佩。犯规？呵呵，谁说犯规的？只要能上斗鼓台，那就符合规则。使用什么手段获胜，也是参赛者的自由。任佩佩看向了提出疑问的那个人，下一秒，那人直接化为了一团血雾。美味！任佩佩舔了舔嘴唇，噗噗噗！紧接着，在场的蛊师接连化为血雾。我的本命蛊！裘云泽面色大变，缠魂藤蛊的血力正在被稀释掉。是你！裘云泽猛地看向半空中的任佩佩，以他的蛊术还能支撑片刻，但是其他蛊师本命蛊已经被稀释殆尽，肉身化为了一团血雾。你给他们下了蛊？楚轩也意识到不妙，想要赶紧离开斗鼓台。嗡嗡！然而斗鼓台已经封闭，将楚轩给死死困住。小郎君，你就在斗鼓台上老老实实的待着，可别把自己弄伤喽。这么多人里面，姐姐唯独不舍得伤害你。哥，待姐姐稀释完他们的本命蛊，嗜血重生之后再来宠幸你。任佩佩不再掩饰，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楚轩哥哥！陆雨婷抽出玉剑，纵身一跃，向着斗鼓台掠去。不自量力！任佩佩拂袖一挥，顿时便有成千上万只血纹飞出，每一只都有脑袋大小，生有血红双翼，长着锋利的尖刺，将虚空都给洞穿。血爆冲锋！血纹抵达之后，竟然开始自爆，威力强大，杀伤力惊人。陆雨婷被不断的逼退。快保护公主殿下！4名护卫也加入了战场。可即便如此，依旧抵挡不住血纹的攻势。这些血纹自爆之后，立马就有新的血纹飞来，仿佛无穷无尽嗜血纹。传闻能够让蛊师嗜血重生。裘云泽面色痛苦，本命蛊的血力被不断的吸食，以他的实力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吸食了数百个本命蛊的血力之后，任佩佩虚幻的身体化为了实质，狱卒踏出，落在了地面。3万多年了，本长老终于嗜血重生了，可惜修为跌落到了6级6重，好在还能重新修炼回来。任佩佩舔了舔嘴唇，目光贪婪地向着裘云泽走去。将你本命蛊的血力吸食完，本长老起码能够突破到6级7重。任佩佩向着裘云泽走去。妖女，我就算死也不会便宜了你。裘云泽想要自爆，呵呵，本长老又岂会让你白白死去？任佩佩冷笑一声，数百只嗜血纹飞出，锋利的尖刺刺入到了裘云泽的身体，让他根本无法动弹。裘云泽发出惨叫，不仅本命蛊的血力在被吸食，就连他的气血也在被吸食。轰卡！就在这时，斗鼓台轰然破碎，
楚轩快速杀出，区区一道封印也想将我困住。滔天剑斩袭来，将任佩佩给吞没。咣当，踏踏踏踏，地面塌陷，浮现出一座深坑。任佩佩及时躲开，但是依旧被震飞出去数万米。炼虚境3重，怎么可能爆发出这么变态的力量？任佩佩眉头一皱，目光忌惮地看着楚轩。楚轩没有继续对任佩佩发起进攻，而是转身向着陆雨婷飞去。三股剑道力量爆发，将攻击陆雨婷的嗜血纹全部斩杀。楚轩哥哥，你没事吧？陆雨婷演都不演了，直接当众喊了出来。4名护卫气喘吁吁，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其他事情了，能保住小命就很不错了。我没事，你保护好自己。楚轩嘱咐了一句，然后来到了裘云泽身前。数百只是血纹向着楚轩袭去，无尽吞噬。楚轩运转饕餮血脉，周身浮现出漩涡黑洞，在嗜血纹还没有自爆的时候，便将它们全部吸入。接着，楚轩将饕餮之力灌输到裘云泽体内，替裘云泽吞噬掉嗜血纹骨。呼！嗜血纹骨被抹除之后，裘云泽直接瘫软在了地面，大口喘着粗气。多谢救命之恩。裘云泽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你体内那股血脉，难道是传说中的饕餮血脉？已经绝迹的血脉，怎么会出现在你的体内？”任佩佩震惊地看着楚轩，死人就应该永远沉睡于地下。楚轩施展身法武技，快速逼近任佩佩。是你逼我的，原本不想伤你。任佩佩眼中闪过一抹凌厉，他之所以留着楚轩，是看中了楚轩的肉身体魄，想要让楚轩成为他的修炼炉鼎。但是楚轩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幽冥鬼杀斩，梁秉星红剑斩楚轩，快如闪电，又如鬼魅，狠辣刁钻，防不胜防。任佩佩施展蛊术，体内又飞出数万只是血纹，以自爆的方式将2道剑斩的攻势给抵消掉。任佩佩则是向后退去，和楚轩拉开了1万米距离。随着嗜血纹的消耗，任佩佩的灵力也被消耗过半。小郎君，姐姐一心想要宠爱你，可是你却敬酒不吃罚酒，既如此，就休怪姐姐不客气了。任佩佩怒咬牙齿，调动体内所有的灵力，化为数十万只是血纹，将天穹都给遮蔽。是血角杀术，密密麻麻的嗜血纹结成天罗地网，将楚轩等人全部笼罩在内。轰轰轰，血纹自爆，绞杀术威力大作，使得大地颤抖不止。楚轩拥有饕餮血脉和9节神体，倒是能够支撑片刻，可是陆雨婷等人根本承受不住绞杀术的威力。楚轩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下去，干将莫邪去。楚轩将2柄魔剑掷出，魔威肆虐，挡在了陆雨婷等人的身前。至于楚轩，则是赤手空拳向着任佩佩杀去。只要任佩佩死了，这些嗜血纹也就跟着消失了。楚轩将9节神体凝聚而出，狂暴的雷霆附着在肉身上，任凭那些嗜血纹在身上自爆，也难以撼动。你竟然还有特殊体质，从威力上看，起码是一具神体。任佩佩傻眼了，陆雨婷等人也被震撼到了。这少年的天赋实力远在黎浩然之上啊！此时，连4名护卫都开始为公主感到可惜了。他们倒是认可了楚轩，但是九黎皇朝那边肯定不可能容忍。遇到我是你的不幸，你将注定无法再翻身。楚轩杀机毕露，9节灭世拳第一拳施展而出，灭世权威爆发，掀起千重攻势，数万只是血纹被直接轰灭。紧接着是第2拳，轰扑，当即又有10几万只是血纹被震杀。楚轩以双拳开路，如同一尊势不可挡的无上杀神，距离任佩佩只有不到10米了。你给本长老停下来！任佩佩妩媚的眼中闪过一抹慌乱。楚轩的灭世权威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才刚刚重生，又岂会甘心再次死去？轰！任佩佩燃烧了体内的气血，极尽升华一战，不下30万只是血纹向着楚轩轰去，纷纷选择自爆。恐怖的攻势横扫，方圆数十里都被惊动。楚轩哥哥，陆雨婷神色担忧，他手握玉剑，将袭击而来的嗜血纹击杀。这样的绝世妖孽不该死在这里。裘云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楚轩的天赋和品行已经让裘云泽彻底折服，他真心的希望楚轩能够活下去，也许古道会因为楚轩而变得更加辉煌。眨眼间，楚轩已经被恐怖的攻势吞没，2拳已出，你应该也浑身乏术了吧？小郎君，你可别怪姐姐心狠手辣，姐姐也不想这样的，是你太不知好歹了。任佩佩阴险的笑了笑，谁告诉你我只有2拳的？攻势之中传来了楚轩桀骜不驯的声音。还没死。任佩佩愣在了原地，整个人宛如石化。陆雨婷面色大喜，9节灭世拳第3拳，9节神体被催动到了极致，无上权威爆发，直冲云霄，
天穹仿佛塌陷，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雷电交织，灭世景象让人心生恐惧。轰扑，30多万之氏血纹被楚轩一拳灭杀。楚轩缓缓走出，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肉身上流动着狂暴的雷霆，散发着恐怖神威。又一拳轰出，绞杀术被破，任佩佩口吐鲜血，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他的肉身被贯穿，体内的生机正在快速消散。在这青州，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拳击？任佩佩重砸在地，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气息微弱，意识逐渐模糊。楚轩缓缓走来，目光冰冷地看着任佩佩。这妖女为了重生，不惜把遗迹内的蛊师都骗了过来，然后吸食了他们本命蛊的血力，当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只可惜她遇到了楚轩，传承可以给你，能否放我一条生路？任佩佩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对着楚轩恳求道：“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楚轩杀机腾腾地看向任佩佩，好狠的心。既如此，你也别想得到这些传承。任佩佩想要毁了空间戒指，可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吞噬力将他笼罩。任佩佩全身抽搐，体内的修为正在被楚轩吞噬掉，根本无法挣脱。是饕餮血脉赋予你的吞噬之力。任佩佩绝望和恐惧地盯着楚轩，不到半刻钟的时间，任佩佩就化为了一具尸体。楚轩将空间戒指取走，里面果真有上百只精良骨，上千只优秀骨，还有1万多只普通骨。有了这些蛊虫资源，楚轩有把握将自己的本命骨提升到8级，也就是大成境。嗡嗡，任佩佩的本命骨自体内飞出，那数以万计的嗜血纹都受到本命骨的控制。这只嗜血纹骨能够发动群体攻击，造成恐怖的杀伤力，作为本命骨倒是不错。但是蛊师体内只有一片骨海，仅能容纳一只本命骨，其他的蛊虫仅能当作食物投喂给本命骨。嘤嘤，嗜血纹骨来到楚轩身前，发出细微的声音：“你再求我收下你。”楚轩大概读懂了嗜血纹骨的意思，嗜血纹骨人性化的点头。可是我已经有了本命骨，楚轩无奈地说道：“别人只有一片骨海，但你可以有很多个。”红裙女子的声音在楚轩脑海中响起。闻言，楚轩双眼放光：“你是说我能开辟出第2片骨海？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得到红裙女子的回答后，楚轩果断地将嗜血纹骨收下，等时间空闲了，楚轩就准备尝试开辟第2片骨海。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可真的是开创先河了。楚轩哥哥，你没事吧？陆雨婷赶了过来，抱着楚轩的胳膊，关心地问道：“嗨嗨，我看不见。那个，我眼睛进沙子了，我也看不到。”4名护卫纷纷转身，假装看不见。楚轩救了他们的性命，让他们心生感激，而且楚轩的天赋实力也让他们为之叹服。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很想让楚轩来当耀日帝国的驸马爷。楚公子，救命之恩，裘某没齿难忘。裘云泽拖着重伤之躯走来，对着楚轩拱手道谢：“裘兄不必客气。”楚轩摆了摆手回道：“不知裘兄接下来有何打算？”“我准备出去了。”裘云泽叹了口气，他进入遗迹已有大半年时间，如今身受重伤，不准备继续待下去了。也好，裘兄道心坚定，今后在古道上肯定会有一番作为，但愿能够追赶上楚公子的步伐。楚公子，告辞。分别之后，裘云泽向着出口赶去，楚轩和陆雨婷等人则是找了处隐蔽的洞府歇脚调息。裘云泽刚走出合欢宗遗迹，便感受到十几股强大的杀意。这是……裘云泽目光望去，只见龙虎堂的3长老鲁冠、天剑山的5长老萧峰都向着他看来。裘云泽，你在遗迹内可有看到一位手握2柄魔剑的少年？萧峰面色冰冷地质问道。他身后的10几人都是天剑山的长老和执事，修为都在炼虚境。萧峰本人则是一位炼虚境6重的强者，是找楚公子报仇的。裘云泽在内心一惊，天剑山果然派强者堵在了出口。萧长老，我并未见到您说的那名少年。裘云泽拱手回道：“没见到，那小子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萧峰老眼微眯，体内散发出凌厉的杀机。圣子廖浩川被杀，山主廖景丽一夜白头，勃然大怒，下了死命令，让他务必提着凶手的人头回去。萧兄，合欢宗遗迹仅剩4个月就关闭了，那小子躲不了多久了。鲁冠开口说道：“那就再等等，合欢宗遗迹关闭之日，就是那小子的死期。”萧峰双手环胸，目光死死地盯着遗迹出口。对于遗迹外的事情，楚轩并不知晓。此时的楚轩正在尝试开辟第2片骨海，陆雨婷和4名护卫则是在洞府外为楚轩护法。娘子，这第2片骨海该怎么开辟呢？楚轩的元神来到了藏神关内。呵呵，遇到问题的时候知道来找我了。红裙女子现身后发出一声冷笑：“
那挺翘的峰峦将本就修身的红色短衣给撑了起来，吸引着楚轩的目光。娘子，你这可就冤枉我了。为夫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啊。楚轩真诚地说道。贫嘴。红裙女子白了楚轩一眼，但内心却很受用。娘子，我对你的爱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哪怕是海枯石烂，我爱你如一。楚轩拍了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道。哄骗小姑娘，楚轩最在行了。别看红裙女子活了万万年，但实际上就是个恋爱脑。楚轩这一番甜言蜜语，配上那真挚的表情，都要把红裙女子哄骗成胚胎了。果不其然，红裙女子的嘴角都要压不住了。她认真地问道：你在和陆雨婷双修的时候，可有想到我？这一下给楚轩整不会了。原来他和陆雨婷双修的时候，红裙女子也在观战。肯定想了，我都想喊上你一起。楚轩这句话确实是发自肺腑，如果能够如愿的话，那可就是双倍快乐。想得美。红裙女子嗔怪地说道。本座就发发善心，告诉你开辟第二股海的方法吧。楚轩的回答明显让红裙女子感到满意了。开辟股海之前，你先要弄明白股海有什么组成，以及施展蛊术需要什么。闻言，楚轩陷入了沉思。股海如同丹田，丹田内充斥着灵力，那股海内自然就是蛊力了。至于施展蛊术，则是需要用精神力来操纵本命蛊，从而释放出蛊术神通。想明白之后，楚轩回答道：不错，蛊力倒是好解决，可以用灵力来转化，但是精神力可就没那么容易提升了。无论是蛊师还是炼药师，亦或是御兽师，对精神力的要求都很高。你的精神力起码要增强2到3倍，才能开辟出第二片股海。红裙女子缓缓说道。楚轩眉头一皱，精神力玄之又玄，短时间内想要提升根本不可能。高阶炼药师之所以稀缺，就是因为精神力强度提升不上去。看来短时间内是无法开辟出第二片股海了。楚轩略显失望，不过也有收获，起码知道了开辟第二片股海的途径。后面慢慢锤炼精神力，迟早能够将第二片股海开辟出来。想不想快速提升精神力？红裙女子饶有趣味地问道。楚轩猛地抬起头，真有办法，跟我来。红裙女子转身带着楚轩向前走去，期间路过了九节殿。对九节殿，楚轩可谓是印象深刻，那9道雷劫险些没有要了他的性命。娘子，你该不会要带我去第二座宫殿吧？9座宫殿对应9道机缘，但是想到在九节殿的遭遇，楚轩依旧有些后怕。你倒是聪明。约莫1刻钟过后，两人来到了第二座宫殿，名为炼神殿。你在里面待上1个月，精神力强度应该就能开辟出第二片股海了。精神力强度提升之后，你就不再局限于古道，就连丹道，你也可以大胆去尝试。红裙女子的话吸引着楚轩，但是从宫殿的名字，楚轩就能感觉到不简单。娘子，这炼神殿有9节殿遭罪吗？楚轩试探地问道。红裙女子神秘地笑了笑，还是老规矩，机缘摆在你面前，要不要随你？话落之后，红裙女子便消失在了炼神殿前。呼！楚轩长呼一口气，既来之则安之，打不死我的，终究会让我变得更加强大。楚轩狠狠一咬牙，向着宫殿大门走去。嗡嗡！在楚轩来到之后，宫殿大门竟然自动开启。宫殿内一片祥和，在中央位置有着一个蒲团，好像还行。楚轩鼓起勇气踏入了宫殿。几息过后，宫殿内依旧平静无声。看来是我多虑了。楚轩一屁股坐到了蒲团上，轰轰，整个大殿突然旋转了起来，无形的力量疯狂地涌入到楚轩脑海。刺痛感袭来，楚轩感觉自己的灵魂要被4分5裂。我靠，要命了！楚轩捂着脑袋，他强忍着疼痛，稳住自己的神魂，让无形的力量一遍遍冲刷磨练炼神殿外。红裙女子欣慰地笑了笑，虽然转世成了20岁的娃娃，但道心还是很强大的，就是比以前更色了，而且稀奇古怪的姿势也越来越多了。想到楚轩和吴婉晴和陆雨婷缠绵的那些姿势，红裙女子就心痒难耐。这些姿势她都没有试过呢。你个傻子，真以为我那么好哄骗吗？如果不是你，本座又岂会让对方多说一句话？楚轩那些哄骗他的话再次出现在脑海，让他感到忍俊不禁，美眸之中流露着温柔和爱意。时间匆匆，1个月转瞬即逝，楚轩已经逐渐适应了炼神殿的强度。不过根据楚轩的推测，现在的强度只是最初级，后面肯定还有更高级别的强度。以楚轩现在的精神力强度，方圆10里内都能感知得清清楚楚。是时候开辟第二片股海了。楚轩将灵力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蛊力，增强后的精神力不断地冲击识海，一遍又一遍。约莫10天左右，第二片股海顺利诞生。
那只嗜血纹骨被楚轩召唤了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第二只本命骨。楚轩将嗜血纹骨送到了新开辟的那片古海，两者之间顿时建立了联系。嗡嗡，楚轩的古道境界开始攀升，5级3重，5级5重，5级8重，5级9重。眨眼间，楚轩的古道境界就连升7重，来到了5级9重，比肩造化境9重。蜃楼梦一骨和嗜血纹骨修为等级同步，全部都是5级9重。楚轩施展蛊术，上万只嗜血纹骨出现，一时间全部自爆，不仅虚空破碎，就连空间都有些扭曲。蜃楼梦一骨制造幻境，嗜血纹骨负责进攻，互相配合，杀伤力将会更加强大。楚轩走出了炼神殿，精神力强度翻倍后，楚轩对万事万物的感知更加清晰。以楚轩现在的精神力强度，大约能够比肩3品到4品炼丹师。这1个月的苦真是没白受啊！楚轩心情大好，只要能增强实力，再苦再累他都愿意去做。村长爷爷他们的血仇，父母的血仇，楚轩都要让仇人千百倍偿还。不过复仇之路还很漫长，无论是没落的楚家还是顾家，都是高不可攀的地族，想要对付他们，修为最少也要达到地境。父亲母亲等着孩儿。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坚定，目标再大再艰难，楚轩都有信心完成。毕竟他从炼气境到现在的炼虚境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这样的修炼速度，就算是地族的天骄也无法做到。任你天赋再强大，也无法和开挂的相比。楚轩从蒲团上站了起来，出了炼神殿，转身看着炼神殿，楚轩心里依旧感到后怕。这1个月可真不是人受的，但是能在短期内提升精神力强度的诱惑，足以让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这对楚轩来说同样是天大的机缘。以后要是踏入丹道，他就可以通过炼神殿持续不断的锤炼精神力强度。看起来你的收获还不错。红裙女子悄无声息的出现，一双绝美的眸子打量着楚轩。哪怕楚轩现在的精神力强度足以比肩3品到4品炼丹师，依旧无法感知到红裙女子的气息行踪。已经成功开辟出第2片古海了。楚轩得意的说道。不错，继续加油吧，你的路还很长。红裙女子上前凑到楚轩的耳边缓缓说道。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看着红裙女子裸露的香肩和洁白无瑕的美背，楚轩小腹处的邪火就开始躁动。可惜楚轩是以元神进入的藏神关，不然就能直接上手了。真是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小妖精啊！楚轩目光火热地说道。把你的口水擦干净再说话。红裙女子勾魂一笑，目的达到之后，快速和楚轩拉开了距离。你天天勾引我，你小心哪天被我在身下狠狠地摩擦。楚轩心痒难耐，等你有那个实力再说吧。时候不早了，出去陪你的雨婷妹妹吧。红裙女子转身想要离去。对了，娘子，你叫什么名字啊？都快2年了，我连你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楚轩大声地问道。我的名字？红裙女子愣了下。世人都尊奉她为镜面凤主，敢直呼她姓名的也就只有楚轩了。凤飞月。说完之后，凤飞月就消失在了原地。凤飞月，楚轩眉头一皱，这个名字是他第一次听到，但却引起了灵魂共鸣。我和他究竟有着什么牵绊？楚轩陷入了沉思。上一世他是蓝星的社畜，这一世他是地族楚家的后裔。如果和凤飞月真有牵绊的话，那也是前世中的某一世在玄幻世界轮回转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很多大能感知到瓶颈上线后都会主动进入轮回，10几世轮回、上百世轮回也是存在的。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楚轩收起这些想法，出了藏神关。路过丹田的时候，楚轩顺带看了眼小易。大半年时间过去，小易的体型已经生长到了5米，双翅上也长出了紫色羽翼，凌厉的双爪泛着寒芒，仿佛能将世间万物都给切割开。在小易的脑袋上竟然长出了2只脚，形似羊角，和凶兽饕餮如出一辙。小易的这些变化肯定都是受到了饕餮血脉的影响。楚轩面色大喜，他的想法成功了。小易的血脉正在发生异变，等下小易的气息居然达到了5级妖兽。近距离感知过后，楚轩内心大惊。9个月前小易只有2级9重，现在竟然已经达到了5级2重，也就是造化境2重。这突破速度比他这个开挂的还要夸张。小易有所察觉，一双凶猛的眼睛缓缓睁开。当看到是楚轩的时候，凶猛的双眼瞬间变得清澈。猪人。楚轩眉头一皱，小易第一次开口说话，音调有点偏啊。猪人。小易激动地上前，比楚轩足足高了3米左右。他2只前脚跪地，伸出舌头去舔楚轩的脸，但楚轩只是一道元神，根本舔不到。猪
主人。小易开心的像个5吨的孩子。嗨嗨，小易，是主人，不是主人。楚轩对着小易纠正道。主人。小易的音调很快就被改正过来。这才对魔。走，跟主人出去。楚轩元神回归，将小易召唤了出来。偌大的洞府，顷刻间就被小易庞大的体型塞满。这股气息是5级妖兽。陆雨婷面色大变，带着4名护卫在第一时间进入了洞府。映入眼帘的是有些违和的画面。只见一头长有双脚的紫色狮子跪在地上，用舌头舔着楚轩的脸，那眼神清澈到如同小猫。察觉到有外人进入，小易转过头看去，目光变得凶狠下来。狮王气息以及稀薄的凶兽之威将陆雨婷等人笼罩。5人被吓得汗毛倒竖。小易，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楚轩摸了摸小易的脑袋，对着他安抚道。哦！小易撒娇般的发出一道声音。楚轩哥哥，这是你的灵宠？陆雨婷有些不敢置信。没错。楚轩笑了笑。陆雨婷让4名护卫离去，自己则是留在了洞府。我能摸摸它吗？女孩子天生就对毛茸茸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可以。楚轩发话之后，小易乖巧的把脑袋凑上前。在陆雨婷身上有着楚轩的气息，所以小易对陆雨婷也很放心。小易，好可爱的名字。陆雨婷抚摸着小易的脑袋，母爱都被唤醒。主人，我要怎么称呼她？小易转过头对着楚轩询问道。她是我的妻子，你要喊她夫人。主人的妻子，那和我们就是一家人。小易见过夫人。小易乖巧地喊道。闻言，陆雨婷脸色一红，内心已经乐开了花。小易，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陆雨婷拿出了一株宝药，还有3株灵药。谢谢夫人。小易舌头一卷，直接吞入了腹中。好吃，小易喜欢。小易摆动着尾巴，显得十分高兴。喜欢就好。小易，你今年几岁了？几岁？小易想了想，最终还是向楚轩投去了求助的目光。小易还不满2岁。什么？不满2岁。5级妖兽。陆雨婷倒吸一口冷气，这修炼速度跟他主人有的一比。小易，你现在已经是5级妖兽了，也可以变换人形了。楚轩对着小易吩咐道。他这5米体型交流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化形。好，我来试试。小易闭上眼睛，脑海中出现了主人的容貌。嗡嗡。很快小易就变成了一位紫衣少年，棱角分明，容貌俊美，身姿健硕强壮，足以迷倒万千少女。但是仔细看去，却发现和楚轩有着5、6分相似。你这小家伙是照着我的模样变换的人形吧？楚轩有些哭笑不得。嘿嘿。小易挠了挠头，发出一声憨笑。一旁的陆雨婷也感到忍俊不禁。走吧，该继续寻找机缘了。不是说和欢宗遗迹内有一株药王吗？这都快10个月了，也没见药王出现啊。楚轩此行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那株药王而来。他杀了廖浩川，想必天剑山已经派强者堵在了遗迹出口。在出去之前，楚轩想要把修为境界再提一提，这样就能更好的应对敌人了。距离合欢宗遗迹关闭只剩下2个月了，大多数的修行者都已经离开了遗迹。小易化为本体，展开双翅，在这6人翱翔在空中，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寻找那株药王。2天半时间过去，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难道那株药王只是吸引大家进入遗迹的噱头？实际上遗迹内根本就没有药王。楚轩猜测道。也有这个可能。陆雨婷赞同的点了点头。遗迹内就那么大，如果真有药王的话，他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才对。等下去那片湖泊看看。楚轩的目光落在了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泊上，在岸边生长着一棵棵柳树。楚轩感知到湖泊周围的灵气要比其他地方浓郁很多。好。小易向着那片湖泊落去。6人来到地面，仔细地打量着湖泊。楚轩哥哥，这湖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陆雨婷好奇地问道。他们的精神力远没有楚轩的强大，所以感知不出这片湖泊和其他地方的差别，这里的灵气比其他地方浓郁一些。楚轩纵身一跃，凌空而立，来到了湖中心，将周围观察了一遍之后，楚轩的目光落在了一棵老柳树上。这棵老柳树盘根错节，比其他柳树要高大很多，整个湖泊的灵力都在涌向那棵老柳树。楚轩眼中闪过一抹惊讶，莫非这棵老柳树就是那株药王？楚轩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楚轩准备上前查看的时候，平静的湖面竟然生出一道道波浪，哗啦啦，湖水翻涌，激起千层浪，向着楚轩拍打而去。主人！小易快速飞来，巨大的双翅拍出，卷起恐怖的飓风，将湖水给抵挡了下来。轰轰轰！下一秒，所有的柳树仿佛活了过来，柳枝无限延长，
互相交织，形成一座巨大的牢笼，将楚轩和小易围困了起来。不好，快出手！陆雨婷抽出玉剑，带着4名护卫杀出，想要破开柳枝。吃了！成百上千根柳枝抽打而来，将陆雨婷5人给抵挡。本座掩藏的那么好，还是被你发现了。既然来了，那就留下吧。老柳树竟然生出人脸，声音冰冷地说道。这猪药王诞生了意识。柳枝牢笼之中，楚轩负手而立，面色平静地观察着四周。嗷吼！小易发出怒吼，锋利的狮爪落下，将袭击来的柳枝全部粉碎掉。见柳枝越来越多，无穷无尽，小易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一朵朵紫色火莲。轰噗！火莲熊熊燃烧，并且有着一丝吞噬之力，将成千上万根柳枝焚烧殆尽。然而柳枝囚笼依旧牢不可破。水刃凝！老柳树的2根胡须抽打在湖面上，顿时浪花飞溅，化为锋利的水刃，洞穿虚空，轰向楚轩和小易。吼！小易展开双翅，抵挡着冰刃。咣咣咣！双翅坚硬强悍，冰刃根本无法破开。但时间一长，小易就有些支撑不住，身形不断的倒退。见状，楚轩快速施展蛊术。嗡嗡嗡！密密麻麻的嗜血纹飞出，在楚轩的操纵下撞向水刃。血爆冲锋！轰轰轰！嗜血纹开始自爆，恐怖的杀伤力将水刃全部震碎，就连柳枝囚笼也受到了影响，颤抖不止。蛊师！老柳树皱着眉头，深邃的眼中闪过杀芒。收！随着声音落下，柳枝囚笼开始收缩，一人一兽的空间越来越小。楚轩哥哥！陆雨婷将玉剑狠狠劈出，耀日剑诀！玉剑落下，璀璨夺目的剑光如同一轮轮耀日，炽热的力量爆发，将阻挡在前的柳枝全部焚烧。困！老柳树注意到了陆雨婷，当下又有数千根柳枝伸出，化为盘根交错的小型囚笼，将陆雨婷在内的5人围困住。耀日神拳即阳耀日功第1层。轰轰轰！5人使出浑身解数，依旧无法破开柳枝囚笼。随着柳枝囚笼不断的收缩，陆雨婷5人感到窒息，脑袋昏沉，意识逐渐模糊。另一处囚笼之中，楚轩手握2柄魔剑，剑气、剑势、剑罡全部爆发，恐怖的剑道力量冲天而起。幽冥鬼杀斩！2道猩红剑斩狠狠劈出，牢不可破的柳枝囚笼在剑斩强势劈开，化为碎屑。整个湖泊被剑斩一分为2，湖水炸开，湖底清晰可见。小易，你去帮雨婷他们破开囚笼。楚轩吩咐了一句，便向着老柳树杀去。好！小易快速飞去，口吐紫莲，轰在柳枝囚笼之上，柳枝被不断的焚烧，狮爪落下，直接将柳枝粉碎。里外合攻之下，终于将柳枝囚笼给破开。小易再着陆雨婷等人飞到了远处的桥上休息。夫人，我去帮主人。小易片刻不停，又向着战场飞去。古师剑修，你到底还有多少身份？老柳树被楚轩的实力震撼到了。唰！眨眼间，楚轩已经悄无声息地逼近老柳树。什么？老柳树瞪大了双眼，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人类的身法速度会这么快。匆忙之下，老柳树紧急防御，数百根柳枝伸出，欲要将楚轩给缠绕起来。楚轩满头黑发在空中乱舞，魔剑之威肆虐，每次斩出都有数十根柳枝被斩断。噗噗噗！楚轩有着势不可挡之姿，正在向老柳树快速逼近。蜃楼梦一蛊和嗜血纹蛊也被催动，老柳树置身于幻境之中，短暂的失重让他措手不及。数以万计的嗜血纹飞出，在老柳树身上自爆。老柳树身躯焦黑，发出一声声惨叫。赤！楚轩将魔剑狠狠地刺入老柳树体内。咕咕！猩红的鲜血自伤口处流淌。人类，本座要让你生不如死！老柳树的根系从地面上拔出，盘根错节，让人眼花缭乱。咻咻咻！根系抽打而来，比那些柳枝要更加的强悍霸道。楚轩抽出魔剑，向着柳根砍去。铿锵！火花四射，柳根上出现剑痕，但却没有被劈断。吼！小易杀了过来，吐出一朵朵紫色火莲，但却无法焚烧掉柳根。你们都要成为本座的养料！老柳树怒声咆哮，所有柳根抽打而出，攻向楚轩和小易。吼！小易被柳根死死缠绕，难以动弹。楚轩的双腿也被柳根攀附，正在向上袭击。这就是你们招惹本座的后果。老柳树冷哼道。楚轩目光一寒，直接将2柄魔剑收了起来。哦，你这是放弃挣扎了吗？见状，老柳树露出了得意笑容。可是下一秒，老柳树嘴角的笑容便凝固了下来。饕餮血脉爆发，凶威滔天，一尊100丈高的饕餮虚影凝聚而出。楚轩的力量暴涨，直接将攀附在双腿的柳根吞噬掉，紧接着
九节神体也被催动。吃啦！楚轩上半身的衣服被撑爆，古铜色的肉身上附着狂暴的雷霆，发出一声声怒啸。九节灭世拳，第一拳，楚轩一拳轰出，灭世权威爆发，大地震颤，所有根系都被直接轰退，就连老柳树也被震飞出去。小易得以脱困，主人好厉害！小易目光崇拜地看着楚轩。嗨，老柳树嘴角涌出鲜血，脸色煞白，大口喘着粗气。你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变态？老柳树慌了，内心充斥着恐惧。唰！楚轩紧逼而至，第二拳随之轰出，威力远超第一拳。老柳树瞠目结舌，吓得赶紧防御。柳根再次伸出，密密麻麻的抵挡在前。咣！轰扑！拳势落下，周身的根系全部都被湮灭，虚空震碎，天地颤抖。啊！老柳树再次倒飞了出去，它茂盛的柳根数量锐减一半。第三拳，又一拳袭来，恐怖的拳势笼罩方圆数万米。轰咚！权威爆发，整个湖泊崩塌，湖水流淌，将方圆数十里都给淹没。老柳树所有根系都被湮灭，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楚轩双手握拳，牵引天地大势，如同一尊无上杀神。这一刻，老柳树心如死灰。咣！楚轩的拳头轻而易举地贯穿了老柳树，接着吞噬之力爆发，疯狂地吸扯老柳树体内的灵力。这棵老柳树足足有着16万年，乃是名副其实的药王。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让楚轩使出第四拳。嗡嗡！楚轩丹田内的灵力上涨，修为气息也开始飙升。不，本座修行了16万年，好不容易诞生了灵智，放过我！老柳树绝望地恳求道。楚轩面无表情，没有为之动容。死在这棵老柳树手上的修行者同样不计其数，弱肉强食自古便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轰！不到半个钟的时间，楚轩的修为便突破到了炼虚境4重，修为气息开始上涨，直奔炼虚境5重而去。咕噜！楚公子竟然没有修炼瓶颈，4名护卫都看傻眼了。就算把这些资源给他们炼化，他们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突破。楚轩哥哥的天赋真强大啊！陆雨婷心中升起了一股希望，也许3年之内，楚轩哥哥真的能够和九黎皇朝抗衡呢。不行，这太危险了。陆雨婷很快就将这个想法摒弃。九黎皇朝可不一定会等楚轩哥哥3年，如果黎浩然带着强者追杀楚轩哥哥，那就糟糕了。半个时辰过后，老柳树体内的灵力被吞噬殆尽，楚轩丹田内已经充满了灵力。小易，我们走。楚轩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冲击炼虚境5重。好。小易载着楚轩展翅向着桥上飞去。夫人，快上来！小易对着陆雨婷等人喊道。陆雨婷等人来到背上之后，小易向着远处飞去。2刻钟后，小易落到了一座峡谷内。楚轩盘膝而坐，开始冲击炼虚境5重。陆雨婷等人则是在为楚轩护法。公主殿下，根据探子来报，天剑山派出了5长老萧峰，带着13名炼虚境长老围堵在遗迹出口。龙虎堂3长老鲁冠也在出口等着楚公子。其中1名护卫会报道，萧峰，本公主记得他的修为在炼虚境6重。陆雨婷喃喃道，对，就是炼虚境6重，以楚公子的实力，应该不惧他们。护卫回道。陆雨婷点了点头，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凌厉，哪怕楚轩哥哥不敌，我也不会让他受到伤害。闻言，4名护卫皱着眉头。公主殿下对楚公子的感情已经非常深厚，想要将2人分开，基本不太可能。但愿楚公子的实力能在3年内超过九黎皇朝吧。4名护卫对视一眼，在心里苦笑道。遗迹内，一处废旧的宫殿内，成都看着前方，那里有着一道虚幻的身影，长发及腰，不男不女，身着抹胸和短裙，挽着兰花指。你倒是很适合本座的传承。这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是本座在一处上古遗迹内寻得，才修炼3年时间便被仇家杀上门来，最终神魂俱灭，徒留遗憾。但愿你继承之后能够将它们发扬光大。虚幻身影拂袖一挥，有着2道光团涌入到程度的脑海，正是那部葵花宝典以及辟邪剑谱。这2部功法武技都非常的阴邪，但是和邪功相比还是有不少区别，起码没有反噬，不会损耗寿元，但是需要欲练此功，挥刀自宫。程都眉头一皱，内心发寒，这修炼方法未免也太苛刻了吧？怎么不舍得？虚幻身影掩嘴轻笑。程都狠狠一咬牙，有何不舍？反正要他无用。程都闭上双眼，手握利刃，快速划过，一壶鲜血飙射。啊啊！程都发出一声惨叫，面色煞白。好胆魄！
本座果然没有看错人。无名东方璎珞，待你将这2部功法武技名扬天下之后，本座的大名也将流传百世。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名动四海，倒也快哉！咯咯咯。笑声落下之后，虚幻身影彻底消散。成都拖着重伤之躯，开始修炼功法和武技。楚轩弟弟，我成都一定要和你顶峰相见。成都心有执念，对实力无比渴望。半个月时间过去，楚轩的修为气息开始飙升，越过4重，直达炼虚近5重。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流动，让楚轩感到非常的痛快。呼，楚轩呼出一口浊气，双眼缓缓睁开，火热的战意一闪而过。快1年了，是时候出一季了。龙虎堂、天剑山，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几斤几两。楚轩眯着双眼，2道凌厉的杀芒射出。以他现在的实力，在对战鲁关的话，一拳便能将其灭杀。主人，出关后，小易第一时间赶了过来。楚轩摸了摸小易的脑袋，发现小易的修为也增长了不少，竟然突破了2个小境界，达到了5级4重。和老柳树那一战，小易也收获颇丰，再加上陆羽婷投喂的宝药和灵药，这才让小易在短时间内突破了2个小境界。楚轩哥哥，你突破到炼虚境5重了。陆羽婷等人走了过来，虽然感知不到楚轩的修为气息，但是直觉告诉他们，楚轩比前几天强大了很多。楚轩笑着点了点头，太好了，以楚轩哥哥现在的实力，肯定不惧那萧峰。陆羽婷面色激动，心里的担忧散去。4名护卫则是被惊讶的瞠目结舌，一个楚轩，一个小易，竟然都在半个月时间突破了2个小境界。这天赋，这修炼速度，让其他修行者、其他妖兽何以有脸活着？要是有块豆腐的话，我就一头撞死在豆腐上。和楚公子相比，我这200多年的修行实在是太失败了。其中一名护卫感慨道：豆腐没有，但石头多的是，你要不考虑下撞石头？另外一名护卫调侃道：嗨，石头太脆了，我怕撞不死，还是回去撞豆腐吧。你说的豆腐，该不会是王寡妇的吧？去，瞎说什么呢？4名护卫的对话让楚轩和陆羽婷感到忍俊不禁。羽婷，你刚才说的萧峰可是天剑山的5长老？楚轩对着陆羽婷询问道。对，萧峰带了13名炼虚境强者，围堵在遗迹出口。龙虎堂的3长老鲁冠也在。陆羽婷将遗迹外的情况告诉给了楚轩。我的人头倒是值钱，居然让天剑山出动了14名炼虚境。楚轩自嘲地笑了笑，眼中闪过一抹火热的战意。走吧，出去会会他们。小易化为本体，载着6人向遗迹出口飞去。遗迹外，萧峰等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距离遗迹关闭只剩下半个月了，那小子竟然还没出来。萧峰眉头紧锁，眼神阴翳地盯着出口。那小子该不会死在遗迹里面了吧？一名长老猜测道。萧峰摇了摇头，连圣子都死在了他的手上，遗迹内应该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除了天剑山和龙虎堂的强者外，遗迹出口还汇聚了上千人，他们都是留下来观战的。人群之中，裘云泽也在内。2个多月过去，裘云泽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楚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绝对不能见死不救。裘云泽在心里暗暗说道。以他的实力，可以将龙虎堂的鲁冠拖住，为楚轩分担压力。不过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彻底得罪了龙虎堂。但是情况紧急，裘云泽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不是楚轩相救的话，他也活不到现在。踏，自遗迹内传出一阵脚步声，有人出来了。众人的目光皆是望去，只见楚轩一行人缓缓走出。小畜生，你终于出来了！鲁冠怒目圆睁，双手握拳，体内爆发出炼虚境5重修为气息，强大的威压将方圆万米都给笼罩在内。萧峰眯着双眼，杀机毕露地盯着楚轩，身后的13名炼虚境强者同样杀气腾腾。奇怪，耀日帝国的公主怎么跟这小子走到了一起？萧峰注意到了陆羽婷，心中感到疑惑。他没有立即出手，而是对着陆羽婷拱手道：公主，我天剑山有血仇要报，待会若是发生战斗，还请您离远些，以免被误伤。耀日帝国的底蕴实力要在天剑山之上，排在一流势力之首。陆羽婷和九黎皇朝的太子还有婚约，萧峰自然不敢得罪。陆羽婷没有回答，精致的面容上没有一丝表情，这让萧峰的心里感到不妙。这陆羽婷该不会和这小子有什么牵扯吧？羽婷，他们交给我就好了，别担心，他们不是我的对手。楚轩对着陆羽婷传音道：好，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会立即出手。陆羽婷带着4名护卫离去，来到了人群最前方。见陆羽婷离开，萧峰这才松了一口气。如果陆羽婷插手的话，他还真不敢造次。主人，小易会和您肩并作战的。那是并肩作战。楚轩笑着纠正道：哦，对，并肩作战。
小易憨厚地笑了笑，哼，都死到临头了，竟然还笑得出来。在你杀我们圣子的那一刻，青州就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萧峰体内爆发出炼虚境6重威压，使得大地都在颤抖。观战的众人再次后退，生怕被波及。楚轩丝毫不惧，直视着萧峰，冷声问道：“老狗，如果有人对你下杀手，那么此人当杀不当杀？”面对炼虚境6重的强者，楚轩还能不卑不亢，镇定自若，这份胆魄让在场的众人都深感敬佩。哼，我家圣子可以杀你，但你不能杀我家圣子，因为我天剑山不是你一个小小的散修能够招惹的。萧峰冷哼一声，体内的杀机越发浓郁，只允许他杀我，不允许我杀他。呵呵，这是哪门子道理？今天我便告诉你，天剑山所有人我都能杀。楚轩的眼底深处也闪过凌厉的杀意。狂妄之徒，待你生不如死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昧无知。萧峰身后的13名炼虚境强者走出，修为都在2重到4重之间。萧老，能否先让我取他双手双腿回去交差？鲁冠对着萧峰请示道，堂主下了死命令，让他提着楚轩的人头回去。但是天剑山对萧峰的要求亦是如此，所以鲁冠只能退而求其次，带着楚轩的双手和双腿回去交差。萧峰点了点头，本长老只要他的人头以及他身上的所有宝物资源，其他的鲁老弟随意。多谢萧老。鲁冠拱手道谢。小畜生，让你多活了将近1年时间，你也该知足了。鲁冠向着楚轩走去，他对楚轩的实力认知还停留在1年前，也就是炼虚境2重的时候。殊不知现在的楚轩已经今非昔比。老狗，1年前你都杀不了我，更何况是现在呢？楚轩讥讽地笑道。鲁冠已经没有资格做他的对手了，短短1年时间，你又能强到哪里去？吃老夫一拳！鲁冠调动体内的所有灵力，催动了龙虎7杀拳。吼！拳势爆发，凝聚出一龙一虎，震碎周遭的虚空，向着楚轩扑去。裘云则运转蛊术，时刻准备出手。陆雨婷和身后的4名护卫同样严阵以待。龙虎袭来，权势浩荡，将楚轩和小易牢牢地锁定。众人屏气凝神，时刻盯着楚轩。鲁冠一出手就用了全力，这是不准备给楚轩反击的机会啊！面对恐怖的权势，楚轩左脚前踏，摆出马步的姿势，接着右手快速抓出，想要握住鲁冠的拳头。鲁冠眉头一皱，被楚轩的行为给惊呆了。面对他的全力一击，楚轩竟然不施展神通，想要赤手握住他的拳头，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圣子真死在了这个蠢货手中。萧峰看得一头雾水，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徒手去接鲁冠的权势吧？鲁冠拥有炼虚境5重修为，楚公子太轻敌了。裘云则身行动了，在他的印象里，楚轩只有炼虚境3重修为，手段尽出的话，谁胜谁负还真不一定。可是徒手去接，胜算几乎为0。然而下一秒，裘云则就停滞在了原地，因为楚轩的手掌轻而易举地拍灭了一龙一虎，准确无误地握住了鲁冠的拳头。轰扑！鲁冠的所有权势顷刻间被湮灭，天地陷入寂静，众人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咔嚓！短暂的寂静过后，发出了一阵清脆的骨裂声。鲁冠面色大变，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轰！楚轩体内爆发出炼虚境5重修为气息，感受到楚轩的修为后，鲁冠的瞳孔猛然骤缩，内心充斥着绝望。不等他做出反抗，楚轩的拳头便快速袭来，落在了他的胸口。咣当！噗！炼虚境5重肉身直接便被楚轩的拳头贯穿，在鲁冠的胸口出现了一道血窟窿，鲜血喷涌，体内的生机正在快速消散。楚轩抽回拳头之后，鲁冠的身体重砸在地，倒在了一片血泊中。你怎么可能？鲁冠瞪大了双眼，气息微弱，看着楚轩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尊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短短1年时间，从炼虚境2重突破到5重，这是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咕噜！萧峰面色僵硬，不禁倒咽口水。楚轩仅凭肉身力量就湮灭了鲁冠的攻势，原以为是楚轩脑子不正常，可是现在他们才知道，鲁冠和楚轩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我滴个龟龟，楚公子突破之后，力量更加的变态了。4位护卫倒吸冷气，在他们眼里，楚轩已经快成神了。陆雨婷美眸之中同样闪过一抹惊讶，内心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围观的众人全部都傻眼了。楚轩甩了甩手上的血迹，语气淡漠的道：现在你知道自己有多不堪了吧？吞噬之力爆发，顷刻间将鲁冠吞没。鲁冠血肉扭曲，体内的修为被不断的抽走，几息时间，鲁冠就成为了一具干瘪的尸体。鲁冠死了，一名炼虚境5重强者就这么被杀了。
众人大口喘着粗气，他们很庆幸在一计内没有招惹到楚轩。喂，别发愣了，你们不是要杀我吗？楚轩看着萧峰等人，邪魅地笑了笑。你个邪修！被楚轩盯着，萧峰感到后背发凉。鲁冠只比他低了一个小境界，在楚轩面前却连一拳都挡不住。如果换做他的话，又能撑多久呢？吴长老，我们还要出手吗？一名长老声音颤抖地问道。废话，山主下了死命令，他不死，那死的就是我们了。一起出手，我就不信拿不下他。萧峰等人皆是抽出佩剑，14名炼虚境同时杀出，强大的攻势威压横扫，周遭的山川树木瞬间被夷为平地。嗷吼！小翼化为本体，3米长的双翼拍打而出，卷起阵阵飓风，轰向14人。轰动！狂暴的兽威让众人心里发寒。这是紫翼狮王？不对啊，紫翼狮王没有2只脚啊！而且他体内的血脉比寻常的紫翼狮王也要凶猛很多。楚轩召唤出2柄魔剑，纵身一跃，来到了小翼的背上。吼！小翼发出怒吼，俯身前冲。楚轩的魔剑挥出，强大的剑罡肆虐，顿时便有2名炼虚境被轰飞出去。剑罡，你竟然也领悟了剑罡！萧峰感到头皮发麻。他踏入剑道已经700多年，也才堪堪领悟出剑罡。谁能想到这个只有21岁古龄的少年，居然也领悟出了剑罡呢？轰轰！片刻时间，又有3人被轰飞出去。剩下的9人，只有萧峰好一些，其余人都节节败退。哪怕是围攻，他们也不是楚轩的对手。手握2柄魔剑的楚轩，如同一尊不败战神，有着无敌之姿。小子，适可而止吧！萧峰体内也爆发出剑罡，想要拦下楚轩铿锵。然而双剑碰撞的刹那，萧峰的佩剑颤抖不止，就连双手也感到麻木。恐怖的余威让他体内的气血翻涌。噗！萧峰喉间一甜，嘴角涌出鲜血。吴长老，8名炼虚境神色大变，扛着压力冲出。死！楚轩目光一寒，魔剑劈斩而下。轰噗！4名炼虚境当即被震杀。楚轩运转血脉合功法，将他们的气血全部吞噬。萧峰和剩下4名炼虚境快速后退，不敢再和楚轩交手。吼！小翼展翅飞出，紧追不舍。开战不到1刻钟的时间，天剑山便被杀了4位长老，还有5位长老重伤倒地，失去了战力。楚轩的实力刷新了众人的认知，哪怕是圣地的天骄，也不过如此吧。此战过后，楚轩必将名扬青州。刚才不是叫嚣得很厉害吗？别跑啊！楚轩从小翼背上跃下，施展魅影神宗，几息时间就追赶上了5人。好快的身法！萧峰脸色凝重，心中惶恐不安。楚轩的肉身力量、剑道力量、身法速度都堪称妖孽级别。情急之下，萧峰伸出双手抓住了身旁2名长老的肩膀，而后快速转身，将2人狠狠地砸向楚轩。萧峰，你他娘的不得好死！2名长老既愤怒又绝望，真是虎毒不饲子啊！楚轩面色冰冷，魔剑挥出，轻而易举地洞穿了2人的肉身。接着2人的修为又被楚轩吞噬掉，化为了2具干瘪的尸体，瞪大了双眼，死不瞑目。为天剑山而死，你们这一辈子也算是值了。一剑化3影，萧峰趁机施展出剑道5技，剑气、剑势、剑罡皆被调动，恐怖的剑道力量爆发，化为3道锋利的剑芒，洞穿虚空，狠狠地刺向楚轩。楚轩将2柄魔剑抵挡在前，轰！剑道力量冲天而起，将楚轩给逼退。邪修，拿命来！占据上风之后，萧峰裹挟着剑道力量，想要一举将楚轩击杀。陆雨婷、裘云泽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谁都没有想到萧峰会以牺牲同伴为代价来争取施展神通的机会。你口口声声说我是邪修，可我从未滥杀无辜，而你身为天剑山的吴长老，却在危险时刻抛弃并且残害同伴，如此畜生行为根本不配活着。楚轩将体内的剑道力量催动到了极致，接着施展出幽冥鬼杀斩，血红剑芒肆虐，笼罩天地。2道猩红剑斩凝聚而出，狂暴霸道，所过之处，所有的攻势都被斩灭。这是什么等级的剑道神通？萧峰张大了嘴巴，下一秒就被剑斩吞没。轰隆隆，大地颤抖，黄尘滚滚，声势浩大，震耳欲聋。众人的视线都被遮蔽。等到余威散去之后，地面上出现了一道1米长、3米深的剑痕。咕噜，天剑山还有站立的2名长老已经被吓破了胆子，双腿发软，手中的佩剑脱落在地。刚才那2道剑斩好生恐怖，这才是万古无一的剑道妖孽啊！观战的众人都还沉浸在震惊之中。短短2个多月，楚公子强了不止1星半点啊！
裘云泽在心里感叹道：如果楚轩在对战任佩佩的话，一剑就能将任佩佩击杀。不过裘云泽知道，楚轩最强大的手段应该是拳道神通，三拳出，万物灭。一道血人从废墟中爬了出来，正是萧峰。他失去了左手，气息微弱，身形极为狼狈。主人威武！小易激动地呐喊道。地上躺着的那5个人就当你的晚饭了。楚轩笑着回道：谢谢主人，好吃，爱吃。小易高兴地拍打着翅膀，张开血盆大口，向着重伤的5位长老飞去。作为妖兽，吞噬修行者能够转化为所需的能量，而且小易体内已经诞生了一丝吞噬之力，同样可以吞噬掠夺他人的修为，只是转化效率有点低。吼！小易伸出舌头，将一名长老卷入腹中。美味！小易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地看向另外4人。不要吃我！滚开！4人吓得面如土色，用尽最后的力量向远处爬去。这就是你们对主人不敬的下场。小易将剩下的4人也全部卷入腹中，血水从嘴角涌出，相当的残忍。众人看得汗毛倒竖，头皮发麻，他们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招惹到这一人一兽，不然死了连渣渣都不剩。逃！快逃！还有站立的2名长老浑身颤抖地转过身子，使出吃奶的力气逃窜。他们宁可不回天剑山，也不想白白死在这里。咻咻！2柄魔剑飞出，顷刻间将2人的肉身洞穿。唰！楚轩的身影宛如鬼魅般出现，将2人体内的修为吞噬掉。接连吞了9名炼虚境之后，楚轩丹田内的灵力已经充斥了2/3。吞噬完萧峰这个炼虚境6重之后，应该就能突破了。该你了！楚轩杀气腾腾地看向萧峰，这些人都得死，一个也别想跑。谢秀，你已经犯下大错，我天剑山是不会放过你的。话落之后，萧峰不顾重伤之躯，强行燃烧气血，准备极尽升华一战。他知道楚轩是不可能放过他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极尽升华，兴许还能拉上楚轩一起下地狱。就算不杀你们，天剑山也一样不会放过我，所以我选择杀光你们。即便萧峰燃烧气血，楚轩也依旧不惧，2柄魔剑开路，直奔萧峰而去。千叠浪剑！萧峰嘴里吐出一口口鲜血，耗尽最后的力量，施展出了天剑山最强的剑道神通。剑道海洋浮现而出，剑浪层层叠叠，从天而降，将楚轩笼罩在内。楚公子要使出那3拳了吧？裘云泽猜测道。可是楚轩并没有施展9节灭世拳，因为萧峰还不配。轰！饕餮血脉被催动到了极致，狂暴的凶威涌入到了魔剑之中。9节神体也被凝聚而出，肉身上雷霆滚滚，魔剑上也附着了雷霆。幽冥鬼杀斩！楚轩再一次催动剑道神通，但是这一次所凝聚的2道剑斩威力远超之前。轰卡！剑斩劈出，虚空宛如镜面一般破碎，天穹也好似崩塌。萧峰凝聚的剑道海浪被劈中，轰扑！一望无尽的剑道海洋竟然直接被湮灭。噗！萧峰口吐鲜血，神色绝望，跪倒在了地上。此子不死，我天剑山将永无安宁之日啊！萧峰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剑斩击中，血雾弥漫。楚轩趁机吞噬掉萧峰的修为，丹田内已经充满了灵力，随时都可冲击炼虚境6重。恐怖的攻势之中，楚轩缓缓走出，除了衣服上有几道破损之外，其他并无大碍。天剑山的14名炼虚境长老以及龙虎堂的鲁冠都死在了这个楚姓少年的手中。小易，我们走！楚轩纵身一跃，来到了小易的背上，化为一阵风离去。玉婷，我们在前面汇合。裘兄，你的心意楚某都看到了，希望下次再见，你我都能在古道上有一席之地，保重。楚轩分别对陆雨婷和裘云泽传音，裘云泽的一举一动，楚轩都看在眼中。要不是鲁冠死得太快，裘云泽就出手了。约莫半个时辰过后，小易的身形降落在了一片树林之中。楚轩之所以着急离去，是担心龙虎堂和天剑山的强者赶来支援。龙虎堂的堂主赵剑锋乃是炼虚境9重的强者，天剑山的山主廖景丽30年前就已经突破到了合体境巅峰，距离大成境仅有1步之遥。据说天剑山的老祖还在世，修为只会更加恐怖，在没有自保之力前，还是苟一点好。1个时辰过后，陆雨婷5人赶了过来。楚轩哥哥！陆雨婷向着楚轩跑去。哎呦，眼睛进沙子了！我的眼睛也进沙子了，啥都看不见。4名护卫识相地转过身子，望着美眸红润的陆雨婷，楚轩摸了摸她的脑袋，安抚道：好了，别担心了哈，我这一点事都没有。可是你杀了萧峰他们，天剑山肯定会倾巢出动追杀楚轩哥哥的，要不楚轩哥哥跟我回耀日帝国吧。陆雨婷靠在楚轩的肩膀上，
询问道：“跟你回耀日帝国？”“对，名义上当我的随从。”陆羽庭神色认真地说道：“我们在遗迹内被不少人看到，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跟着你回去只会害了你。”楚轩心思缜密，把其中利弊都给想了出来。“我不怕的。”陆羽庭语气坚定，美眸直视着楚轩，没有一丝畏惧。“傻丫头，我答应了一个人，要在3年内去找他，如今已经过去了2年。放心，有他在，天剑山动不了我的。”楚轩揉了揉陆羽庭的脑袋，安抚道：“她是女人吗？”陆羽庭这个问题直接把楚轩给问懵了。果然啊，女人对这些都是很敏感的。“嗨嗨，是。”楚轩轻咳一声，点头回道。陆羽庭沉默了片刻，而后却是温柔地笑了笑：“没关系，只要能保护楚轩哥哥，10个我都不介意。”闻言，楚轩内心淌过一阵暖流，着实被陆羽庭感动到了。不过算一算，他现在的女人已经达到了4个，距离10个也没差多少了。“楚轩哥哥，分别前，我想……”陆羽庭抬眸看向楚轩，柔情似水，爱意缠绵。楚轩又岂能不明白陆羽庭的心思？好，楚轩将陆羽庭抱在怀中，接着纵身一跃，来到小翼背上，向着远处飞去。公主殿下呢？4名护卫转身之后，发现自家公主不见了。如果公主殿下有身孕了怎么办？其中一名护卫担心地说道。还能怎么办？肯定帮公主殿下瞒着啊。没错，楚公子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我们不能忘恩负义。4名护卫已经彻底认可了楚轩。小易找到了一处隐蔽的洞穴，楚轩和陆羽庭2人进入洞穴，小易则是在外面把风。主人和夫人进去干嘛了呀？怎么夫人老是惨叫？是主人在打夫人吗？那我该帮谁啊？小易神色着急，来回踱步。洞府中2人一唱一和，好不快哉。时间匆匆，转眼过去了3天。陆羽庭如同小猫般依偎在楚轩怀中。楚轩哥哥，我只属于你。陆羽庭对着楚轩保证道。傻丫头，我会保护好你的，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楚轩在陆羽庭的额头轻轻一吻。楚轩哥哥，我会为你守住贞洁的。这句话是陆羽庭在心里说的。如果到了最后一刻，他就算自尽，也不会让自己落入到黎浩然手中。3年超越9黎皇朝，楚轩眼中闪过一抹坚定，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目标。陆羽庭是他的女人，哪怕是超级势力，也别想觊觎。翌日，陆羽庭和4名护卫准备返回耀日帝国了。皇上陆子彬对陆羽庭的管控很严格，此次能让他来和欢宗一祭，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楚轩哥哥，你要照顾好自己，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陆羽庭再次拥入楚轩的怀中。好，你也照顾好自己，等我去找你。楚轩抚摸着陆羽庭的脸颊，心里同样很不舍，但是他知道，只有把实力提升去，才能和心爱之人好好的在一起。楚轩哥哥，我走了。陆羽庭从楚轩的怀中移开，转过身子，眼角滚落2行清泪。他不敢转头，加快步伐离去。他怕自己不舍得，但是他必须回去，否则整个耀日帝国都会遭殃。父皇待他不好，可是皇兄却非常的疼爱他，你可真是害人不浅啊！多少女子为你牵肠挂肚。藏神关内，凤飞跃感叹道。哦对，还有个男的对你牵肠挂肚。凤飞跃无奈地摇了摇头，连他自己也深陷其中。楚轩身上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分别之后，楚轩又回到了洞穴。楚轩盘膝而坐，开始冲击炼虚境6重。半个月过后，楚轩的修为气息迎来了暴涨。轰！狂暴的力量自楚轩体内散发，整个洞府摇摇欲坠。楚轩的修为顺利地突破到了炼虚境6重。收敛气息之后，楚轩走出洞府，小易快速迎了上来，激动地问道：“主人，你突破了？”楚轩点了点头。小易，你吞了5名炼虚境强者，应该也要突破了吧？主人猜对了，我就等着主人出关后，我好回去闭关。小易如实回道。楚轩凝聚出一滴精血，递给了小易，喝完精血之后再闭关吧。多谢主人。小易将精血吞下，随后便被楚轩收进了丹田之中。该去到宗赴约了。说起来倒是挺怀念李清瑶的身子。楚轩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李清瑶那绝美的玉体。谁能想到超级势力道宗的宗主，位列青州胭脂榜第1的李清瑶，和他楚轩有过一段风流往事呢？楚轩用了2天时间，终于进入了道宗的势力范围。作为超级势力，道宗拥有万里疆域，依附于道宗的门派势力更是多达上百个。刚进入道宗地界，楚轩就听到了一则劲爆的消息：道宗将在半个月之后举办招生仪式，只要通过2轮测试考核，便可成为宗门弟子。青州各地数以万计的年轻天骄都被吸引了过来，楚轩也准备参加这一届的入宗考核。当然，楚轩也可以通过李清瑶
走后门进入道宗。可是这样一来会有很多弊端。楚轩是李清瑶的道侣，今后肯定要帮忙掌管道宗，如果不从基层做起的话，是很难服众的。而且楚轩也想借此机会和各地的天骄切磋一下，百炼才能成钢，一次次的战斗磨砺能让楚轩快速进步。接下来的半个月，楚轩就在道宗附近的城池住下，一边稳固根基，一边打听道宗的情况。作为交际小能手，楚轩很快就对道宗有了基本了解。当下的道宗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内忧外患，暗流涌动。老宗主郝彦君才先是30年，李清瑶上位后根基略显不稳。太上长老齐念云野心勃勃，联合刑法长老贾浩明，处处和李清瑶唱反调，对宗主之位觊觎已久。外部同为超级势力的苍蓝剑宗一直都想蚕食掉道宗。根据楚轩的推测，2年前李清瑶身中魅毒，便是苍蓝剑宗所为。不过这其中应该有齐念云等人的参与，否则苍蓝剑宗不会那么顺利掌控到李清瑶的行踪。只可惜最后便宜了楚轩，李清瑶的压力不小啊！怪不得要让我3年内上道宗，原来是想让我助他修行。楚轩在心里猜测，李清瑶的太阴神体增幅是双向的，既有利于南方，也能让自己的修为快速增长。不过对南方的体质要求很苛刻，必须是阳刚之体，普通的躯体根本承受不住太阴之力。楚轩拥有饕餮血脉，现在还觉醒了9节神体，承受太阴之力绰绰有余。这也是李清瑶失去玉体后非但不杀楚轩，还千叮万嘱要楚轩上道宗的原因。还好我没有走后门进入道宗，这要是被齐念云得知我和李清瑶的关系，还不得连夜把我除掉。楚轩感到庆幸，齐念云那老不死已经修炼了9000多年，修为达到了至尊境，想弄死他一个炼虚境的菜鸟简直轻而易举。看来进入道宗也不太平啊。楚轩并没有感到畏惧，反倒洒脱地笑了笑，给他3-5年时间，谁是大爷谁是孙子还说不定呢。入宗考核的日子临近，楚轩也退出了修炼。经过半个月时间的沉淀，楚轩的根基已经十分牢固，该去参加入宗考核了。楚轩离开了客栈，出了城池，直奔道宗而去。道宗占地数万亩，一望无尽。靠近道宗的时候，楚轩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阵法之力，整个道宗都被防御大阵所笼罩，如果有强敌入侵，防御大阵就会立即启动。把守宗门的弟子修为最少也有元婴境，这样的修为实力放在大楚皇朝那都是中上的强者。然而在道宗只配看守大门，超级势力的底蕴果然强大。登记完姓名和来历之后，楚轩便进入了道宗。浓郁精纯的灵气扑面而来，比外界的灵气要浓郁了起码10倍以上。为了方便弟子修行，道宗内布置了引灵大阵，放眼望去是一座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以及宫殿楼阁，怪不得那么多人挤破脑袋也要进入超级势力。哪怕是在道宗当个杂役弟子，修炼效率也是外界的10倍以上。楚轩不禁感叹道：请参加入宗考核的弟子前往试炼广场集合。一名执事凌空而立，对着众人指引道：合体境。楚轩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感知出了空中那名执事的修为，随便一名执事放到外面都能当一流势力的宗主了。在那名执事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试炼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初步估计也有不下30万人，但是最终能被招收录取的弟子能有1万人都不错了，90%以上的人都是来凑数的。广场中心圆台之上，刑法长老贾浩明、大长老江振豪亲自出席。贾浩明是太上长老阵营的人，江振豪则是拥护李清瑶。诸位，很感谢你们能够不辞万里赶来，你们的大力支持让老夫深感欣慰。接下来的入宗考核，希望你们都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贾浩明深邃的双眼扫过众人，声音在灵力的加持下响彻在整个试炼广场。话刚落地，现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见到生死境修为的大能，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江老，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贾浩明看向江振豪，声音淡漠地问道。按流程走便可。江振豪不冷不淡地回道。好，郭晨，你来给大家讲解下考核流程。贾浩明对着身后的2长老郭晨吩咐道。是，贾老。郭晨领命走出，他也属于太上长老阵营。诸位还请安静一下。入宗考核总共分为2轮，第一轮是天赋测试，第2轮是旗帜争夺战。第一轮的规则很简单，大家只需要有序走上高台，将灵力灌输到天赋石内，等待天赋石显示结果便可。天赋从高到低分为金色、紫色、红色、黑色、绿色、白色，只要天赋达到黑色便可晋级。郭晨宣布完之后，现场的氛围高涨，有人跃跃欲试，有人紧张不已。高台上出现了20座天赋石，分别由20个长老照看。第一轮考核现在开始。
念到名字的弟子上高台测试天赋。林虎，请上1号天赋实测试。周思雨，请上2号天赋实测试。王明，请上3号天赋实测试。林虎，骨龄178岁，修为元婴境2重，绿色，不合格。周思雨，骨龄102岁，修为元婴境6重，黑色，合格。王明，骨龄470岁，谎报年龄，不合格。根据要求，参加考核的弟子骨龄必须在200岁以内，超出则为不合格。有些弟子为了蒙混过关，会购买一些遮掩骨龄的丹药和法宝，虽然能够参加考核，但却无法逃过天赋时的检测。1个时辰过后，已经有上万人测完了天赋，然而通过测试的只有不到1000人，并且天赋最高的也只有黑色。这一届的苗子这么差吗？别急，还有20多万人没测试呢。在场的长老已经有些着急了。自从老宗主仙逝后，道宗的声援就远不如从前了。短时间内对道宗没有影响，但时间长了，道宗就将陷入后继无人的危险处境。楚长风，骨龄98岁，修为炼虚境6重，红色，合格。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红色天赋，哈哈，好，总算出现一位红色天赋了。高台上不少长老激动的叫好，在场的弟子皆是羡慕的看向楚长风。根据楚轩的了解，红色天赋只要不夭折，今后是有机会突破到生死境的，也难怪道宗的长老们会这般激动。98岁炼虚境6重，这样就能达到红色天赋，那我21岁炼虚境6重，岂不是能达到金色天赋？楚轩在心里笑了笑，这入宗考核貌似有点太简单了。不是考核太简单，是你的天赋太妖孽了。脑海中传来了凤飞跃的声音。也对，楚轩点了点头。他拥有饕餮血脉以及9节神体，如果还不能达到金色天赋的话，那恐怕就没有人能够达到了吧。5个时辰过去，已经有将近1半人测完了天赋。楚长风之后还没有人达到红色天赋。钱通，骨龄39岁，修为炼虚境5重，紫色，合格。一名长老看着天赋时，声音激动颤抖地宣布道：紫色天赋，竟然出现了紫色天赋！此子好好培养的话，今后有望突破到至尊境。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一位小胖子吸引。他穿着华贵的锦袍，身材臃肿，肚子圆润，从上到下都散发着富贵气质。低调，低调了。万众瞩目下，钱通摆了摆手，嘴上说着低调，实际上却一脸享受，眼神之中透露着骄傲。钱通也确实有骄傲的资本。道宗上一个检测出紫色天赋的弟子名为邓天纵，如今已经登顶宗门风华榜，乃是第1序列圣子，是最有望成为宗门圣子的存在。钱通小友，你与本长老有缘，等到考核结束，可以来碧落峰探讨下今后的修行生涯规划。刑罚长老贾浩明一脸慈祥地说道。邓天纵便是贾浩明的亲传弟子，如今贾浩明又向钱通抛出了橄榄枝。钱通小友，我玄月峰不比他们碧落峰差，考核结束，欢迎来品茶。大长老江振豪不甘示弱地说道。看似是2位长老在竞争弟子，实则是2大阵营在抢人。江长老，你这番言行恐怕有些不妥吧？贾浩明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面色冰冷地看向江振豪。怎么？老夫实话实说，有错吗？江振豪直视着贾浩明，2人针锋相对，气氛变得压抑，仿佛一言不合就会开打。太上长老的阵营在力量上比宗主这边的阵营要略微强一些，如果钱通再被贾浩明收为弟子，那宗主这边的阵营将会更加示弱。嗨嗨，2位长老，虽然我很优秀，但是你们别因为我而闹得不愉快，这样我会很不好意思的。钱通站出来打圆场道，但他的心里却感到无比暗爽。2位长老为了争夺他，不惜当众开撕，就问还有谁，这不得把在场的小仙女们给迷晕。贾浩明冷哼一声道，老夫才不和小人一般计较。呵呵，比起某人喜欢在背地里嚼舌根，肆意捏造诋毁他人来说，老夫已经很君子了。江振豪语气冰冷的回击，在场的长老都感到头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道宗内部迟早会有一战，到时要么一方阵营被灭，要么就走向分裂。道宗想要重回巅峰，只怕是不太可能了。李清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修炼的，真是不容易啊。一时间楚轩都有些心疼李清瑶了，身为一名女子，肩上扛着那么大的压力，得多累啊。李清瑶现在也是他的女人了，等实力强大后，楚轩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对于这些窝里横的家伙，楚轩有的是手段治他们。楚轩，请上7号天赋实测试。小插曲过后，第1轮考核继续进行。楚轩向着第7号天赋石走去，众人的目光还停留在小胖子钱通的身上，并没有人注意到楚轩。这小胖子也真是不要脸，一直待在高台，
对着一位又一位女修招手看的楚轩都想过去给他来上一个大逼斗了。楚轩将灵力灌输到天赋石上，嗡嗡。与其他人测试的时候不同，楚轩身前的天赋石竟然剧烈颤抖，连带整个高台都在颤抖。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景象，哪怕是在场的长老都是第一次见到。轰！紧接着一道金光冲天起，金色天赋，传说中的大地之姿。贾浩明倒吸一口冷气，瞪大了双眼，面色近乎呆滞。金色天赋出现了，江振豪也僵化在了原地。众人的目光都从钱通身上转移到了楚轩的身上。雾草，金色天赋，大地之姿，不是这样的天赋都能去圣地了吧？干嘛来这里卷我们啊？高台下的弟子们既震惊又嫉妒。玉清峰上，寒气四溢的洞府中，身着一袭青裙的李清瑶猛地睁开双眼，她柔顺的发丝上凝结了一粒粒冰晶，体内散发着寒气，整个人都显得非常虚弱。这是金色天赋，我道宗有人检测出金色天赋了。李清瑶退出修炼状态，来到洞府外，美眸望去，洞穿数百座山峰和宫殿，目光落在了楚轩的身上。是他，短短2年时间，他竟有如此进步。李清瑶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惊讶，心里感到高兴和惊喜。没想到误打误撞之下，竟然找了个拥有金色天赋的男人。刚好我体内的太阴之力快要失控了，他这个时候过来也能帮我缓解下。李清瑶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红润。迫于道宗的恶劣环境，李清瑶只好铤而走险修炼那部功法，这使得他体内的太阴寒气激增，急需释放。楚轩的阳刚体质他亲身体验过，可以说非常的契合。也许这就是天意吧，但现在我还不能把和你的关系说出来。李清瑶喃喃道，如果让齐念云得知楚轩和他的关系，那么楚轩的境地将会非常危险。试炼广场高台上，天赋石旁的长老声音颤抖地宣布道，楚轩古龄21岁，修为炼虚境6重，金色天赋合格。话音刚落，全场哗然。21岁炼虚境6重，这还是人，怪不得他能达到金色天赋。圣地的天骄恐怕都没有他这般妖孽的天赋吧。钱通皱着眉头，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怎么个事？咋还有金色天赋呢？要不是老姐吩咐不让我太高调的话，我就把所有天赋释放出来了。钱通感觉很郁闷，他本想好好的装个逼，可是现在所有的眼球都被楚轩吸走了。任你天赋再高，在小爷我的超能力面前一样乖乖臣服，等后面收你做个护卫吧。钱通在心里暗暗想到。长老，我能下去了吗？楚轩望着身前满脸震惊的长老询问道。可以。长老木讷地点了点头，无论如何都要将此子收入我的门下。贾浩明深邃的老眼看着楚轩，在内心说道。江振豪同样也有这个想法，楚轩将会成为2大阵营首要争取的对象。其实最郁闷的还是楚长风，他对自己的天赋实力很有信心，以为会是这届弟子里面最出彩的那个，可是在第1轮考核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他就已经排到了第3。和楚轩、钱通2人同届是楚长风的不幸，第1轮考核继续进行，到了傍晚才圆满结束。楚轩和钱通2人的成绩没有被超越，在第1轮考核中分别排在第1和第2，楚长风排在第3名。楚轩的名字一时之间火爆整个道宗。当天晚上，楚轩就被安排到了单独的楼阁居住。明天还有第2轮考核。楚轩盘膝而坐，准备吐纳修炼。还未进入状态，门外便传来一道声音：楚公子，下面有一位女子自称是你的朋友，是否让她上来呢？门外的是杂役弟子，被安排到阁楼照顾楚轩的起居。朋友，在这道宗除了李清瑶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女性朋友吗？楚轩感到疑惑，如果是李清瑶亲临，肯定就直接上来了，所以来者肯定不是李清瑶，让她上来吧。楚轩也想看看此人是谁。姑娘，请。门被打开，一位风韵婀娜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的面容没有李清瑶和陆雨婷那般绝美，但也称得上精致，身材火辣，该有肉的地方丝毫不含糊。随着她的呼吸，一对山峦都在上下摇晃，雪白时隐时现。你是？楚轩疑惑地望着女人。楚哥哥，我叫尹柔，在第1轮考核排名第5。话还没说完，尹柔便将房门反锁。楚轩眉头一皱，不太明白此女的意思。尹柔妩媚的眼中洋溢着绵绵情意，她俯身上前，露出雪白深沟，夹着声音问道：楚哥哥对我可有印象？浓郁的胭脂味扑鼻而来，让楚轩有些不适。楚轩大概知道这尹柔此行前来的目的了，应该是楚轩白天展露的天赋吸引到了尹柔，所以他想进步，这才在晚上赶来。如果是其他男人，
恐怕已经被拿下了。但是楚轩阅女无数，不难看出尹柔是个浪女，和她发生过关系的男人没有上百也得有几十。对于这样的烂菜花，楚轩实在提不起兴趣。他一向吃得很好，无论是李清瑶、乌婉晴还是陆雨婷，哪个不比尹柔强100倍？尹柔唯一的优势就是骚。尹柔，对，是我。楚公子果然对我有，抱歉，没印象。楚轩摇了摇头，当即泼了尹柔一盆冷水。嘿嘿，没关系，今天晚上过后，楚哥哥对我的印象会深到18厘米。尹柔掩嘴笑道。他将一身衣裙褪下，上半身只留一件抹胸，下半身只剩亵裤，春光乍现，雪白外露。楚哥哥，今后我们在道宗做个人人羡慕的神仙伴侣，岂不美哉？尹柔18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是嘴上功夫了得，楚哥哥肯定会喜欢的哦。尹柔用酥麻的声音说道。唉，又一个女人，只是这一个骚狐狸，本座实在是看不惯。藏神关内，凤飞跃满脸嫌弃。你要是连这样的骚狐狸都能吃下，那今后就别想碰本座了。凤飞跃在心里这般想着，就在尹柔倒向楚轩的时候，却扑了个空，发现只是一道残影。楚哥哥，你这是在跟尹柔躲猫猫吗？原来你喜欢这样呀，那尹柔蒙上眼睛陪你玩好不好？尹柔转过身子，却发现楚轩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已经用流音谷记录下了这一切，不想被曝光的话，现在就离开吧。闻言，尹柔脸上的妩媚笑容僵硬下来。楚轩，你竟这般对我。尹柔对自己的美貌和身段很有信心，她这一路拿下了100多位男人，靠着他们的资源走到今天，没想到却在楚轩身上碰壁。给你3个数，赶紧走。楚轩懒得和尹柔废话。为什么？是我不够妖娆，不够好看吗？尹柔不信邪地问道。被跟过数十次的甜，我看不上。楚轩本想给尹柔留点面子，但尹柔太没有逼数了。我被看穿之后，尹柔感到无地自容，她赶紧穿好衣服，急匆匆地离开了房间。还算你小子有点定力。凤飞跃嫣然一笑，清冷高贵之中散发着令人着迷的诱惑。尹柔走后，又陆陆续续来了几名女子，但是楚轩一律不见，专心吐纳修炼。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剑的速度，当然要是像凤飞跃、李清瑶这样的大美女，倒是可以酌情考虑下。以他的出剑速度，就算慢上一点，也能取敌人性命了。另外一栋招待新生的阁楼里，钱通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在窗户边来回踱步。没道理啊，我白天的表现这么优异，就没有小仙女想进步吗？钱通郁闷地叹了口气。30多万名弟子里面，就他还有楚轩2人被分配到了豪华的阁楼里休息。根据钱通的经验，应该会有那么几个小仙女在晚上来找他学习进步。苦等一晚上，钱通最后还是用麒麟臂独自排遣寂寞。翌日，薄雾刚刚散去，试炼广场上已经人满为患，楚轩也在人群之中。与昨天的籍籍无名相比，今日的楚轩可谓是全场的主角，走到哪都赚足了眼球。道宗的不少长老、执事、弟子都专门跑来试炼广场，一睹楚轩的风采。金色天赋，大地之姿，这可是10万年乃至100万年都难遇到的绝世天骄啊！自道宗建立以来都没出现过金色天赋。对于众人的目光，楚轩有些无奈，他总算体会到了当明星的感觉。楚轩，你一定会后悔的。一处角落，尹柔目光怨恨地盯着楚轩。刑法长老贾浩明、大长老江振豪从虚空中踏出，来到了高台上。2人赶来之后，率先向着楚轩看去，都对楚轩点头微笑。见状，钱通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在心里说道：第2关考核，我可要使出全力了。贾老、江老，第1轮考核总共晋级37000名弟子，已经全部到齐。一名长老走出，对着贾浩明和江振豪汇报道：好。江振豪点了点头，目光扫过众人，缓缓说道：恭喜诸位能够顺利通过第1轮的考核，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在第2轮考核中也能取得骄人的成绩。瑞阳，这第2轮考核由你来主持。在第1轮考核的时候，是贾浩明和他的人在主持，第2轮考核自然轮到了江振豪，能够在新生面前刷刷脸，方便后续拉拢人心。3长老林瑞阳也是李清瑶的拥护者。林瑞阳领命走出，对着众人宣布道：诸位，第2轮考核我们将在玉岭山上进行，规则很简单，在山顶上总共有3000个旗帜，你们所有人需要从山脚出发，登上山顶后取得旗帜的弟子将成为道宗的正式弟子，每人只能夺取1支旗帜。另外，2轮考核结束后，我们这边会给出一个综合排名，前10名将成为亲传弟子，可以拜入任何一位长老门下，第11名到100名的弟子将晋升为内门弟子，101到2000名成为外门弟子，2001到3000名成为杂役弟子。林瑞阳的话落下之后，在场的37000名弟子大多都在抱怨，
他们从30多万人里面脱颖而出，现在还要淘汰掉90%以上的人，想要成为道宗的杂役弟子都难如登天。这不禁让楚轩想到了在蓝星的就业环境，真是没有最卷，只有更卷。无论走到哪里，精英永远都是那一小撮人。不过对楚轩来说，这第2轮考核就非常的容易了。抢夺旗帜其实就是比试身法速度，以楚轩的身法，这不妥妥的送分吗？诸位，还请随老夫前往玉岭山。林瑞阳转身带着众人前往。约莫2刻钟之后，众人来到了一座直插云霄、仙雾缭绕的山峰。楚轩的目光望去，在山峰上感知到了一股股妖兽的气息，修为大概在4级1重到5级9重，看来在登山途中还设置了一点阻碍。不过这个实力的妖兽，楚轩一拳就能轰死上百头。诸位，在玉岭山各处分布着修为不等的妖兽，将会对你们登山造成阻碍。如果实力不够，还请不要勉强，否则造成的损失由自己承担。林瑞阳对着众人补充道。即便如此，依旧没有人退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进入道宗就意味着改变了命运。请所有弟子前往山脚集合。37000名弟子都来到了山脚下，开始活动身体，运转灵力。小胖子钱通缓缓走来，紧挨着楚轩。兄弟，认识一下，我叫钱通。钱通咧开嘴，露出了满口的大金牙。我叫楚轩。楚轩看了钱通一眼，不冷不淡地回道：兄弟，这第2轮考核，我想拿第1，你开个价吧。钱通用仅能2人听到的声音问道。虽然他对自己的身法很有信心，但是买通对方之后会更稳。原来是富2代出来体验生活。楚轩在心里笑了笑。1颗6品破境丹，外加1件极品尊器，如何？钱通趁热打铁地说道。闻言，楚轩感到有些惊讶。6品丹药和极品尊器，即便是放在超级势力，那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源。看来这小胖子家底很厚啊。只是楚轩有些想不通，有这样殷实的家底，还跑来道宗干嘛？在家里当少爷，继承家业不香吗？见楚轩还是不回话，钱通眉头紧锁。这小子胃口挺大啊。不过没关系，他最不缺的就是资源。钱通再次开口：2颗6品破境丹，2件极品尊器，这下总行了吧？老实说，楚轩心动了。他准备好好宰一下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在你给的基础上再加1颗6品培元丹，我可以在你出发1刻钟之后再动身。楚轩小声地回道。以楚轩的身法速度，就算比钱通晚1刻钟出发，依旧能够轻松超过他。我靠，你也太黑了吧！钱通的嘴角抽了抽。3颗6品丹药，2件极品尊器，就争取到1刻钟的时间。好，成交。钱通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1刻钟的时间足够他领先楚轩了，只要能夺得第1，那就值得。按照规矩，你需要先支付我1半定金。楚轩伸出手开口说道。你这人小右还能少了你这仨瓜俩枣不成？我相信你，但规矩就是规矩，先交1半定金看看实力。钱通挤出一抹无语的笑容，他拿出一枚空间戒指塞到了楚轩的手中。楚轩查看过后，里面有2颗6品破境丹，外加1件极品尊器，怎么感觉自己还是要少了呢？楚轩在心里想到。现在可以了吧？记得兑现你的承诺。钱通更加的胸有成竹了，这次第1肯定稳了。放心，我这人很讲信用，你等着看就好了。楚轩的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笑容。地主家傻儿子的钱是真好赚啊！在所有人都做好准备之后，3长老林瑞阳大声地宣布道：第2轮考核现在开始。咻咻咻！林瑞阳的声音刚落下，3000多人便争先恐后地冲了出去。能够从30多万人里面杀出来，修为实力都不会太差。其中最为耀眼的2个人，当属钱通和楚长风。钱通脚上穿的靴子是一件不俗的法宝，其上流动着星芒般的纹路。除此之外，钱通还施展了一道强大的身法武技。在靴子和身法武技的双重加持下，钱通一骑绝尘，冲在了最前方。楚长风紧随其后，但是和钱通的距离正在被不断的拉大。这又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跑出来体验生活了？楚长风皱着眉头，心里感到无比郁闷。不仅仅是楚长风，其他人亦是如此。在氪金玩家面前，他们显得很渺小无力。奇怪，怎么没见到楚轩？楚长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以楚轩的天赋实力，就算不能冲到第1，也应该在前列才对啊。楚长风登山之余，向着山脚下看了一眼。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攀登云岭山的时候，楚轩却待在原地，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鬼？难道他已经被内定了？也对，100万年难遇的金色天赋被内定也很正常。我等萤火之光终究不敢与皓月争辉啊！楚长风在心里感叹了一句，接着就用尽全力攀登云岭山。
就算无法夺得第一，那也要永争第二，排名越高，进入道宗后的资源就越多。小友，第2轮考核已经开始了，你这是？林瑞阳一脸着急地提醒道。贾浩明和江振豪等长老同样懵逼了。虽然楚轩在第1轮考核中取得了第1名，但是在第2轮考核，如果抢夺不到旗帜的话，依旧会被淘汰掉。老匹夫，你是不是在私底下许诺了楚轩什么？贾浩明老眼一寒，对着江振豪质问道。贾浩明，你休要血口喷人，这种事情也只有你这般小人才做得出来吧？江振豪语气强硬的回怼。没有许诺，那楚轩为什么不登山？贾浩明满脸疑惑地看向楚轩。你问我，我问谁去？江振豪也很苦恼，要是楚轩因此被淘汰掉，他们该如何收场？为楚轩开后门，这样的话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还剩半刻钟，楚轩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此时的钱通已经把众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云岭山总共有3万米，钱通已经来到了5000米的位置。哈哈，第1名非我莫属了。钱通手持一把重剑，剑身上流动着高深莫测的剑纹，散发出浑厚霸道的剑威。重剑劈出，阻挡在前的妖兽皆是被轰飞。等到1刻钟的时候，钱通已经来到了1万米的位置。就算那楚轩奋力直追，也不可能看到小爷我的身影。这些资源花的可真值啊！钱通意气风发，嘴角上扬，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尹柔也在登山前列，他目光望去，在他前方的总共只有3个人，反复确认后发现并没有楚轩的身影。呵呵，原来楚轩严重偏科啊！别等下连旗帜都抢不到，那可就丢人了。还好你拒绝了本姑娘，不然我可就亏大了。尹柔感到非常解气，直接笑出了声。山脚下，楚轩活动手脚，运转魅影神宗，化为一道极影掠出，沿途留下一阵风，还有道道残影。快看，那楚轩开始登山了，竟然是残影，上百道残影，好逆天的身法！在场的长老、执事纷纷望去，却发现无法捕捉到楚轩的本体。贾浩明和江振豪2人也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将楚轩的本体给锁定。此子修炼的身法武技要在天阶之上。贾浩明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目光变得贪婪。要是他也修炼了这部身法武技，那么就算是面对至尊境大能，他也有把握保全性命。我懂了，楚轩这是在控分。一名长老恍然大悟，那他为什么要控分呢？为了不打击到其他人。可是那些比他早了1刻钟出发的弟子，再被他反超的话，打击岂不是更大？好像也有道理。但不管如何，我们道宗是捡到宝了。众人议论纷纷，都搞不明白楚轩的用意，但这丝毫不耽误他们内心激动和高兴。有楚轩这等妖孽加入，只要不半路夭折，千百年内道宗必定崛起。吼！一头头妖兽挑了楚轩，阻挡楚轩登山。你们确定要拦我去路？楚轩不避不闪，甚至不出手，就用肉身去撞。轰动！噗噗噗！凡是和楚轩相撞的妖兽，当即就被震碎肉身，化为猩红的血雾。我靠！楚轩小友以肉身蛮力，将5级妖兽给撞成了血雾。不仅身法速度逆天，就连肉身力量也如此变态。大地之姿果然非同凡响。众位长老惊呼道。贾浩明和江振豪2人已经在想着怎么拉拢楚轩了。咻咻咻！楚轩如同一阵风般掠过，数以千计的弟子被他超越。刚才是不是过去了一个人？应该只是一阵风吧？没错，肯定是风，人的速度没这么快。绝大多数弟子都没看清楚轩的身影，但却已经被超过了。很快，尹柔也被楚轩超过。尹柔眉头一皱，他也没看到楚轩的身影，但是他闻到了楚轩身上的味道。刚才那是楚轩。尹柔脸色变得僵硬，刚刚好转的心情再次跌入谷底。楚轩并非他想的那么不堪，搞什么啊？不早点发力！尹柔不爽地骂道。第2应该没得跑了。来到1万米的时候，楚长风松了一口气。咻！可就在这时，一道极影从他身旁掠过。刚才是谁冲上去了？楚长风瞪大了双眼，感到惊魂未定。2万米的高度，钱通享受着一骑绝尘的爽感，就问还有谁？还有我。剩下的尾巾记得提前准备好哦。楚轩放慢脚步，冲着钱通笑了笑。看到楚轩的面容，钱通倒吸一口冷气，整个人直接僵化。山顶剑！楚轩继续发力，再次冲了出去。不是，逗我呢？这是人该有的速度吗？钱通傻眼了，内心有些崩溃。他比楚轩早了1刻钟出发，结果还被楚轩反超了。一时间，钱通的道心有些不稳。他赶紧掏出3颗丹药服下，乃是5品静心丹。等到药效发挥之后，钱通才将憋着的气呼出：作孽啊！小爷我怎么就跟你一届呢？约莫1刻钟的时间，楚轩就登上了山顶。
望着3000个旗帜，楚轩随便取了一个。楚轩小有他，成功登顶了。从他开始登山到登顶，前后后只用了1刻钟的时间。林瑞阳的目光望去，破开云层，落在了楚轩身上。当真是上天眷顾我道宗啊！众位长老神色激动，但是也有不少长老在为楚轩感到担忧。以道宗现在的情况，很难集中资源去培养楚轩。进入宗门之后，楚轩必须在太上长老和宗主这2个阵营之中选择一个进行战队。无论楚轩选择哪一个阵营，另外一个阵营都会针对他，因为楚轩的天赋太妖孽了，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旦成长起来，威胁巨大。唉，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要是早个100-200年进入道宗就好了。山顶上，楚轩找了个大树靠着，静静地等待着考核结束。1刻钟过后，钱通终于来到了山顶。他顺手取下一个旗帜，然后向着楚轩走去。哥们，你真的等了1刻钟再登山的？怎么？你在质疑我？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山下的长老们。楚轩鄙视地回道。嗨嗨，哥们，你别生气，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单纯就是问下。钱通赔了个笑脸，他已经确认了，就算自己释放出全部天赋，也依旧会被面前的楚轩碾压。没想到在这小小的青州，他居然遇到了一位绝世妖孽，这样的人才必须好好结交一番啊！诺，哥们，这是伪金。钱通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玉瓶，里面装着1颗6品培元丹。合作愉快。楚轩将玉瓶收下，有了这2颗6品破境丹以及6品培元丹，楚轩的修为最少能突破2个小境界。要知道6品丹药在青州可是有价无市的存在，基本只在超级势力和圣地中流通，其余势力也就妙丹阁和天宝商会才拥有了。哥们，你是不是修炼了身法武技？看样子品级不低啊。钱通试探地问道。他自己修炼的踏云步乃是一部天阶高级身法武技，可是和楚轩的身法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好奇心可是会害死猫的。楚轩看了眼钱通，警告道，他肯定不会把魅影神宗这道身法武技说出去，否则会引来很多人的觊觎。凤飞跃给他的每一部武技功法放到外界都能引起轰动。哥们别介意，我天生好奇心就比较浓，既然哥们不想说，那我就不问了。钱通挤出一抹笑容，然后识相的离开，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歇着。他和楚轩刚认识，关系还没到那一步，但他相信以自己的交际能力，很快就能取得楚轩的信任。又过了2刻钟的时间，楚长风也登上了山顶。当他看到楚轩和钱通的身影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超越他的那道身影是楚轩。本以为他不打算参加第2轮考核，楚长风露出一抹苦笑。比起钱通，楚长风的心情倒是很平静，因为从始至终他都没敢把楚轩当成过竞争对手。取走一个旗帜后，楚长风来到楚轩身前抱拳道。楚轩道友好身法，长风望尘莫及。楚轩看向楚长风，此人天赋能排在中上，为人也比较随和谦逊，倒是值得结交。长风道友能在半个时辰登上山顶，也已经很不错了。楚轩拱手回道。闻言，楚长风的嘴角抽了抽。这句话虽然在夸他，但是从楚轩嘴里说出来就有点变味了。毕竟楚轩只用了1刻钟的时间就登上了山顶，扑哧。不远处，钱通直接笑出了声，但他很快整理好形象，故意咳嗽几声，暗示楚长风来向他打招呼。再怎么说，他也是第2名啊。然而楚长风却视而不见，他对楚轩是打心底里感到敬佩，对钱通顶多半服，因为钱通穿着灵靴，借助了外力。见楚长风视而不见，钱通在心里不爽地说道：此人就是在嫉妒我。没错，哼，后面有你抱小爷大腿的时候。时间1分1秒过去，其余人也不断地登上山顶。随着山顶上的人数越来越多，旗帜也开始不够分了。大战一触即发，哪怕是已经夺得旗帜的弟子，也不是100%安全。后面赶来的弟子也会去抢夺他人手中的旗帜，竞争非常的激烈。为了夺得旗帜，为了护住旗帜，只能手段进出，去拼命。战斗的过程难免有死伤，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会放弃。场面混乱不堪，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楚轩、钱通、楚长风3人倒是清静，因为没有人敢跟他们争夺旗帜。等到夕阳落下，3长老林瑞阳来到了山顶。第2轮考核到此结束，恭喜夺得旗帜的弟子。林瑞阳拂袖一挥，柔和的力道将扭打在一起的众人分开。又一位生死境大能。楚轩看着林瑞阳，内心对实力更加的渴望。传闻生死境强者只手便可决定万万人生死，至尊境大能可以操纵空间之力，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地境大能就更加不用说了，随随便便都能有10万年以上的寿元，一滴血存世便可实现重生。守住了，我守住了，
我成为道宗弟子了，该死，明明就差一点，只能明年再战了。哈哈，爹娘，我成功了，咱们家祖坟冒青烟了啊！山顶上有激动的笑声，也有失落的叹息声，更有崩溃的哭声，人生百态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贾浩明、江振豪等长老也来到了山顶，最终的排名公布了出来，毫无悬念，楚轩是第1名，钱通紧随其后，排在第2名。楚长风位列第3，在长老的指引下，通过考核的弟子来到了新生住处。比起那些云雾缭绕的仙峰，新生居住的环境就差了很多，不仅位置偏僻，灵气稀薄，而且还需要3个人挤在一间房。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等后面划分弟子等级后，就会重新安排住所。亲传弟子可以直接居住在师尊的仙峰，内门弟子将会分配倒差一点的山峰，外门弟子和杂役弟子就没有资格进入山峰居住了。在划分弟子等级之前，还有一轮新老弟子交流战，这是道宗的传统。根据官方的说法，新老弟子交流战是为了挫一挫新生们的锐气，好让他们戒骄戒躁，潜心修行。实际上大家懂得都懂，是高层们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更好的拿捏他们这些新生。楚轩、钱通、楚长风3人并没有和其他新生住在一起，而是被分配到了独栋阁楼。3人里面最弱的楚长风都达到了红色天赋，3人成长起来之后肯定会成为宗门的中流砥柱，值得特殊对待。深夜，楚轩在房间里盘膝而坐，吐纳修炼。突然，楚轩睁开了双眼，他感知到门外有人，哒哒哒，敲门声传来。楚轩小友，休息了吗？刑法长老贾浩明的声音传入了房间。贾浩明，楚轩眉头一皱，心里大概知道贾浩明此行前来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拉他加入太上长老的阵营。可是贾浩明注定无法如愿了。李清瑶是楚轩的女人，楚轩肯定站在李清瑶这边。楚轩退出修炼状态，将房门打开，对着贾浩明行礼道：见过刑法长老，小友不必和老夫这么客气，你直接喊我贾老便可。贾浩明双手附在身后，慈祥地笑道：好的，贾老。楚轩请贾浩明进入了房间，两人都坐下之后，贾浩明关怀地问道：小友在道宗可住的习惯，多谢贾老关心，宗门待我极好，在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一切都很顺意。楚轩客套地回道：哈哈，如此便好。贾浩明捋了捋胡须，接着他拂袖一挥，将整座阁楼的天机屏蔽掉。见状，楚轩知道贾浩明要道出此行的目的了。楚轩小友，你对道宗的情况了解多少？贾浩明开口询问道。10之8九吧。贾浩明点了点头，宗主资历尚浅，肩上的担子太重，我们都想替宗主分担些压力，尤其是太上长老很心疼宗主，你可愿协助太上长老帮宗主分担些压力？贾浩明此话可谓是天衣无缝。所谓的分担压力，深层含义就是夺取李清瑶的宗主之位，无论是威望还是修为实力，太上长老都更胜一筹。小友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吧？如今风华榜第1的邓天纵便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也是宗门第1序列圣子，以小友的天赋，今后的成就肯定要在天纵之上。贾浩明循循善诱，开始给楚轩洗脑，但他所说也不全是画饼，太上长老的阵营确实更强一些，年轻天骄也大多都站在了太上长老那边，倒是挺沉得住气。贾浩明在心里笑了笑，他并不着急，等到楚轩消化一段时间后，他才继续说道：如果小友愿意的话，老夫可以破例收你为关门弟子。楚轩抬眸看向贾浩明，看样子是稳了。贾浩明在心里得意地说道。不等楚轩开口，贾浩明便又说道：若是楚轩小友舍得将登山时施展的身法武技共享于老夫的话，老夫还能将你引荐给太上长老。好家伙，不仅要拉拢我，还想要我手中的身法武技。楚轩在心里冷笑一声，贾浩明这个老狐狸一手算盘打得可真响。楚轩小友不用着急做决定，等到交流战过后再给老夫答复也不迟。贾浩明很有自信，在他这一套组合拳之下，楚轩肯定会站在他这边。楚轩小友早些休息，老夫就不多叨扰了。贾浩明站了起来，准备离去。贾老，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楚轩喊住了贾浩明。哦，这么快？贾浩明有些意外，原以为楚轩沉得住气，但是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不过也很正常，楚轩毕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孩子，弟子不打算拜入贾老门下，更不愿共享身法武技。楚轩用不冷不淡的语气说道。贾浩明嘴角的笑容凝固，整个人愣在了原地，气氛变得压抑，一股无形的杀气将楚轩笼罩在内。楚轩时刻催动着藏神官，如果贾浩明出手，那么楚轩会毫不犹豫地将藏神官召唤出来。小友，
你确定要拒绝老夫吗？没有老夫的庇护，你在宗门将会寸步难行。贾浩明此话威胁的意味很浓，弟子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贾老莫要再劝了。楚轩拱手回道。贾浩明眯着老眼，杀气腾腾地看着楚轩。阁楼外一处空间扭曲，感知到后，贾浩明眉头紧锁。好，那祝你好运。贾浩明匆匆忙忙离去。楚轩来到窗边，看向一处空间，喃喃道：是你来了吗？等到贾浩明离去后，那处也恢复了平静。楚轩知道空间中的那个人就是李清瑶，这女人虽然没露面，但却在暗中保护着他。睡过之后就是不一样啊。楚轩咧嘴笑道，还是这般厚颜无耻。空间之中身着一袭青裙，散发着高冷气质的李清瑶翻了个白眼。那一夜过后，李清瑶从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多了一丝女人味，或者是人妻味。一双好看的丹凤眸偶尔也会流露出温柔和魅惑，即便李清瑶不想承认，可事实却是她每次修炼的时候都静不下心，脑海中全是和楚轩缠绵的香艳画面。玄月峰三长老林瑞阳匆忙赶来。大长老，果然不出您所料，那贾浩明去了楚轩小友的住所，不过后面又急匆匆地离开了。林瑞阳如实说道。哼，这老匹夫恐怕没少给楚轩洗脑。江振豪老眼之中闪过一抹担忧，要是楚轩加入了太上长老的阵营，那么几十年后绝对会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不过这样的一位绝世天骄，江振豪爱护都来不及，又怎么忍心去针对他？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楚轩拉入宗主的阵营。走，我们也去一趟。好。就在两人准备下山的时候，周遭的空气变得寒冷，流动的山川化为冰川，空中飘落着洁白的雪花。宗主，江振豪和林瑞阳猛地反应过来，不用去了，楚轩不会加入齐念云的阵营，更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李清瑶的身影浮现，绝美的容颜，白皙的天鹅颈，堪称完美的身材曲线，搭配上清冷高贵的气质，让她看起来如同9天之上的仙子。老夫拜见宗主。江振豪和林瑞阳两人急忙上前行礼。李清瑶颔首轻点，让两人免礼。宗主，你已经和楚轩见过面了。江振豪语气激动地问道。既然宗主说楚轩不会成为他们的敌人，那是不是说明楚轩会站在他们这边？李清瑶和楚轩何止是见过，两人都已经交流过深浅了。想到这里，李清瑶的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红润。为了不被发现，李清瑶施展手段将脸上的红润遮掩。宗主这是默认了。太好了，还得是宗主出面啊。只不过宗主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高兴之余，江振豪和林瑞阳两人疑惑地打量着宗主，总感觉宗主的变化很大。他们也已经5年没有见到宗主了。自从继任宗主之位后，李清瑶常年都在闭关，很少抛头露面。宗主，您不会已经修炼了那步功法吧？细心的江振豪察觉了李清瑶那接满冰晶的发丝，目光担忧地问道。江老，你知道的，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2年前，本宗主外出寻找机缘，被杨新磊那老狗暗算了，好在最后成功化险为夷。李清瑶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凌厉杀机。杨新磊就是苍蓝剑宗的宗主，杨新磊怎么会知道宗主的行踪？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江振豪面色阴沉了下来。师尊在世的时候，齐念云还有所收敛，如今师尊不在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哪怕是勾结苍蓝剑宗。李清瑶也怀疑是齐念云从中作梗。道宗和苍蓝剑宗有着长达1000年的世仇，师尊郝彦君曾在一处遗迹中和苍蓝剑宗的老祖侯陈涛发生过矛盾，两人争抢一把极品圣器等级的宝剑，最终以郝彦君得到宝剑收场。从那以后，苍蓝剑宗就不断的挑事，一直觊觎着那把宝剑。郝彦君夺得的那把宝剑名为青云剑，如今已经传到了李清瑶手中。这群大逆不道的家伙！江振豪语气冰冷地骂道。随后，江振豪叹了口气，有些心疼地看向李清瑶。宗主，你修炼了那部功法之后，体内的太阴寒气该如何化解？不必担心，本宗主自有办法。楚轩那边你们多关注一些，绝不能让人伤害到他。李清瑶对着两人吩咐道。是，宗主。江振豪和林瑞阳郑重地回道。碧落峰，贾浩明越想心里就越气，楚轩那个毛头小子怎么敢拒绝他的？还有常年闭关的李清瑶为何会突然出关？难道楚轩已经站到了李清瑶那边？贾浩明眯着一双老眼，心里起了杀心。郭晨，2天后的交流站，代表老生出战的人确定了吗？贾浩明对着一旁的郭晨询问道。已经确定了，此次5个老生由丁阳带队。郭晨恭敬地回道。丁阳，没记错的话，他已经突破到了合体境1重吧？让他来见老夫。是，贾老。
郭晨领命离去。约莫3刻钟过后，郭晨带着丁阳进入了书房。弟子丁阳拜见刑法长老。丁阳单膝跪地，语气恭敬的行礼。以他的身份实力，平常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刑法长老。今日被贾浩明召见，丁阳心里有些受宠若惊。免礼。你哥哥是风华榜排名第17的丁冠霖吧？贾浩明开口问道。家兄正是丁冠霖。丁冠霖和邓天纵走得比较近，所以贾浩明有些印象。你们丁家2兄弟都很不错，年轻有为，值得表扬。郭晨，以后多照顾一下丁阳。好的，贾老。贾浩明只是随口一说，但是丁阳的内心却激动不已。他在道宗苦修了150年，终于要走向人生巅峰了吗？丁阳，2天后的交流站，老夫想托你办件事。贾浩明缓缓说道。刑法长老尽管吩咐，只要弟子能做到，就绝不推辞。丁阳当即回道。好，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贾浩明满意的笑了笑，继续说道。老夫希望你在交流站的时候杀掉楚轩。什么？闻言，丁阳愣了一下。楚轩的大名早已在道宗内传开，那可是金色天赋啊，万古无一的天骄妖孽。刑法长老竟然要杀楚轩？放心，事情完成之后，老夫会将你保下。贾浩明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走上前拍了拍丁阳的肩膀。如果事情能够办妥，我会让天纵把你封为天下盟的3把手。在宗门内有着多个社团，由弟子们自行组建。邓天纵组建的天下盟，无论是实力还是资源，都排在社团第1。丁冠霖和丁阳皆是天下盟的成员。好，弟子定当不辱使命。丁阳心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准备好好把握。只要刑法长老能保他，那么杀完楚轩之后，他就不会有事。只是弟子有个疑惑，交流战的时候，新生都会随身携带布置了传送阵的身份令牌，遇到危险的话，楚轩肯定会捏爆身份令牌传送出山脉。这个不必担心，我会让镇阁长老处理好。好，那刑法长老就等着弟子的好消息吧。还有一件事，杀完楚轩之后，他身上的一切资源宝物都要交到老夫手中。刑法长老放心，就算您不吩咐，弟子也会这么做。哈哈哈，好，那老夫就静候佳音了。对于贾浩明的谋划，楚轩并不知情。新老弟子交流战将会在2天后举办。楚轩炼化了1颗6品破境丹，还有1颗6品培元丹，准备将修为境界提升下，这样在交流战的时候也能有更多的主动权。嗡嗡，吞噬之力将2颗丹药包裹，药效在体内挥发。破境丹最大的作用便是帮助修行者破除瓶颈。6品破境丹比同品级的其他丹药要珍贵很多，不过对楚轩而言，6品破境丹和其他丹药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楚轩至今还没遇到过瓶颈轰。2个半时辰过后，楚轩的修为气息迎来暴涨，达到了炼虚境7重，药效还没耗尽。楚轩一鼓作气，想要一举突破到炼虚境8重。仅仅过去1天，楚轩的修为气息就再次迎来暴涨，顺利的突破到了炼虚境8重。剩下的1天的时间，楚轩用来稳固修为境界。等到第1缕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的时候，楚轩才退出修炼，距离合体境又近了一步。楚轩对合体境修为期待已久，合体境需要承受雷劫，与之前的境界相比，简直天差地别。无论是在肉身强悍度，还是在力量上，突破到合体境后，都将迎来质的飞跃。该去参加交流战了。楚轩推门而出，向着试炼广场赶去。其他新生都来得比较早，等楚轩赶到的时候，众人的目光皆是望去。这几天时间，楚轩在道宗的名气越来越大。高台上，贾浩明、江振豪等长老都到了。除了各大长老之外，还有5名宗门弟子，为首的正是丁阳。他们5人将会代表老生出战，与新生们进行切磋交流。丁阳的目光一直锁定着楚轩，有杀气。楚轩抬眸和丁阳对视，从丁阳的眼神中，楚轩看到了敌意和杀意。奇怪，明明第一次见面，为何此人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楚轩在心里疑惑地喃喃道：难道是因为他的天赋太耀眼了，引来了对方的嫉妒？诸位，此次的新老弟子交流战将会在宗门外的青松山脉举行，届时所有新生都要进入青松山脉，等到1个时辰过后，5位老生代表再进入山脉。新生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的在山脉内待久一点。老生将会对新生进行追捕，如果新生不敌，可以捏爆身份令牌传送出山脉，一旦出了山脉就被视为淘汰。3天过后，留在山脉内的新生每人都可获得1颗5品培元丹、1件下品尊器、10株灵药。要是3天过后所有新生都被淘汰，那么5位老生代表将会每人获得1颗5品培元丹、1件下品尊器、10株灵药。3长老林瑞阳对着众人宣布规则。听到奖励是5品丹药和下品尊器，新生们都很向往。
但是他们知道，拿到奖励的概率几乎为零。往届的新老弟子交流战就没听到有新生在山脉内坚持3天时间的。奖励对5位老生同样很有吸引力，他们肯定会全力出手，在3天内将新生们淘汰掉。这对老生来说简直就是发福利。下面有请老生代表丁阳发言。林瑞阳说完之后，背着一把锋利宝剑的丁阳走了出来，他目光凌厉，散发着不可一世的傲气。师弟师妹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内门弟子丁阳，今年189岁，修为已经达到了合体境1重，在剑道上我也领悟出了见识。接下来的3天时间，希望能和师弟师妹们好好的交流交流。等交流战结束之后，依旧随时欢迎师弟师妹们来找我提问学习。丁阳的目光扫过众人，高高在上的说道，言语之中尽显优越感。我呸，你算哪根葱，也配让小爷我去学习？人群之中，钱通小声的骂道。楚轩也把丁阳的话当空气，左耳进右耳出。丁阳修炼了189年，才堪突破合体境，就这也好有意思出来炫耀。还有，剑道上领悟剑士很了不起吗？他踏入剑道才2年，领悟出剑罡都没说啥，不过也有很多女修被丁阳所吸引，其中就包括有容乃大的尹柔。对于他这种靠身体上位的风尘女子，估计已经在想着怎么去勾引丁阳了。好了，接下来大家有序领取身份令牌。林瑞阳再次开口说道，身份令牌内布置了传送阵，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命，人手一个必不可少。领取完身份令牌后，林瑞阳带着众人前往了道宗外的青松山脉。这是一座小型山脉，仅仅占地100万亩，以炼虚境修为，不到2个时辰就能绕着山脉飞一圈。想要在青松山脉内待3天，靠躲藏肯定不太现实，除了击败5位老生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好了，现在所有新生进入山脉。林瑞阳的声音刚落下，新生们便快速进入山脉，去寻找最佳的躲藏点。楚轩也跟着人群进入了青松山脉。你们说这次会有新生坚持到3天时间吗？楚轩倒是有些可能，但他的修为只有炼虚境6重，和丁阳他们比差距太大，估计够呛。你们是不是忘了交流战存在的意义？从设立之初就不是为了让新生们得到奖励，而是挫一挫他们的锐气。在场的长老议论道。丁阳5位老生已经跃跃欲试了，他们是新生的时候也曾经历过交流战的绝望，如今轮到他们给新生制造绝望了。别说，这感觉还挺爽，虐完新生们还能得到奖励，这样的美差何乐而不为呢？1个时辰过后，林瑞阳下令让5位老生进入山脉。走吧，去好好的调教下我们的师弟师妹们。丁阳摩拳擦掌，眼中闪烁着火热战意。师弟师妹们，绝望来临了。其余4人同样热情高涨，他们宛如猛虎一般扑进了山脉。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就有10几名新生被淘汰出局。他们鼻青脸肿，身上有着拳印、剑痕，相当的狼狈。师兄，放过我，放过你。呵呵，那我们的奖励找谁要去？要么自己捏爆令牌，要么被我们揍晕过去，然后我们帮你捏爆令牌。哈哈哈！山脉各处回荡着新生们的惨叫声。在丁阳等人面前，新生们根本不堪一击，毫无还手之力，从头到尾都在被虐。第1天过去，就有1800多名弟子被淘汰，剩下的1200名弟子逐渐意识到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躲过老生们围堵的，于是开始抱团取暖，3、5成群，或者10几人联合在一起，共同应对老生们。这一届新生倒是聪明，才1天的时间就知道抱团取暖了，但是在丁阳他们面前，依旧是螳臂当车，无济于事。明天过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剩下10个人。在丁阳身上有着投影石，能够将他们视野内的画面投送出来。众位长老看着投影画面，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第2天的时候，丁阳5人加大了对新生的围剿力度。到了中午，又有1000名左右的新生被淘汰掉。有些新生刚被传送出山脉，就重伤陷入了昏迷。丁阳在内的5名老生根本没把他们这些新生当同门师兄弟看待，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在场的长老看到灰头土脸的新生们，却在内心满意地笑了笑。这些新生的棱角已经快被磨平了。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也许是天才，可是来到了道宗，那就是30多万名弟子中的普通一员。想要得到尊重，就必须拼命努力往上爬，成为内门弟子、亲传弟子，或者是序列弟子。你们可以仇视老生，但老夫这里对你们有个忠告：修仙世界弱肉强食，你们确实是同门师兄弟，但你们彼此之间更是竞争者，是对手。永远不要奢望竞争者会对你们仁慈。资源是有限的，谁的能力强，拳头硬，谁得到的资源就多。是一直被欺负，还是拼命修炼去赢得尊重，这是你们接下来在道宗修炼生涯中首先要想明白的一件事情。3长老林瑞阳对着新生们勉励道。
闻言，新生们的斗志被激发了出来，纷纷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拼命修炼，再也不被欺负。山脉里面只剩下200名左右的新生了，这200名弟子都是新生中的佼佼者，想要淘汰掉他们，还是需要花费点时间的。想必要不了多久，丁阳他们就会和楚轩交手了吧？各大长老都对楚轩很期待，金色天赋拥有者究竟能不能创造出奇迹呢？交手之时，便是那小子的死期。贾浩明深邃的老眼之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阴险。青松山脉一处不知名的山谷里，楚轩盘膝而坐，正在吐纳修炼。和其他弟子不同，楚轩没有东躲西藏，心里也没有惊慌畏惧。以他的炼虚境8重的修为，完全可以跟合体境1重的丁阳五五开，哪怕是丁阳5人联手，楚轩也能确保自己全身而退。踏踏踏踏，山谷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楚轩睁开眼，警惕地望去，他退出修炼状态，施展身法，闪到了一块岩石后面。你们说楚轩到底藏哪去了？都快把青松山脉翻过来一遍了，也没找到他。楚轩道友身法精湛，神出鬼没，想找到他确实不容易。哎，没有楚轩的加入，仅凭我们4人根本不可能是丁阳他们的对手。有4个人走进了山谷，其中3人楚轩很熟悉，分别是钱通、楚长风还有尹柔。另外一名肌肉壮实的男子，楚轩也有点印象，在入宗考核排名第4，至于名字，楚轩一时间想不起来了。累死我了，你们去找吧，我要在这山谷里休息休息。钱通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不愿再起身。其他4人面露难色，只好一起在山谷里休息。你们在找我？楚轩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卧槽！钱通等人被吓了一跳，大口喘着气。楚轩道友！看到楚轩之后，楚长风面色激动地喊道。钱通也拍拍屁股站了起来，挤出一抹笑容，双下巴清晰可见。楚轩兄弟，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考核排名第4的赵奎，这位是排名第5的尹柔。钱通这个社牛介绍完之后，赵奎和尹柔纷纷对着楚轩打招呼。楚轩道友，幸会。小女尹柔，见过楚公子。尹柔假装不认识楚轩，表现得极为淑女。楚轩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这骚货倒是挺会伪装啊。从赵奎和尹柔之间的亲密度来看，这赵奎恐怕已经上钩了。幸会。楚轩抱拳回礼。楚轩道友，我们一路找过来，发现山脉里的新生越来越少，如果不团结起来的话，很快就会被丁阳他们淘汰掉。不知楚轩道友想不想和我们联手对付丁阳5位老生？如果楚轩道友愿意加入的话，我们可以认你做老大，完全听你号令。楚长风没有绕弯子，直接将此行目的道了出来。楚轩的天赋实力在新生里面最为强大耀眼，由楚轩来做老大也能服众。楚轩陷入了沉思。丁阳拥有合体境修为，经历过雷劫的锤炼，肉身力量有了质的飞跃。楚轩想要击败他，必须动用全力。其余4位老生修为最少都在炼虚境5重，如果他们联手的话，对楚轩来说将会有些棘手。楚长风等人倒是可以拖住另外4位老生，为楚轩争取到一些时间。想通之后，楚轩点了点头。见状，楚长风等人都很高兴，有楚轩的加入，他们的胜算会大很多。不求击败丁阳他们，只要能在山脉内苟完3天，他们就能取得胜利。加入你们可以，但我还有个条件。楚轩兄弟随便说。钱通拍了拍肚子，爽快地答应。这个女人必须剔除掉。楚轩的目光落在了尹柔的身上，他很清楚尹柔的性格，连自己的身体都能出卖，到了危险时刻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卖队友。尹柔，钱通目光看向尹柔，眉头紧皱。楚长风和赵奎2人同样很疑惑，为什么楚轩要剔除尹柔呢？尹柔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炼虚境5重，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助力。楚轩，你凭什么剔除我？尹柔脸色阴沉，对着楚轩质问道。但其实尹柔心里很慌，他怕楚轩将那晚的事情说出来，毕竟他现在可是和赵奎甜蜜着呢，被揭发之后人设形象就塌了。我不同意剔除柔。柔的修为达到了炼虚境5重，剔除柔之后很难找到其他人代替，我们这个队伍也需要柔。不等楚轩回答，赵奎就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维护尹柔。赵奎哥哥，谢谢你。尹柔眼眶红润，2行清泪自眼角滚落，楚楚可怜的模样，真没几个男人能撑得住。柔儿，你放心，他们要是执意将你踢出队伍，那我也主动退出。你去啊，我就去啊。你的身法和剑术都很精妙，我的刀术也不差，就算只有我们2个人，也未必不能带到最后。赵奎转过身子，为尹柔擦去泪水，自信满满的说道。又一个被美色冲昏头脑的男人。楚轩在心里冷笑一声，赵奎迟早会后悔。尹柔必须剔除，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了。其他人还有想退出的吗？楚轩语气冷漠地说道。楚长风和钱通2人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站在了楚轩这边。楚轩一个人的实力就能顶他们4个人，只要脑子不傻，就知道该如何选择。好，很好，这个队伍没了我和柔儿之后，战力必将严重下滑，到时候看你们该如何对付丁阳他们。楚轩，你就等着后悔吧。柔儿，我们走。赵奎牵着尹柔的手，愤怒地转身离去。闻言，楚轩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后悔？该后悔的是赵奎才对。等到赵奎知道尹柔的真实面目后，就知道有多崩溃了。赵奎哥哥，对不起，是柔儿连累了你。柔儿，你在说什么呢？这个破队伍，我早就不想带了。接下来我会保护好你的。尹柔的茶言茶语都快把赵奎哄成胚胎了。两人离开后，楚轩对着楚长风和钱通问道：“你们是不是很疑惑，我为什么要剔除尹柔？确实有些不理解，但是我们尊重和支持。你是我们老大，我们都听你的。”楚长风率先表态，钱通也点了点头附和。对于两人的态度，楚轩还是很满意的。你们回想一下，尹柔和赵奎才认识多久？楚轩对着两人询问道。好像不到2天。钱通沉思片刻，回道：2天时间不到就在一起了，你们不觉得太快了吗？那尹柔没有你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自己看吧。楚轩召唤出流萤谷，将那晚的画面放映出来。看完之后，钱通和楚长风两人恍然大悟，尹柔竟然是这么水性杨花的女人，她这伪装的也太好了吧。赵奎被尹柔耍得团团转啊。楚长风不禁感叹道：我说那晚怎么没人来找我，原来都跑去楚轩那了。钱通在心里喃喃道。就在楚轩3人交谈的时候，又有人向着山谷走来。在楚轩的感知下，此人并非丁阳他们。有人来了。楚轩对着两人提醒道。钱通和楚长风两人顿时变得警惕，调动体内的灵力，做好了战斗准备。只见一位小巧玲珑的女子走进了山谷，她扎着2个麻花辫，绽放出青春的活力，脸上的雀斑让她看起来更加的灵动。脸蛋不算特别惊艳，但却别有一番特色。当看到山谷有人的时候，女子被吓了一跳，但是看清楚3人的外貌后，女子顿时松了口气，吓死我了，还以为是丁阳他们呢。江小雅。看着女子，钱通脱口而出。江小雅在入宗考核排名第6，拥有炼虚境4重修为。钱通对于上榜的女生都有留意，这才一眼就认了出来。江小雅缓过来之后，上前对着3人打招呼：小雅见过3位公子，相见即是有缘，妹子快快请起。钱通上前准备搀扶江小雅，好在江小雅反应迅速，这才免遭贤主手。钱通尴尬的笑了笑，随后灵光一闪，对着楚轩询问道：老大，要不我们让小雅姑娘加入队伍吧？她拥有炼虚境4重修为，在新生里面已经很优秀了。楚轩瞥了钱通一眼，钱通的小心思，楚轩又岂能看不出来？表面是招收队员，实则却是选妃。小雅姑娘，你想和我们联手吗？楚轩看向江小雅，询问道。楚轩倒是没有想太多，能够多个助力，何乐而不为呢？联手？真的吗？你们愿意带着我？江小雅面露喜色，难掩心中的激动。她这一路东躲西藏，生怕遇到丁阳他们。楚轩在内的3人是这届新生里面最强的3个人，能和他们联手，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老大都发话了，还能有假？你就好好的跟着我们吧。钱通拍了拍胸脯保证道。好，我愿意加入你们。江小雅欣然答应。来，哥哥先带你增进下队友之间的感情。钱通猥琐的笑了笑，双下巴清晰可见。江小雅身形一闪，来到了楚轩旁边。钱哥，你就站在原地跟我讲就好了，你这见外了不是？钱通翻了个白眼，心想现在的女人都这么难搞定的吗？他在春香楼的时候明明一堆女人扑上来的，再敢骚扰女队员就把你废了。楚轩对着钱通警告道。嗨，老大冤枉啊！钱通吓得后退一步。见状，江小雅掩嘴轻笑，看向楚轩的目光满是崇拜。深夜来临，清冷的月光洒下，地面上有着斑驳的树影。柔儿，快跑！突然一道声音打破了宁静。赵奎身受重伤，牵着尹柔的手用尽全力逃窜。呵呵，你们跑不掉的，要么自己捏爆身份令牌，要么我们来帮你们捏爆。丁阳5人不急不慢地追赶着，完全是在戏耍赵奎和尹柔。刷，5人纵身一跃，将赵奎和尹柔给包围了起来。嗨，赵奎擦去嘴角的血迹，他一手握着大刀，一手牵着尹柔，目光凶狠，准备殊死一战。尹柔，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的。赵奎对着尹柔安抚道。然而下一秒，尹柔却松开了赵奎的手。尹柔，不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快回来！赵奎面色大变，想要阻止，尹柔竟直地向着丁阳走去，这让丁阳都懵了。
这个女人这么勇的吗？就在丁阳准备出手的时候，尹柔却挺了挺胸脯，露出一抹雪白，声音酥麻地说道：丁阳哥哥，你舍得对柔儿下这般狠手吗？丁阳五位老生都被这雪白给看花了眼，这也太有料了吧。柔儿对丁阳哥哥仰慕已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交流。尹柔上前靠在了丁阳的肩膀上，在丁阳的耳边吐气如兰。柔儿，你……赵奎面色狰狞，不能接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你倒是聪明。丁阳一把揽过尹柔的柳腰，这样的妖艳尤物，他自然心动了。哥哥喽，谁让丁阳哥哥太迷人了呢？尹柔笑得花枝招展。你不要脸的贱女人，你明明答应要做我的道侣，要陪我一生一世。噗！赵奎气火攻心之心，吐出一口鲜血。他为了尹柔，不惜退出队伍，得罪了楚轩三人，可是到头来却被尹柔背叛。原来尹柔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婊子，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真是一点都没错啊。呵呵，我有说过这些话吗？赵奎，你我仁至义尽，今后还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你在丁阳哥哥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尹柔对着赵奎讥讽道：臭婊子，我砍了你！赵奎情绪激动，手握大刀向着尹柔和丁阳两人砍去。原来他才是那个小丑，怪不得楚轩那么坚定地剔除尹柔。拿下他！丁阳一声令下，4位老生皆是出手，修为最弱都有炼虚境5重，仅仅一个照面便将赵奎轰飞出去。丁阳一只脚踩在赵奎胸口上，当着他的面亲了口尹柔，看到了吗？他现在归我了！哈哈，我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赵奎怒声咆哮，他恨尹柔，更恨自己太愚蠢了，哪怕他肠子都悔青，如今也于事无补了。丁阳略微用力，赵奎胸口凹陷，再次吐血，接着便陷入了昏迷。没有实力，还在这大吼大叫。丁阳直接踩爆了赵奎的身份令牌，将其淘汰掉。如今整个青松山脉就只剩下尹柔还有楚轩4人了。丁阳哥哥，我知道楚轩他们藏身何处。哦，你这女人不仅有料，还很有用。哈哈，给本公子带路！丁阳一巴掌抽在了尹柔那翘臀上。哥，丁阳哥哥好坏！尹柔带着丁阳他们前往了楚轩等人所在的山谷。丁阳他们来了。山谷内，楚轩目光凌厉地向着远处望去。10里开外，尹柔带着丁阳5人正在火速赶来。这么快？楚长风3人有些惊讶。尹柔给他们带的路。楚轩的眼中闪过一抹凌厉杀机。我呸！这贱女人果然出卖了我们，还是老大有先见之明，早早地把她踢出了队伍。钱通气愤地骂道：老大，我们要抓紧时间离开吗？楚长风紧张地问道。楚轩却摆了摆手，神色平静地回道：青松山脉就这么大点，其余新生估计已经被淘汰的差不多了，我们和丁阳之间注定会有一战。好，我听老大的。楚长风体内升起一股战意，干他丫的，小爷我还没怕过谁，不就仗着比我们多修炼了上百年时间吗？有什么好嚣张的？100年之后，小爷能把他们摁在地上摩擦。钱通意气风发地说道。江小雅虽然没开口，但心中也很坚定，既然避无可避，那就战。足足等了半刻钟，丁阳6人的气息才出现在钱通等人的感知中。钱通3人都对楚轩刮目相看，楚轩的精神感知力远在他们之上。说来也奇怪，楚轩并非炼丹师，可精神感知力为何会这般强大？咻，6道极影快速进入山谷，将出口给牢牢堵死。你们果然藏在这里。看到楚轩4人的时候，丁阳得意地笑了笑。楚轩，你们趁早投降吧，这样也能免受皮肉之苦，否则丁阳哥哥是不会轻饶你们的。尹柔靠在丁阳的怀里，狗仗人势地说道。看来赵奎已经被你卖了。楚轩用冰冷的目光看向尹柔，那个废物实力不济，被淘汰也正常，在丁阳哥哥面前，你们都弱爆了。尹柔掩嘴轻笑，尽显风骚。你这臭婊子，真是恬不知耻。钱通对着尹柔破口大骂，楚长风和江小雅也对尹柔充满了鄙视。丁阳哥哥，这个死胖子骂我，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哦。哈哈，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恶气。好，那后面柔儿可要好好报答丁阳哥哥。山谷里的画面投放到了外面，见到丁阳和楚轩碰面，众位长老心里都来了兴趣。最终的决战要来了，是新生全军覆没，还是楚轩创造奇迹？马上就能揭晓了。楚轩才炼虚境6重修为，怎么可能是丁阳的对手？合体境和炼虚境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长老们议论纷纷。纵然是深夜，现场的氛围依旧高涨。贾浩明对着身后的郭晨使了个眼色，郭晨点了点头。噗！下一秒，投影中的画面消失不见。什么情况？投影怎么没了？
长老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江振豪眉头紧锁，内心有些不安。偏偏在楚轩和丁阳他们碰面的时候，投影画面没了。投影石出现故障是常有的事情。郭晨，你去山脉里看一下，早些把投影石修复好。贾浩明对着身后的郭晨吩咐道。是，贾老。郭晨纵身一跃，进入到了山脉。诸位稍安勿躁，投影石很快就能修复好。贾浩明对着众人说道。等2刻钟时间，如果投影石还没修复好，我们就立即进入山脉。江振豪对着林瑞阳传音道。宗主特意吩咐过，要照看好楚轩，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意外。山谷内，丁阳等人纷纷抽出武器，合体境威压自丁阳体内爆发，将整个山谷笼罩在内。空气的流速减缓，隐藏着杀机。不愧是经受过雷劫的肉身力量，比炼虚境要强大不知多少倍。钱通3人脸色都有些凝重，如果让他们对付丁阳的话，那将会毫无胜算。哥，现在知道丁阳哥哥的厉害了吧？尹柔发出得意笑声。看到楚轩吃瘪，尹柔心里非常的解气。聒噪！楚轩目光一寒，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唰！眨眼间，楚轩已经逼近了丁阳和尹柔。楚轩手握2柄魔剑，向着丁阳2人劈去。好快的身法！丁阳瞪大了双眼。楚轩的剑太快了，让他应接不暇。想自己脱身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怀里还有尹柔这个拖油瓶。在最后关头，丁阳毫不犹豫地将尹柔推了出去。丁阳哥哥，不要！尹柔面色大变，他大脑一阵空白，本能地将身份令牌捏爆。轰噗！虽然尹柔被传送了出去，但依旧被魔剑之威命中，身受重伤，当场昏死过去。原本精致的脸蛋上也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剑痕。又有弟子被传送了出来，是尹柔。看来丁阳已经和楚轩交手了。看到是尹柔，众位长老猜测道。被淘汰掉的新生们都用鄙夷的目光看向尹柔。这臭婊子为了攀附丁阳，不惜出卖赵奎，还帮助丁阳去围剿楚轩。尹柔的形象已经彻底崩塌。山谷内，魔剑劈在了丁阳的佩剑上，铿锵，火花四射，照亮了山谷。楚轩体内爆发出炼虚境8重修为气息。你不是只有炼虚境6重修为吗？怎么一下子来到了8重？难道你在3天时间突破了2个小境界？丁阳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那就是楚轩的战力已经无限接近合体境。这也太妖孽了吧！金色天赋果真恐怖如斯，在场的其他人都看傻眼了。一击未果，楚轩继续出剑，体内爆发出剑气剑势以及强大的剑罡。轰动！恐怖的剑罡在出其不意之下，直接将丁阳掀飞了出去。他，丁阳倒退10几步，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惊恐，语气也变得颤抖。你领悟出了剑罡？21岁领悟出剑罡？这不可能！丁阳在剑宗已经修炼了100多年，骨龄达到了200多岁，可是也才领悟出剑势啊。在没有和楚轩交手之前，丁阳认为能够轻松击杀楚轩，可是现在他才发现楚轩的实力有多变态。想要杀楚轩，哪怕是他也要用尽全力。楚轩把丁老大击退了，炼虚境8重，还领悟出了剑罡，这真是21岁所能办到的吗？其余4位老生如遭晴天霹雳，大口喘着气。他们自问不是楚轩的对手，在道宗修炼了上百年的他们，竟然不是一个新生的对手。这说出去，恐怕会被其他老生笑掉大牙吧。都别看着了，快动手！丁阳对着另外4名老生吩咐道。咻！楚轩的身形再次如同鬼魅般逼近，魔剑劈出，强大的剑道力量让丁阳根本无法脱身，只能被动的进行防御，先把这3个人解决掉，再去帮丁老大。老生薛正阳体内爆发出炼虚境7重修为气息，率先杀了出去。此人交给我！钱通召唤出重剑，正面对抗薛正阳。轰！在钱通体内爆发出了炼虚境7重修为气息，和薛正阳不相上下。但是钱通身上穿着极品尊气等级的宝甲，脚踩极品尊气等级的宝靴，手中的重剑威力更加浑厚霸道，只怕已经达到了圣器。咣当！一击交锋，薛正阳身形暴退，完全落入了下风。我要打2个！钱通将重剑劈出，薛正阳和另外1名拥有炼虚境6重修为的老生都被攻势笼罩在内，剑气剑势爆发，薛正阳2名老生竟然被死死碾压。炼虚境7重，你也在短短3天时间突破了2个小境界，他娘的，这一届的新生都是妖孽吧？薛正阳脸色凝重，心态有些爆炸。他记得很清楚，在测验天赋实力的时候，钱通只有炼虚境5重修为，才过去2天时间，钱通居然已经和他同境了。钱通倒有好样的，哈哈，干！
钱通的实力成功惊艳到了所有人。在这之前，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拥有金色天赋的楚轩身上，却忽略了拥有紫色天赋的钱通。钱通不仅天赋实力强大，而且家里还有矿，宝物资源多的是，交起手来将会让对手非常的头疼。楚长风和江小雅分别对战一名练虚境5重修为的老生，4个人里面只有江小雅比较吃力，但一时半会也不会落败。这胖子还有点用。钱通的表现超出了楚轩的预料，这家伙应该炼化了等级很高的天才地宝，所以才能在3天内突破2个小境界，但也得益于钱通强大的天赋。光有资源没有天赋的话，一样会陷入瓶颈当中。你们到底是怎么修炼的？丁阳感到后背发凉。楚轩这一个妖孽已经很让他头疼了，如今又多出一个钱通，薛正阳他们是指望不上了。要杀楚轩，只能靠他自己。轰！丁阳体内也爆发出了剑气剑势，寂灭开天斩。丁阳眼中闪过杀机，施展出了道宗的地阶高级剑道武技，剑气冲天而起，剑斩洞穿虚空，向着楚轩狠狠地劈去。好浓烈的杀意，楚轩能够感受出来，这丁阳想杀他，应该是贾浩明下了命令。楚轩不用想都知道是谁想杀他。咔咔，恐怖的剑斩将沿途虚空都给震碎，破空声响彻云霄，剑道力量横扫，整个山谷瞬间化为灰烬。楚轩，你的天赋确实很强大，但你注定看不到日出的阳光了。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也别想着捏爆身份令牌脱身，因为你的令牌早就被做过手脚了。哈哈哈，今天对你而言注定会是个死局。丁阳的嘴角上扬，用仅能2人听到的声音说道：那你要失望了，想杀我的人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人成功过。魔剑之威肆虐，楚轩将幽冥鬼杀斩施展了出来。轰隆隆，血红色剑气爆发，天地都在震颤。2道猩红色的剑斩足足有着万丈，天穹仿佛都被洞穿，下起了瓢泼大雨。感受到恐怖的剑威之后，丁阳直接吓傻在了原地。咣，2人凝聚的剑斩在空中相撞，轰扑，方圆10里都被波及，瞬间化为废墟。踏踏踏踏，余威之中，一道身影狼狈地飞出，衣衫褴褛，头发散乱，身上有着3、4道剑痕，足足退了上千步。众人仔细看去，发现被轰退之人居然是丁阳。噗！丁阳口吐鲜血，脸色煞白，看向楚轩的目光充满了忌惮和畏惧。你这剑界超越了天阶。丁阳声音颤抖，其他人都停了下来，看着10里废墟感到有些后怕。楚轩比我想的要强大很多，这小小的青州要走出一位绝世强者了。看着楚轩的背影，钱通心里波涛起伏。楚老大牛逼！楚长风内心激动，战意高涨，向对手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老生们，准备好受虐了吗？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骄傲自负的老生也感受下被碾压的滋味。玄水重斩，钱通也施展出了剑道神通，从威力来看，最少达到了天阶，并且在钱通体内也有着一股血脉之力，没饕餮血脉狂暴，但却无比厚重。轰扑，玄水剑斩落下，薛正阳2人也被轰飞出去。5个老生已经有3个落入了下风。山脉外，江振豪等人察觉到了山脉里的攻势，江振豪不再犹豫，和林瑞阳一起冲进了山脉。里面发生了什么？这攻势好生恐怖，众位长老也被惊讶到了。走，进去看看。长老和执事们纷纷涌入了山脉。奇怪，都这么久了，丁阳还没得手吗？贾浩明眉头紧锁，以丁阳和体境修为，应该能够秒杀楚轩才对啊。贾浩明也进入了山脉，向着山谷快速赶去。我很好奇，是谁想杀我？楚轩从宫室中走出，故意对着丁阳问道。在和丁阳交手的那一刻，楚轩就已经用流萤谷将山谷内的景象录了下来，这些都将成为指控贾浩明的证据。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丁阳收起宝剑，体内的气血翻涌，居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极尽升华。天风闪，丁阳施展身法武技，如同一阵风般向着楚轩掠去。以丁阳现在的实力，短时间内足以比坚和体境2重。楚轩也将双剑收起。既然丁阳想赤手空拳一战，那他就成全对方轰。拳头轰来，锁定了楚轩的心脏。楚轩不避不闪，饕餮血脉以及9节神体被催动，狂暴的力量仿佛喷发的火山。9节灭世拳第1拳也被楚轩施展了出来，拳势滔天，异象横生，楚轩脚下的大地颤抖不止，生出道道裂纹。咣，2个拳头宛如陨石一般相撞，发生了剧烈爆炸。轰动，余威横扫，丁阳直接被轰飞了出去，重砸在地，倒在了一片血泊中，修为气息正在急速下滑。
楚轩靠着饕餮血脉和九节神体，轻松地化解了余威，只用了3步便稳住身形。好霸道的拳技！我知道了，你是杀了萧峰的那名楚姓少年。丁阳艰难地爬了起来，全身鲜血淋漓，目光恐惧地盯着楚轩。虽然他没亲眼见过楚轩，单从传闻中的描述也能猜出来。传闻那楚姓少年手握2柄血剑，肉身力量极为变态，在合欢宗遗迹前越级斩杀了天剑山10几名炼虚境长老。这说的不正是楚轩吗？原来楚轩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楚姓少年。其他人也都听说过楚轩的大名。合欢宗遗迹那一战，早已在青州传的人尽皆知。楚轩施展身法，浮现道道残影，再次向着丁阳逼近。这一次，楚轩的心中生出了浓烈杀意。在丁阳对楚轩动杀心的那一刻，就已经和死人无异。看着楚轩快速逼近的身影，丁阳的眼中闪过一抹狠戾。楚轩，你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在刚才的那一拳之中，我往你体内灌输了4道暗劲，一旦我催动暗劲，你就会爆体而亡。哈哈哈！丁阳面色狰狞，放声大笑。暗劲！楚轩停了下来，他仔细感知过后，并未发现体内有暗劲啊。对了，应该是被饕餮血脉吞噬掉了。楚轩恍然大悟，所有涌入体内的攻势余威都被霸道的饕餮血脉吞噬了，连渣渣都不剩。可怜丁阳还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楚老大，快将暗劲逼出体内。钱通面色大变，对着楚轩喊道：在道宗有一部武技名为8级崩，修炼到圆满可以诞生8股暗劲，威力足以比肩天阶武技。来不及了！哈哈哈！就算你拥有合体境肉身，在4股暗劲的威力下，也会被炸成血雾。更何况，你还不是合体境。丁阳的嘴角上扬，面色得意。是吗？那看看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楚轩邪魅地笑了笑，继续向着丁阳逼近。不见棺材不掉泪，8级崩爆，去死吧！丁阳双手结印，欲要将暗劲引爆。不好！钱通、楚长风、江小雅3人惊慌失措，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丁阳对楚轩抱有杀意。哈哈哈！怎么回事？我的4股暗劲呢？丁阳嘴角的笑容凝固几息时间过去，楚轩竟然丝毫无视，他的4股暗劲仿佛凭空蒸发了。唰！楚轩来到了丁阳身前，眼中的浓烈杀机让丁阳浑身直冒冷汗。你把我的4股暗劲弄哪去了？丁阳倒吸一口冷气，然而强大的权势威压让他肉身快要开裂。天罡灭杀印，丁阳将体内所有的力量调动，凝聚出一道杀印，欲要将楚轩逼退。9节灭世拳，第2拳，楚轩直接硬刚，饕餮血脉爆发，9节神体凝聚，无上权威肆虐，方圆10里瞬间化为混沌。咣！轰卡！拳头轰在了杀印之上，恐怖的权威直接将杀印震碎。砰！一道闷响发出，丁阳的胸口瞬间便被洞穿。噗！丁阳无力地倒飞出去，体内的生机正在快速消散。楚轩乘胜追击，想要一击毙命。刚才那一拳还不足以灭杀合体境肉身，凡道宗弟子不可诛杀同门。你还不住手！见楚轩又追杀过来，丁阳彻底慌了，死亡的恐惧让他浑身发软。你对我下杀手的时候怎么不提宗规？今日我必杀你！楚轩面色冰冷，眼中的杀机越发浓郁。我哥是丁冠霖，风华榜排名第17，在天下盟也有着极重的话语权。你若敢……噗！丁阳话还没说完，楚轩的拳头已经将他的脑袋砸成了血雾。接着饕餮血脉爆发，吞噬着丁阳的修为。不多时，丁阳就成为了一具枯骨。合体境的修为比炼虚境要深厚很多，楚轩的丹田内已经充斥了一半的灵力。丁老大被杀了！薛正阳等4名老生都被吓得目瞪口呆。跟小爷我交战还敢分心？吃我一剑！钱通一剑劈出，薛正阳2人当即被轰飞出去，如同死狗一般重砸在地。楚长风同样将对手击败。我认输！与江小雅交战的老生赶紧后退，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快，山谷就在前面了！江振豪和林瑞阳2人率先来到了山谷，望着焦黑的废墟，2人愣在了原地。他们不敢相信这战场是炼虚境与合体境交手制造出来的。单纯看战场的话，说是大成境强者在交手，恐怕大家都深信不疑。江老，您看。林瑞阳指着地上的干瘪尸体，有些不可置信。这是丁阳的尸体。江振豪眉头一皱，心里波涛起伏。其余的4名老生身上充斥着伤痕，也显得十分狼狈。这场交流战，新生竟然碾压了老生，带队的丁阳还被杀了。楚轩从余威中走出，
发丝在空中飘舞，体内的战意还未彻底散去，像是一头嗜血狂暴的猛兽。炼虚境8重，短短2天，他居然突破了2个小境界。江振豪和林瑞阳两人心中惊叹：“楚轩小友，你没事吧？”江振豪知道这句话有些多余，但还是问了出来：“多谢大长老关心，弟子无事。”楚轩拱手回道：“羞羞羞！”贾浩明等长老也赶到了山谷，看着地面上干瘪的尸体，还有薛正阳4人狼狈的模样，众长老全都傻眼了。看样子老生被玩虐了啊！怎么感觉不太对？从交流站设立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出现新生玩虐老生的情况。此次交流战注定会载入宗门史册了。长老们都用震惊的目光看向楚轩。不出所料的话，丁阳应该死在了楚轩手中。这是怎么回事？贾浩明眉头紧锁，以丁阳合体境1重修为，竟然死在了楚轩手中。此子诡异，既然得罪了，那就必须击杀。丁阳虽死，却也给了老夫理由诛杀楚轩。贾浩明阴翳的眼中闪烁着凌厉杀机。楚轩，丁阳可是你所杀？贾浩明怒视着楚轩，体内爆发出声死境威压，周遭的空间都在扭曲。楚轩感到全身沉重，好似被100万座大山压身，想要动弹都难。生死境大能，绝非炼虚境修为能够撼动。是我所杀。即便被威压笼罩，楚轩已经直视着贾浩明，不卑不亢地回道：“哼，根据宗规，同门之间不得下杀手，违者需剥夺道宗弟子身份，并且以命抵命。”话刚落下，贾浩明便出现在楚轩身前，向着楚轩的天灵盖拍去。楚老大！钱通等人失声大喊，谁都没有想到贾浩明会出手这般果断与狠厉。金色天赋拥有者，大帝之资，能够以炼虚境修为击杀合体境，这样的绝世天骄就要陨落了吗？这贾浩明根本不给楚轩解释的机会，摆明了要杀他。楚轩眯着双眼，藏神官时刻待命。虽然藏神官暴露之后会有诸多麻烦，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把性命保住，只有活着才能报仇。住手！江振豪挡在了楚轩的身前，体内同样爆发出声死境威压，两股威压在空中相撞，产生的余威将众人给震退。得益于江振豪的庇护，楚轩完好无损。江振豪，你为何阻止老夫之法？此人丝毫不念及同门情分，嗜杀成性，冷酷无情，手段极其残忍。若是放任他成长下去，对整个修行界都将是祸患。还不退去！贾浩明对着江振豪呵斥道：“楚轩小友并非滥杀无辜之人，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误会。在丁阳和楚轩碰面的时候，投影时恰巧出了故障，你派出郭晨前来检查，却迟迟没有回音，哪怕是到了现在，也没看到郭晨的身影。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才让你这般着急要杀楚轩灭口？”江振豪直视着贾浩明，质问道。此话一出，众位长老都饶有深意地看向贾浩明。聪明人早就看出这件事情不简单了。江振豪，你这是什么意思？饭可以乱吃，但是有些话，本长老劝你最好谨言慎行。贾浩明故作镇定，冷哼一声道：“老夫什么意思？你心里比谁都明白。”江振豪不再理会贾浩明，而是转过身子，语气柔和地问道：“楚轩小友，这里面有什么猫腻？你尽管说出来，本长老会为你做主。”多谢大长老。楚轩对着江振豪拱手道谢。大长老，我知道，是那丁阳先对楚老大下杀手的。远处的钱通跑了过来，大声地指控道：“我能作证，我也能作证，确实是丁阳先下的杀手。”楚长风、江小雅2人也站出来指控。钱通3人的行为让楚轩颇为感动，毕竟这个时候站出来，那可是要得罪刑法长老的。贾浩明的心里升起一股杀机，这3个人今后也断然不能留。原来是丁阳先下的杀手，只是丁阳和楚轩无怨无仇，为何要无缘无故下杀手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江振豪的余光看向贾浩明，哼，那钱通3人和楚轩是一伙的，他们说的话没有可信度。贾浩明也不慌，反正楚轩他们没有证据，所以这就是投影时出故障的原因吗？江振豪目光冰冷地看向贾浩明，体内爆发出恐怖的气息威压。要不是楚轩实力足够强大的话，恐怕现在已经死在了贾浩明的算计之中。贾浩明这老狗险些断送了道宗的未来啊！江振豪，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没有证据你就往本长老头上扣屎盆子，真以为本长老好欺负吗？贾浩明抵挡住江振豪的威压，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整个青松山脉都被恐怖的威压波及，地面生出裂纹，不断的颤抖。难道内战要提前爆发了吗？哎，我道宗已经到了这般4分5裂的地步了吗？真是可悲啊！在场的长老有不少都是被迫站队，此时在心里叹息道：“谁说我没有证据的？”楚轩开口打破了压抑的气氛：“
贾浩明眉头一皱，疑惑地看向楚轩。只见楚轩将流银蛊召唤了出来，双手结印，施展出蛊术，将当时的画面投放了出来。这是流银蛊，楚轩居然还是一名蛊师，众人都被震惊到了。不好！贾浩明心里咯噔一下。众人将投影画面仔细看完，丁阳说的那番话非常的耐人寻味。楚轩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就连身份令牌也被做了手脚，有如此通天手段的，整个宗门就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好！江振豪心情大好，他没想到楚轩的心思竟然如此缜密。有了这投影画面，楚轩击杀丁阳就变得合法合理了，而且还能从中深挖，找出幕后真凶。贾浩明，你看到了吧？是丁阳先对楚轩下的杀手，楚轩不过是自卫防御罢了。老夫很好奇，指使丁阳下杀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能在身份令牌上做手脚，这身份地位必然不简单。江振豪矛头直指贾浩明，丁阳这蠢货死不足惜。贾浩明在心里骂道，他没想到丁阳的嘴巴会这么大，就差把他的名字爆出来了。这段影像只能证明是丁阳先下的杀手，至于幕后指使是否存在，还有待商榷。也有可能是丁阳想开脱自己击杀同门的罪名，故意说有人指使他去杀楚轩。贾浩明反驳道，有这段影像在，他想杀楚轩已经不太可能了。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撇清关系。楚轩杀机腾腾地看着贾浩明，语气冰冷地开口道，贾长老，接下来这段影像你应该很熟悉吧？又一段影像被投放了出来，正是贾浩明找楚轩密谈的画面。你……贾浩明脸色变得凝重，他没想到楚轩竟然把那晚密谈的画面也录了下来。看完投影之后，江振豪不再客气，直接骂道，贾浩明，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定然是你觊觎楚轩的身法武技，又拉拢不成，才指使丁阳对楚轩下杀手。身为宗门刑法长老，你却做出如此下三流的勾当，实在是让人不齿。江振豪调动天地大势，凝聚沙掌，向着贾浩明拍去。咣！贾浩明也不甘示弱，和江振豪大战在了一起。轰动！整个山脉瞬间化为废墟。好在众人跑得快，这才没有伤亡。江振豪，你不要太过分。两段影像都未出现老夫指使丁阳对楚轩下杀手的画面，这一切只是你的无端猜测，老夫可不承认。贾浩明不要脸地回道，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你和楚轩有仇怨在前，又能对楚轩的身份令牌做手脚，这两件事情足以证明幕后指使就是你。江振豪凝聚出天罡灭杀印，数十里天穹都被震碎。贾浩明召唤出佩剑，施展寂灭开天斩，将杀印给破开。两人势均力敌，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生死境九重，楚轩紧盯着贾浩明的身影。这笔账楚轩记下了，来日定要让贾浩明以命相偿。青松山脉的攻势几乎将道宗所有长老、执事以及部分弟子吸引了过来。在这之前，谁都不会想到引起这场大战之人会是刚进入道宗的楚轩。丁阳被杀，薛正阳4名老生被完虐，贾浩明和江振豪又大打出手，因为一场交流战，整个道宗都乱成了一锅粥。楚轩的大名在道宗已经人尽皆知，这位传奇新生刚进入宗门，名头都快盖过风华榜第1的邓天纵了。很快又一则劲爆的消息传开，楚轩就是那名在合欢宗遗迹前击杀萧峰的楚姓少年。我就知道楚轩这般妖孽人物不会是籍籍无名之辈，但他得罪了刑法长老，恐怕不会有什么善果啊，毕竟刑法长老身后站着的可是太上长老。什么都好，就是太高调了，我要是有这样的天赋实力，就老老实实苟着。哼，当你站到那个高度之后，就有很多身不由己了。楚轩只是不想交出自己的身法武技，不想站队而已，有什么错？可是刑法长老却因此记恨上了楚轩，就算楚轩再低调，也会被算计。他如果不杀丁阳，那死的就会是楚轩了。嘘，谨言慎行啊！你想死，我们可不想奉陪。众人议论纷纷，都想看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哪怕贾浩明就是幕后指使者，道宗又有谁能够制裁他呢？贾浩明身后的太上长老实力可以在宗主之上，够了。一道苍老浑厚的声音自道宗内传来，轰卡！声音还未落下，一处空间便被撕裂。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出，脸上满是褶皱，双眼凹陷，骨骼凸起，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老者体内的气息却极其危险，远在贾浩明和江振豪两人之上。太上长老竟然出关了，弟子拜见太上长老。在场的所有长老、弟子皆是躬身行礼。楚轩抬眸望去，此人正是太上长老齐念云，修为已经达到了至尊境。贾浩明和江振豪也就此停手。这老不死怎么来了？江振豪眉头紧锁，拜见太上长老。贾浩明两人对着齐念云行礼。你们二人，一个是刑法长老，
一个是大长老，身居高位，却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实在是有失身份，更让我道宗蒙羞。齐念云双手负在身后，面无表情，不怒自威。至尊境大能的压迫感，让所有人都感到呼吸困难。至尊境强者精通空间之力，青州任意一处地方，至尊境强者都能在1刻钟时间内赶到。太上长老息怒，是我没处理好。贾浩明躬身回道。江振豪并未说话，他已经在暗中传音给了宗主，把你的身份令牌拿来。究竟是不是像丁阳所说被做了手脚，本座一看便知。齐念云的目光落在了楚轩身上，楚轩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笼罩。齐念云想杀他，真就是动一下念头那么容易。弟子觉得这令牌应该交给宗主来查看更为合适。即便是面对齐念云，楚轩依旧毫无畏惧。闻言，众人都被吓了一身冷汗。楚轩居然敢忤逆太上长老，这小子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贾浩明在心里冷笑一声，仿佛已经看到了楚轩惨死的画面了。你在忤逆本座？齐念云老眼一眯，无尽的杀机涌现。天空之上雷霆滚滚，异象横生。太上长老，楚轩只是一介小辈，您老又何必跟他动气？江振豪挡在了楚轩身前，让开！齐念云声音落下之后，江振豪顿时便被震飞出去。此次本座不杀你，再有下次，定不轻饶。齐念云拂袖一挥，楚轩腰间的身份令牌顿时飞出。这令牌落入齐念云手中的话，必然会被销毁。太上长老，你越界了！又一处空间破碎，身着素裙的李清瑶缓缓走出，那雪白的美腿有着1.6米之长，冰清玉洁，仿佛跌落凡尘的仙子。空气中的温度骤降，雪花飘落。李清瑶玉手抓出，开始和齐念云争夺身份令牌。宗主也来了，众人惊呼。这场闹剧竟然同时惊动了太上长老和宗主。2年过去，楚轩又一次见到了李清瑶。宗主，这令牌难道本座看不得吗？本宗主要先看。李清瑶体内爆发出极寒之力，选择和齐念云硬刚。宗主为了楚轩，居然和太上长老撕破脸皮了。怪不得楚轩没有答应贾浩明的收徒要求，原来是站在了宗主这边。以宗主的修为实力，很难撼动太上长老啊。李清瑶的表现让众人都大吃一惊。由于不是齐念云的对手，李清瑶一直都在默默的修炼，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可是今天却一改常态，看来这楚轩对你而言很重要。齐念云冷笑一声，加大了力道。噗！身份令牌根本承受不住2股至尊境力量，当即化为粉碎。楚轩紧握双拳，心有不甘。可是转念一想，就算证实贾浩明是幕后指使者，又能怎么样呢？李清瑶所在的阵营还不是齐念云的对手。宗主，你这又是何必呢？本座公平公正，如果查出令牌真被人做了手脚，肯定会全力找出凶手，严惩不贷。如今令牌粉碎，想查都没有途径了。齐念云表面看似可惜，心里却很得意。贾浩明也松了一口气，证据已经被销毁，仅凭丁阳那段影像，谁都不好说楚轩的令牌被做过手脚。但其实在场的人也都清楚，幕后指使者就是贾浩明，楚轩不过是2个阵营之间争斗的受害者罢了。除非宗主所在的阵营压过太上长老，否则贾浩明是不会被定罪的。李清瑶面色冰冷，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杀机。楚轩，我向你保证，待实力达到之后，便替你出这口恶气。齐念云和贾浩明一个都别想跑。李清瑶对着楚轩传音道，他不想委屈楚轩，但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是齐念云的对手。好，希望那一日，我也能有击杀他们的实力。楚轩目光狠厉，紧握的双拳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李清瑶愣了一下，楚轩的坚定的道心，极致的杀伐，让他都自愧不如。好恐怖的气息，本座竟在一名炼虚境小辈的身上嗅到了危险的气息。齐念云看向楚轩，内心波涛起伏。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将此子击杀。若是让楚轩成长起来，将会后患无穷。楚轩的天赋万古无一，是我道宗的希望和未来。若有人敢对楚轩心怀不轨，那就休怪本宗主不客气了。另外，关于楚轩的任何事情，一律不准外传，违者死。李清瑶先是目光冰冷地看了一眼齐念云，随后又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极寒之力的笼罩下，哪怕是生死境修为的长老都感到浑身发寒，血液仿佛都要凝固。李清瑶这句话是在提醒和警告大家，楚轩是他的人，谁也动不得。宗主，你这话就有点多余了。楚轩的天赋大家有目共睹，就算你不说，大家也会保护好他。齐念云笑了笑，开口说道。李清瑶没有理会齐念云，撕裂空间准备离去。这老不死嘴里就没有一句是真话。明天晚上我会去找你。临走前，李清瑶对着楚轩传音道。
楚轩能够感受出来，李清瑶体内的太阴寒气已经非常庞大，长时间不排出的话，会发展成太阴寒毒。李清瑶应该想找他阴阳调和宗主，本座观你体内的寒气，应该是修炼了那部功法吧？齐念云嘴角上扬，缓缓说道。李清瑶的脚步凝滞了一下，果然还是没有骗过这老不死。那部功法是把双刃剑，宗主可要保重身体啊！所谓欲速则不达，想要排出体内的寒气，可没有那么容易。齐念云假惺惺地说道，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假以时日，李清瑶将会被寒毒侵扰，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夺得宗主之位。幸运的话，还能收李清瑶作为修炼炉鼎。他迟迟不对李清瑶动手，也是在等这一天。虽然李清瑶比他低了2个小境界，但是燃烧气血拼命一战的话，他也要脱层皮。本宗主身体好着呢，不劳你费心。李清瑶踏入空间，消失不见。齐念云也撕裂空间离去。新老弟子交流战以老生落败，楚轩在内的4人胜出落幕。楚轩4人每人都获得1颗5品培元丹、1件下品尊器、10株灵药。那些被淘汰掉的新生也都感到扬眉吐气。楚轩在新生中的威望大涨，在新生眼里，楚轩就如同神一般的存在。交流战已经落下帷幕，3天后将举行拜师仪式，入宗考核排名前10的弟子可以任意选择1名长老进行拜师。江振豪大声地宣布道。排名前10的弟子都激动不已。随后各大长老纷纷离场，弟子们也陆续返回了宗门。楚轩，祝你在宗门的生活能够过得愉快。贾浩明嘴角上扬，阴险得意地笑了笑，接着便化为1道流光离去。楚轩眯着双眼，2道凌厉的寒芒射出。但愿你死在我剑下的那一刻，也能这般得意嚣张。楚轩的心里升起浓烈的杀机。一个齐念云，一个贾浩明，都被他列入了必杀名单。楚老大，你还好吗？钱通3人走上前来，关心地问道。死不了。楚轩收敛气息，摆了摆手回道。楚老大，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们肯定不是丁阳等人的对手。没错，能拿到奖励，全都多亏了楚老大。啥都不说了，楚老大威武。钱通3人对着楚轩恭维道。江小雅明亮的眸子里满是对楚轩的崇拜。少来这套，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得来的结果，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楚轩无奈地摇了摇头，对着3人勉励道。哈哈哈，楚老大越来越有老大哥的风采了。话不多说，从今往后，只要楚老大一声吩咐，我们定当万死不辞。钱通3人语气坚定地保证道。经过这几天的磨合，4人的感情升温了不少。在刑法长老的压迫下，钱通3人还能站出来为楚轩作证，这份情谊值得楚轩去深交。小雅，新生住所条件比较差，你要不跟我回去将就几晚？钱通灵机一动，对着江小雅邀请道。在拜师之前，江小雅都只能居住在新生住所，楚轩3人则是分配了独栋阁楼。不用了，也就住上3天，忍一忍就过去了。江小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钱通。等到拜师之后，他就能跟随师尊前往先锋修炼了。钱通这家伙的心思，江小雅又岂能猜不出来？真要跟着去了，那可就是入狼窝了。当然，要是楚老大邀请的话，他会果断地答应你这胖子。能不能别老想着吃窝边草，就不能霍霍其他人去？再敢欺负小雅，我就废了你！楚轩瞪了一眼钱通，用开玩笑的口吻警告道。嘿嘿，楚老大威武！江小雅躲到了楚轩身后，对着钱通做了个鬼脸。我也想霍霍其他人啊，这不是找不到吗？以前可都是女人主动找上门来。钱通无奈地说道。一天天的就知道女人，能不能学学我清心寡欲？楚轩在钱通的脑袋上弹了个响指。哎呦，你怎么跟我老姐一样，喜欢弹人脑袋啊？钱通捂着脑袋抱怨道。他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不想被老姐管教，没想到来了道宗，还要被楚轩管着。清心寡欲，呵呵，你跟清心寡欲沾边？藏神关内，凤飞跃被楚轩的话逗乐了。回到阁楼之后，楚轩盘膝而坐，将得到的培元丹以及10株灵药全部拿了出来炼化。嗡嗡，精纯的药力转化为灵力，被源源不断地压缩到了丹田。此时的丹田已经充斥了2/3的灵力。和钱通做交易，剩下的那颗6品破镜丹，楚轩准备留给小易。同样的丹药，重复炼化效果将会减半，留给小易炼化性价比更高。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天时间，又到了晚上，窗外月明星稀，时间匆匆，距离乌婉晴前往风华圣地已经过去了1年。刚离开的半年，楚轩和乌婉晴每天都会用传音谷交流。到了后半年，乌婉晴就开始闭关了。在蒲萧然的培养下，乌婉晴的本命谷应该很快就能完成异变。等婉晴出关后，我就去风华圣地看看她。楚轩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乌婉晴曼妙的身影，说起来还挺想念她的。雨婷那边的麻烦也得尽快解决。
2年半时间，我必须让自己的实力超过9黎皇朝。楚轩在心里想着，想什么呢？突然，一道清冷的声音自背后响起。楚轩知道是李清瑶来了，转过身子，李清瑶那绝美的容颜便映入了眼帘。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一会了，看你再修炼，就没打扰你。李清瑶直视着楚轩，美眸之中闪烁着火热。咕噜，楚轩吞了吞口水，这目光他再熟悉不过。你不会又中魅毒了吧？没有中魅毒，但当下最要紧的事便是帮我泄太阴寒毒。李清瑶拉着楚轩的手，转身踏入空间，回了玉清风。在玉清风上有着封印禁制，他能毫无顾忌地进行索取，不是？咱们有必要这么着急吗？别说话，省着点力气，待会有你出力的时候。出了空间之后，楚轩就来到了玉清风上，寒气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冰雪世界。李清瑶抓着楚轩的手，迫不及待地进入洞府。石壁上镶嵌着各种华丽的水晶，显得非常梦幻，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最中心位置有着一处冰泉，李清瑶便在这冰泉之中沐浴。最里面摆放着一张玉床，散发着森森寒气。李清瑶松开了楚轩的手，噗！下一秒，楚轩的衣物化为粉碎，露出了强健的体魄。雾草，你干嘛？楚轩捂着胸口，一副受到惊吓的表情。李清瑶美眸看向楚轩，然后下移脸颊不自禁有些红润，长长的睫毛扑闪着，如同精致的瓷娃娃。我修炼了太阴冰清诀，体内的太阴寒气积聚，已经发展成了太阴寒毒。你的血脉能帮我化解？李清瑶让素裙褪去，天鹅颈、雪白的香肩、挺翘的山峦、盈盈一握的柳腰、笔直的大长腿，全部清晰可见。咕噜，楚轩吞了吞口水，内心有些燥热。上次你也是这般端着，可没过多久。话到最后，李清瑶感到羞耻，便不再继续往下说。他拿出一根玉簪，将3000青丝盘起，将整个脸蛋都露了出来。接着他缓缓地蹲下，然后仰头看向楚轩，原本清冷的眸子中充斥着欲望和魅惑。等下，住口！不等楚轩拒绝，李清瑶便已经发起攻势。体内的饕餮血脉翻涌，9节神体的力量释放，楚轩的兽意被激发了出来，两人阴阳调和。李清瑶体内的太阴寒毒被楚轩贪婪地吞噬着。对于李清瑶而言是剧毒，可对楚轩来说却是大补之物。1天时间过去，两人的热情丝毫不减。楚轩丹田内已经装满了灵力。你也拥有神体？李清瑶有些不敢置信。饕餮血脉已经足够逆天了，没想到楚轩还诞生了神体。同为神体，李清瑶的太阴神体威力远不如楚轩的9节神体。快突破了，助我！楚轩不断的发力。李清瑶脸色通红，全身香汗淋漓，他咬咬牙，完美的配合着楚轩。轰！楚轩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顷刻间便突破到了炼虚境9重。爽！楚轩感到心旷神怡，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李清瑶体内的太阴寒毒已经驱除了大半。呼！李清瑶大口喘着粗气，盘着的头发散乱，在空中飘舞。2天时间过去，楚轩还有些意犹未尽。明天就是拜师仪式了，你该走了。李清瑶将楚轩推开，实在是承受不住了。楚轩打量着香汗淋漓的李清瑶，嘴角微微上扬，这样的你更加迷人，而且只属于我。李清瑶将衣裙穿上，和楚轩拉开了安全距离。这家伙浑身牛劲，跟使不完一样。做我的男人可不容易，我的追求者很多，有些来自2大圣地，他们的实力可远在齐念云之上。李清瑶美眸直视着楚轩，试探道：我从一座边陲小国走到这里，只用了2年时间，给我3-5年，未必不能碾压圣地强者。楚轩意气风发地笑了笑，有着少年的桀骜和自信。看着眼前的少年，李清瑶为之着迷。两人的缘分有些荒唐，但是在相处之中，李清瑶渐渐地爱上了楚轩。齐念云和贾浩明，我必杀之。你的那些追求者来多少，我赶走多少，赶不走那就杀。楚轩一把将李清瑶揽入怀中，在他的翘臀上拍了一巴掌。你！李清瑶羞愧不已。我可是宗主，你放尊重点。你确实是宗主，但现在也是我的娘子，还不给为夫穿衣。楚轩挑着李清瑶的下巴，笑着说道。李清瑶翻了个白眼，但还是乖乖给楚轩穿上衣服。青州胭脂榜第1，堂堂道宗宗主，在楚轩面前居然会展露如此小女儿态。下次我们在泉水里。楚轩在李清瑶的耳边说道。你不知羞耻，我算是发现了，你这男人最会伪装，每次都，可是开始之后就跟牲畜一样。李清瑶揉了揉发疼的喉咙，就连走路姿势也极为蹩脚。哈哈哈，被你发现了。楚轩得意地笑了笑。走吧，我送你回去。李清瑶撕裂空间，将楚轩送回了阁楼。
我体内的太阴寒毒需要每个月驱除一次，待下个月我再来找你。若有什么事，你可通过这传音符联系我。李清瑶将一张传音符给了楚轩，接着便返回了玉清峰。寒毒已被驱除，李清瑶可以继续修炼太阴冰清诀，最多3-5年时间，修为便可超过齐念云。爽了！李清瑶刚离开，凤飞跃的声音便在脑海中响起：嗨嗨，娘子，你知道的，我的心里全部都是你。油腔滑调，你和他们的那些姿势，本座都记下了，待时机到了之后，你一个都不能少。凤飞跃傲娇地说道。这恋爱脑女帝真是让楚轩哭笑不得。翠微峰，这里是齐念云所在的先锋。贾浩明和郭晨两人都恭敬地站在齐念云身后。太上长老，那楚轩，我们何时出去？贾浩明满怀杀机地问道。短时间恐怕不太可能，那李清瑶和江振豪定然会将楚轩保护好。但是你们也不用着急，李清瑶修炼了那部功法，体内的寒毒越积越多，最多3年时间，修为便会不进反退，到那时本座自会出手。李清瑶被拿下之后，还未成长起来的楚轩就更加不足为惧了。这段时间你们只用向楚轩施压，干扰他修炼便可，但不要用力过猛，以免引来李清瑶鱼死网破。齐念云看向玉清风，凹陷的老眼之中闪过一抹狡诈。太上长老日理万机，我等佩服。贾浩明和郭晨两人对着齐念云恭维道：这宗主之位是时候让老夫来坐坐了，李清瑶也将成为本座的炉鼎。齐念云咧嘴一笑，目光十分贪婪。